秦川看着自己眼前的几个中年男人，一脸懵逼。少爷，宇宙网游马上开启了，我们都准备好了，少爷可以成为领主，我们替少爷开疆拓土。为首的男人满脸憧憬道。此时，秦川终于反应了过来，自己穿越了，穿越到了平行世界的蓝星。此时的秦川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和原本的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虽然也是21世纪，但唐国一直统治着整个蓝星，皇室也一直存在，只不过从封建制平稳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平稳落地。而秦川则是一个贵族，也仅仅是一个贵族了，手下只有这几位老兵，他们都是秦川父亲活着的时候带的亲卫兵，也是从小被秦川的爷爷收养的孤儿。秦川的父亲死后，秦川的爵位和俸禄都缩减到了最低，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只有这些亲兵对秦川忠心耿耿，一直跟随左右。在前几日，蓝星上空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号称宇宙意志，说蓝星连上了宇宙网络，将会开启宇宙网游的公测，在游戏之中提升的实力可以直接带到现实之中。公测名额1000万，这个名额并非随机的，而是分配的。皇室或许觉得愧对秦川，再加上秦川本身就是贵族，于是给了秦川10个名额，让秦川自行分配。蓝星的网络自然也就能连上宇宙网络了。这些天，关于宇宙网游的信息被披露出来很多，比如玩家进入游戏的时候，可以选择成为领主或者英雄，领主可以招募英雄给自己打工，领主前期是没有领地的。按照秦川的理解，这就是帮会或者公会的老大呗。每个玩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领主有领主的天赋，英雄有英雄的天赋。但毫无疑问，如果贸然成为领主，又没有英雄愿意投靠，那无论是练级速度还是其他的，都将会被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毕竟英雄的天赋偏向于个人武力，领主的天赋并不适合练级。最重要的是，英雄可以选择英雄职业，学习职业技能，英雄职业的技能更适合练级。但领主只能转职为领主职业，领主的职业技能基本上都不适合打架或者升级。说白了，领主适合有钱有势的人玩，他们能给自己手下的玩家带来更多的好处，别人才会投靠他。秦川看着眼前的这几个老兵，不禁想问一句：我配吗？我现在除了有个贵族身份，还有什么？要钱没有，要人就你们几个，成为领主之后，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吗？秦川心里这么想着，但看着眼前众人殷切的眼神，终究没有说出口。好，秦川点了点头。成为领主还有另外一个缺点，会被其他领主盯上。这个道理很简单易懂，就像一个工会容易被另外一个工会盯上一样。不过事已至此，秦川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了。明月呢？秦川看了看众人，发现自己的贴身侍女不见了。明月自小被秦川的父亲收养，一直给秦川当贴身侍女，从小被培养，算得上全能，哪怕是武力值都不输这些老兵。在秦川的爵位和俸禄都被削减之后，其他下人都被秦川遣散了，唯独明月怎么都不愿意离开，一直在秦川身边伺候着。少爷，明月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秦川身边。对于明月的神出鬼没，秦川也早已经习惯了。你们几个再加上明月，10个名额刚好够了。秦川看了一眼明月那偏若惊鸿的容貌，倒也没有感到多惊艳。主要秦川和明月朝夕相处，早就习惯了。秦川说完这些，将上面发给自己的宇宙网游的手环分发给众人，随后让众人各自回屋，静候游戏的开启。在等待的过程中，秦川快速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这些天查到的信息。宇宙之中种族无数，犹如大海之中的沙粒一般不可计数。实际上，人类观测的可观测宇宙和真正的宇宙大小比起来，只能算是9牛1毛。这些种族天赋不一，有些种族生下来就如同神灵一般，有些种族则孱弱无比。比如蓝星人族，最直观的差距就是蓝星人族进入游戏之后，各初始属性基本都在10点上下，其他种族有的是20，有的是100-200，夸张点的初始属性就5-6千。就这一点将远远甩开蓝星人族，注定了蓝星人族在其中只是炮灰陪衬角色。当然也有比蓝星人族更孱弱的种族，除了初始属性以外，还有潜力上限的差距。游戏之中不管是玩家还是怪物，模板都分为很多种，普通、精英、稀有、传奇、传说、超凡、半神、神级。据说在网上还有，不过以蓝星的信息覆盖是查不到的。蓝星人族的模板就是普通，其他种族可能出生就是传奇或者传说模板，甚至更高。普通模板的潜力上限很低，潜力上限是指属性的上限。没错，属性是有上限的，并不能无限增加。普通模板的属性上限在50-200，根据种族不同，具体熟悉也不同。蓝星人族的潜力上限在120，
也就是1阶的时候，10级以内属性上限是120。想要增加潜力上限，有2种方法：一是族群之中有人完成系统的成就，有可能增加整个族群的潜力上限，比如 BOSS 首杀之类的，第一个到达10级之类的。第二个方法则是每10级一次的进阶挑战，可以挑战更高级的模板，挑战成功就可以进阶成为更高级的模板。这种挑战也是千难万难。普通的挑战精英模板还算简单，弄点好装备基本都可以过，但是越往后差距越大，想要继续进阶就越难。大部分人都卡在了稀有进阶传奇模板的路上，再无寸进。这就是差距，大部分人生如蝼蚁。而蓝星则和猎户座悬臂上的其他种族处于同一个星区。猎户座悬臂作为银河系之中一个很小的悬臂，其中的星系相对其他悬臂也是相对稀疏，所以存在的文明并不多，仅有100多个。这100多个没有太过离谱的。上限最高的是一个精英模板的文明——辛德文明。精英模板的文明也被称为第2序列文明。与之相对的，稀有模板的文明被称为第3序列文明。以此类推，辛德文明虽然只是第2序列文明，但距离第3序列并不遥远，仅仅一步之遥，随时可能提升为第3序列文明。属性上限在800多。秦川正想着，意识突然模糊起来。欢迎来到宇宙网游，您所在的星区为猎户 B 星区，请选择您的路线。一个没有丝毫感情的女声在秦川耳边响起。领主。秦川既然做了决定，自然就不会犹豫不决，直接选择了领主路线。确认领主路线，开始随机领主天赋，开始随机领主天赋，开始随机领主天赋。系统声音好像突然卡壳了一般，不断的重复着同一句话。天赋随机完成。秦川听到这话，忍不住看向了自己的天赋。不朽天命超限，拥有该天赋的领主可以给自己满忠诚的手下随机生成第2天赋，天赋品级不低于传说，最高不朽级。手下每学会一个技能，将会随机增强之后反馈给领主，无视职业需求。每5级可以随机生成1本技能书给英雄，该技能不在本游戏体系之内，英雄学会之后会随机增强之后反馈给领主。第2章重生归来的李安澜是要保护秦川哥哥，这是秦川的第一反应。根据秦川查到的资料，天赋品级最高等级好像是神级，不朽级又是什么品级？没听说过呀。超限又是个什么品级？不过仔细看了一下，秦川不禁大喜过望。有了这个天赋，明月他们岂不是要无敌了？最起码在这个猎户座悬臂上找不到对手。如果按照后面那条描述，自己会变得更加无敌。一想到这里，秦川急不可耐地进入了游戏。这个游戏并不需要领取名字，所有人都默认使用现实之中的名字。下一秒，秦川出现在了新手村之中。每个新手村固定10万玩家。说是新手村，其实很大，方圆几十公里，比得上一个很大的镇子了。所以虽然整个新手村熙熙攘攘，倒也不显得过于拥挤。好在新手村有免费的短距离传送阵，否则的话，光是从出生点跑出村子就要很久。秦川刚上线就收到了很多好友申请，秦明月、秦一、秦二、秦三等等。秦川的那些亲兵也都是秦川的爷爷以前收养的孤儿，所以都跟着姓了秦。这些人对秦川都是绝对的忠诚。秦川一一同意，只是很快又出现一个好友申请，让秦川很是意外。李安澜，唐国皇室的小公主。秦川脑海之中不禁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在帝都跟随父亲的时候，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李安澜。这个名字，秦川不会觉得是巧合，也不会觉得是其他人和他重名，毕竟名额有限，而且其他人也不会加自己好友。秦川顺手也同意了。秦川哥哥，好久不见呀！刚一同意好友，李安澜就发来了信息。是啊，好几年没见了。秦川忍不住感慨道：我和你在一个新手村呢，你是不是走的领主路线？我要成为你的子民。李安澜一个信息让秦川懵了。你没走领主路线？不对，你为什么和我在一个新手村？也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新手村？一时之间槽点太多，秦川不知道先说哪一条了。李安澜绝美的面容看着秦川接连发来的信息，脑海之中已经出现了秦川不知所措的模样，不禁狭促一笑。这还不简单，秦川哥哥，你那10个名额还是我给你要来的呢，要不然根本没那么多。你那10个手环的序列号和我的是挨着的，所以肯定会被分配到同一个新手村啊。李安澜的话让秦川明白了权限狗的力量，不愧是公主。秦川感慨道：把你的坐标发给我，我要去找你。李安澜说道。秦川也不矫情，两人的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直接给他发了坐标，随后又把坐标发给了明月等人。李安澜看着秦川发给自己的坐标，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迷恋。秦川哥哥，这一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哪怕是死，也要死在你前面。李安澜不禁想起了上一世猎户座悬臂的新手村之战。到了8、9级的时候，所有新手村突然可以连通了，可以互相发起挑战。赢了的种族公测名额提升，同时赢了的新手村还有其他奖励。输了的不止新手村消失，玩家失去公测资格。当整个文明输的太多，现实之中蓝星也将面临您的文明的入侵，不受宇宙法律的保护。这种感觉就好像宇宙在养蛊。上一世的人族对上了辛德文明，完全是一边倒。当辛德文明入侵的时候，秦川作为实力最强的玩家，带领蓝星人奋勇抵抗。无奈双方实力差距过大，最后秦川为了保护李安澜，死在了李安澜面前。这让李安澜悲痛欲绝，直接献祭了自己的生命，发动了轮回珠。轮回珠是李安澜在新手村无意间获得的一个至宝。献祭自己的生命对指定目标有1/1的几率重来，如果重来，指定目标的天赋将刷新，天赋品级未知。李安澜是对着秦川的尸体使用的。李安澜没想到自己也跟着重生了，不禁大喜过望。李安澜不知道，就是因为自己使用轮回珠，让秦川直接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很快，众人汇合了。你怎么不选择领主路线？看到李安澜之后，秦川眼中闪过一丝惊艳。没想到当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小女孩，现在如此倾国倾城。不过想想也对，毕竟是公主，从小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想长歪也难。我要成为秦川哥哥的下属。再说了，选择领主怎么打架？李安澜理所当然道。刚才来的路上，李安澜还特意去看了一下，上一世给自己轮回珠的那个特殊 NPC 不见了，这也在李安澜的预料之内。这种至宝不太可能重复获取，只是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李安澜很清楚，这个游戏里的所有 NPC 都是宇宙之中其他种族曾经死掉的存在，灵魂被收录进来，都是活生生的人。听到这话，秦川也没有过多纠结。秦川两世为人，特别是上一世，认知层次很高，从不会对一个问题过度纠结。秦川当即将明月、李安澜等人全都收为自己的下属。收为下属之后，秦川可以看到他们的忠诚度，这也是领主的全能之一。明月等人的忠诚度全都是满点，100。这一点秦川并不意外。让秦川意外的是，李安澜对自己的忠诚度居然也是满点。开什么玩笑？你可是帝国小公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秦川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不会自恋到以为小时候和小公主相处过一段时间，小公主就对自己矢志不渝。秦川甩了甩头，想不明白就不再多想。忠诚度满点是好事。根据系统的设定，忠诚度没有满点之前还有可能上下波动，一旦达到100，将锁定在100，再也不会下降。说一下你们的天赋吧。安澜先开始。秦川直接开了领主频道说道。第3章，欧皇之皇李安澜，第2天赋万物强化。作为领主，秦川自然要先了解一下自己这些下属的第1天赋。我是法神的赐福，所有技能都100%暴击，暴击倍数随着自己智力的提升而提升，每一点智力提升1%的暴击伤害，初始暴击倍数200%，神级。李安澜重生之后，发现自己的天赋也变了，变成了战斗天赋。上一世是幸运女神的赐福，神级天赋幸运拉满。也是因为这个天赋，李安澜才获得了轮回珠。轮回珠那低到令人发指的成功率也得以发动成功。重生之后再次获得神级天赋，李安澜很清楚，这肯定和轮回珠有脱不开的关系。神级！秦川满脸惊异地看着李安澜，你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不怪秦川这么说，李安澜生下来就是帝国公主，出身就赢了，现在又随机到了神级天赋，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那是肯定的。李安澜有些傲娇道。你呢，明月？秦川看向旁边的明月，说道。我的天赋是刺客专精，所有刺客系职业技能等级+1，传奇级。明月说道。传奇级，运气还不错。秦川点了点头。秦川看过资料，随机到传奇级天赋的几率只有1%左右。大伯，你呢？秦川看向秦一，回声每秒回复1/1000的血量，最低一点精英级天赋。秦一说话干脆利落，这个天赋不错，精英级也好提升，以后有机会给你弄个天赋提升时。秦川眼睛一亮道，天赋是可以提升的，打怪有几率爆天赋提升时，越是高级的天赋提升时，爆率越是低到离谱。传说级的天赋提升时，据说爆率只有1/1，不过即便是1/1，放在整个宇宙的跨度上，仍然有无数人爆出来过。至于超凡级的天赋提升时，爆率更是低到1/1000，再往上就更低了，没办法具体统计。但精英级的天赋提升时，爆率还算是挺高的，1/1000。当然，
这个1/1000是指的精英怪的爆率。二叔，秦川看向秦二，治愈牧师的所有技能效果提升10%，普通级。随后所有人都介绍了自己的天赋，除了老六的是稀有级，其他人要么是普通级，要么是精英级。秦川并不意外，这个游戏所有人的属性只有3种：力量、敏捷和智力。力量系职业有战士、盾战等等。力量系职业的玩家，力量可以提升他们的基础攻击力，同时力量可以提升所有玩家的生命值和生命回复。说白了，力量类似于其他游戏里面力量和体质的综合，而敏捷则可以提升敏捷系玩家的基础攻击力，同时可以提升所有玩家的攻速、移速、转身速度以及基础护甲。智力可以提升智力系玩家的基础攻击力和技能伤害，还可以提升所有玩家的魔法值和回蓝速度。英雄路线的玩家进游戏之前就要选择各自的职业，明月自然选的刺客。基础职业只有那么几种：力量系战士、盾战；敏捷系刺客、射手；智力系法师、牧师。想要转职，就要等进阶挑战完成之后出了新手村，到时候职业才会变得多种多样。职业也是分品级的。李安澜选的是法师，秦一选的是盾战，秦二选的是牧师。老板，你的天赋是什么？李安澜看着秦川，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秦川听到这话，直接把自己的天赋面板发到了领主频道。眼前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死忠，秦川自然是放心的，而且还要给他们觉醒第2天赋，想瞒也是瞒不住的。死！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超限级这个品级听都没听过，但看上去就很牛逼，看描述更牛逼了。安澜，先给你觉醒第2天赋吧。秦川看着李安澜说道。李安澜听到这话，当仁不让地站在了秦川面前。秦川选定李安澜为目标之后，选择觉醒第2天赋。此时的几人在新手村一个无人的角落，倒也不怕被人注意到。随着李安澜身上闪过一道神圣的光芒，第2天赋觉醒成功。秦川直接就可以看到他的第2天赋：万物强化，不朽级，可以强化任何技能和物品，根据技能物品品级等级的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每天1次免费强化的机会，每个物品只能免费强化1次。牛逼！秦川眼睛都绿了，这天赋也太逆天了。李安澜看着自己的第2天赋，整个人也愣住了，随即陷入了狂喜。多谢老板！李安澜说着，抱着秦川往秦川脸上就亲了一口，结果被一道突然落下的雷劈了一下，忘了这是游戏里了。李安澜后怕道：好在是第1次，而且李安澜是女性，系统以警告为主。你强化自己的第1天赋试试。秦川想到了一种可能，呼吸都粗重了起来。李安澜一听这话，顿时愣住了，随即心情忐忑了起来。这要是能强化成功，可以强化第1天赋后面有个加号。李安澜打开面板之后，看到一个加号，满脸惊喜，没有丝毫犹豫，李安澜直接选择了强化。随后他将强化后的第1天赋面板发到了领主频道。法神在世，主神级，所有技能都100%暴击，暴击倍数随着自己智力的提升而提升，每1点智力提升3%的暴击伤害，初始暴击倍数500%，不受任何反伤。这一刻，所有人都忘记了呼吸。秦川弄清楚了一件事，神级后面是主神级，不知道主神级后面是什么。李安澜这个新增的特效，不受任何反伤，简直无情。高爆发最怕的就是反伤类技能。秦川承认自己嫉妒了，不过转念一想，这可是自己手下的打工仔，而且是绝对忠诚的那种。那没事了，明月过来。秦川看向明月，准备帮他觉醒第2天赋。第4章，明月的第2天赋，指定掉落，生成技能。很快，明月的第2天赋也觉醒了。掉落指定不朽，你能看到怪物的所有掉落列表，并可以指定掉落的物品。朴实无华的介绍，但不朽2个字说明了这个天赋的分量。要知道，这可是宇宙级别的游戏，玩家多到不可计数，所以很多物品的爆率也就低得离谱，1%、100%、1/1000%，甚至更低的爆率都有。同样的，爆率越低，说明东西越好。明月这个天赋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只要怪的掉落列表里有的东西，无论爆率多低，只要明月想要，对他而言爆率就是100%。自由属性书、技能石这些爆率极低的东西，对明月而言都是随手可得的。甚至可以说，有了这个天赋，秦川他们将再也不缺自由属性点。蓝星人族一阶的潜力上限是全属性120，但3维初始属性基本上都在5到10点。一阶每升1级只有5个自由属性点，普通人想要把属性加到潜力上限，难如登天。这还只是其一，其他的那些爆率低到令人发指的装备、技能等等，才是这个天赋真正恐怖的地方。李安澜看到明月这个天赋之后，
整个人都惊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兴奋。原本李安澜还想着去做一些新手村的隐藏任务，虽然不多，但未来面对新德文明的时候也能增加一些底气。现在看到秦川和明月的天赋，心想还做个屁的任务，刷怪升级就完事了。此时的李安澜再也没了对新德文明的担忧，有的只是期待。不知道到时候新手村之战的时候，新德文明看到我们这些人会是什么反应。秦一等人看着李安澜和明月两人的第二天赋，目瞪口呆，一个个都看着秦川，充满了期待，心里想着不知道自己能觉醒什么样的第二天赋。随后秦川帮几人都觉醒了第二天赋。秦一的第二天赋狂神之血，神根据损失的生命值将获得生命回复和双抗的加成，该加成为线性加成，最高可以增加 5000% 的生命回复和 3000% 的双抗。这个天赋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血量越少，回血越快越硬。之所以只有神级，是因为获得的是双抗加成而不是减伤，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双抗再高，遇到神圣伤害相当于没有。当然神圣最起码神级技能或者同样的神级天赋才会有，所有的神圣伤害都无视双抗。但减伤不同，减伤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害类型都可以减免。不过这个天赋前中期完全无敌，基本上属于打不死的存在，到了后面完全可以刷出来神级天赋时来提升这个天赋。毕竟有明月的天赋在，神级天赋时可以说是必出的。秦二的第二天赋自然秩序神，移除周围所有敌对单位 30% 的双抗，范围1000×1000，这是一个光环类天赋，具有战略性意义。到时候大规模战争，秦二只需要往那里一站，对方所有人的双抗都降低 30%， 对方只剩下 70% 的双抗，意味着己方所有人可以打出原本 0.7， 也就是 1.43 倍左右的伤害，这简直就是战略性武器。秦三的第二天赋结星光环神，每秒移除 50×50 范围内敌对目标 2% 的血量，伤害类型生命移除，无视魔抗，对高于自身等级20级的目标无效。这个天赋无论是前期刷怪还是大规模战争都是神技，只要秦三站在那里，无论是怪还是敌对玩家就会疯狂掉血。帮秦三觉醒第二天赋之后，秦川收到了系统提示，每天最多只能帮5个下属觉醒第二天赋。对于这一点秦川也不着急，反正最迟明天就可以全部觉醒了。接下来才是秦川最期待的环节，帮所有人生成第一本技能书。首先是李安澜，秦川帮李安澜生成的第一本技能书叫智慧之刃。智慧之刃一级，攻击时会附带智力 10%， 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的额外伤害，击杀不低于自己等级的怪，将永久掠夺对方1点智力，击杀玩家永久掠夺对方1点智力，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智力的20倍，伤害类型神圣，技能品级未知。看到这本技能书，秦川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李安澜，你到底是个什么欧皇之皇？从第一天赋到第二天赋，再到现在这个第一本技能书，虽然这本技能书不在系统体系之内，品级是未知，但有神圣伤害，最低也是神级的。而且这种永久掠夺属性的技能，秦川总感觉远不止神级这么简单。而且这本技能书完美适配李安澜的天赋，这是一个法球技能，攻击自带法球伤害，而且是神圣伤害，无视魔抗，甚至低品级的魔免都可以无视。这还只是1级的伤害，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附带的伤害也会提升。配合李安澜那夸张的法爆，可谓是刀刀烈火，靠谱攻的法师，一刀一个小朋友。秦川已经无力吐槽了，全不能强化。李安澜满脸可惜道。对于不能强化这点，秦川有所预料，毕竟不在系统体系之内，品级都是未知的，怎么强化？李安澜学了技能，李安澜学会技能的一瞬间，秦川也收到了系统提示。李安澜学会技能智慧之刃，随机增强反馈给领主。此时秦川的技能面板多了一个技能智慧之刃加强版一级，攻击时会附带智力 100%， 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的额外伤害，击杀不低于自己等级的怪，将永久掠夺对方3点智力，击杀玩家永久掠夺对方3点智力，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智力的100倍，伤害类型神圣，技能品级未知。此时秦川对于李安澜这个欧皇的嫉妒之心终于平息了。秦川生平最恨2种人，开挂的和不让自己开挂的，自己这也算是开挂了吧。秦川一想到这里有些心虚，这个技能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永久掠夺的属性并不在潜力上限之内，所有玩家的属性分为基础属性和额外增加的属性。额外增加的属性有很多种，比如技能增加的，很多被动技能可以100%增加属性，这部分都属于额外增加的属性。又比如装备增加的属性，这些都是额外属性，
不受潜力限制。额外属性才是一个玩家在进阶挑战的时候跨越模板，实现生命层次跃迁的根本。但不管是基础属性还是额外属性，一般玩家想要获取都千难万难。特别是额外属性，毕竟自由属性点爆率再低，但放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总是会有很多的。那些极其有钱的氪佬总是不缺自由属性点的，但自由属性点只能增加基础属性，加不了额外属性。此时秦川看向了明月，充满了期待，不知道明月的第一本技能书会是什么技能。第5章，夸张的技能，秦川，我无敌了。很快，明月手中也出现了一本技能书，支配灵魂1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收集他的灵魂，每一个灵魂会永久增加1点敏捷和1点攻击，支配灵魂上限基础敏捷的3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经过刚才那个技能的洗礼，秦川看到这个技能已经没那么震惊了。这个技能和李安澜的智慧之刃相比，品级应该会低一些，毕竟智慧之刃附带神圣伤害。不过相应的限制低了很多，智慧之刃掠夺智力，击杀的怪必须不低于自己等级，支配灵魂却没这个限制，而且支配灵魂和智慧之刃相比还多增加了1点攻击。而且这个技能收集灵魂数量的上限似乎要比智慧之刃掠夺智力的上限要高，毕竟1级就3倍了，多升几级估计就能达到20倍，和智慧之刃持平，具体上限在哪，秦川还没办法确定。这个技能和明月的职业适配性太高了，秦川顿时明白了自己帮他们生成的技能书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职业量身定制的，怪不得这些技能书都是绑定的。明月直接选择了学习，秦川当即收到了系统提示，秦明月学会技能支配灵魂，随机增强反馈给领主。支配灵魂加强版1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收集他的灵魂，每一个灵魂会永久增加2点敏捷和2点攻击，支配灵魂上限基础敏捷的12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秦川看着自己仅有的2个技能，已经感觉自己无敌了，心想要是再来个永久加力量的技能那就完美了。一想到这里，秦川看向了秦一，直接帮他生成了技能书。死亡堆积1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永久性掠夺1点力量，永久增加1点魔抗，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力量的3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齐了。秦川看到这个技能深吸了一口气，自己岂不是要无敌了？大伯赶紧学了，秦川催促道。秦一听到这话直接选择了学习。此时秦川的技能面板再次多出一个技能，死亡堆积加强版1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永久性掠夺3点力量，永久增加3点魔抗，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力量的15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圆满了，秦川满足道。没有魔抗和护甲，血量再多也只是一堆死肉，不堪一击。但有了魔抗和护甲就不一样了，等秦一的这个技能刷起来，再配合他的第2天赋，秦川都不知道前中期谁能杀死他，恐怕来再多玩家都不好使。魔抗的增加是线性增加的，哪怕魔抗数字再高，也不会达到100%的魔抗。100%的魔抗意味着魔免，但可以无限接近100%。别说100%了，只要魔抗达到90%，就肉得令人发指了。而90%的魔抗有了这个技能叠上去轻而易举，只是90%以上的魔抗想要继续叠加，难上加难。哪怕秦一的天赋残血按百分比增加魔抗也是一样的，线性叠加永远不可能达到100%。不过这完全足够了，最起码在秦川看来，在猎户座悬臂这个区域，甚至在未来进入整个银河系的跨度上都是够用的。至于更高级的，秦川暂时考虑不了这么多。随后秦川又帮其他人都生成了技能。秦二的技能神圣洗礼1级，立即回复一个友方单位500加对方血量上限 1%，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血量，并对其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等额的伤害，魔法消耗100，伤害范围2×2，施法距离15，伤害类型神圣，冷却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神圣洗礼加强版1级，立即回复一个友方单位2000加对方血量上限 1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血量，并对其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等额的伤害，魔法消耗100，伤害范围6×6，施法距离45，伤害类型神圣，冷却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又是一个神圣伤害的技能，这个技能看上去伤害不高，但要看和谁配合。等秦一或者秦川的血量刷上去之后，不说多50万血量的时候，一个神圣洗礼加到自己身上，自己周围6米见方以内的敌对单位都要受到5万多的伤害，还是神圣伤害，不受魔抗减免。这还只是1级的神圣洗礼，
技能等级升上去之后，一个技能几十万的神圣伤害轻轻松松。当然，晴川是加强版，但哪怕是晴2和晴1配合，也会产生恐怖的化学反应。晴3的技能搏葬1级，对友方单位释放此技能之后5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友方单位免疫死亡，魔法消耗100，施法距离15，冷却时间30秒。反馈给晴川的加强版搏葬加强版1级，对友方单位释放此技能之后15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友方单位免疫死亡，魔法消耗100，施法距离30，冷却时间30秒。免疫死亡字面意思简单粗暴，只要加上这个 buff， 哪怕只有1滴血，在技能持续时间内也不能被杀死，除非遇到克制的品级很高的强驱散技能，把这个 buff 驱散，亦或是高品级的斩杀类技能，否则在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内就是无敌的。晴川看了一眼冷却时间和持续时间，愣住了。这要是再升几级，岂不是可以无限搏葬？别说自己了，哪怕是三叔，技能等级升上去之后，持续时间哪怕只能到10几秒，到时候来点冷却缩减的装备，把冷却缩减堆上去，也可以无限搏葬，简直无情。又是一个前中期不知道怎么死的技能。晴3的职业是个法师，不过看这个样子，晴川觉得他以后应该不会转职成为正统法师职业。晴4的职业是射手。晴4的技能怒意叠加1级，目标每次被攻击所受的伤害递增15点，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伤害类型物理，持续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反馈给晴川的加强版怒意叠加加强版1级，目标每次被攻击所受的伤害递增90点，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伤害类型物理，持续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这个技能怎么说呢？对射手而言是神技，无论是前中后期刷怪升级很厉害。理论上只要有人能扛得住一个 boss， 或者只要这个 boss 秒不掉射手，射手有吸血属性的话，伤害叠加上去之后完全可以杀掉这个 boss， 而且会很快，因为伤害会越来越高，无上限叠加。当然限制也很多，抗不住 boss 的话一切都是白瞎。前期用来击杀敌对玩家也是神技，但也仅限于前期，毕竟后面大家爆发起来之后不会给你叠加伤害的时间。当然中后期射手的攻速也会加起来到一个夸张的地步，攻速越快叠加伤害也就越快，但总体而言这个技能和前面几个相比差了不少。晴武是个战士。晴武的技能潮汐之力1级，每隔15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下一次攻击将附带 100% 力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额外攻击力和建设效果，持续一次攻击，建设伤害无视护甲，无视魔免，伤害类型物理，技能品级未知。反馈给晴川的加强版潮汐之力加强版1级，每隔5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下一次攻击将附带 1000% 力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额外攻击力和建设效果，持续一次攻击，建设伤害无视护甲，无视魔免，伤害类型物理，技能品级未知。这是一个被动技能，而却是群攻技能，适合刷怪和群战，虽说不是神圣伤害，伤害级别也仅次于神圣伤害了。建设伤害无视护甲基本上就是真实伤害了。秦6也是个盾战。秦6的技能反击1级，受到伤害减免 10%， 被攻击时有 30% 几率对周围2×2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100+100百分号力量的反击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无视魔免，无视护甲，伤害类型物理，内置冷却1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技能品级未知。反馈给晴川的技能反击加强版1级，受到伤害减免 60%， 被攻击时有 90% 几率对周围2×2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500+500百分号力量的反击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无视魔免，无视护甲，伤害类型物理，内置冷却 0.2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技能品级未知。看到这个技能，晴川眼睛亮了。虽然不是神圣伤害，但也差不多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技能附带伤害减免。伤害减免和物抗魔抗不同，减免就是真的减免，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伤害都可以减免，即便是神圣伤害。虽然伤害减免不能随等级提升而提升，但也足够了。更何况这个技能的触发几率看似不是 100%， 但群战或者刷怪的时候，周围攻击自己的人够多，那概率就是 100%。 不过限制不小，只是对周围2×2范围内的单位造成伤害，对远程单位无效，但也足够了。晴7也是战士。晴7的技能野性光环1级，增加周围500×500范围内友方单位 10% 生命上限， 20% 攻击速度， 20% 移动速度，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反馈给晴川的技能
野性光环加强版1级，增加周围1500乘1500范围内有方单位 50% 生命上限， 80% 攻击速度， 80% 移动速度，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又是一个光环类技能。战略性武器秦巴是牧师。秦巴的技能治疗图腾1级，召唤一个可移动的图腾，每秒回复20乘20范围内有方单位 1% 的血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反馈给秦川的技能治疗图腾加强版1级，召唤一个可移动的图腾，每秒回复60乘60范围内有方单位 5% 的血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第6章开始刷怪，震惊的众人，这尼玛开了吧！看着自己技能面板的10个加强版的技能，秦川很清楚自己无敌了。不只是秦川，此时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去刷怪吧，最好组队刷怪。秦川看着众人说道。这个游戏单刷并不效率，毕竟是宇宙游戏，提倡的就是抱团取暖，所以才会有领主路线。同一领主下的子民组队刷怪有经验加成，单刷是 100% 经验，2个人组队刷怪，每个人能分到 80% 经验，3个人组队刷，每个人则能分到 60% 经验，4个人组队刷，每个人能分到 50% 经验，5个人组队刷怪，每个人能分到 40% 经验。组队刷怪4到5个人收益是最高的，再多收益就会下滑了。秦一他们8人每4人组了一队，直奔新手村外去了。此时的新手村内人不算太多，绝大多数都去刷怪了，生怕被人落下。剩下的大多数是想看看新手村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的。秦川组上明月和李安澜，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秦川1级领主，生命值150，魔法值100，攻击10+100，潮汐之力附加攻击力，力量10，敏捷10，智力10。技能智慧之刃加强版1级，支配灵魂加强版1级，死亡堆积加强版1级，神圣洗礼加强版1级，薄葬加强版1级，怒意叠加加强版1级，潮汐之力加强版1级，反击加强版1级，野性光环加强版1级，治疗图腾加强版1级。天赋不朽天命超限，拥有该天赋的领主可以给自己满忠诚的手下随机生成第2天赋，天赋品级不低于传说，最高不朽级。手下每学会一个技能，将会随机增强之后反馈给领主，无视职业需求。每5级可以随机生成一本技能书给英雄，该技能不在本游戏体系之内，英雄学会之后会随机增强之后反馈给领主。领主的基础攻击默认的是基于力量值，但也可以切换成其他2个属性的数值。和别的游戏相比，宇宙网游的升级速度可以用龟速来形容，甚至龟速都不足以形容。即便是1到10级新手阶段，升级需要的经验都是海量的。对这一点秦川也很理解，毕竟实力是能反馈到现实的。1到10级不就相当于修仙小说之中的炼气期吗？和真正的修仙相比，这个游戏的速度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至于复活机制，等级越高的玩家所需要的复活时间越长。新手村内有新手保护机制，复活时间会大幅度缩减。一旦出了新手村，复活时间1天起步。秦川3人踩着传送阵来到村子北边，村口都是1级怪，区别在于每个村口的1级怪都不同，有兔子，有山鸡，还有老鼠等等。村北刷新的是兔子，哪怕1级怪的数量再多，刷新速度再快，但也抵不住玩家多。一个新手村10万人，每个村口最起码1-2万人，人山人海，怪刚刷新出来就被乱刀砍死了。秦川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地图，除了新手村口1级怪的分布是清晰的，其他部分都被迷雾笼罩，需要玩家自己去点亮属于自己的地图。玩家走过的一定范围内的地图迷雾都会被驱散，地图也会被点亮。秦川带着明月2人继续往北走，准备去高级怪区看一看。很快几人来到了2级怪区狗头人营地。这个游戏的怪是很难刷的，1级怪虽说是兔子之类的，但那可不是普通的兔子，每只兔子都和现实中的狗差不多大小，而且眼睛泛红，也就是玩家太多了，否则单刷都很难。狗头人更不用说了，虽说体型不是特别夸张，但肯定要比兔子之类难缠得多。不过1级怪区域人太多，很多玩家都来到了狗头人营地。整个狗头人营地有2-3千人，基本上4-5个人打一个怪。虽说经常有玩家被杀，但总体玩家还是能勉强刷得动的。秦川看到狗头人营地还有这么多人，摇了摇头，继续往北走。对于秦川等人的举动，狗头人营地的玩家没时间搭理，他们只顾着刷怪呢，哪有精力去看其他人？毕竟这可是2级怪区域，一个不留神就被狗头人咬死了。秦川几人很快来到了3级区域，
3级区域是销售部落，销售像是巨型的鹌鹑，又像是不会飞的老鹰，但销售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技能——锋刃。和狗头人营地相比，销售部落的玩家明显少多了。整个销售部落只有100-200人，而且都是在组队刷怪，最起码7-8人一队。这些队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个队伍都有一个天赋很好的盾战或者牧师，能抗住销售的攻击，只要能抗住就能刷。秦川看了一眼销售的属性，销售3级，生命值500，魔法值200，攻击30，技能锋刃。为了不水字数，后面怪的属性都只写基础属性，力量敏捷之类的就不写了，不是没有，只是没写。先在这里刷点属性，再去高级区域吧。秦川说道。几人交流一直都在领主频道，其他人只能看到秦川说话，却听不到任何内容。秦川说完，拿出新手剑装备上，走到一头销售跟前，砍了一剑。这一剑下去，销售的血量顿时下去了1/5还要多。潮汐之力的箭射范围很大，周围20几头销售的血量瞬间下去了1/5。此时周围一队刚杀死一头销售的队伍，无意间瞥见这一幕，眼珠的差点瞪出来。卧槽，这人什么天赋？这他妈也太牛逼了！张聪满脸震惊道：“攻击力是高，但一下子拉了20多头销售，谁都扛不住，这家伙真是不知死活。”旁边一个3角眼的法师满脸不屑道：“就算扛不住，这个人的天赋也不得了。”张聪队伍里的女射手也是满脸震撼，其他人很快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一个个都目瞪口呆，有的牧师甚至忘了加血，差点导致队伍里的盾战被销售弄死。秦川却管不了这么多，紧接着给销售又来了一剑，负185。第二次普攻叠加了怒意，减去销售的误抗是185。2次普攻下去，这头销售的血量没了一大半。此时离秦川近的那些销售已经围了过来，秦川一点都不着急，继续给眼前的销售补了一剑，负275。3次普攻，这头销售直接死了。加3智力，加2敏捷，加2攻击，加3力量，加3魔抗，加54经验值。一连串只有秦川能看到的系统提示不断的飘出。秦川看了一眼涨了1丝的经验值，对升级的难度有了直观的认知。此时秦川也没工夫让明月来看掉落，而是看向了已经来到自己面前的5-6头销售。卧槽！卧槽！此时周围一片卧槽之声响起，张聪等人目瞪口呆。秦川看着眼前的5-6头销售，直接给自己加了个脖葬，15秒免疫死亡。对着眼前的销售又是一个普攻。旁边的明月和李安澜看着围上来的销售，急忙补伤害。不过明月现在的伤害很低，可以忽略不计。李安澜有第一天赋，再加上法师的初始技能火球术，造成的伤害也很客观，很快又秒掉了一头销售。但这些销售的攻击对新人而言是很高的。此时其他销售也围了上来，秦川的血量瞬间被清空了。但有脖葬在，血量变成1点之后，销售在攻击秦川出现的全都是免疫。原本准备看热闹的张聪等人看到这一幕绷不住了，这尼玛怎么回事？这家伙几个天赋，怎么还打不死了？就离谱！不只是张聪，其他人看到这一幕，将手中的怪清掉之后，怪也不打了，看着秦川一人扛着20多头销售，血量是空的，可就是不死。这一幕让众人的脑子都不转了，这到底什么情况？不是说每人一个天赋吗？这也太离谱了吧！秦川却不管那么多，看了一眼周围的销售，都到了范围内。一个加强版的神圣洗礼加到了自己身上，加2015，负2015，负2015，负2015。随着一连串金黄色的神圣伤害出现，秦川的血量瞬间加满，周围的20几头销售瞬间被秒杀。震不，头皮发麻，这是周围所有玩家的反应。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张聪面容苦涩地说出一句话，这尼玛开了吧！不只是张聪，其他人此时心里也都是翻江倒海，想要控诉这个游戏的不公平，甚至想说要退游，但一想这是宇宙网游，游戏里的实力会反馈到现实，那没事了。第7章，一刀群秒，夸张的爆率。明月此时已经开始捡装备了，明月直接将自己能看到的掉落面板共享到队伍里。销售的可掉落面板，销售皮甲绿爆率 0.01%， 销售护手绿爆率 0.01%， 销售是普通怪，上面是一连串的各职业的绿色精英装备，爆率是一致的，全都是1/1000，极低的爆率。再往下就是一连串的白板装备，爆率也很低，全都是3%左右。由此可见，这个游戏的爆率也是极低的。装备下面五花八门的材料和物品很多，最下面还有3样东西：初级属性书，自由属性点+1，爆率
0.00001%。技能锋刃爆率 0.01%。初级技能时，技能点加1，爆率 0.00001%。这低到让秦川都想吐槽的爆率。也就是这个游戏人口基数太大了，否则真不知道谁能爆出来这些东西。3级普通可选的东西有3样，也就是说，除了必爆的铜币，其他玩家运气爆棚的时候，最多可以爆出来3样东西。在秦川的授意下，明月第一个怪选择了锋刃、属性书和技能石。锋刃向前方 0.5 乘10米发出一道锋刃，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100加智力乘 60% 的伤害，魔法消耗100，冷却时间10秒，伤害类型魔法，职业需求智力系。锋刃是个群攻技能，不过像这种野怪爆的技能都没有等级，没什么成长性，和职业技能没有可比性。但现阶段对李安澜而言，是个不错的群攻技能，等他的智力堆上来之后，伤害很可观。而且李安澜还可以强化，李安澜直接学了，他的强化不只可以强化技能书，也可以强化已经学了的技能，所以什么时候强化都可以。其他的明月直接固定了选项，选了第一个绿色装备、属性书和技能石，根本懒得一个个去选装备。在秦川看来，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好在每个怪死亡之后都必爆3至5个铜币，所以张聪等人并不知道明月捡了什么装备，否则又会集体破防了。杀完这23头销售，秦川的智力加了69，敏捷加了46，力量加了69，攻击力加了46。此时秦川的血量直接变成了1185，基础攻击力变成了125，背包要满了。明月看着自己仅有的30个背包，说道。秦川听到这话，看向李安澜，我来安排。李安澜说着开始私聊，明月则把爆出来的23个初级属性书交易给了秦川。秦川也不矫情，直接用了力量加9点，敏捷加7点，智力加7点。秦川很清楚，现在要先把自己的基础属性堆起来，能掠夺的属性上限才会更高。明月他们后面有刷不完的怪，反正都是有上限的，不用着急。搞定了，我把这些装备发给了父皇，这些装备他每件50个银币收，会有专门的人和明月对接。李安澜笑道：“50银币，这么贵？”秦川有些意外道：“游戏币很值钱，毕竟跨度是整个宇宙。游戏币和糖币的兑换比例基本是1个铜币等于1块钱糖币。新区刚开，这个游戏没有充值渠道，想要收购足够多的铜币，还要溢价2到3倍才能收到。1个银币等于100个铜币，50个银币现阶段基本上价值1万多糖币了。在开区之前，秦川做过充分的了解，虽说绿色装备爆率低，但也只是前期装备，不至于这么贵。我和父皇说了，我们可以无限供应高级装备，要多少有多少，他不要，我们就找别人合作。再说了，现在都连通宇宙了，蓝星上的货币肯定会大幅度缩水，以后我们赚的可是银河币。李安澜满脸得意道，其实他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为秦川出一口气。之前财政部削减秦川的俸禄和爵位，李安澜并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木已成舟，不可能朝令夕改。上一世李安澜因为这事闹过，重生后的李安澜没有闹，因为他很清楚，别说一个小小的爵位了，有了自己的辅助，未来蓝星人族生存下来的话，唐国给秦川哥个封异姓王，他都未必看得上。蓝星人族生存不下来，那这一切也都没意义。上一世你替我而死，这一世我把自己赔给你。李安澜看着秦川，有些痴迷。此时的唐皇李彻看着私聊信息，满脸蛋疼。李安澜能第一时间想到自己，李彻感到很欣慰。但李安澜这副公事公办的态度，甚至有点杀熟的意思，让李彻很是头疼。自己家这个小棉袄有点漏风啊。不过李彻也清楚，前期哪怕溢价能搞到这么多高级装备，那是完全值了。只要装备够多，把近千皇家侍卫全都武装起来才是王道。李彻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未来怎么变，只要有足够的武力，就能掌握足够的话语权。而且现阶段装备遥遥领先，钱肯定是能赚回来的。要知道这个游戏里的装备并没有等级要求，只有品阶要求。现在大家都是1阶，所有1阶的装备都可以穿。李彻唯一想不通的是，自己的小女儿到底是什么天赋，怎么会爆这么多高等级装备？难道是增加幸运的？回头卖装备的钱留下10%，剩下的全都给安澜。秦川很清楚，李安澜的第2天赋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不够造的。继续往北走吧，秦川说道。销售给的经验还是低了点，杀了20多头，经验值才到20%左右。这还是1级，升级所需要的经验是最低的，后面每1级升级所需要的经验都会大幅度增加。秦川几人离开之后，张聪猛地一拍大腿，忘了跟上去抱大腿了。新手村的普通怪都是白名怪，不会主动攻击玩家，
只有精英怪以上的才是红名怪，这也是对新手的一种保护。出了新手村就全是红名怪了。很快三人到了4级怪区巨魔营地，准确的说4到6级怪都在巨魔营地。巨魔营地极大，里面有巨魔战士、巨魔法师和巨魔牧师。巨魔战士是4级怪，属于攻击高但相对较脆的一种怪，血量只比3级的销售高100，但攻击却高出1截，高达60。而且巨魔还有一个被动技能战斗专注，只要不杀死他，攻速会越来越快。现阶段的盾战根本扛不住，所以此时的巨魔营地没有一个玩家，可能之前有，但都死回去了。秦川用了20个技能点，将潮汐之力升级到了2级。像智慧之刃之类的技能，虽然品级显示是未知的，但品级肯定极高。这些技能点根本不够用来升级的，技能品级高，提升等级就更难。2级的潮汐之力附加1500力量值的额外攻击力，冷却时间从5秒变成了4秒，建设范围也更大。现在秦川的力量是88%，1500就是1320。秦川对着一只巨魔战士砍了一剑，仅仅一个普攻，周围30多只巨魔瞬间被秒。明月将背包里的装备全都交易给了李安澜，又开始了捡装备。捡到一半，背包又满了，交易给秦川。35只巨魔战士，报了35个初级属性书，35个初级技能时，还捡了10几本技能书。战斗专注，持续攻击同一个目标时，每次攻击会增加2%的攻速，最高可以叠加5层。职业需求：战士系、敏捷系。这种被动技能多多益善。秦川是领主，学不了。不过就算能学，秦川也没打算学。回头让秦怡他们学了，直接反馈给秦川就可以了。技能书在背包里，不能叠加在同一个格子，所以此时3人的背包基本上都满了。明月找出适合3人穿戴的装备，分别穿上。明月和李安澜的属性都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哪怕是秦川，属性也涨了1截。装备并没有职业要求，不过战士系只能穿板甲或者锁子甲类的装备，敏捷系穿皮甲类的装备，法师类穿布甲类装备。至于领主，什么装备都能穿戴，这也是领主的一个优势。领主倒也不是不能学技能，但一般的领主只能学领主专属技能，领主技能不适合刷怪，而且爆率极低，只有那些领主级或者领主级以上的 BOSS 才有几率爆领主技能。第8章，秦川夸张的属性 BOSS 出现。现代社会没有了太监，所以皇宫之中都是用的女官。周敏作为皇帝身边的总管女官、秘书长，深得李彻信任，自然也是跟随李彻一起进入游戏，服侍左右。但刚才李彻给他的一个命令让他极为不解，皇帝让他用皇室内躺的钱尽量多的收金币，能收多少收多少，同时联系军队，让军队将打到的钱上交大半，之后让他带着10个人去指定坐标和小公主交易装备。没错，他们和李安澜在一个新手村，他们这些人的手环序列号都是连着的，做点暗箱操作还是很简单的。除了他们，所有的皇家侍卫也都在这个新手村，不过也不都是暗箱操作，其他的手环基本都是让那些人随机抽取的。小公主能有多少装备？整个皇家侍卫队都没打出几件白板装备。周敏怎么想都想不通，觉得陛下多半是小题大做了。爱女心切吗？周敏也理解。周敏没有任何怨言，也不敢有任何怨言。对于李彻的话，他是100%执行的，从来不打折扣。周敏当即联系其他新手村的负责人，让他们将士兵们打到的铜币全都收集起来。这次一共发放给军队50万名额，为的就是先把军队打造起来。目前为止，就算每个士兵打到20个铜币，一人上交1半，那也有1000金币。更不用说周敏让人拿着上亿堂币去收铜币了。作为李彻的秘书长，周敏办起事来从不拖泥带水。虽然周敏认为陛下小题大做了，还带10个人，能有多少装备交易？但这些话也只会藏在心里，该做的一点不会打折扣。你们几个跟我走。周敏点了10个宫女，向李安澜给他发的最新坐标而去。周敏等人到的时候，秦川3人已经2级了，即便是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很高，也耐不住秦川一刀秒几10个巨魔。周敏、秦川3人的等级，还有满地的巨魔尸体，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时他终于明白了小公子哪里来的底气了。你怎么才来？再不来这些怪都要刷新掉了。李安澜看着满地巨魔尸体，不满道：他们3人的包早就满了，装都装不下，只能干看着。好在属性书和技能石都捡起来了，这2样东西是可以叠加的，赶紧交易。李安澜说着，率先将自己背包里的装备都交易给了周敏。周敏看着李安澜放在交易栏上的全都是清一色的绿色装备，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李彻并没有细说，
周敏还以为都是白板装备呢。实际上，李彻也以为大部分都是白板装备，极少部分是绿色装备。毕竟现阶段白板装备都是极为难得的。50白银一件，算了你，先给1万金币吧，反正后续还有，把钱给明月。李安澜并没有喧宾夺主，哪怕这些钱最后大部分还是要给他，但该有的程序还是要有的。什么人该在什么位置，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这一点李安澜一直都很清楚，从不会僭越。周敏干净利落地交易了1万金币给明月，明月一边捡装备一边交易给那些宫女。这些宫女来之前，在村里的裁缝那里买了初级背包，每个初级背包可以扩充20个格子，每个人最多能用3个，加上初始的30个格子，他们每个人是90个格子。周敏还贴心地为秦川等人带了初级背包，让他们也把背包扩充到了90个。很快，其中5个宫女的背包全都被装满了。你们回去见到陛下，陛下会告诉你们怎么做。周敏看着5人说道。随后，周敏又私聊了10个宫女，让他们扩充好格子，来这里报道。殿下，我这边又叫了10个宫女，给你们充当背包，有需要可以第一时间叫我。周敏此时也意识到了秦川几人的巨大价值，态度都恭敬了很多。好，李安澜点了点头。秦川看着另外5个宫女，终于可以放开刷怪了。刚才秦川都不敢放开刷，基本上都在等周敏带人过来。明月将9000金币交易给李安澜，李安澜看着背包里的金币，双眼放光，终于可以强化了。他先拿出一本初级属性书，后面的加号进行强化。系统显示需要1金币，李安澜毫不犹豫，直接强化。强化后的属性书变成了终极属性书，自由属性点加10，1个金币9个自由属性点，简直是血赚。随后，李安澜又尝试强化终极属性书，花了100金币。高级属性书自由属性点加30，和终极属性书相比，性价比低了点，但也血赚。自由属性点如果拿出去卖的话，最起码10个金币起步。这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新手村，这东西卖不上去价格，因为大家都没钱。如果出了新手村，整个猎户座悬臂的玩家聚集在一起，自由属性点的价格会翻10倍都不止。这东西爆率太低了，整个猎户座悬臂上百个文明，蓝星的那点钱一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安澜很清楚，自己哪怕强化之后再倒卖，把蓝星大部分金币都赚过来，也没多少。所以李安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蓝星上的这些人。李安澜强化了80本高级属性书，一共2400个自由属性点。秦川3人把基础属性点全都点满，加到上限120。剩下的高级属性书，李安澜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宫女，让她把这些属性书送给秦一等人。属性上来之后，李安澜和明月也开始疯狂秒怪。整个巨魔营地近5000个怪，在3人摧枯拉朽的攻击下，很快被清空。那些宫女看到眼前离谱的一幕，一个个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她们是宫女，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一般不会失态，除非控制不住。20个宫女来回跑腿，不断的倒腾着装备。周敏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又派来了50个宫女，这些人全都是秦川等人的移动仓库。随后，周敏又给秦川打过来5万金币，他算是看出来了，以秦川等人打装备的速度，这5万金币也未必能坚持多久。秦川留下5000，剩下的全都给了李安澜。近5000个怪，让3人的等级都到了3级，经验值也到了 50% 左右。李安澜花费了4万多金币，强化出来400个高级技能石，每一个高级技能石都给30个技能点。秦川技能多，用了300个，李安澜和明月一人50个，一共9000个技能点。秦川将自己的技能全都进行了一波升级。智慧之刃加强版4级，攻击时会附带智力 400%， 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的额外伤害，击杀不低于自己等级的怪，将永久掠夺对方3点智力，击杀玩家永久掠夺对方3点智力，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智力的100倍，伤害类型神圣，技能品级未知。智慧之刃的品级出奇的高，第一次升级就要50个技能点，第二次升级100，第三次升级200。秦川现阶段不太能用得上这个技能，所以就升到了4级。支配灵魂加强版6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收集他的灵魂，每一个灵魂会永久增加2点敏捷和2点攻击，支配灵魂上限基础敏捷的72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支配灵魂的品级比智慧之刃低一些，第一次升级需要30，第二次60，第三次120，第四次240，第五次480。死亡堆积加强版6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永久性掠夺3点力量，永久增加3点魔抗，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力量的90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死亡堆积需求的技能点和支配灵魂是持平的，
所以晴川也加到了6级。神圣洗礼加强版5级，立即回复一个友方单位2000加对方血量上限 5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血量，并对其周围的敌方单位造成等额的伤害。魔法消耗100，伤害范围6×6，施法距离45，伤害类型神圣，冷却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神圣洗礼升级的收益不是特别大，所以只加到了5级。薄葬加强版6级，对友方单位释放此技能之后3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友方单位免疫死亡，魔法消耗100，施法距离30，冷却时间30秒。薄葬每升1级增加3秒的持续时间，6级刚好可以无限薄葬。怒意叠加加强版5级，目标每次被攻击所受的伤害递增210点，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伤害类型物理，持续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怒意现在对晴川而言收益也不大，毕竟小怪都是秒杀，所以也只升到5级。潮汐之力加强版6级，每一次攻击将附带 3500 力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额外攻击力和建设效果，持续一次攻击，建设伤害无视护甲，无视魔免，伤害类型物理，可主动关闭，技能品级未知。潮汐之力升到6级之后，直接没有了冷却，可以无限建设，还多了个可主动关闭的选项。反击加强版3级，受到伤害减免 60%， 被攻击时有 90% 几率对周围2×2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500加1500百分号力量的反击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无视魔免，无视护甲，伤害类型物理，内置冷却 0.05 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技能品级未知。反击也是只加到了3级，对晴川而言优先级很低。野性光环加强版6级，增加周围1500×1500范围内友方单位 300% 生命上限， 480% 攻击速度， 480% 移动速度，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治疗图腾加强版6级，召唤一个可移动的图腾，每秒回复60×60范围内友方单位 30% 的血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治疗图腾这个夸张的加血量，晴川看着都牙疼。不过一想到自己未来面对的可能是整个宇宙亿万种族的玩家，谁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手段，晴川也就没那么忘乎所以了。巨魔营地的怪都是4到6级的，刷新的很快，不到10分钟就全刷新出来了。晴川3人再次清理了一波，3人升到了4级，也都把属性都刷满了。此时晴川的属性变得极其夸张。晴川4级领主，生命值975600，魔法值361200，攻击49800加1138200，潮汐之力附加攻击力，力量120加32400，敏捷120加17280，智力120加36000。这是晴川4级不包含装备的基础属性。近100万血量，近120万的攻击力。明月正在和那些宫女交易装备呢，晴川却收到了系统提示，由于您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屠杀的巨魔超过1万只，巨魔部落的领主暴怒，即将刷新巨魔大祭司精英。这个游戏的 BOSS 刷新机制也很特别，同一个队伍的玩家一定时间内杀死一个部落的野怪到一定数量，就会刷新 BOSS， 而且刷新 BOSS 的品级和杀死这个数量野怪的时间也有关。比如晴川等人仅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杀死了超过1万只巨魔，就触发了最高档。首先会刷新精英 BOSS， 击杀精英 BOSS 之后还会继续刷出稀有 BOSS， 击杀稀有 BOSS 之后就会刷出传奇 BOSS， 传奇 BOSS 理论上是新手村品级最高的怪了。3小时之内击杀超过1万只就会触发第2档，最高刷新出来稀有级 BOSS。 10小时之内击杀超过1万只会触发最低档，刷新出来精英 BOSS。 第9章各方反应，稀有 BOSS 刷新。此时猎户座悬臂上的无数新手村之中的一个，这是辛德文明的新手村，而且是辛德文明序列号最靠前的新手村。辛德文明的种族也是人族，但他们和蓝星人族不同。辛德文明的人族虽然也有自己的感情，但种族观念大于一切，极为团结，一切都是为了种族的发展，为了整个种族可以牺牲任何人，种族观念远大于个人情感。而且辛德文明算得上是低武和科技结合的一个文明。在游戏开局之前，辛德文明作为猎户座悬臂第2序列文明之中最强的一个，早就可以前往银河联邦了。而银河联邦之中有很多宝物可以买，其中有些就是可以用到新区之中的，比如自带传奇级别以上新区天赋时，带着这个进入游戏之后，最低都会随机到传奇级别的天赋最高神级。但这个东西贵到离谱，哪怕辛德文明是第2序列的文明，有星际航行能力，举全族之力
也只能勉强买得起20个，也就是一个满编队伍的数量。辛德文明统治3个世居星球，另外2个是他们自己发掘的无人星球，人口也达到了惊人的1000多亿。即便如此，举全族之力也只能买得起20个天赋石，跨度一旦无限拉大，某一个文明的力量就会微不足道。毕竟辛德文明也只是第2序列文明，不像银河联盟的统治者是第4序列文明。辛德文明在新区一共分到了10亿名额，但这对辛德文明而言还远远不够。之所以重金买天赋石，就是为了在新区遥遥领先，把能刷的成就都刷了。比如 BOSS 首杀，第1个升到5级的，这些成就可不仅仅是成就，奖励会极其丰厚。最重要的是，每次获得这些成就都会或多或少提升整个种族的潜力上限，这才是重点，也是整个文明提升序列的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只要整个种族的潜力够高，自然也就提升到了第3序列文明。辛德文明的运气不错，他们的第1序列的新手村之中，20个用了天赋石的人组成了一队，其中3个随机到了神级天赋，10个随机到了传说天赋，另外7个则是传奇天赋。每个人的天赋都不错，其中天赋最好的一个是战神的祝福，神级天赋。20人一进游戏，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1级怪区域疯狂杀怪。这个新手村其他的所有人都是为他们20个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第一时间将1级 BOSS 刷出来，不只是精英 BOSS， 甚至包括稀有 BOSS。如果可以的话，传奇 BOSS 也可以冲击一下，但半小时1万只怪，即便他们都是很好的天赋，也没多大把握。毕竟只能算他们20人击杀的怪的数量，其他人杀的不算，还要算上怪的刷新速度。在他们看来，想要刷出来传奇 BOSS 基本不可能。再加把劲，已经6000多了，再有半个小时 BOSS 就出来了。辛德林辉作为队长，天赋也是最强的战神的祝福，是要拿下猎户座悬臂的 BOSS 首杀。至于整个银河系的，他并没有抱期望，因为他见过那些第3甚至第4序列文明的种族，差距太大了。正在林辉努力杀怪的时候，一个系统公告让他愣住了。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及其子民秦明月、李安兰杀死精英 BOSS 巨魔大祭司，获得猎户座悬臂一阶精英 BOSS 首杀，每人奖励精英宝箱乘1，金币乘100，自由属性点乘1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5。蓝星在哪？林辉满脸迷茫道。旋即林辉脸色一变，巨魔。此时的林辉才意识到，秦川他们的首杀不是1级怪，而是6级的精英 BOSS。1级怪和巨魔营地之间的差距，林辉很清楚。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天赋？李彻听到系统公告的时候，整个人也愣住了。原本他还不理解自己的女儿为何不选领主路线，非要跟着秦川。在他看来，女儿可能是情窦初开，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只是这个原因。蓝星人族能拿下第1个 BOSS 首杀，这是李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BOSS 首杀会增加蓝星人族的潜力上限，李彻是知道的。这些天专门有智囊团研究这个游戏的一切信息，并把重要的信息汇总给他。但他也清楚，别说整个银河系了，哪怕只是在猎户座悬臂上比蓝星强大的文明比比皆是，更不用说还有一个第2序列文明辛德文明，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现在突然来了这个系统公告，幸福来得太突然。陛下，前2年财政部才削减了秦川的爵位和俸禄。周敏看着兴奋的李彻，不得不出言提醒道。果然，李彻听到这话，脸色一变，赶紧让那个拟旨封秦川为靠山王，把江南作为封地送给秦川。周敏听到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论是靠山王还是江南这块封地，都有点过于夸张了。你是不是觉得朕这么做有点小题大做了？李彻瞥了一眼周敏，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陛下英明神武，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周敏不着痕迹地拍了个马屁。现在和以往的几千年都不一样，蓝星连接宇宙，想要带领蓝星走出去，甚至提升序列，自然要任人唯贤。秦川的天赋是什么，朕不清楚，但就他们这打装备的速度，在朕看来，别说蓝星了，哪怕是整个猎户座悬臂，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这样的人，一个靠山王，朕觉得还低了，朕只奢望他能一直留在蓝星。李彻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别说和整个宇宙比了，就是在猎户座悬臂之中，蓝星也是垫底的存在，小小的一个靠山王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能像以前一样，总把目光放在蓝星这1亩3分地上，那样是没有前途的。周敏听到这话，一阵汗颜，又是一通马屁。此时，无数蓝星玩家看着这个系统公告，纷纷陷入了震惊和狂喜之中。大部分玩家都清楚，能拿下 BOSS 首杀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哪怕传说级天赋的玩家也没有信心拿下 BOSS 首杀，一点信心都没有。毕竟竞争太激烈了，
和之前蓝星范围内的竞争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一刻，秦川等人对蓝星而言就是英雄。是小公主，小公主拿下了首杀。不对啊，小公主怎么没有走领主路线，成为了那个秦川的子民？秦川是谁？大多数人一脸迷茫。秦川看着眼前的巨魔大祭司尸体，示意明月捡装备。精英 BOSS 的掉落最多可以选10件，明月先选了一柄领主专用的剑。传奇品质，至于属性不重要。现阶段以秦川现在的属性，除非是那种百分比增加属性的装备，其他装备对秦川几乎没有增益。秦川之所以要这把剑，也仅仅是因为看着帅罢了。巨魔大祭司作为精英 BOSS， 血量5万，刚刷新出来就被秦川一剑秒了。对于 BOSS 的首杀，秦川并不意外。如果这都拿不下区区一个首杀，那干脆自杀算了。随后秦川看向了刚刷出来的稀有级 BOSS， 巨魔战将6级，稀有级首领，生命值30万，魔法值5000，攻击500，技能热血战魂，战斗飞斧，战斗专注。第10章传奇 BOSS 首杀，银河系公告。30万的血量让秦川兴致缺缺，连自己一刀都扛不住。于是秦川上前仅仅一刀，巨魔战将没了。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及其子民秦明月、李安澜杀死稀有 BOSS 巨魔战将，获得猎户座玄臂一阶稀有 BOSS 首杀，每人奖励稀有宝箱乘1，金币乘500，自由属性点乘3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10。连续3次同样的系统公告，猎户座玄臂的大部分玩家再次愣住了。上一条系统公告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蓝星玩家，此时人都傻了。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特别是那些进游戏之前进行过充分了解，明白一阶稀有 BOSS 首杀意味着什么的蓝星玩家，震怖，极其震怖。很多蓝星玩家此时身体犹如过电了一般，感到一股电流从尾椎骨直达头皮，头皮发麻。周家是蓝星上最大的几个家族之一，可以说仅次于皇室。周世元作为周家家主，自然是心机深沉之辈，他比更多的人能明白这连续的2条系统公告意味着什么。这个秦川是什么人？为何和小公主在一起？周世元看着身边的管家问道。管家之所以是管家，自然有异于常人之处。对于秦川，他是有印象的。家主，这个秦川是秦长风的儿子，秦震天的孙子。秦长风死了以后，爵位和俸禄就都被财务部削减了。周世元听到这话，顿时恍然大悟。无论是秦长风还秦震天，当年在蓝星可都不是籍籍无名之辈。特别是秦震天，几十年前蓝星另外一个半球的白色人种发生叛乱，可是秦震天一手镇压的。那一次，秦震天不只是镇压叛乱，甚至顺手将其他人种屠戮殆尽。也正是因此，皇室为了维护在全球的名声，没有大肆封赏秦震天。原来是秦震天的孙子，难怪了。周世元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当年秦震天的风采。不过，毕竟是年轻人，小孩子实力再强，内心未必多强大，可以让可柔去接触一下。周世元眼神之中闪过以为莫名的神色。可柔是周世元花费大价钱和大精力培养的一批女商业间谍中最出色的一个，无论是长相还是心计，都是最顶尖的。之前不知道多少男人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却连他的手指都没碰到过。周世元见过太多突然爆发崛起的家族了，但这种家族因为缺乏沉淀，缺乏强大的心脏，根本就掌控不住这种财富，稍微用点手段就能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很显然，秦川在周世元眼中虽然天赋极其强大，潜力极强，但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心脏，那说不得要为自己所用。我这就去安排。管家说道。与此同时，秦川的信息很快出现在了各大家族族长的面前。这些人的做法和周世元大同小异，不过动机却不尽相同。有些人甚至让自己的女儿亲自下场，为的就是想和秦川攀上关系。他们很清楚，蓝星的未来可能真的要掌控在秦川手中了。没看小公主都成了秦川手下的子民了吗？作为皇帝，李彻此时又兴奋又忐忑。兴奋地是蓝星人族有秦川在，未来注定会走得更远。忐忑的是自己该拿什么把秦川牢牢捆绑在一起。刚才决定的靠山王似乎不太够分量，李彻陷入了纠结之中。新德文明的第一序列新手村，新德林辉看到再次出现的系统公告，意识到了秦川的非同一般。这已经不是天赋能解释的了。自己的队伍之中有3个神级天赋，但和秦川相比，犹如天渊之别。自己现在1级怪1万只还没有清完。秦川的队伍已经击杀了稀有级 BOSS， 到目前为止开区才2个多小时。难道？林辉心中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找到蓝星的坐标信息，派遣一支女性特工队
潜入蓝星，想办法拿到蓝星的玩家名额，接近这个晴川，等待命令，伺机而动。林辉下令道：作为一个第2序列文明，想要潜入并伪装成一个第1序列文明的人，再简单不过了。易容术什么的，对他们而言都是小儿科。林辉很清楚，如果真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接下来蓝星的公测名额将会增加，而且有这个晴川在，蓝星的公测名额还会不断的增加。只要派足够多的人潜入蓝星，总会有人拿到蓝星的公测名额的。游戏主脑只认手环序列号，从不管带游戏手环的人是什么人。毕竟在宇宙的尺度上，很多星球都有无数个种族，甚至有附属种族。不过手环都是绑定的，只能新获取的手环才行，夺取其他玩家的手环是行不通的。哪怕伪装的再像，也瞒不过游戏的主脑。实际上不只是林辉想这么做，猎户座悬臂上很多文明都有类似的想法，但他们都是第1序列文明，并不具备星际航行的能力。哪怕是勉强进入星际时代的文明，想要用他们自己的飞船飞到不知道在哪里的蓝星，不知道要多久。于是很多文明的首脑不惜花费重金，在网上从银河联盟那里买了最小型的星际跃迁飞船，然后再花费重金在银河联盟悬赏蓝星的坐标。第1序列文明里面，普通人只能查看信息，并不能往外发信息，这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能发信息的只有该文明的绝对统治者。倘若一个第1序列文明没有统一的话，就无法获取这种权限。不过能成为一个文明统治者的都不是无脑之人，他们都很清楚晴川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猎户座悬臂的大粗腿。不说控制晴川，提前联系上晴川，投靠蓝星人族，抱上这根大粗腿，说不定能让他们在未来走得更远。远的不说，新手村结束之前的新手村之战，就是很多文明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坎。晴川看着明月共享出来的掉落列表，那叫一个琳琅满目。巨魔战甲传奇爆率 0.01%， 巨魔护手传奇爆率 0.01%， 上面无数传奇级别的装备，爆率还是一如既往的低。作为稀有级 BOSS， 可选的掉落物品多达20件。除了这些装备，下面还有终极属性书、终极技能石，还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东西。比如巨魔大剑图纸传奇爆率 0.000001%， 巨魔法杖图纸传奇爆率 0.000001%， 巨魔长弓图纸传奇爆率 0.000001%， 一连串的传奇装备图纸。原本在晴川想来，这些图纸没什么用，毕竟等生活职业的玩家技能等级提升到能做传奇装备的时候，也就用不上这些图纸了。毕竟一阶传奇装备有时效性，出了新手村就没用了。但往下拉掉落列表，有一个东西让晴川眼睛一亮：生活技能经验书初级，增加生活技能玩家1000点技能经验。这个东西可以交给李安澜强化，然后大量招生活技能玩家，到时候传奇级别的装备就可以实现量产了。等到新手村之战的时候，让大量蓝星玩家都穿上传奇套装，谁能打得过？一想到这里，晴川让明月直接将这本经验书勾选了。图纸太多了，所以晴川连属性书和技能石都放弃了。那些东西其他小怪都可以爆，李安澜可以无限强化，没必要浪费 BOSS 的爆率。最终明月选择了生活技能经验书和19张传奇装备图纸。你找个靠谱的经理人收进来，然后大量收人吧。晴川看向李安澜说道，无论是明月还是晴一他们都不适合做经理人，晴川也不想让他们分心，和提升实力相比，这些都是杂物，不值得分心。好，我来办。李安澜点了点头。此时传奇 BOSS 终于刷新了出来，晴川一个查探甩了过去， BOSS 的属性顿时出来了。巨魔领主6级传奇级领主，生命值500万，魔法值20万，攻击2000，技能热血战魂、战斗飞斧、战斗专注、冲锋、战争践踏、裂地斩。500万的血量，还有多达6个的技能，不愧是传奇级别的领主 BOSS， 总算出现一个耐揍一点的 BOSS 了。晴川有些感慨，晴川的这个想法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恐怕吐血了心都有了。晴川没有立即攻击BOSS， 而是走进了 BOSS 的攻击范围内，想试一试这个 BOSS 能对自己造成多高的伤害。巨魔领主眼看着晴川走进了自己的警戒范围，眼睛瞬间红了，怒吼着一个冲锋，瞬间到了晴川面前。-1，巨魔领主是战士，所有的技能造成的伤害都是物理伤害。以晴川那夸张的敏捷，护甲高到离谱，巨魔领主根本破不了晴川的防御。要不是一阶有攻速和移速的阈值，移速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增加了，晴川现在的移动速度恐怕都会到了惊人的地步。可惜想要提高移速的阈值，必须进阶。巨魔领主眼看着巨魔没破防，先是一愣，
随即更加暴怒了。显然，以他有限的智商，只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只是紧接着一个战争践踏，战争践踏的范围很大，大概有20×20的范围。好在明月和李安澜并没有贸然上前，不在范围内。-1，秦川顿时没了玩下去的兴致，手中的剑以极高的攻速挥出了残影，甚至连智慧之刃的法球都懒得开，全靠普攻。不过一阶也有攻速阈值，1秒10刀是上限。这种设定看似对敏捷类职业很不公平，毕竟力量和智力2个属性就没有这种限制。但其他人可不会像秦川等人一般，在一阶就把属性刷到这么夸张的地步。而且根据秦川查到的资料，敏捷系职业往往越到后期越厉害，所以前期有一些限制也是在所难免的。想要提高攻速阈值，必须进阶，提升自己的模板。1秒不到，传奇 BOSS 500万的血量被秦川清空了。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及其子民秦明月、李安澜杀死传奇 BOSS 巨魔领主，获得猎户座悬臂一阶传奇 BOSS 首杀，每人奖励传奇宝箱乘1，金币乘2000，自由属性点乘6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20。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及其子民秦明月、李安澜杀死传奇 BOSS 巨魔领主，获得银河系大区一阶传奇 BOSS 首杀，每人奖励传说宝箱乘1，金币乘5000，自由属性点乘10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100，蓝星人族公测玩家加5000万，奖励领主秦川传说及领主宝箱乘1。第11章先秦文明银狮曼新德文明。林辉看着连续出现的2个公告，整个人傻了。这是第一次出现他理解不了的局面。前面连续刷新了2个 BOSS， 他还勉强可以理解，哪怕传奇 BOSS 刷新出来也没有出乎他的预料，毕竟开区也就2个多小时。既然这个秦川刷出来 BOSS 了，多半是2小时以内的，稀有 BOSS 是毫不意外的。传奇 BOSS 的话，要是他们队伍之中有那么1-2个擅长群攻的神级天赋，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传奇领主及 BOSS 的属性血量可都是100万起步，这个巨魔领主起码是6级的领主 BOSS， 血量怎么也得400-500万吧。从秦川击杀稀有级 BOSS 的公告到击杀传奇级 BOSS 的公告，中间就间隔了几分钟。要知道稀有级 BOSS 死亡之后，刷新传奇 BOSS 就需要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这个领主级 BOSS 刚刷出来不到1分钟就被击杀了。一想到这种可能，饶是林辉见多识广，也忍不住头皮发麻。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更何况秦川可是拿到了银河系的传奇 BOSS 首杀，就离谱。林辉之前去银河联盟的时候，见过那些第3序列文明的种族，自己的种族和他们差距很大，更不用说银河系的统治者先秦文明了。作为银河系第4序列文明之中最顶级的存在，林辉每次一想起先秦文明的人就感到头皮发麻。先秦文明的大人物带来的威压让林辉感到头皮发麻。先秦文明的玩家进游戏之后，初始属性都是更是高的离谱，人家本身就是第4序列文明，自带传奇领主及模板。林辉很清楚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公平可言，人家第4序列文明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凭什么和你一个第1、第2序列的文明一样的开局。不过宇宙网游也相对公平，他给了每一个文明实现序列升级的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得住了。就像现在的蓝星文明，仅仅开区1天，潜力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仅仅潜力上限已经够第2序列文明的最低档了。第1序列文明的潜力上限是0-200，超过200就可以晋升第2序列文明，超过1000就可以晋升第3序列文明，超过3000才可以晋升第4序列文明。林辉怎么都想不通，这个秦川凭什么拿到银河系大区的传奇 BOSS 首杀？要知道，先秦文明作为第4文明的巅峰，银河系的统治者，累积的财富是银河系其他文明不能想象的。像新区天赋石这种东西，对新德文明而言很贵，但对先秦文明而言，不过是随手就可以拿出来的东西。甚至连高级新区天赋石也不是拿不出来。高级新区天赋石开区之后，天赋传说级起步，有一定几率出现超越神级的天赋。这种东西先秦文明都有，首杀居然没有抢过一个第1序列的文明。难道这个秦川或者他的手下有人觉醒了超越神级的天赋？想到这里，林辉呼吸一滞。和林辉的不确定相比，先秦帝国第1序列新手村之中，银狮曼则更为震惊。他现在很确定，秦川这3个人之中，最起码有1个人的天赋是至高级别的。作为先秦帝国的公主，这次新区的领头人银狮曼使用了高级新区天赋石。实际上不只是他还有几个手下也用的是高级天赋石，但只有银狮曼随即到了主神级别的天赋。天赋的品级在新区明面上最高的是神级，但神级上面还有主神级，主神级上面则是至高级。银狮曼还听说至高级上面还有，不过
那根本就不是靠氪金能搞到的天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到。宇宙这么大，每个星区总有那么几个超级幸运儿，开局弄到了超越至高级的天赋。银诗曼走的是领主路线，超神领主，主神级，领主可提升手下1%子民5倍的基础属性，10%子民3倍的基础属性，89%子民2倍基础属性。有了这个恐怖的领主天赋，再加上手下筛选出来的一整队有神级群攻天赋的玩家，银诗曼给他们加成了5倍属性，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把1级的兔子击杀了1万只。整个新手村，其他所有先秦玩家都要为银诗曼让出兔子区域。兔子刷新的极快，所以他们一队人很快就完成了 BOSS 的前置数量，甚至拿到了精英和稀有级别的 BOSS 首杀。不过传奇级别的兔子领主刷新出来的时候，看着那高达100万的血量，还有恐怖的属性，银诗曼等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 BOSS 的击杀可没有只能一队人参与的限制，前面的精英和稀有 BOSS 就是银诗曼指挥他手下的上万字民一起击杀的，几乎是瞬秒。正在银诗曼志得意满，准备一举拿下一阶传奇 BOSS 银河大区的首杀，却看到了系统公告，去把这个蓝星文明的资料调出来。银诗曼看着自己身边的侍女说道：诺。侍女听到这话不敢怠慢，急忙下线去调资料去了。先秦帝国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所有加入宇宙网络的文明在他们那里都有备份。银诗曼看着系统公告，恨得牙痒痒。传奇 BOSS 的大区首杀增加的可是100种族潜力上限，先秦文明作为第4序列之中顶尖的存在，种族潜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000多，只要达到1万就可以晋升为第5序列文明了。不过银诗曼也知道自己这么优渥的条件，开区前能氪的都氪了，即便如此仍然比不上一个没听说过的文明。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秦川有大问题。银诗曼不禁想起了自己父皇说过的，有那么极少数的人能带领自己的种族如同超新星爆发一般崛起，他们的天赋极其夸张，完全不讲道理。当年的先秦帝国也是如此，刚开始的先秦帝国只是第1序列文明，在自己父皇的带领下急速崛起。秦川，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银诗曼呢喃道。银诗曼很清楚，先秦帝国走到如今的地步已经快到了极限了，即便是勉强进入第5序列，也只是在第5序列文明之中垫底的存在。想要继续提升，靠着每个星区累积的这点潜力上限，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更何况真到了第5序列，到时候进入的新区就是和第5序列以上的文明一个大区了。那时候想要再抢首杀，如同痴人说梦。现在秦川的出现虽然抢了银诗曼的首杀，但对先秦文明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机遇。银诗曼不确定秦川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直都会这么勇猛精进，所以他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秦川真的像父皇说的那样，甚至有着超越父皇的潜力，银诗曼不介意举先秦文明全族之力来扶持秦川和蓝星文明，这是一笔投资。第12章李彻的决定，开箱子大收获。李彻原本还在纠结这种，结果这2个系统公告一出，李彻彻底傻眼了。他猛地一掐自己的大腿，疼得直嘬牙花子。哎呦，不是在做梦啊！李彻此时眼看着蓝星文明在自己的带领下，从第1序列进阶为第2序列，自己这怎么也算得上千古一帝吧？不过很快，李彻苦笑了起来。就现在秦川体现出来的实力，能击杀传奇级别的 BOSS， 只要秦川下线，游戏里的实力反馈到现实，整个蓝星没有任何手段能压制秦川了。以秦川现如今的实力，核弹如同挠痒一般。实际上整个宇宙之中，科技文明之所以发展，大部分是用来星际航行的，那些热武器也只能压制低等序列文明。比如银河联盟有出售恒星级战舰，这种战舰对第1、第2序列的文明都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对第3序列文明以上的根本造不成太大的伤害。而这样一艘战舰把整个蓝星卖了都未必能买得起。不过如果在游戏之中赚取足够的金币，还是有可能的。在整个宇宙之中，游戏里的货币和装备等等都是硬通货。李彻现在很后悔之前财政部削减秦川爵位和俸禄的时候自己没有阻止。为这事自己的小女儿还跟自己闹过，但李彻觉得非理性之人获得爵位始终是个隐患，于是也就顺水推舟了。李彻怎么都没想到秦川会瞬间崛起，成为整个蓝星的希望，当然也是个定时炸弹。对了，有安澜在。一想到李安澜，李彻眼睛就亮了。李彻终于想明白该怎么封赏秦川了，自己将皇位传给安澜，然后封秦川为摄政王。李彻越想越觉得可行，当即下线让人拟旨。秦川这边在看巨魔领主的掉落列表，
除了上面一排传说级装备爆率低的吓人之外，再往下是传说级装备的装备图纸，爆率更低。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几样东西让秦川眼睛一亮：传奇级矿山，爆率 0.0001%； 传奇级天赋石，爆率 0.0001%。之前2个 BOSS 都没有这东西的爆率，哪怕是精英级和稀有级的都没有，现在却直接出现了传奇级别的，这个倒是可以强化一下给明月用。明月的第一天赋是传奇级，有传奇级天赋石的话，就可以升级为传说级。不过相对于传说级，秦川更想搞清楚普通级和精英级这些天赋石在哪里爆。只要有普通级的，就可以强化自己想要的。二叔的第一天赋只是普通级的，大伯的第一天赋也只是精英级的，这些都是需要提升上去的。秦川直接让明月选择了其中一把传说匕首，这把传说匕首有个属性，明月很需要，挣 25% 里吸血，其他属性倒不重要。传奇 BOSS 可以选择50件掉落物品，除了这个匕首，还选了一把传说级法杖，增加法术吸血的。现在的李安澜输出绝对爆炸，但太脆了，得尽快帮他弄出来一套传说装备。剩下的，秦川让明月选择了天赋石、矿山、终极生活技能经验书加10000生活技能经验，还有一堆传说级装备图纸。传奇级别的矿山，秦川直接让李安澜强化到了传说级。等到5级之后，开辟领地之后，就可以放置到领地之中，让生活玩家开采。有了这个矿山，就可以量产传说级装备了。当然，一个肯定是不够的。不过一阶的 BOSS 有很多，而且还有系统给的奖励。秦川等人拿了3个手刹，每人获得一个精英级宝箱，一个稀有级宝箱，一个传奇级宝箱，还有一个传说级宝箱。除此之外，秦川还额外获得了一个传说级宝箱。不过系统奖励的都是绑定的宝箱。新手村之中，铁匠那里卖一样东西，灵魂水晶，普通，可以解除普通级别物品的绑定。一个普通级的灵魂水晶卖1个金币，性价比不高，毕竟谁会为了一件白板装备去花1金币解除绑定呢？但这东西对秦川等人而言可就太合适了。很快，李安澜的贴身侍女巧就带着自己买的灵魂水晶跑了过来。李安澜拿到一堆灵魂水晶之后，直接选择了强化。除了传说级的贵一点，要1万金币之外，其他的都很便宜。再转5万金币给我。李安澜眼看着钱花完了，直接给周敏发了一条私信。周敏收到这条信息之后，当即下线询问李彻的意见。转，安澜要多少转多少，朕正要你旨，把皇位传给他呢。李彻态度很坚决。周敏心中无比震惊，却不敢怠慢，深吸了一口气，急忙上线给李安澜赚了5万金币，并发信息给他。殿下需要多少金币，直接和我说，我会想办法去弄。好。李安澜没工夫搭理周敏，很快就强化出来3个传说级别的灵魂水晶了。秦川和李安澜纷纷将自己得到的宝箱都解除绑定，随后交易给明月。每个宝箱只能选择1样物品，所以需要慎重。明月打开了第1个传说级宝箱，将掉落列表共享了出来，上面一排全是超凡级别的装备和武器。大天使之剑，超凡，爆率 0.000001%； 大天使之弓，超凡，爆率 0.000001%。这些都不是秦川想要的。直到拉到最下面，秦川终于看到了想要的东西。铁匠铺，传说 0.000001%。秦川看了一眼铁匠铺的属性，铁匠铺，传说，增加铁匠玩家 300% 成功率，降低铁匠玩家 50% 的材料需求，降低铁匠玩家 80% 的打造周期，可容纳铁匠玩家100。就是这个。秦川直接指定了铁匠铺。虽然铁匠铺只是传说级，比超凡级的装备低了1个品级，但价值却远远超过了一个超凡级的装备。装备，秦川是注定不缺的。有了这个铁匠铺，再培养一批高端铁匠，传说级装备就可以实现量产了。另外2个传说级宝箱，秦川让明月选择了一个领主之心，传说，一个裁缝铺，传说。裁缝铺的功能和铁匠铺的功能类似，领主之心则是领主宝箱开出来的。领主之心，传说，放置在领地之内，增加所有子民 30% 全属性。这个增加的全属性是领主的所有子民，不管在不在领地之内。这就很夸张了，毕竟是额外的，不是装备，不是领主天赋。这种百分比增幅对秦川的提升极为夸张。剩下的传奇级别的宝箱又开出了3个传说级别的装备。这3件装备对秦川而言属性很一般，但每件装备都带有保命技能。永恒之戒，传说，加2000生命上限，加200力量，加200敏捷，加200智力。技能，强断，血量低于 40% 时，移除所有负面状态，2秒内无法造成任何伤害和受到任何伤害，冷却时间10小时。一般的传说级装备
都有2到3个技能，永恒之戒只有1个，但这一个技能足够给力，特别是对明月和李安澜而言，哪怕对现阶段的秦川而言也不是没用。毕竟如果被连控，秦川就放不出宝藏了。最起码在获得魔免技能之前，这东西是有用的。保命技能还是被动的，秦川怎么会嫌多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健。3个永恒之戒，秦川3人1人1个。第13章，升到5级，银河系第一。张聪一拍大腿，你们说这个秦川会不会就是刚才那个大佬？他们也是3个人，1男2女。队友听到这话摇了摇头，想什么呢？你知道巨魔领主什么概念吗？几百万的血量，刚才那人杀个销售都不能秒，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杀了领主级 BOSS？ 张聪听到这话仔细一想，也对，看来真是自己想多了。此时秦川他们已经来到了半人马营地，半人马是7到8级怪，全都是近战怪，没有法师类型的。体型小一些的是7级怪，毛发是灰色的；体型大一些的是8级怪，毛发是棕色的。半人马营地的怪不如巨魔营地的多，但也少不了多少。此时秦川3人经验已经4级半了，距离5级还有1半经验。但这个游戏随着等级的提升，所需要的经验是爆炸式的增长。4级升5级所需要的经验，比前面几级所需要的经验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因为5级是一个坎，领主级玩家提升到5级之后就可以开辟领地了。而且第一个升到5级的玩家是有成就奖励的。在刷怪之前，秦川等人再次吃起了属性书，将基础属性全部加到上限。之前的上限是120，但刷完3只 BOSS 之后加了很多上限，这也意味着他们能掠夺的属性变得更多了。之前巨魔法师报了一本技能书火与术，普通级别的技能不能升级，但李安澜可以强化，直接花费1000多金币将这本技能书强化到了传奇品级。流星火雨传奇，指定一个20×20的范围释放流星火雨，被火雨砸中的敌对目标每秒损失玩家智力乘100%的血量，持续10秒，冷却时间30秒，魔法消耗1000，伤害类型魔法，施法距离50，再加上被李安澜强化过的锋刃，他的刷怪效率可谓是相当恐怖。秦川加上李安澜2人迅速将人马部落之中的怪清空。现实世界，李彻很快就把圣旨拟好了，不过李彻也清楚此时不应该去打扰秦川和自己的小女儿，毕竟现在是拿成就的关键时期。第一个升到5级的玩家也是有成就的，升到5级之后就有了喘息的时间了，因为5级之后就会开启领地守卫战，类似于塔防，会有一波接一波的怪不断的攻击领地，直到玩家守不住为止。领地守卫战是有排行榜的，如果能拿下猎户座悬臂的第1名，又是一个极大的成就。至于银河系大区的第1名，说实话李彻不太敢想。不过第一个玩家5级之后，一般要等24小时之后才会开启领地守卫战，一来是让其他玩家把等级提升上来，二来也是给玩家准备的时间，把领地子民的装备弄好。李彻让人将秦川等人的成就在网上大肆宣扬开来，并且宣布一下即将开放的5000万公测名额，告诉蓝星所有人，这些都是秦川他们带给蓝星的。很快，所有媒体、传媒软件转向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阐述了秦川等人取得的成就，并且宣布皇帝陛下将传位给李安澜公主，并册封秦川为摄政王。这个消息一出，蓝星百姓哗然，历史上不是没出过女帝，甚至出过不止一个女帝。人们震惊的不是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当今皇上春秋鼎盛，这就要退位让贤了。还有一部分对游戏有所了解的百姓，则对秦川等人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震撼。正在刷怪的李安澜很快收到了自己侍女的私聊，知道了这个信息。老板，我们可能不需要特意招人了。李安澜看着秦川说道。秦川看着李安澜满脸不解。父皇准备传位给我，然后册封你为摄政王。李安澜有些无奈道。皇上倒是高瞻远瞩，对于李彻的做法，秦川虽然有些意外，却也能够理解，他自己造反呗。秦川估摸着李彻还会演自己，来一场类似于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戏码。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他还没死，只是退位当太上皇，说白了无非就是想笼络自己。不过这样也好，对于皇位秦川没有任何想法，那个位置在秦川看来相当于自己领地里的经理人，自己有了这个天赋，在这个游戏之中成神是迟早的事。区皇位入不得秦川的眼，我先把周敏收进来，让他当经理人，论办事的能力，我想不出谁比他还强。李安澜说道。好，秦川对周敏的办事效率是相当认可的。很快周敏成为了秦川的子民。摄政王，如果要收人的话，
我有个建议。很快，周敏的私信发了过来，说说看。秦川一边刷怪一边回道。对于摄政王的称呼，秦川倒没有反驳，不是秦川默认，而是懒得去浪费时间计较这些东西。小公主登基之后，到时候皇家侍卫都是自己人了，这些人都是精兵强将，完全可以先收进来，重点培养。周敏说道。好，就按你说的办吧。对于周敏的建议，秦川是认可的。收谁不是收？等自己的领地发展起来，整个蓝星的玩家说不得都会被自己收为子民。大内侍卫相较于普通玩家，作战意识强的不是一个档次。最重要的是令行禁止，这一点很重要。即将到来的领地守卫战，有了这些人，能走得更远。银河系大区的第1名，秦川势在必得。另外，在所有蓝星玩家之中，招收有生活技能天赋的玩家，品级越高的越好。和他们说，只要成为我的子民，就有传说级铁匠铺和裁缝铺使用，还有生活技能经验书。秦川说着，将铁匠铺还有裁缝铺的属性发了过去。周敏看到这2样东西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这就去办。此时半人马营地的怪已经被秦川等人清空了，新的怪还没有刷新出来。不等了，继续往北走。秦川必须争分夺秒，想要拿到银河系大区第1个升到5级的成就。竞争不是一般的激烈，银河系这么大，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妖怪？秦川不想赌，要做就做到10拿9稳。至于 BOSS， 可以后面慢慢刷，反正一阶 BOSS 的首杀自己都拿完了。很快，几人来到了石头人营地。石头人是9到10级的怪，行动笨拙，但血高防厚，魔抗还高。不过这对秦川和李安来而言都不是问题。至于明月，现在单刷能力可以，但缺乏群攻技能。不过这都不是问题，想要搞个刺客系的群攻技能还是很简单的，这件事并非当务之急。另外一边，银诗曼刚刚升到4级，秦川，不知道我们2个谁先升到5级？银诗曼输给了秦川一次，下意识的就想和秦川比较，倒也不是必须要赢，反而是秦川如果第1个升到5级，银诗曼说不定会更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秦川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第1个升到5级，奖励传说宝箱乘1，金币乘5000，自由属性点乘5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50，蓝星人族公测玩家加1000万。等级排行榜开启，24小时后将开启领地守护战。第14章开辟领地天赋的新功能。和传奇 BOSS 的银河系大区首杀相比，第1个升到5级的公告并没有让太多人觉得意外，反倒是很多人觉得，如果秦川不是第1个升到5级的才有问题。毕竟传奇 BOSS 那么夸张的属性，秦川等人都能那么快击杀。现在所有人都很好奇，秦川几人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天赋。此时的银诗曼也知道了蓝星的所有资料，再观察一下吧。如果可以，我会转去到猎户座旋臂。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先秦文明的底蕴不是那些第1甚至第2序列文明可以想象的，甚至银河系之中那几个同为第4序列的文明，和先秦文明相比都相差甚远。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在银河系大区内转区虽说有些麻烦，但也并不算太困难。殿下是否有点小题大做？这个秦川或许只是一时运气好罢了。王离满脸不解道。银诗曼听到这话，瞥了一眼王离，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可以质疑本宫的决定了？仅仅一句话让王离顿时汗流浃背。从今天起，王离踢出第1梯队。银诗曼在领主频道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王离听到这话，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所有力气一般，悔恨不已。欧晨是一个蓝星玩家，据说欧晨祖上是蓝星的铸剑鼻祖欧爷子，具体是真的假的，欧晨倒也无从考证。不过欧家倒是祖传的铁匠手艺，虽说现代社会不需要冷兵器，但从不缺乏冷兵器的爱好者和收藏者，而欧晨的手艺又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所以生活倒也算优渥。宇宙游戏开启之后，欧晨觉醒了神级铁匠天赋品级+1，铸造出来的装备品级+1。这个天赋在前期看来一般，神级有些夸张了，但如果到了后面，欧晨能打造出神器的时候，打造出来的装备品级+1生效，会直接生成主神器。越往后，这个天赋越夸张。只是在前期，欧晨很清楚自己需要资源来提升锻造品级，于是欧晨在想要不要投靠皇家。毕竟在欧晨看来，皇家的资源肯定是最好的。欧晨，你听说没有？秦川在收人，特别是有天赋的职业玩家，你可以去试试。他现在就代表皇家，小公主要登基了，都是他的子民，我准备去试试。欧晨游戏里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裁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欧晨。欧晨听到这话有些心动，很快就跟着好友联系上了周敏的手下。当周敏的手下得知欧晨天赋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给周敏。
周敏得知有这么个人才之后，急忙加了他好友。我是皇家秘书长周敏，现在是秦川大人的经理人。你如果加入秦川大人领地的话，待遇一切从优。周敏作为皇家的秘书长，自然不会一上来就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同时将欧辰的天赋告知了秦川。欧辰听到这话，沉吟了片刻。如果我加入秦川大人领地的话，资源能否得到保证？欧辰对于待遇倒是没多大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源来提升自己的锻造技能品级。另外一边，秦川看到欧辰的天赋，眼睛一亮，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告诉他，如果他加入我的领地，每个月工资1000金币加提成，资源无限供应，优先供应，首席铁匠的位置留给他。另外，做好背调，确保人品。秦川想了想，要确保欧辰的人品没问题，否则自己虽然不怕二五仔，但如果拿一堆资源去培养二五仔，也让人很恶心。周敏看到秦川这么说，顿时知道该怎么做了，当即回复欧辰的信息。秦川大人说了，只要你加入他的领地，每个月工资1000金币起步，还会有提成，资源无限供应，优先供应给你，首席铁匠的位置也留给你。周敏说着，将之前秦川发给他的铁匠铺属性发给了欧辰。欧辰看到铁匠铺属性，眼睛顿时移不开了。好，我加入。欧辰生怕自己说慢了。自从秦川升到5级之后，蓝星所有的新手村都可以互相传送了，不过传送的价格不便宜，1个金币一次。这个钱周敏直接帮欧辰报销了。实际上不只是欧辰，所有周敏看上的人才全都掏钱帮他们传送到秦川所在的新手村，同时让现实之中的手下去做背景调查。很多世家派出接近秦川的人，得知秦川所在的新手村之后，也纷纷前往，伺机而动。秦川此时刚刚开辟好领地，每个领主的领地都是在不同的空间之内，初始领地都是一样的，面积1万乘1万，等到领地守卫战之后，会根据领地守卫战的成绩而扩张。秦川的领地空间之中，现阶段的建筑很少，只有领主府，还有领主仓库。秦川进入之后，将之前获得的资源点随手放入领地之内，然后又把传说级的铁匠铺和裁缝铺放在领主府旁边。弄完这一切之后，秦川拿出传说级的领主之心放在了城主府之中。领主之心随时可以取下来，需要让李安澜强化的时候再取下来。目前资金紧张，传说级也够用了。传说级的领主之心在网上强化，价格比普通的传说级装备要贵好几倍，需要50万金币。现阶段自然不会浪费这个钱强化。秦川很怀疑，目前整个蓝星人族能不能凑出500万金币，所以想要赚钱，得把眼光往外看，赚猎户座旋臂其他文明的金币。有了领地之后，秦川发现自己的天赋发生了些许转变，不用帮子民一个一个来生成技能了，新增了一个功能，生成几个雕像，领地内的子民可以在雕像这里领悟技能，领悟的技能一样可以反馈给秦川。而且秦川发现天赋的描述也有些变化，对自己忠诚度越高的子民，随机生成技能的品级才有几率更高，如果忠诚度一般，基本不可能生成高品级的技能，这一点让秦川很满意。秦川将这几个雕像放置在领主府，先不准备对其他人公开，等第一批人的忠诚度上来之后，再让他们生成技能，如此一来也可以保证技能的品质。随后秦川让明月将生活技能经验书都交给了周敏，还把一些其他物资都给了他。怎么分配，秦川大致说了个大方向，以周敏的能力自然能办好，这些事都会消耗大量精力，自然得有人去做。而秦川现在需要做的是帮明月和李安澜生成第2个技能，两人都5级了，可以生成第2个技能了。第15章变态的技能，震惊的欧辰。先给李安澜生成的技能模糊1级，获得 5% 的物理闪避，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在周围10×10范围内没有敌对单位的时候，使自己的身形变得难以看清，并从地图上隐去，主动释放之后隐去自己的身形，周围5×5范围内没有敌对单位的时候无法被看到，每击杀30，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各敌对单位将刷新自身所有技能，主动释放冷却时间60秒，魔法消耗50，技能品级未知。这个技能对一般玩家而言只是一个抢保命技能，那个击杀之后刷新技能的效果对他们而言有些鸡肋，毕竟1级要击杀30个敌对单位才能刷新所有技能，但无论是对李安澜还是秦川而言都是绝对的神技。配合两人的高爆发，只要战场上敌方单位足够，直接无限刷新技能。反馈给秦川的则更强，模糊加强版1级，获得 10% 的物理闪避，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在周围20×20范围内没有敌对单位的时候，使自己的身形变得难以看清，并从地图上隐去，主动释放之后隐去自己的身形，周围2×2范围内没有敌对单位的时候，
无法被看到，每击杀时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各敌对单位将刷新自身所有技能，主动释放冷却时间20秒，魔法消耗50，技能品级未知。秦川直接将这个技能点到了6级，闪避变成了 60%， 击杀需求变成了1，也就是说每击杀一个单位就可以刷新所有技能，这技能无敌了。这是秦川的想法。主动释放之后，只要身边2米范围内没有敌对单位，就没人能看到自己。最关键的是，这还不是隐身技能，不能被任何反隐手段观测到。这技能太离谱了，怪不得说是体系外的技能呢，完全超标了。同时，这个技能还能当成一个探测技能来用。平时模糊的被动开启，身形变得模糊，难以观测，但周围一定范围内一旦有敌方单位，身形就会立刻变得凝实。这个敌方单位可不管它是不是隐身单位，只要范围内存在，就会发生变化，大大的降低了被偷袭的几率。明月的技能也很变态，剑刃风暴1级，召唤100柄剑，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围绕自身旋转，对周围5×5范围，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的敌对单位造成敏捷乘10百分毫秒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并免疫魔法伤害和控制技能，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6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魔法消耗500，伤害类型物理，群攻加魔免，配合上明月的高敏捷，往人群之中一战，一战敌方一个不吱声。明月直接将这个技能加到6级。有了之前的传奇级天赋时，明月直接把第一天赋提升到了传说级。现在明月的第一天赋可以增加他的所有技能等级2级。剑刃风暴加到6级之后，直接变成了8级。召唤的飞剑变成了800柄，范围变成了20×20，伤害则变成了敏捷乘80百分毫秒，冷却时间变成了25秒。后面再升几级，或者搞点冷却缩减的装备，完全可以实现无限开启剑刃风暴了。一直魔免加高爆发，明月的敏捷高，护甲也就高，一般玩家的物理攻击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现在又魔免，基本上不存在短板了。反馈给秦川的剑刃风暴加强版，剑刃风暴加强版1级，召唤500柄剑，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围绕自身旋转，对周围20×20范围，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的敌对单位造成敏捷乘30百分毫秒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并免疫魔法伤害和控制技能，持续时间10秒，冷却时间2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魔法消耗1500，伤害类型物理。秦川将它升到了6级，召唤的剑变成了3000柄，伤害范围变成了45×45，伤害则变成了敏捷乘180百分毫秒，冷却时间变成了10秒。冷却时间到了10秒之后，就再也不能降低了。秦川有模糊，冷却时间对秦川而言相当于不存在。秦川每击杀一个单位就可以再开一个剑刃风暴，召唤出来的剑还有伤害是可以叠加的。这技能一开，刷怪就变成了割草，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很快，皇家侍卫1000多人全都成为了秦川领地的子民。此时所有的皇家侍卫基本上人手一套绿色套装，这些都是之前秦川等人报的装备，之前李彻买下来全都给他们装备了。不过对秦川而言，绿色装备远远不够。秦川想的是在领地守卫战之前，这些人最起码人手一套蓝色稀有装备。在新手村之战的时候，秦川的目标是让这些人人手一套传奇套装，甚至传说套装。原本秦川的打算是传奇套装，但现在有了欧辰，传说套装倒也不是不可以。在前期，传说套装的属性极其变态。之前传奇 BOSS 的掉落列表里有一套1阶传说级盾战套装，叫赤红套装，其中一个套装属性是 100% 格挡1000伤害。仅仅这一个属性，在新手村之中 99% 的玩家都破不了防。据魔灵主报的传奇级别的装备图纸里面，盾战的传奇装备有类似的套装。秦川看了一下所有皇家侍卫的忠诚度，基本都在70左右，还算不错。等他们的忠诚度超过80之后，就可以让他们去领悟技能了。现在明月有了剑刃风暴，刷怪效率也上来了，3人一起刷怪效率高的惊人。清空石头人部落仅仅需要几分钟。对秦川而言，这个游戏变成了割草游戏。一个石头人部落已经满足不了3人了，3人在巨魔部落、人马部落和石头人部落时间杀来杀去。巨魔领主已经被击杀，1天之内是不会刷新的。不过巨魔大祭司刷新时间只有1个小时。很快，人马部落的 BOSS 被3人刷了出来。最先刷出来的是精英级 BOSS 半人马头目，8万的血量没抗住秦川一刀。随后刷出来的是稀有 BOSS 半人马酋长，近100万的血量也没抗住2秒。再之后是传奇级 BOSS 半人马领主。很快，半人马领主也被秦川击杀。秦川有种开了无敌玩单机游戏的错觉。
半人马领主抱了一颗传奇级别的天赋石，李安澜把它强化为传说级别的，交给了明月。明月再次把自己的第一天赋提升到了超凡级，所有的刺客系技能等级加3。那就把这几个部落的副本刷出来吧。秦川呢喃道。每个部落都是有副本的，但副本的开启条件很苛刻，必须同一个队伍10个小时之内刷够10万值，就会开启副本。最先开启副本的玩家也有成就奖励。最重要的是，副本之中的怪都是精英怪起步，这些普通的野怪不爆普通级的天赋石。秦川觉得副本之中的怪多半会爆。很快，石头人部落的 BOSS 也被秦川等人刷了出来。精英级 BOSS 石头人傀儡，稀有级 BOSS 宝石傀儡，传奇级 BOSS 山岭巨人。山岭巨人高达20米，扛着一棵巨树作为武器，移动起来地动山摇，技能也很多，山崩、投掷等等，高达2000万的血量，再加上极高的双抗，一般玩家遇到，哪怕是上万个玩家一起上，恐怕也是一头包，不知道该怎么打。但在秦川等人的手下，根本没坚持到10秒就轰然倒地。这2个传奇 BOSS 又给秦川报了2本生活技能经验书。秦川让李安澜强化为终极经验书，然后让那些宫女拿给周敏了。欧辰成为了秦川的子民之后，技能栏里面直接多了一个回城技能，经过10秒的引导，直接回到秦川的领地之中。在领地之中，欧辰见到了周敏。欧辰见过秘书长大人，欧辰还是第一次见周敏这种大人物，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用如此紧张，以后我们就是同僚。周敏说话的语气很柔和，给人的感觉如沐春风，让欧辰原本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这个你直接用了，看下能把技能提升到什么地步。周敏将一本终极经验书交给了欧辰。欧辰的背景调查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比所有人都要好，铸剑世家，与世无争，人品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周敏才会把这本经验书交给他。欧辰接过经验书，看了一眼，人都傻了。此时欧辰内心闪过无数个卧槽，他没想到这个游戏里面还有这种东西。进游戏之前，欧辰也在网上进行过了解，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这也难怪，那么低的爆率，极少有人能爆到，哪怕爆出来，也只在很小的圈子内流传，网上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的。此时欧辰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起来，他无比庆幸，幸亏自己加入了秦川大人的领地，否则有这种东西，秦川大人手下的其他铁匠将遥遥领先自己，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就泯然众人矣。欧辰每打造一件普通的装备，根据装备的好坏会增加1至2点经验。以欧辰的速度打造一件装备，最起码需要1个小时左右。铁匠从普通级晋升为精英级需要200经验值，从精英级晋升为稀有级需要2000经验值，从稀有级晋升为传奇级需要2万点经验值。如果靠有欧辰自己晋升，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传奇级别的铁匠。欧辰也不犹豫，直接打开经验书，一瞬间他从普通级铁匠直接飙升到稀有级铁匠。不但如此，经验调到了1/3左右。怎么样，现在什么品级了？周敏问道。回大人，现在是稀有级铁匠，经验调1/3左右。周敏听到这话点了点头，又拿出一本终极经验书。原本欧辰以为周敏手中有一本这样的经验书已经够逆天了，此时看到另一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第16章，小脑萎缩的欧辰，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乞丐，突然有人送了他一座金山。当这个乞丐以为这就是极限的时候，这人又拿出一座金山要送给他。欧辰人傻了，显然眼前的事已经远超他的想象。他想过加入秦川的领地，待遇会不错，但从没敢奢望会好到这种地步。大人把经验书都给了我，其他人怎么办？欧辰此时突然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拿了别人的东西，就代表着要做出相应的成绩。不过欧辰对这种压力并不抵触，相反，反而感觉很兴奋。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你就不用管了。秦川大人特意叮嘱我，要有限满足你的需求，你需要什么，尽管和我说。周敏是懂得如何笼络人心的，实际上这话秦川并没有说过，但周敏这话一出，欧辰顿时有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秦川被封为摄政王的消息他是知道的，就连帝国的小公主即将登基成为女皇的李安澜，也只是秦川大人手下的子民。这种身份和自己有着天渊之别的大人物，要在以前，欧辰想都不敢想自己会受到秦川的器重。神级铁匠天赋虽然很强，但欧辰并不会因此忘乎所以。欧辰很清楚，天赋再强也只是天赋而已，兑现不了等于没有。生活职业不像战斗职业，生活职业需要大量资源的堆积才能培养出来。欧辰现在一想，自己如果没有加入秦川大人的领地，就有些后怕。
那样的话，这些资源堆积到其他铁匠身上，自己有这个天赋又如何？还不是被他们甩在身后？资源是可以弥补甚至超越天赋的，如果不行，那就是资源不够多。一想到这里，欧晨内心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为领主大人做事。秦川刷怪的同时，瞟了一眼领地成员面板，发现欧晨的忠诚度从原本的60开始飙升，直到90才停止。这个周敏有点东西啊，回头让他去给其他人做做思想工作。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秦川清楚，肯定和周敏有关。毕竟和欧晨对接的就是周敏，欧晨的忠诚度完全可以生成额外的技能了，只是不知道生成的是战斗类技能还是生活类技能。一会你带欧晨去领主府，领主府有雕像，可以学习额外的技能。秦川给周敏发了一条信息，随后秦川将领主府的权限向周敏开放。此时的周敏拿出一套盾战的传奇装备图纸，交易给了欧晨。欧晨看到这些图纸的瞬间，小脑萎缩了。现阶段别说装备图纸了，大部分玩家连白板装备都没有几件，绿色精英装备更是见不到。和同级别的装备相比，装备图纸的获取难度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价值也不知道高了多少倍。欧晨此时才明白，加入秦川的领地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深吸了一口气，尽量平复自己激荡的心情。你跟我过来。周敏说着，率先往领主府走去。欧晨急忙跟上。领主府门口有2个石狮子镇守，这2个石狮子在领地内是无敌的，只要领地不破，没人能打得过他们俩。没人能硬闯城主府，除非拥有权限。周敏动用权限之后，石狮子让开了路。2人很快来到了学习技能的雕像跟前。目前为止，这座城主府只对你开放过，秦川大人对你寄予厚望。周敏时刻不忘对欧晨施展王道之术。欧晨听到这话，愈发觉得受宠若惊，忠诚度直接涨到了95点，向100点逼近。这个雕像可以给你生成一本贴合你职业的技能书，你上前试试。听到周敏的话，欧晨的眼睛亮了。他来到雕像前，接取了一个任务，任务要求是一个金币，这是秦川特意设置的，白送的没有人会珍惜，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你应该的。周敏直接交易给了欧晨100个金币，这算是预支给你的，回头从工资里面扣。周敏做事就是这样，一码归一码，清晰明了。欧晨也不矫情，当即交了任务。一本技能书出现在他的手中，神之力量1级，玩家在锻造的时候力量增加10倍，随技能等级增加而增加，对锻造的领悟增加10倍，锻造的装备会随机增加1个词条，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正在打怪的秦川收到了系统反馈的神之力量加强版，看了一眼，这技能完全是为铁匠量身定做的，对战斗职业没有任何帮助，3条增益都很夸张。10倍的领悟在秦川看来应该是每锻造一件装备给的经验是其他人的10倍，再加上传说级铁匠铺降低 80% 的锻造周期，相当于加快了5倍的锻造速度。这么一叠加，欧晨拥有50倍的成长速度，简直夸张。和秦川的平静不同，欧晨此时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心情再次变得激动了起来。作为一个铁匠，力量尤为重要，一般的铁匠玩家都比普通玩家力量成长性多很多，初始力量也要高很多，特别是欧晨，初始力量就有20点，力量不够，品级提升上来，打造一件传奇级别的装备不知道要多久。现在有了神之力量，欧晨充满了信心，恨不得立刻就开始打造装备。眼看着欧晨充满了斗志，周敏点了点头。秦川大人说了，回头让人给你送过来足够的属性点，全加力量上面。周敏说完这话，顿了顿。听到这话，欧晨已经麻木了，被秦川的豪震惊的麻木了。自由属性点多珍贵，他是清楚的。之前查资料，上面说在老区之中，一个自由属性点被卖到了100金币。当然，这和老区大家钱都比较多有关。但100金币换成唐币，那就是100万起步啊！果然，唐币在宇宙之中的购买力很低。现在你有把握打造传奇装备吗？周敏有些期待道。欧晨点了点头，没问题，但需要传奇品质的矿石才行。这个好办，领地里就有传奇品质的矿，我安排矿工去挖。周敏有些兴奋道。要知道，欧晨打造出来的传奇装备可不仅仅是传奇装备，有他的天赋在，传奇装备品质+1，直接就是传说装备。现阶段直接拿出传说套装。周敏一想到这里就兴奋的发抖。第17章秦一等人带来的震撼。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及其子民秦明月、李安澜开启巨魔部落副本，成为银河系大区首个开启巨魔部落副本的玩家，每人奖励稀有宝箱乘1，金币乘50，自由属性点乘2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5。连续3声一样的系统公告。
所有人看到秦川等人的名字，习以为常了，懒得震惊了。新手村的怪有很多种，所以能开启的副本也有很多。虽然每一个副本的首开和首通成就奖励都不多，但可以积少成多，全都拿下的话，还是很可观的。巨魔部落的副本入口像一个黑洞，副本首通还会有系统奖励，不过这种奖励秦川已经看不上了。要是换成其他人，肯定会组满20人的队伍，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拿系统奖励。但无论是稀有宝箱，亦或是自由属性点，对秦川而言都不珍贵。你们俩去把副本首通拿了吧。秦川并不想进副本，2个人刷副本和3个人刷副本没什么区别，爆出来的东西都一样。自己单刷的话，就那可怜的爆率，秦川可不指望能爆出什么好东西。有这个时间，自己不如继续把人马部落和石头人部落的副本刷出来，拿到成就。对于秦川的话，明月2人是100%听从的。2人当即进入副本之中。副本之中的巨魔部落和野怪的场景完全不一样。副本之中场景变成了一处原始森林，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巨魔。这些巨魔和外面普通的白冥怪不同，全都是红冥精英怪。明月的第一天赋现在是超凡级，技能等级直接加3，带来的效果是极其恐怖且直观的。比如剑刃风暴的等级提高，伤害大幅度提升，冷却时间越来越低。明月当即开启剑刃风暴，配合明月高敏捷带来的高移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一个个巨魔一旦被剑刃风暴笼罩其中，都是瞬秒。李安澜则选择另外一个方向开始清怪，风刃和火雨轮流释放。等2个技能放完，击杀的怪又把技能都刷新了，无限技能清怪。清完第一批怪，明月开始查看掉落列表。果然，在掉落列表之中看到了天赋时普通爆率 0.0001%， 虽然只是普通级的，但爆率仍然低得令人发指。由此可见，想要提升天赋有多难。不过再低的爆率对明月而言都是100%。无数天赋石出现在明月的背包之中。很快，2人来到了第一个 BOSS 巨魔大祭司跟前。副本外面的巨魔大祭司是精英级 BOSS， 但副本内的 BOSS 统一调整为稀有级，即便是最后的巨魔领主也降成了稀有级。掉落的物品除了属性书、技能石还有精英级的天赋石之外，其他东西现在都入不了明月的眼，直接随便几样东西。很快2道公告几乎一起响起，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的子民秦明月、李安澜完成副本巨魔部落首通，成为银河系大区首个通关巨魔部落副本的玩家，每人奖励稀有宝箱乘1，金币乘50，自由属性点乘2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5。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开启半人马部落副本，成为银河系大区首个开启半人马部落副本的玩家，每人奖励稀有宝箱乘1，金币乘50，自由属性点乘2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5。2道公告前后间隔不超过5秒，这让很多人意识到一件事：秦川、秦明月和李安澜这3个人似乎天赋都非同一般。从秦川开启巨魔副本开始到现在，不过10几分钟，而每个部落副本的怪最起码上千只，而且中间跨度很大。10几分钟的时间跑完副本都勉强，秦明月2人却已经完成了首通，这是什么样的伤害？而这几分钟的时间，秦川则打开了另外一个副本。很多人大概能估算出来，3人应该是巨魔、人马甚至是石头人3个部落来回一起刷的。但即便如此，也意味着秦川在10几分钟的时间内最起码刷了大几千只怪，人马部落的怪总共才3、4千，刷新时间10分钟左右。能算明白这笔账的玩家全都感到头皮发麻，这其中就包括冷凝。冷凝作为蓝星最大的职业俱乐部的老板，手下的玩家可以是说是整个蓝星最顶尖的一批，而他的俱乐部经营了这么多年，赚了很多钱，所以唐国官方也给了他们不少游戏公测名额。冷凝作为俱乐部的老板，进游戏之后第一时间就选了领主路线。他的运气不错，领主天赋是传奇级的，手下其他人的天赋也都还算不错，有一个传说级的，2个传奇级的。原本冷凝信心满满，是要成为蓝星第1领主，到了那个时候，他甚至有和官方谈判的筹码，可以说把未来幻想得很美好。直到秦川等人的横空出世，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越是职业玩家，越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和秦川等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甚至不能用差距来形容，用蚂蚁和巨龙来对比，都有些看不起秦川了。这种差距让冷凝感到绝望，但换个角度一想，这对他们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这个游戏可不是只有蓝星玩家，而是囊括了整个宇宙。自己作为蓝星人，倘若加入秦川的领地之中，跟上这辆战车，未来肯定会走得很远。冷凝不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否则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作为领主，
并不是不能加入另一个领主的领地。领主也是分品级的，高品级的领主之下可以有无数个低品级的领主，这是从属关系。根据冷凝的了解，很多文明一整个区的玩家最后都成了同一个领主的子民。宇宙之中，文明如同恒河沙一般，数不胜数。想要带领文明前进，团结只是最基本的。等到领地守护战之后，我们就加入秦川大人的领地吧。冷凝看着自己的队员说道。冷凝有这种眼光，不代表其他人也有。他手下的这些人都是蓝星曾经最顶级的职业玩家，心高气傲惯了。冷凝的提议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老板，我觉得秦川他们就是运气好。其中一个年轻人叶天有些不满道。就是给我们时间，我们未必不能追上他们。旁边的海棠附和道。先不说这个了，换个地方练级吧。冷凝没有和几人争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也注定不会有结果。冷凝作为俱乐部的老板，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从不会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此时几人正在新手村南边3级怪区域练级，不过眼看着众人已经升到了3级，再加上众人的天赋都还不错，操作和配合更是蓝星顶级的，自然没必要在3级怪区和其他玩家抢怪。其他玩家已经慢慢向3级怪区域蔓延过来了。众人继续往南走，很快就来到了4到6级怪区狼族营地。这里的狼分为3种，4级的灰狼，5级是蓝色的狼，6级的则是银狼。新手村4个方向，每个方向的怪都不尽相同。狼族的特点就是移速快，伤害高，但血量较低。几人来到狼族营地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一队人在这里刷怪了，有些诧异。他们看到其中一个盾战拉了40-50头野狼，每一头野狼都可以给他造成30-40的伤害。几十头狼一起攻击，一连串的伤害冒出，让冷凝几人看得头皮发麻。但更让他们震撼的是，即便如此，这个盾战的血量仅仅掉了1丝。卧槽，这家伙到底多少血量？什么天赋啊？他的话还没说完，旁边的牧师一个抬手，一道神圣的光落在了盾战头顶上，盾战瞬间满血，周围的几十头野狼瞬间被秒。冷凝、叶天、海棠，其他人，这尼玛什么伤害啊？叶天憋了半天，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此时的叶天再也没了刚才的高傲。难道这些人就是秦川他们？海棠有些不确定道。不可能的，秦川他们3个人，2个女的，其中一个还是小公主。你看这些人哪个像小公主？冷凝翻了个白眼道。随后冷凝来到几人面前，打扰一下，有些冒昧，想知道各位的 ID， 主要是看各位都不是一般人，想认识一下。作为俱乐部的老板，商人之中的翘楚，冷凝自然是长袖善舞的，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内容，都让人如沐春风。秦一等人听到这话，既然人家问了，自然不能给少爷丢人，于是几人纷纷把 ID 展露了出来。秦一，领主秦川；秦二，领主秦川。震部，无比震部。此时的叶天终于感觉到了身体过电的感觉，那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那个老板，叶天有些呆滞地看向冷凝。我现在收回刚才的话，还来得及不？第18章，新德文明的担忧。冷凝懒得搭理叶天，而是眼神炽热地看着秦一等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冷凝，是冷星俱乐部的老板，这些都是我的员工，我们想加入秦川大人的领地，不知能否引荐一下。冷凝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这让秦一等人有些刮目相看。他们作为老兵，虽然不屑于人情世故，但对于冷凝这种很容易相处的人，还是会有好感的。我和少爷说一下。秦一说着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开始私聊秦川，任由几十头野狼攻击自己。叶天等人看着这一幕，已经无力吐槽了，因为旁边秦武的武器之上闪烁着水光，秦武一刀下去，潮汐使者箭射，周围的10几头野狼瞬间被秒。秦川早就让人将属性书给秦一等人送了过来，此时几人的基础属性也都到达了上限。秦一的潮汐之力升到了6级，附加力量呈600%的攻击力，一刀下去，无数个1000多的伤害出现，让叶天等人看得目瞪口呆。秦六同样拉了10-20头野狼，秦六身边的怪越多，反击被触发的概率越高，每一次被触发，周围2米范围内的野狼都会被秒。秦三更是离谱，往怪最多的地方一站，都不用动手，周围的怪就开始不断的掉血。最离谱的是，那些怪没有一个被拉到仇恨而攻击秦三的，仿佛没察觉到自己在掉血。不到1分钟，秦三周围的怪全都死了，叶天等人被秀妈了。此时的叶天和海棠仿佛在看神仙一般，他们原本的骄傲此刻支离破碎。此时秦一收到了秦川的回复，看向冷凝。少爷说可以，但你们要分到不同的部门，你的这些手下要加入战斗部门，而你需要加入商业部门，为领地创造商业价值。听到这话，
冷宁不止没有生气，反而大喜过望。仅仅从秦川这些安排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位自己未来的老板绝对是知人善用之人。实际上，和经营俱乐部相比，冷宁更擅长经商。只是当初从自己的哥哥手中接手俱乐部，冷宁不忍心放任不管，而俱乐部在冷宁的带领下，从一个不入流的，直接成为了蓝星最强的俱乐部。冷宁的能力可见一斑。好，冷宁同意后，很快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周敏。看到这个名字，冷宁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起来。周敏这个名字可非同一般，叫周敏的人有很多，在这个节骨眼加自己好友的，冷宁只能想到一个人，皇室秘书长。死！自己居然能和这种大人物产生交集。之前冷宁确实产生过幻想，实力强大之后和皇室高层谈条件，但那毕竟是幻想，在幻想实现之前，他和周敏的身份差距一直都存在，而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冷宁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随后同意好友申请。你好，听领主大人说你们要加入领地。周敏的信息很快就发了过来。是的，我们想为秦川大人效力。冷宁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好，我这就把你们收进来。周敏说着向冷宁递交了申请。此时秦川是拥有领地的领主，而冷宁还没有领地，所以可以加入秦川的领地。冷宁等人看到技能栏里多出的回城技能，当即和秦一等人打了个招呼，直接使用了回城。很快几人出现在了秦川的领地之中。冷宁见过周敏大人。见到周敏之后，冷宁急忙行礼。不必如此多礼，以后都是同僚，我现在是秦川大人领地的经理人。周敏笑道。听到这话，即便是早有预料，冷宁几人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皇室秘书长当经理人，好大的手笔。不过一想到即将登基的小公主，未来的女帝都是秦川的子民，几人也就释然了。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商业能力很强，这个俱乐部限制了你的发展。周敏作为皇室的秘书长，对蓝星上很多名人都知根知底。冷宁虽然不是什么商业大佬，却也是一个行业的翘楚。周敏研究过他的资料，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此人的商业能力非同一般。大人过誉了。冷宁有些受宠若惊。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你，你负责安排领地内的所有人全力做任务，收集建塔等建筑的建造材料。周敏说道。领地内的防御型建筑，像箭塔之类的材料都需要通过任务获取，怪事不报的。好。冷宁听到这话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提出质疑说这样会影响众人的练级速度。这一点让周敏很满意，这个人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既然如此，周敏不介意给他们透露一点信息。好好干，争取多拿点领地贡献。秦川大人已经安排铁匠在打造套装了，这些都需要贡献值兑换，到时候新手村之战，如果诸位都有一套套装的话，将所向无敌。周敏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点到为止。即便如此，叶天等人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能让铁匠打造的套装，最起码是绿色套装起步，甚至有可能是蓝色稀有套装。有了这一套装备的话，等级落下一些也没什么，毕竟升一级也只能获得几个属性点，和套装相比不值一提。更何况做任务也有经验，只是升级效率不如刷怪快罢了。随后周敏在领主频道宣布了对冷宁的任命，那些早已经加入领地的皇宫侍卫全都来找冷宁报道。现在这些人归你管，在明天领地守卫战开始之前，拿出你的成绩。周敏看了一眼冷宁，说道。看着眼前令行禁止的1000多人，冷宁心潮澎湃。一天的时间，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这一天的时间，秦川将一阶内所有4级以上怪的副本都刷了出来，拿到了成就。1到3级怪的副本被其他文明的抢先了，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同时，这些副本的首杀全都被明月和李安澜拿到了。虽然每一次的奖励都不多，但累计起来很可观。蓝星人族的潜力上限被秦川等人提到了300左右，其他文明的那些人被秦川公告刷屏弄得麻木了。新德文明林辉此时已经完全没了抢首杀的想法了，他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新手村之战新德文明遭遇蓝星文明该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毕竟新德文明的公测玩家很多，到时候很可能对上数个第一序列文明，猎户座悬臂的文明就100多个。大人何必如此担心？那秦川再强也只能占据一个新手村，蓝星最起码也得有上百个新手村，到时候他们拿什么赢我们？林辉的一个手下满脸不屑道。林辉听到这话叹了口气，你们不懂，我们就算赢了99个蓝星的新手村，但秦川那个新手村赢不了的话，你敢进攻蓝星吗？听到这话，那人沉默了。秦川等人的恐怖战绩击杀传奇 BOSS 的时间，无一不再说明着他们的强大。
即便是现在进攻蓝星，他们真的敢面对现实中的秦川吗？倘若蓝星不灭，秦川成长起来，还有我们的活路吗？林辉的第二句话让众人心头狂跳。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秦川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大的威胁。第19章，秦一等人5级生成技能。可柔来到了第一序列新手村，同时内心在不断的给自己做心理暗示。他很清楚，一旦自己加入秦川的领地，秦川是能看到自己的忠诚度的。想要不被识破，内心里就不能对秦川有敌意。可柔作为周家培养的商业间谍之中最厉害的那一个，心理学自然也是最顶级的。给自己做点心理暗示，小小的催眠一下，还是轻而易举的。此时的第一序列新手村人山人海，无数人闻风而动，有的是想加入秦川领地抱大腿的，也有像可柔这样居心叵测的。可柔随机到的天赋还不错，是一个稀有类的刺客天赋，虽说不算拔尖，但加入秦川的领地应该问题不大。很快，可柔就来到了新手村，周敏设置的收人的地方。收的人很多，周敏要做的事也很多，比如每个人的背景调查。如果按照秦川的想法，是不必详细到每个人都要调查的，毕竟未来会招收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这么做太费力了。不过周敏做事一向滴水不漏，更何况人再多，周敏也不在乎，因为他手下会有更多的人为他做这些事。现实之中，周敏翻看着刚刚加入领地所有人的背景资料，这些资料很详细，详细到几岁做了什么事。很快，周敏翻到了可柔的资料。周家既然是要可柔做商业间谍，自然是会把他的资料做好伪装的。可柔的资料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很完美的履历，一般人也不会看出问题来。但周敏可不是一般人，一眼就觉得这份履历不太正常，于是指出其中的一些经历，让手下的人着手去调查。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极为详细。原来是周家的人，周世元，你还真是不安分。周敏以为莫名道。很快，周敏就把可柔的事情详细的向李彻做了报告。李彻听完一愣，随后摆了摆手，以后这些事不必向朕提起，从现在起你就不是皇家秘书长了，但相应的职权还是有的，想做什么事可以随意调动，随后朕会下个命令，以后就专心为秦川他们做事，你的未来不可限量。周敏当即谢恩。于周敏而言，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自己首先是皇室的秘书长，调动的所有资源所有人力也都是基于这个职务，况且能成为秦川的经理人也是基于这个职位，所以自己得到的消息首先要汇报给皇帝，在其位谋其政。现在自己皇室秘书长的职务没了，就可以安心做秦川大人领地的经理人了，以后需要效忠的也只有秦川大人。周敏很清楚陛下这么做也是这个意思，想来陛下也是不想秦川大人误会。随后周敏就把可柔的事详细的跟秦川做了汇报。收进来吧。秦川想了想回道，是。周敏没有问为什么，在他的身份不该去质疑领主的决定，而且周敏也清楚现在可以把这个可柔拒了，但周家不会就此罢休的，没了可柔还会有其他人，与其如此，不如把这个人放在眼皮子底下。好了，现在你可以进入领地了。负责人将可柔收入领地之后说道。可柔听到这话心中很是得意，心想加入秦川的领地还不是轻轻松松。此时的秦川已经升到了7级，明月和李安澜两人距离7级也只有一步之遥。猎户座悬臂的等级排行榜上面3人遥遥领先，再往下最高的就是秦一他们都是刚刚升到5级，而银河系大区的等级排行榜也是3人遥遥领先。第4是银诗曼，5级多，眼看着快6级了。大伯，你们几个来领地一趟，帮你们生成5级的技能。秦川在领地频道单开了一个子频道，只有几人能看到。秦一等人自然也可以去领主府直接生成技能，但秦川清楚自己直接给他们生成技能，出现更高品质技能的几率会高一点。即便只是高一点，领地内的其他玩家不值得自己如此，但大伯他们值得。秦一等人看到这个消息，当即将自己面前的怪清掉，脱离战斗之后选择回城。很快，几人在秦川的带领下来到了领主府。秦川先帮秦一生成技能反伤1级，对攻击自己的单位造成力量乘 1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伤害，对建筑物可以生效，伤害类型物理、无视魔法免疫，技能品级未知。这是一个极其克制敏捷系职业的技能，只要普攻就会受到反伤，相反法师不断的甩技能就不会被反伤。配合秦一那夸张的力量值，那些敌对的刺客和射手就打吧，一打一个不吱声，即便是战士系的也遭不住。6大主流职业直接克制了2/3。
反馈给秦川的则更加变态。反伤加强版1级，对攻击自己的单位造成力量乘 3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伤害，对建筑物可以生效，伤害类型物理，无视魔法免疫，技能品级未知。秦二生成的技能驱逐1级，在友方单位身上创造一个圣光守护，持续1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驱逐所有负面状态，同时让该单位免疫魔法伤害，魔法消耗100，冷却时间30秒，技能品级未知。又是一个魔免技能，虽然不如剑刃风暴强力，有群伤，但胜在可以给别人加，而且等级高了，说不定能同时给2个人套魔免。而且这个技能最恐怖的特性是不可被净化，很多状态类技能都会被进化类技能克制，一个进化类技能基本上能净化所有的 buff， 但秦二的这个技能却多了一个不可被净化。有了这个技能，再配合大伯的天赋和技能，秦川实在是想不出现阶段谁能杀得死大伯，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驱逐加强版1级，在友方单位身上创造一个圣光守护，持续3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驱逐所有负面状态，同时让该单位免疫魔法伤害，魔法消耗300，冷却时间30秒，该状态不可被净化，技能品级未知。第20章变态的技能秦三的技能死神镰刀1级，对敌对目标释放后，目标陷入2秒的眩晕状态，2秒钟之后对其造成已损失生命值乘 20% 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目标生命值低于 1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直接死亡，魔法消耗1000，冷却时间60分钟，伤害类型魔法，眩晕效果，无视魔法免疫，技能品级未知。死神镰刀，秦川看着这个名字，心想这是要一心把三叔整成亡灵法师啊。不过这个技能效果越到后期越厉害，百分比血量斩杀，后面技能等级提升上来之后，斩杀线也会提高，比如血量到 30% 就直接斩杀，这无论是对 BOSS 还是对玩家都是致命的打击。很多 BOSS 血量降低到 20% 左右会狂暴，或者干脆回满血，有了这个技能根本不给机会，直接秒杀。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死神镰刀加强版1级，对敌对目标释放后，目标陷入2秒的眩晕状态，2秒钟之后对其造成已损失生命值乘 40% 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目标生命值低于 3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直接死亡，魔法消耗3000，冷却时间20分钟，伤害类型魔法，眩晕效果，无视魔法免疫，技能品级未知。这种技能对目前的秦川而言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秦川的技能太多了。不过如果这个技能领地内的其他玩家能学会的话，未来将是一个大杀器。抛开伤害不谈，单单是50魔免的控制，这种控制技能很恐怖，不会被减免时间。倘若有100个、1000个玩家学会这个技能，到时候编成一队，专门控制对方难啃的骨头，或者打 BOSS 的时候一直控制，简直就是不讲道理。这个技能的伤害类型是魔法，品级应该不会太高，相信会有很多玩家领悟的。一想到这里，秦川就有些期待了起来。很快，秦四的技能也生成了集中火力1级，对目标释放后，自身的攻速达到当前阶段的极限，并自动攻击，移动速度增加 2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持续时间30秒，魔法消耗100，冷却时间6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这个技能搭配秦四的怒意叠加，会产生恐怖的化学反应。怒意叠加会让每一次攻击的伤害比上一次更高。这个技能让攻速达到当前阶段的极限，并自动攻击。秦川的攻速早就达到了当前阶段的极限，1阶的极限是1秒10刀，而秦四的怒意叠加升到了6级，每次攻击会叠加90点伤害。哪怕秦四的攻击力是0，每秒10下自动射击，1秒所造成的伤害也高达4050。再加上秦川本身的攻击力，只会更加恐怖。什么 BOSS 能在他剑下坚持30秒？30秒不行，再来一次，想想都恐怖。这个技能对秦川的加成并不大，唯一的加成就是移速。现在秦川的基础移速已经到了阈值，不过技能和装备的还是可以往上叠加的。秦武的技能海象神拳1级，积蓄力量，使得下一次攻击3倍，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得暴击伤害，并把目标击飞1秒，魔法消耗50，冷却时间1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技能品级未知。又是一个和量身定做的技能，果然自己给他们觉醒技能会是最适合他们的。这个技能配合潮汐使者的箭射和附加的高额伤害，一刀下去整个世界清净了，箭射伤害也会被暴击，简直离谱。反馈给秦川之后，
初始暴击倍数变成了6倍，初始冷却时间变成了5秒。秦川直接把这个技能加到了6级，暴击倍数变成了16倍，冷却时间变成了1秒。1秒似乎是最低冷却时间了。秦六的技能和之前的反击也很贴合。战吼1级释放之后，获得10倍的护甲和魔抗，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强制周围3×3范围内的敌方单位攻击自己，持续时间3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持续时间内被控制的单位不能释放任何技能和使用物品，无视魔法免疫，魔法消耗50，冷却时间20秒，技能品级未知。这个技能再配合战士系职业的本职技能冲刺，会对对方后排造成毁灭性打击。要知道秦六他们还没有觉醒第2天赋呢，觉醒第2天赋之后只会更恐怖。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护甲和魔抗的初始倍数加成是30倍，初始持续时间增加为9秒。秦七这次获得的仍然是一个光环类技能，衰退光环1级，降低周围50×50范围，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内敌方单位20%移速，20%攻速，20%法术强度，技能品级未知。这个技能加强之前的野性光环，使得秦七往战略性武器上进一步发展。秦川甚至在想，七叔的第2天赋不会是光环增益类的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更无敌了。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衰退光环加强1级，降低周围100×100范围内，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敌方单位60%移速，60%攻速，60%法术强度，技能品级未知。有了这个技能，秦川都不用做什么，往那一站，对方跑都跑不动。秦八的技能，剧毒屏障1级，对目标区域释放毒素，对区域内的敌方单位造成10胜智力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伤害，持续时间60秒，中毒期间克制一切回血，魔法消耗500，冷却时间12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秦川看到这个技能，眼睛亮了。其中一个特性最吸引秦川，克制一切回血。别说后期，就是前中期，很多厉害的 BOSS 回血都是相当恐怖的。有了这个技能，不管是 BOSS 还是玩家都不能回血，牧师都没用。技能等级提升上去之后，再加上一些冷却缩减装备，可以无缝衔接，血量只会掉不会回。反馈给秦川的加强版，剧毒屏障加强版1级，对目标区域释放毒素，对区域内的敌方单位造成30胜智力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的伤害，持续时间60秒，中毒期间克制一切回血，魔法消耗1500，冷却时间40秒，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不止可以无缝衔接，甚至还可以连续放2到3个。以后用这个技能对付那些神级以上的 BOSS 太好用了。将众人的技能生成以后，秦川没有耽误，继续带着明月2人练级。秦一等人自然也不会怠慢，继续刷怪。有了这些技能，他们的刷怪速度会得到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越了银狮曼的队伍。大人，我们有个兄弟接到了一个唯一隐藏任务，奖励一个特殊建筑盲盒，不过任务难度比较大。周敏正在忙着招人，突然收到了冷凝的信息。周敏不敢怠慢，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秦川。特殊建筑盲盒，秦川顿时来了精神。虽然不知道能开出什么，但有明月在，还不是想开出什么就开出什么。我会让大伯他们去带他做任务，告诉他盲盒不要开，直接上交，可以兑换1万领地贡献。第21章，震惊的罗聪，这尼玛太离谱了。任务是可以共享的，哪怕是唯一隐藏任务，区别在于普通任务共享给队友，队友获得的任务奖励和自己一样，而唯一隐藏任务虽然其他奖励诸如金币、经验等等也是一样的，但最重要的那个奖励其他人是没有的。之所以是唯一隐藏任务，就是因为奖励的东西极为珍贵。张聪没想到自己刚加入秦川大人的领地，正和其他人一起做建筑材料任务呢，半路上突然遇到一个 NPC， 稀里糊涂的接了唯一隐藏任务。于是他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冷凝。张聪有自知之明，唯一隐藏任务根本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很快有人加了张聪好友，秦一、领主、秦川。张聪眼睛顿时亮了。等级排行榜上面，除了领主秦川，还有明月以及小公主之外，排在第4的就是秦一，而且不只是蓝星第4，而是整个猎户座玄臂第4。这其中的含金量，张聪是清楚的。张聪没想到会有这种级别的大佬加自己，他急忙同意好友申请，把坐标发一下。秦一直接发过来了信息。好，张聪当即把自己的坐标发了过去。很快，秦一、秦二和秦三来到了张聪面前。张聪接到了秦一等人的入队申请，加入队伍之后，秦一等人也看到了任务，直接选择接取。别说唯一隐藏任务了，很多隐藏任务都会被传送到特殊地图，不接任务根本没办法一起做。
这个任务是一个护送任务，几人会被传送到一处秘境之中，然后护送一个少女回到她的种族聚集地。但毕竟是唯一隐藏任务，虽然没有提中间会遇到什么危险，但无论是张聪还是秦一等人都不敢怠慢。不需要再叫几个人吗？张聪看着秦一等人，有些忐忑道。倒不是张聪怀疑秦一等人的实力，而是只有3个人的话，到时候难免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万一任务目标被偷袭，岂不是功亏一篑？不用，我们3个足够了，放心吧，有我在，目标死不了。秦三淡定道。既然这3位都这么说了，张聪自然没意见，直接开启任务。3人瞬间出现在了一处秘境之中。进入秘境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见到了任务目标，一个叫赛琳娜的小姑娘。麻烦4位勇士了。赛琳娜显然知道张聪4人就是来护送自己的，客气道。随后赛琳娜就开始往前走，张聪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生怕赛琳娜被偷袭。秦三则不动声色地给赛琳娜加了个脖葬，他的脖葬等级已经升上去了，完全可以实现无限脖葬。之所以他们3个来，是不想耽误其他人的练级效率，他们3个就够了。正走着走着，赛琳娜身上突然出现伤痕，她的周围一群刺客从隐身之中现身。秦二一个神圣洗礼加在赛琳娜头上，一道圣光亮起，赛琳娜周围的刺客瞬间被秒。这些刺客只是5级的普通怪，刺客本身身板就脆。此时秦二的圣光洗礼升到了6级，基础伤害就是3000，还要加上赛琳娜血量上限的 6% 的伤害。别说是普通怪，就是精英怪来了，也只有被秒的份。精英怪的血量一般是普通怪的10倍左右。当然，精英模板的 BOSS 另当别论。一道圣光洗礼并没有秒掉所有刺客，因为还有一些刺客在圣光的伤害范围之外。不过此时都已经现身了，秦一自然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一个冲刺上前，一刀一个，不到半分钟，第一波怪就被清理干净了。张聪看得目瞪口呆。此时的张聪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吐槽哪一点了，槽点太多。首先，那些刺客现身的时候，赛琳娜的血量被瞬间打空，随后就是无数个免疫的字眼飘起，空血居然打不死。张聪看着一脸悠闲的秦三，终于明白了这几位大佬为何如此自信。紧接着就是这位牧师大佬，这伤害也太离谱了吧，这尼玛是牧师。至于秦一，一刀一个，张聪反倒没那么惊讶了。几人护送着赛琳娜继续往前走，第2波怪很快就来了，是一群6级的普通怪，众人如法炮制，毫无难度。第3波是7级的普通怪，第4波是8级的普通怪，第5波是9级的普通怪，第6波是一只精英模板的 BOSS， 人形 BOSS， 罗文林6级，精英头目，生命值6万，魔法值3000，攻击力265，技能震斩、力量图腾、突刺、狂暴。这只 BOSS 并没有直接冲赛琳那儿去，秦一直接一个冲刺来到 BOSS 面前，秦二也不含糊，抬手一个魔免套在了秦一身上。随后 BOSS 的所有技能震斩、突刺都对秦一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BOSS 似乎也发现了问题，先是给自己加了个力量图腾，随后一个强化普攻负469，一个对张聪而言很高的伤害冒了出来。毕竟现阶段张聪的总血量也就200不到，这攻击足以秒杀张聪2次了。但张聪却看到了秦一的血条纹丝未动，甚至掉的血量连1%都不到。这一刻张聪小脑萎缩了，这尼玛都是什么怪物？不过一想到秦一等人现在是自己的队友，那没事了。秦三则顺手给赛琳娜套了个脖葬，随后就站在那里用自己的天赋开始探怪，也不攻击，生怕把怪的仇恨拉过来。即便如此， BOSS 头上每秒出现一个1200的伤害数字，也让张聪惊悚不已。紧接着秦一一个普攻下去，负5233，仅仅一刀 BOSS 的血量没了1/10。张聪很想说脏话。很快 BOSS 就被几人杀死了。秦一随手捡起了爆的东西，几人继续前进。这一波之后，后面的怪全都是精英怪了。不过无论是精英怪还是普通怪，对秦一等人而言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张聪，你往后站点，别被怪杀死了。秦三看着张聪说道。张聪是重点，他要是死了，这个任务也就没有做的必要了。张聪从善如流，急忙往后撤了10米。又过了几波，出现一个稀有级 BOSS， 血量30万，攻击力600，还有强化攻击的技能。这要是其他玩家遇到了，肯定是一头包。可惜遇到的是秦一等人。第一刀打掉秦一1000左右的血量，第二刀伤害变少了一点。BOSS 头上每秒飘出一个6000的伤害，再次刷新了张聪的认知。再加上秦一高额的伤害， BOSS 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
张聪发现一个规律，秦一的血量越少 ，BOSS 打他造成的伤害越低，而且这位大佬的回血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他的血量就没低于2/3过。到了2/3这条线，血量就掉不下去了，根本不用加血。当然，不加血是不可能的。那位牧师大佬偶尔的一个圣光，高额的伤害加治疗，很快稀有 BOSS 也倒下了。第22章，精神之塔即将开启的领地守卫战。然而，唯一隐藏任务之所以是唯一隐藏任务，难度可不仅限于此。此时，张聪等人护送赛琳娜的路才走了2/3，最后1/3的路尤为艰难。精英怪不见了，来的最低都是成群的精英模板的 BOSS， 一次10只左右。即便是面对10只精英 BOSS 的围攻，秦一的血量也从未掉下过一半。每次血量到了一半，夸张的回血量和惊人的双抗就会让血量再也掉不下去了。有秦三在，这些 BOSS 根本坚持不到1分钟。毕竟只是精英模板的 BOSS， 有点回血，但不多。几人推进的速度并没有降低多少。眼看着村子就要到了，突然，众人眼前突然刷新出来一个 BOSS。这是个人形 BOSS， 但长了6只手，每只手都握着一把刀，身高5米左右。张聪丢了个探查过去，江洋大盗6级传奇领主，生命值600万，魔法值10万，攻击力1500，技能无影斩、疾风术、横斩、战争践踏、回春。传奇领主，张聪倒吸了一口凉气，离远点，别溅一身血。秦三看着张聪说道。张聪自然清楚，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如果自己被 BOSS 杀死了，那所有人的努力就都功亏一篑了。于是张聪二话不说，往后撤了30米，随后觉得还是有些不安全，又往后撤了20米。秦一二话不说，一个冲刺来到江洋大盗面前。秦二给秦一套了个魔免。江洋大盗的很多技能，如横斩和战争践踏，都对秦一毫无伤害，但有一个技能不同，无影斩。无影斩一施展，江洋大盗的6只手全都向秦一挥砍而去。-1455，-1400，-1321，-1254，连续12道伤害从秦一头顶不断冒出，秦一的血量瞬间下去了1/5左右。不过几人并不担心，因为随着秦一的血量降低， BOSS 所能造成的伤害也越来越低。秦二抬手一个神圣洗礼，加6600，-6600。秦一和 BOSS 头顶飘起2个一样的数字，只不过一个是加血，一个是掉血。秦一原本少了1/5左右的血量，瞬间快满了。而 BOSS 头顶每秒回飘出一个12万的恐怖伤害，这是秦三的结星光环造成的伤害，每秒2%的生命移除，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不过江洋大盗之毕竟是传奇领主，眼看着血量降低到了一半，抬手一个回春，血量瞬间加满了。秦一等人看到这一幕，倒也不急，他们很清楚，这种技能 BOSS 不可能一直用。传奇领主 BOSS 有强度，但强度对他们而言完全在承受范围之内，否则的话也不会只来他们3个。毕竟新手村的任务，哪怕是唯一隐藏任务，封顶难度也就是传奇领主级别的 BOSS。 回春使用过之后， BOSS 显然成了强弩之末，手里没了招式。无影斩虽然伤害很高，但对秦一而言有点挂。很快江洋大盗轰然倒地，秦一上前摸尸体，发现抱的东西里面有一件盾战用的传奇装备，而且其中有一条属性是正10%血量上限，这让秦一眼睛一亮。江洋大盗就是这个任务的最后一个关。张聪眼看着江洋大盗倒地，顿时松了口气。这件装备给你。秦一说着向张聪申请了交易。张聪看着秦一放上去的传奇级别的双手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太贵重了，我都没出力，不应该拿。张聪急忙推辞道，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东西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刚才我问少爷了，少爷说让你拿着，这些装备只是过渡。秦一的话让张聪咽了口水，传奇装备还只是过渡？张聪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圈。把领地贡献好好留着，过2天就有更好的装备批量生产出来了，别到时候没了贡献值兑换。秦一对张聪的感官还不错，这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捣乱，不乱来，这一点很难得，所以忍不住提点了一句。张聪听到这话，眼睛顿时亮了。很快张聪等人完成了护送任务，交完任务之后，众人瞬间被传送出了秘境。张聪看着背包里的特殊建筑盲盒，当即选择回城，直接出现在了领地之中，找周敏兑换了1万领地贡献。领地贡献好好留着，过2天有大用。周敏也提点了张聪一句。张聪听到这话很是高兴，这代表着领地高层对自己的器重。
张聪等人做护送任务花费了2个多小时。秦川拿到特殊建筑盲盒的时候，距离领地守卫战开始仅剩3、4个小时了。秦川将盲盒交给了明月，明月当即打开了盲盒，盲盒的掉落列表一览无余。历练之塔爆率 0.00000001， 精神之塔爆率 0.00000001， 最上面的一堆特殊建筑爆率都低得令人发指，越往下爆率越高，相应的功能也就越差。盲盒最多可以选2个特殊建筑，秦川让明月选了历练之塔和精神之塔。历练之塔的价值很高，非常高，这是一个不知道有多少层的塔，领地内的玩家每天可以进去挑战一次，至于能闯到多少层全看自己的本事。每一层会随机掉落数量不等的自由属性点，层数越高，掉落的自由属性点越多。当然，这个多只是相对于普通玩家而言，对于秦川等人而言，李安澜随手强化一本属性书都比这个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但秦川清楚，未来自己的领地人数会越来越多，到时候整个蓝星的玩家都成了自己的子民，总不能一点点给他们强化属性点去用吧。自己的子民是为自己创造价值的，而不是自己给他们提供价值。有了这个建筑，所有人就都有了动力。这个建筑要是被其他文明的得到，肯定会奉为至宝。但秦川并不是太在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相比于历练之塔，秦川更看重精神之塔。精神之塔对其他人的作用可能没有历练之塔重要，但对秦川而言却比历练之塔有用多了。精神之塔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地内的玩家，会让领地内玩家的忠诚度潜移默化地提升，这种影响更像是一种催化剂，所以并不是对人催眠，而是加速这个过程。有了精神之塔，秦川领地内的玩家很快就会达到90以上的忠诚度，那样他们就都可以学习技能了。至于100的忠诚度就没那么简单了，忠诚度到了90以上，没提升一点都很难。毕竟忠诚度到了100就意味着锁定了，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另一个人，都会有一点戒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和原本相比，有了精神之塔，这个过程还是要快很多倍。秦川有些期待下一批满忠诚度的玩家，到时候就可以帮他们觉醒第2天赋了。领地守卫战将在1小时后开启，所有5级以上的领主都可以开辟领地参与。一个系统公告让所有人瞬间惊醒，领地守卫战马上开启了。领地守卫战并不是一个持续多久的活动，而是开启之后会一直存在。领地守卫战开启之后，所有达到5级的玩家只要开辟了领地，在接下来24小时之内就要面临怪物攻城了。说是怪物攻城也不准确，更准确一点的说是塔防。领地守卫战的排名每天0点更新，排在前面几名的每天都可以领取奖励。同一个领主玩家最多持续领取1个月，就会从排行榜上踢下去。只要能上榜，奖励极其丰厚，所以很多玩家对排行榜势在必得，其中就包括银狮曼。不知道这次能不能争得过你？银狮曼看了一眼等级排行榜，呢喃道。第23章领地守卫战开启。领地守卫战开始的时候，秦川3人快升到8级了，银狮曼也6级多一点了。整个银河系乃至猎户座悬臂也有无数领主提升到了5级。不过领地守卫战并非一朝一夕的，任何领主只要达到5级就可以开启领地守卫战，秦川只是第一个开启的罢了。唯一的限制就是5级之后自动开辟领地，开辟领主之后24小时之内怪物攻城，没人可以拖延，除非卡着等级不升到5级，但那没有任何意义。冷凝是个得力干将，仅仅半天时间就组织领地内的玩家不断的做建筑材料任务。此时的领地内建塔已经建造起了上千座，其实有没有建塔对秦川而言区别不大，这些建塔在守卫战前期还能起到作用，到了后面基本没用。但这些事是必须让领地内的玩家去做的，一来是为了提高凝聚力，二来也给他们一个赚取领地贡献的机会。否则过几天装备做出来之后，这些人拿什么去兑换装备？总不能白送吧。就像现在领地内的玩家在领地守卫战之中能起到的作用很小，但秦川仍然会让他们参与守城。只有不断的战斗才能磨合，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厉害，更加忠心。提高忠诚度最快的办法就是战火的洗礼。未来很多事不能只靠自己去解决，什么事都需要一个领主出面，那还要子民干什么？明月和李安澜刷了所有的副本，每个副本虽然只能刷1次，但每个副本都有上千只怪，每个怪明月都会直接勾选最上面的蓝色稀有装备、属性书、技能石和天赋石，所以现在累积的蓝色稀有装备足有上万件，光套装就能挑出来上千套。
这些装备，秦川直接让周敏安排，让领地内的玩家用贡献兑换。现阶段所有玩家的领地贡献都不多，所以定价自然也不高。200领地贡献可以兑换一套蓝色稀有装备，1000领地贡献可以兑换一套套装。作为领主，还有一个功能，领地仓库分为2种，一种是正常存放物资的，另外一种则是特殊仓库。特殊仓库只要把装备放进去，这些装备就会被打上领主标签。有了领主标签之后，这些装备就只能领地的子民使用。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有些人起小心思，用领地贡献低价兑换了装备，再拿出去倒卖。当然，想要解除这些标签同样简单，领主有这个权限。秦川直接把这个权限下放给了周敏。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点小事不值得秦川去费心思。当看到蓝色稀有套装居然只需要1000贡献度的时候，大多数人肠子都悔青了。做材料任务的时候，大多数人没有那么上心，虽然也做了，但觉得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再加上他们不知道领地贡献有什么用，所以大多数人的领地贡献都在几百。贡献度超过1000的人不多，其中就包含那1000多个侍卫。这些人令行禁止，做事从不打折扣，甚至超额完成，无论是效率还是态度，都不是普通玩家能比的。这些侍卫每人兑换了一套稀有套装，这让其他玩家羡慕的直流口水。特别是盾战，有了一套稀有套装之后，被普通的怪攻击都不破防。现在秦川的领地内一共招收了5000多个玩家，都是周敏精益求精的，这也是秦川的要求。毕竟最先招收的这批玩家，在未来都会是领地内的骨干，要求高一点也正常。等领地守卫战结束之后，再大批量收人。领地守卫战开始了，秦川等人并没有急着回去，前面的怪根本用不着自己这些人来守，领地内的玩家足够了。至于指挥着，秦川直接任命了侍卫队的千夫长魏峰。魏峰在成为皇室侍卫队千夫长之前，是秦川爷爷手下的一员悍将，无论是排兵布阵还是冲锋陷阵都很厉害。只是后来叛乱被平定了，战事没了，魏峰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皇家侍卫队的千夫长，也只有他当这个指挥最合适，换了其他人未必能服众。所有的皇家侍卫都对魏峰的命令令行禁止，人都是从众的，有了这1000多个穿着稀有套装的玩家带头，其他玩家就会下意识的听从魏峰的指挥。第一波怪是1级普通怪，近10万只1级普通怪，有野兔、史莱姆、山鸡等等，10万只怪一眼望不到头，看得很多玩家头皮发麻。魏峰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皇家侍卫冲到最前面，顶住所有怪，后面的远程玩家尽情输出，有稀有装备的全都顶上去，1级怪破不了你们的防。魏峰在领地频道吼道，怪虽然多，但大多数人都有至少1件蓝色稀有装备。很快10万只怪就被清理干净了。先秦文明银狮曼的领地10万只怪刚一出现，就被银狮曼领地的子民全部击杀。此时银狮曼领地的子民数量达到了当前的极限，1万人。而且作为先秦文明能出现在第一序列新手村的，大多数都是克篓。先秦文明的第一要务就是优先供应装备给银狮曼的领地。此时银狮曼领地的这1万玩家，基本上人手1、2件绿色精英装备。秦川领地守卫战比的可不是个人战力，你们蓝星的玩家拿什么和我们先秦文明比？银狮曼此时信心满满，和银狮曼的清风相比，新德文明就没这么快了。林辉带领着他的子民此时还在清怪，银河系之中无数文明无数领主此时正率领着自己的子民奋勇杀怪，只有秦川连领地都没回。第二波怪是2级普通怪，也是10万只。对于秦川领地的玩家而言，这些怪根本就是挠痒痒。稀有套装别说是2级普通怪，就算是5级6级普通怪也很难破防。如果是盾战的话，就算是10级普通怪也破不了防御。这就是不同品级装备之间的鸿沟。一套蓝色稀有装备如果拿出去卖的话，挂在交易行最起码要上万金币，而在秦川领地却只需要区1000贡献值。领地守卫战稳步推进，击杀这一波怪之后会有10分钟左右的休整时间，下一波怪就会刷新出来，或者领主可以直接选择立刻开启下一波。大部分领主坚持到7、8波的时候就守不住了，毕竟现阶段领地最多收1万人，1万个玩家要守住比自己等级高的10万只怪的攻城难如登天。哪怕是林辉这边已经到了第9波，但有些捉襟见肘，不过勉强配合箭塔，勉强还能守住。与之相比，银狮曼那边则要轻松很多。此时的银狮曼领地光箭塔就3000座，而且也没什么玩家伤亡，轻松加愉快。已经守过了11波，第11波开始就是精英怪了。
1级精英怪。不过数量也有相应的缩减，从10万变成了2万。银诗曼看了一眼排行榜，银河系第一的正是自己的领地。再往下翻，秦川的领地才排到第5，显示的是第10波。秦川，你就这些本事吗？银诗曼不禁有些失望。秦川此时带着明月两人刷怪升级，等级已经提升到了8级。领地排名之所以没有排到第1，是因为每一波结束之后，秦川并没有立刻开启下一波，而是给领地内的玩家留一定的休整时间，用来捡装备。现在第10波怪过了，第11波怪开始出现精英怪了。大伯，你们回领地吧。秦川给秦一发了个信息。第24章，冲上第1。第16波的时候，银诗曼的领地开始出现了伤亡，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都是精英怪，而且数量众多。虽说他们是第4序列文明，基础属性很高，但再高也是有极限的。每个文明打的怪的属性都是不一样的，是会动态调整的。越是厉害的文明，在新手村遇到的怪越厉害，这也算是一种相对公平吧。就比如现在的蓝星玩家，蓝星已经晋升第2序列文明了，所有人的基础属性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增幅，所有蓝星玩家打的怪的属性也会有所提高。每个文明的玩家面对的怪的属性只和文明的序列有关，和个人属性无关。当然，怪的属性增幅肯定远不如文明序列的提升给玩家带来的增幅更多，否则银诗曼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势了。银诗曼直接下令，让那些复活回去的不要再出去了，让一批装备好、天赋好的盾战顶在前面，法师和射手在后排输出。做完这些，银诗曼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排行榜。银诗曼看着秦川的排名从第5升到了第3，有些意外。按理说不应该是越往后越吃力吗？怎么秦川的领地清怪的速度还加快了？难道秦川还没开始发力？一想到这种可能，银诗曼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另外一边，林辉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他的领地之中可没有那么多神级天赋的玩家，虽说也有整个新德文明的装备支持，但也只是一些绿色装备，能支撑到现在已经很厉害了。2万精英怪，一般的盾战根本扛不住，少数几个能抗住的也拦不住大部分怪。林辉清楚自己最多能守到18波左右就到极限了，能守到现在还是因为新德文明是第2序列文明之中最顶尖的那一批。第1序列文明能在这个时间段升到5级的领主寥寥无几，这些人早在前面10波就全军覆没了。这个秦川还真是恐怖。林辉看着排行榜有些无力道，现在林辉都搞不清楚秦川的领主天赋到底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都异常恐怖。有些玩家很厉害，但也只是个体的厉害。原本林辉也希望秦川也是如此，但从现在的排行榜来看并不是这样。以一己之力硬生生将一个原本的第1序列文明拖到了第2序列，现在还在整个银河系的领地守卫战之中排在了第3。光是想想，林辉就觉得头皮发麻，希望未来不会和秦川成为敌人。秦川的领地之外，无数玩家看着眼前夸张的一幕，睁大了双眼。秦一站在那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有攻击他的怪全都被瞬间反伤而死，无一例外。哪怕这些怪全都是精英怪，血量几千，上百只精英怪同时攻击秦一，无数恐怖的伤害不断冒出，但秦一的血量掉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掉了，那恐怖的回血量让所有人都看得牙疼。另外一边，秦武一刀秒一片怪，怪根本就到不了他身边就被秒了。这恐怖的爆发看得其他玩家脑瓜子嗡嗡的。秦六弄了一身带 10% 法息属性的传奇套装，这是秦川特意给他留的一套，配合反击技能可以无限法息。反击虽然伤害类型是物理，但法息同样有效。秦六周围的怪越多，反击被触发的几率越高。每次反击被触发，周围的怪不说被秒，也只剩下一丝血皮了。高额的伤害带来的自然是高额的法息。秦六就这样成了一个永动机，血条就像蹦迪一样，一会残血，一会满血。秦三就简单多了，往怪堆里一站，给自己上个脖葬，就站在那里任由怪攻击，空血不死。这一幕看得所有玩家怀疑人生。秦二偶尔给他加一个圣光洗礼抢一下怪，让他有些蛋疼。不愧是领主他们3人之下的大佬啊！领地内的一个玩家忍不住感慨道：“这尼玛，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你说归说，输出别停。”另外一个玩家一边拉弓射箭，一边提醒道：“就我们这点输出，打不打我看也没什么区别。”这话就错了。周敏大人说了，结束之后按照输出榜发放领地贡献，我们是比不过这几位大佬，但只要比得过其他玩家就行了。一个法师一边丢火球一边说道：“对啊，领地贡献值的含金量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可是得到了小道消息，过2天会有一批更好的装备被打造出来。这个我知道，
秦川大人让周敏大人大力培养了很多生活玩家，有一个是我朋友。一个战士有些羡慕地看着法师和射手，他们这些远程职业都可以躲在后面输出刷贡献，自己一个战士也只能在城墙边上混点贡献。要是冲得太靠前，如果被太多精英怪包围，也遭不住。现在他无比后悔，白天的时候怎么不多努力一点？如果现在有一套稀有装备，仍然可以冲锋陷阵。虽然不可能和眼前这几位大佬相提并论，但最起码会比其他玩家拿到的输出多。输出多就意味着领地贡献多，领地贡献多就可以兑换更好的装备。他越想越后悔，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很快，众人守过了第20波。此时的林辉已经放弃了，他守到了18波，领地范围扩充18倍，招人的名额扩充了18倍。精英级领地，林辉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没能突破到稀有级。银狮曼的领地也过了第20波，此时他的领地只有一半的玩家还没有阵亡过。不过银狮曼很清楚，越是坚持到最后的这些玩家越是厉害，不在于数量多少。银狮曼很有信心，最起码坚持到30多波没有问题。此时的银狮曼打开排行榜看了一眼，瞬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秦川第一了。第25章明月的暴力输出。第21波怪还是精英怪，1万只精英怪，不过难度却开始大幅度提升了。这次的精英怪都是自带反伤的，普攻对其造成多少伤害都会全额返还。这种离谱怪也只有在领地守卫战之中才会遇到。要知道，哪怕是传奇 BOSS 基本都没有反伤之类的特殊属性，或许更高等级的 BOSS 会有，但这种低等级的精英怪一般而言是绝不会携带特殊属性的。射手、刺客还有战士停止攻击。魏峰瞬间看出了不对，急忙下令道：法师全力攻击。这些反伤怪攻击到秦毅之后全都被反伤而死。秦三仍然站在那里烫怪，丝毫不受影响。秦二等每次技能冷却结束，抬手就是一个神圣洗礼。秦六也不需要普攻，所以不受影响。反倒是秦五不敢轻易动手了，他要是一刀下去，潮汐使者的箭射伤害可以秒掉一群怪，但这群怪造成的反伤足够他死几十次。另外一边，银狮曼也在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盾战和法师不断的清怪，不过他们清怪的效率远远不如秦毅等人。1万只怪很快就被秦毅等人清理一空。第22波怪也是1万只精英怪，却是远古单位的精英怪。远古怪是一种很罕见的怪，这种怪会免疫 90% 以上的魔法类型的伤害，血量高和攻击都比普通的怪高2到3倍，但没有任何技能，只能靠普攻。此时秦川3人也都回到了领地，只不过还没有出手。从11波精英怪开始，明月就开始不停地捡东西。此时这些远古怪精英怪出现，明月直接开启了剑刃风暴，如同割草一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剑刃风暴的伤害类型是物理，所以很克制这些远古怪。领地内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一个个都被秀得头皮发麻。之前有了秦毅等人的表现，他们有一些心理准备，知道明月或者李安澜会很厉害，但当他们亲眼看到明月那夸张的伤害还有极大的技能范围的时候，全都沉默了。秦川和李安澜并没有急着出手，现在是要给其他人更多的表现和刷领地贡献的机会。明月也没有把所有怪都刷了，他主要是捡装备，为了防止怪靠近才开的剑刃风暴。此时的明月周身被无数剑的虚影笼罩，这些剑的虚影如同龙卷风一般毁天灭地。然而风暴中心的明月却在平静的捡装备。明月大人是为了你们，大部分怪都给你们留着呢，如果还不尽快刷领的贡献，越到后面越是没机会。周敏在领地频道提醒众人道。听到这话，众人顿时来了精神。射手全力输出，这种远古怪又没有技能，不能突进，简直就是射手的活靶子。此时银河系的另外一个文明精灵文明，新上任的精灵王正带着他的子民守卫他的领地。作为银河系属的上号的第4序列文明之一，精灵王原本信心满满，想要一举超越银狮曼，却不想此时连前2都进不去。秦川，精灵王看着排名第1的秦川，恨得牙痒痒。对于银狮曼，他是不敢记恨的，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了秦川身上。你凭什么？不过是一时的领先，看我后面怎么反超你。精灵王看着眼前的刚刷新出来的远古怪，眼睛顿时亮了。射手全力输出，精灵一族最不缺的就是射手，每一个精灵射手都有着极高的射击天赋和视力，我就不信这一波还追不上你们。精灵王信心满满道。然而他的信心只维持了10秒不到，10秒钟后，第一的秦川从22波跳到了23波。秦川，精灵王此时恨不得弄死秦川。
就在精灵王和空气斗智斗勇的时候，秦川的领地清怪速度丝毫未减。第23波之后的怪又变了，变成了2000只精英模板的 BOSS。此时领地内其他玩家的输出慢慢跟不上了，慢慢磨倒也能磨死，但秦川嫌太慢了，于是让明月火气全开，剑刃风暴一开，20乘20米范围内的所有 BOSS 血量开始狂掉，每秒掉5000多。为了防止明月被怪杀死，秦3给明月加了个脖葬，秦2给明月加了个魔免。明月和秦川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有技能当然毫不犹豫地给明月加。实际上明月高敏捷带来的高护甲，这些怪的普攻打明月基本都不破防，一个魔免就够了。2000多个 BOSS 被明月用了不到1分钟全部清空了。看到这夸张的一幕，原本闹哄哄的领地内此时一片寂静，他们都感觉头皮发麻。这真是和自己同一批的玩家。23-30波的怪全都是不同等级的精英级 BOSS， 有明月在，基本上都是2分钟之内全部清光。每一波结束之后，秦川还要留给明月10分钟左右的捡装备的时间，杀怪1分钟，捡装备10分钟。明月根本看都不看，直接固定选项，不然根本捡不过来。得找机会给明月弄一个自动捡取的宠物。秦川呢喃道，分为战斗宠物和功能性宠物。战斗宠物可以召唤出来杀怪或者杀敌，功能性宠物有很多种，比如自动捡取的多宝鼠，又比如增加玩家血量上限的宠物。战斗宠物很常见，对秦川等人而言没什么用，除非是神级以上的战宠。相比较而言，功能性宠物就要珍贵很多，比如明月就很需要一个多宝鼠，秦川则需要一个百分比增加血量上限的功能性宠物。不过这种宠物都极为难得，只能通过隐藏任务获取。秦川准备等守城战结束之后，让领地内的玩家去找找这些任务，只要人数够多，总是能够触发的。隐藏任务是可以转让的，触发之后先不接，让明月去接就可以了。只要奖励足够的领地贡献，会有无数玩家趋之若鹜，这才是领主的正确打开方式。想要什么东西，让手下的人去办，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最好是手下的人把所有的事都办了，这样秦川就可以安心练级了。很多事秦川并不打算出面，因为出面次数越多，越会被其他人研究透彻。这个宇宙太大了，谁也不知道其他玩家会有什么手段，一旦成为众矢之的，被算计，哪怕是秦川也不敢说一定不会被杀死。所以适当的藏拙还是必要的。反正有明月他们，还有大伯他们，完全够用了。谁要是不长眼，敢惹到自己头上，就让他们知道花为什么这样红。此时秦川的领地外的怪已经突破了30波，来到了第31波，而排名第2的银狮曼才到25波，第3的伊利丹24波。银狮曼眼看着秦川后面的数字从23一路跳到30，基本上10分钟出头一波，眼皮子直跳。他知道自己眼中低估了秦川的实力，真想知道秦川是什么天赋。银狮曼失神道。第26章，突飞猛进的秦川领地。作为曾经的蓝星第一职业俱乐部最厉害的玩家，叶天一直都是骄傲的。这种骄傲让他觉得自己会遥遥领先。虽说他的天赋并不算太好，但他相信凭借着自己对游戏的理解，还有各个方面的优势，绝对能一步一步成为蓝星玩家的第一。哪怕是秦川横空出世的时候，叶天内心也只是认为秦天等人运气比较好罢了，运气迟早有用尽的时候，而自己迟早可以超越秦川。直到叶天遇到了秦一等人，他才意识到自己和秦一等人之间的差距如同鸿沟一般不可逾越。不说别的，就秦一当时不到5级表现出来的实力，叶天就感觉到绝望。他很清楚自己想要到这种程度，最起码要完成进阶，而且不只是一次进阶，才有可能超越不到5级的秦一。这是多么让人绝望的一个事实。所以叶天等人加入了秦川的领地，成为了秦川的子民，心甘情愿。此时的叶天完全放下了以往的骄傲，他很清楚，只有紧紧追随秦川大人，自己才能走得更远。当自己原来的老板冷宁让他们去做建筑材料任务的时候，叶天没有丝毫怨言，这让冷宁很是意外。这要是以前的叶天，早就开始闹了。叶天不只是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做任务比所有人都卖力，所以任务结束后，他的积分超过了1000，兑换了一套蓝色稀有装备。蓝色稀有装备啊，这套装备要是现阶段拿出去卖，价值最起码上亿，甚至好几亿唐币。因为有了这样一套装备，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弹射起步，直接起飞。链接宇宙之后，唐币的购买力直线下降，和银河系相比，整个蓝星加起来也没多大价值。所以现在蓝星的商人都疯了，疯狂购买游戏装备和物资。
想要提前入场投资。好在未来的猎户座旋臂，甚至银河系之中占据哪怕小小的一个席位。蓝星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人的野心。银河系刚好，这让蓝星的商人和野心家狂欢不已。不过叶天可不认为这些人能成事，没有实力，一切都是空谈。即便是现在有了稀有套装，叶天明白自己和秦一这些大佬的差距仍然大得让他绝望。到底差在哪啊？叶天想不明白。不过叶天这人有个优点，想不明白就不想。少说多做，多看。直到明月下场，那夸张的技能范围和伤害让无数人头皮发麻，其中就包括叶天。为什么？为什么秦川大人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离谱？肯定是因为秦川大人。叶天此时终于想明白了关键。叶天想要变强，于是他看着站在领地内从容不迫的秦川，眼中出现了崇拜的神色。秦川偶然看了一眼领地面板，发现所有玩家的忠诚度都大幅度的提升，这一切都在秦川的预料之内。只有战火和实力才能不断的让他们的忠诚度增加。不过其中一个叫叶天的家伙，忠诚度提升的有点夸张，居然到了95，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家伙。秦川准备好好培养一下他，可以先让他把技能学起来。从31波开始出现的怪又变了，变成了200只稀有 BOSS， 不过等级不高，都是1级的 BOSS， 血量也不夸张，10万左右。攻击相对那些5、6级的稀有 BOSS 也很低，数量变少了，明月清理起来反而没那么快了，因为这200只 BOSS 没有那么密集，出现的相对比较分散。明月的剑刃风暴原本有25秒冷却，哪怕秦川让欧晨给他做了一套有 20% 冷却缩减属性的传说套装，冷却时间仍然有20秒，所以清理起来比之前显得满了不少。所以李安澜下场了。李安澜学了不少 BOSS 爆的群攻技能，比如流星火雨，比如极寒风暴。他抬手一个流星火雨，无数陨石砸向那些 BOSS， 那惊天动地的场面让领地内的玩家再次集体晋升。随后李安澜又在另外一边追加了一个极寒风暴，另外一边暴风雪开始肆虐，冰火两重天。此时的张聪等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他有种在看神仙的感觉。随即张聪反应过来，这个游戏的实力可以带入现实中，那小公主和神仙也没什么区别了。流星火雨和暴风雪的持续伤害很快击杀了不少 BOSS， 模糊让李安澜的所有技能都跟着刷新了。再次释放流星火雨和暴风雪，随手再补上一个锋刃，无数稀有级 BOSS 在明月的剑刃风暴和李安澜的技能中轰然倒地。张聪等人集体失神，这就是小公主的实力吗？那秦川大人呢？所有人可都还记得之前明月和李安澜一起刷副本的时候，秦川大人独自一人把那些副本刷出来的。秦川大人岂不是更恐怖？一想到这里，所有人看向了那个满脸从容的男人，似乎这些怪的出现并不能让他有丝毫担忧。此时所有人看着银河系排行榜上断层式领先的秦川，他们意识到了一件事，他们站在了绝对的风口，抱上了一根大腿，这根大腿粗到可以镇压整个银河系。一想到这里，所有人都像喝了美酒一般，如痴如醉。此时领地内的所有玩家都觉得眼前的一幕极不真实，仿佛置身梦中。很多人甚至掐了自己一下，确认不是在做梦之后，立刻变得异常兴奋，因为他们清楚他们在创造历史，创造属于蓝星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是秦川大人创造的，但他们也是参与者。一想到日后和亲朋好友在一起，自己就有的吹了，他们就感到无比兴奋，兴奋到颤抖。领地守卫战从30波之后难度就开始飙升，之前的每10波的怪数量都是一样的，但31波开始，每一波的怪数量都在增加。31波是200个1级稀有 BOSS， 32波是300个2级稀有 BOSS， 33波是400个4级稀有 BOSS， 以此类推。银狮曼刷到31波的时候，领队开始出现了大量伤亡，他开始慢慢感觉到吃力了。不只是他，银河系的很多第4序列文明都开始感觉到了吃力，其中就包括精灵王。但有一个领主是例外，秦川。到了31波之后，秦川这个名字后面的数字跳动的字数不但没有变慢，反而变得更快了。银狮曼等人到达31波的时候，秦川后面的数字已经变成了39，这让无数的银河系文明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其中就包括林辉。此时的林辉失魂落魄地看着排行榜，秦川，我们之间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第27章传说级 BOSS 秦川下场。李彻此时也加入了秦川的领地，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内心喜忧参半。和其他玩家相比，李彻显然知道的更多。那些帮秦川运送装备的宫女让他知道了很多信息，比如秦川的刷怪速度、恐怖的血量，还有恐怖的伤害。虽然李安澜什么都没和他说，
但他作为一国之君，心中早就有了猜测。无论是自己的女儿，还是秦明月，亦或是秦一这些人，每一个实力都异常恐怖。李彻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源于秦川。秦川的那些属性，李彻通过很多信息分析出来一个结论：现在的蓝星没有任何手段反制秦川。作为一个皇帝，这个结论让李彻感觉到无比恐慌。一个人有没有造反的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造反的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制他。这对一个皇帝而言是大忌。无论秦川有没有造反的心，但他有随时造反的能力。所以李彻对秦川是又爱又怕。爱的是秦川可以带领蓝星走得很远，走到他想都不敢想的高度。游戏仅仅开服1天不到，蓝星就完成了序列的提升。现在的领地守卫战更是以碾压的姿态位列排行榜第1。这在开服之前，李彻想都不敢想，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剧情。有这么一个人在蓝星，李彻怎么能不高兴？害怕也是真的害怕。虽然李彻很清楚秦川大概率是看不上皇位的，但也只是大概率，谁又能保证秦川不会看上皇位呢？所以李彻没了办法，只能传位给自己的小女儿，并且将秦川封为摄政王。如此一来，哪怕是秦川想登上皇位，自己也给皇室留下了退路，可以平缓地退下来。不过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秦川似乎对皇位真的不感兴趣，这让李彻松了口气。怪物工程到了41波，难度再次飙升，20只传奇级别的 BOSS， 而且不是1级的，是5级的。看着 BOSS 那夸张的属性，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实在是想不通，这种属性的 BOSS 之前秦川他们是怎么杀死的，而且还是在几分钟之内杀死的，简直无法想象。这批怪一出，秦2和秦3都往后站了站，就连李安澜也找了个好的站位。这20只 BOSS 站得很分散，秦3的结星光环最多同时笼罩2-3只，所以输出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秦一、明月和李安澜身上。明月身上被套了个魔冕，没有套脖葬，把脖葬给大伯留着吧。明月很清楚自己的护甲极高，高达几万的敏捷，这些一阶的怪根本破不开自己的防御，哪怕是传奇领主级别的 BOSS 也破不开。明月怕的只有魔法伤害，所以有了魔冕的明月自然是横冲直撞，一个人吸引了10只 BOSS 的仇恨。秦一也抗住了10只 BOSS， 虽然血量狂掉，但是血量掉到还剩下 10% 的时候，双抗被无限拔高，再加上极其夸张的回血量，即便是没有脖葬也完全扛得住。秦3眼看两人都没什么危险，给自己套了个脖葬，让两人把所有怪都拉到一起，随后往那里一站。20个领主级 BOSS 开始以每秒 2% 的速度掉血，生命移除，无视魔抗，无视魔免。哪怕这些 BOSS 都有着不俗的回血技能，或者有的 BOSS 本身就很肉，每秒回血量很高，但也耐不住这么掉血。再加上明月的剑刃风暴，秦一的反伤，秦2的神圣洗礼，还有李安澜的技能， BOSS 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狂掉不止。1分钟不到，准确的说是半分钟左右，所有的 BOSS 全部被击杀。虽然只有20只怪，但明月捡装备的速度却慢了下来，毕竟是领主级的 BOSS， 不能像之前一样随意勾选了，有很多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银诗曼那边努力坚持到了40波，此时他领地的玩家已经死了很多波了。不过领地守卫战，玩家死了没有死亡惩罚，可以立刻复活。即便如此，银诗曼的领地也岌岌可危，箭塔基本上全部被破坏殆尽。不过终究是守下来了。银诗曼吐了一口浊气，他作为第4序列文明的领军人物，能坚守到第40波，这个成绩已经无比耀眼了。银河系的其他第4序列文明已经全部结束了，除了银诗曼，坚持的最久的是精灵王伊利丹，守到了第37波，不知道那个家伙到了多少波了。银诗曼打开排行榜，看到了秦川后面的数字48。银诗曼满脸疑问，怀疑系统出错了。不只是银诗曼，此时银河系的很多玩家，很多领主看着排行榜第1的秦川后面的数字，都有些怀疑人生。银河系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绝世猛人了？这眼看着就到50波了，这可是第5序列文明都很难坚守到的层次。要知道，虽然每个序列文明打的怪的数据不一样，但也只是有相应的提高罢了，并非按比例提升。高序列文明永远是有优势的，一方面是属性优势，另外一方面，高序列文明可以无限氪金，这是低序列文明永远都比不了的。优势还远远不止这些，高序列文明的玩家数量有可能是低序列文明的上万倍乃百万倍。前期这种差距还不会太大，越往后集合整个文明发展一个领主，差距就出来了。但无论怎么说，他们都理解不了秦川是怎么做到的，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银诗曼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继续坚守，守到退无可退，再结束。
银诗曼看着秦川的名字，赌气般的说道。很快，秦川这边到了51波，这次出现的是5个传说级 BOSS， 突破了新手村能出现的 BOSS 上限，也只有在领地守卫战之中才会出现这种级别的 BOSS， 前提是你得能坚持到51波，仅仅这一点就淘汰了整个宇宙之中几乎所有的领主。但秦川的目标可不止于此，秦川的目标是神级 BOSS， 秦川想要拿到神器或者主神器，在前中期，每一件神器和主神器都是战略性武器，这些东西在新手村之战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传说级 BOSS 的属性很夸张，地狱炎魔10级，传说级，生命值2000万，魔法值100万，攻击5000，技能星爆、地狱岩浆、地狱之火、炎魔傀儡、浴火重生。5只传说级 BOSS 的血量每一个都不低于2000万。BOSS 的模板和同品级玩家的模板不同， BOSS 的血量模板都是经过最低10倍加强的，就像一阶精英级的怪血量一般在2-3千，但一阶精英级 BOSS 的血量高达数万。最恐怖的是，这些传说级的 BOSS 很多都有全屏伤害技能，这一点网上的攻略都有，比如地狱炎魔的星爆就是全屏伤害。所有人退出领地，这些 BOSS 有全屏伤害技能。秦川下令道，领地内的玩家都不舍得退出，他们都想留下来见证历史，哪怕是被击杀也没事，反正领地守卫战没有死亡惩罚。但秦川下令了，他们不敢违背，只能恋恋不舍地退出领地。所有玩家退出之后，秦川将进入领地的权限关闭，此时只剩下秦1、秦2、秦3、明月和李安澜了。随后秦川亲自下场，海象神拳释放，下一次普攻必将获得16倍暴击。秦川此时附加的潮汐之力和基础攻击加起来高达近300万，16倍的暴击竟会造成近5000万的伤害。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无视防御，无视减伤。潮汐之力的建设伤害，无视物理防御，但并不能无视减伤。秦川上前就是一剑，仅仅一剑，5只传说级 BOSS 被瞬间秒杀，包括其中一只自带30%减伤的 BOSS。此时领地内已经没有了其他玩家，对于秦川的伤害，秦1等人并不意外，他们都知道秦川的天赋。这一幕要是被其他玩家看到，恐怕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秦川之所以让那些玩家出去，就是要藏拙，尽量保持自己的神秘感，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全靠明月他们。反正有排行榜在，该装的币一点都不会少。自己的领地之内保不齐有些居心叵测的玩家，就像那个可柔，谨慎无大错。随着秦川下场，50波以后的不仅没有减缓速度，反而更快了。看到这一幕，银诗曼终于绷不住了，他还是个人吗？第28章，震惊的嬴政对秦川的投资。银诗曼的人坚持到了42波，已经到了极限。能坚持到42波，完全得益于他的主神级领主天赋。不过他的这个天赋显然是越到后期越厉害，毕竟是按倍数增加领地子民基础属性的。前期虽然有加成，但前期无论是装备还是技能都无法真正体现出基础属性加成的厉害之处。更重要的是，前期的基础属性很低。先秦文明虽然是第4序列文明之中顶尖的存在，但开局的基础属性和属性上限是2个概念。想要达到属性上限，需要经过漫长的累积。99%以上的玩家根本不可能触碰到这个上限。眼看着自己最后那1%的手下也死了好几遍了。这些传奇级别的 BOSS 踏破领地，银诗曼放弃了。42波的奖励很好，领地扩充420倍，可以招收的子民数量扩充420倍。没错，子民数量是420倍。超过30波的时候，奖励翻了10倍。除了这些，还奖励了一个传奇级的领主之心，放置在领主府内，增加所有子民15%全属性。这个领主之心再加上银诗曼的天赋，简直是绝配。银诗曼完成了跨阶挑战。按理说，一般的第4序列的玩家能坚持到39波，最多40波就是极限了。比如精灵王只坚持到37波，但银诗曼的天赋太好了，手下的天赋也都不错。作为银河系的顶级克劳，银诗曼完成了跨阶挑战，坚持到了42波。虽然仅仅是多坚持了2波，但却意义非凡，意味着银诗曼未来的潜力将非常大。如果是以前，银诗曼能完成这种创举，将会非常高兴，甚至会下线去找自己的父皇炫耀。因为跨阶是很难的，序列越高，跨阶越难。但现在，银诗曼看着排名第1的秦川，后面的数字已经变成了59，有的只是挫败感。自己的成功固然让人开心，但他人的起飞让银诗曼心痛。银诗曼怎么都想不明白，秦川到底凭什么？自己都是主神级天赋了，
就算秦川是至高级天赋，也不可能如此逆天吧？毕竟蓝星文明只是第一序列文明，什么样的天赋能拖着这样一个垫底的文明一飞冲天？难道秦川的天赋是超越了至高级的？一想到这种可能，银诗曼就忍不住一哆嗦。他听自己的父皇说过这件事，宇宙之中文明如恒河之沙，数不胜数，总有些人根本不能用常理衡量。当初自己的父皇随机到的天赋是至高级，一路带领先秦文明成为了第4序列文明，并且现在还在前进之中，进入第5序列文明是迟早的事。但银诗曼也清楚，父皇将先秦文明带入第5序列已经是极限了。第5序列以上的文明，神级天赋并不罕见，主神级天赋也不稀有，甚至第5序列文明的每个星区都会出那么1、2个至高级天赋的玩家。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就像先秦文明和那些第1、第2序列文明之间的差距。银诗曼记得很清楚，父皇说过，有一些玩家会随机到超越至高级的天赋，虽然这种概率小到几乎不存在，小到远超过1/1000，但宇宙太大了，再小的概率在宇宙这个尺度上都会成为必然。一想到秦川的天赋极有可能是超越了至高级的未知品级天赋，银诗曼的心就砰砰直跳。不知道你能坚持到多少波？银诗曼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排行榜，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等领地守卫战告一段落之后，就着手安排转区的事，转到猎户座玄臂去。此时的银诗曼已经确定，秦川只要不陨落，蓝星文明的崛起是必然的，那就让自己和先秦文明成为蓝星的投资者和护道人吧。想到这里，银诗曼直接让人下线去联系父皇嬴政。嬴政原本正在老区征战，听到手下人的汇报，把手上的 BOSS 击杀之后，随即下线，随后带上了一个新区的手环，出现在了新区先秦文明的第1序列新手村之中。很快，银诗曼来到了他的身边，说说吧，有什么重要的事？还要朕亲自来一趟？嬴政饶有兴致道。作为老区的玩家，在新区可以有号，但不能升级，这也是为了游戏的相对平衡。毕竟老区的玩家游戏经验完全不是新区玩家能比的。嬴政的号甚至连等级都没有，类似于游客号。父皇，我们银河系可能出了一个拥有超越至高级天赋的领主。银诗曼说道。嬴政听到这话，眼神一凝，霸气侧漏，身边的其他先秦玩家纷纷低头，不敢直视。银诗曼当即把秦川的情况告诉了嬴政。嬴政一边听银诗曼讲着，一边打开了领地守卫战的排行榜。此时排行榜第1的秦川，后面的数字俨然是69。即便强如嬴政，此时也感觉到了震撼，无比的震撼。当初嬴政是至高级天赋，也只是勉强带领先秦文明的玩家突破到了40多波罢了。当然，那个时候的先秦文明和现在的先秦文明没法比。先秦文明原本是第1序列的文明，当时嬴政在新区拿下了很多成就。领地守卫战的时候，先秦文明也只是勉强进入第2序列。嬴政的起点和银诗曼的起点完全不同，但取得的成绩却比银诗曼还好，这也证明了嬴政的逆天之处。但此时他却看到了一个刚开始是第1序列文明的领主玩家，在领地守卫战之中已经守到了69波。不对，仅仅是这片刻之间，后面的数字又变了。70。嬴政感觉到了窒息，这种感觉很多年不曾有过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还是嬴政在参加侍女座星系团天交战的时候。那一场天交战让嬴政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至高级的天赋随处可见，其中更是有几个天骄中的天骄拥有超越至高级的天赋。但即便是那些人，嬴政觉得也远没有眼前的秦川逆天，带领一个第1序列文明1天之内提升序列，然后现在到了第70波。要知道61-70可是半神模板的 BOSS， 模板越提升，其中的差距越大。这种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属性上面，还有技能装备等等。比如大多数神级模板的 BOSS 都有神圣伤害的技能，无视防御，还有的半神级 BOSS 拥有斩杀技能，无数死亡免疫。要知道死亡免疫类技能都是极为难得的，哪怕是嬴政也只有1个死亡免疫类技能，而且冷却时间极长，跨越了神级的 BOSS 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了。而那些神器、主神器更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面板数据，每一个神器都是战略性武器，用得好可以直接覆灭整个战场的敌对玩家。嬴政将自己以往遇到的所有玩家想了一遍，也想不到谁能做到秦川这一步，没有，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就带人转区过去，先秦文明将作为蓝星文明的护道人，现实之中交给朕，一定要保证秦川的崛起。和嬴诗曼相比，嬴政要果断得多，直接下了命令。他的认知远远超越了嬴诗曼。好，我这就去办。
银诗曼听到这话，顿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不敢怠慢。这样，你也加入秦川的领地，成为他的附属领地。嬴政想了想，觉得只是作为护道人还不够，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抱紧这根大粗腿，只有这样才能将先秦文明和秦川绑定在一起。好，嬴诗曼作为嬴政的女儿，自然能想通其中的关节，并没有端架子。去办吧。嬴政说完就下线了，他要安排足够的人手去保护蓝星，不然一旦有人从现实之中入手，后果不堪设想。虽说有宇宙法律，但真要是想动蓝星，有着无数低序列文明愿意替那些高序列文明背锅，只要利益足够，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成长起来的天才才是天才，哪怕秦川再妖孽，也需要时间。此时秦川的领地刷新出了神级 BOSS， 秦毅等人已经帮不上忙了。之前的半神级 BOSS 就有了进化类技能，脖子失效了。半神级 BOSS 的攻击很恐怖，哪怕以明月的高护甲也扛不住一刀，毕竟明月的血量并不高。秦一套上魔免，勉强能抗住，但此时神级 BOSS 出来了，秦一也帮不上忙了。神级 BOSS 可是有神圣伤害技能的，无视魔抗和护甲。第29章击杀神级 BOSS 最终的奖励，大天使米迦勒幼年版10级神级，生命值100亿，魔法值20亿，攻击50万，技能神圣召唤、神圣箭矢、大天使光环、神圣惩戒、神圣净化、阳光普照。技能不多，但基本都带着神圣2字。一般的神级 BOSS 不会有这么多神圣技能，但天使族是个例外。天使族就是以神圣伤害闻名的，出了名的难缠。原本10级是不可能有神级 BOSS 的，但领地守卫战是个例外。正常的神级 BOSS 最低等级都得是50级往上，甚至更高。所以眼前的大天使属性被大幅度压缩了，无论是生命值还是魔法值，都远不及那些高等级神级 BOSS。即便如此，秦川也不敢小看他。现在秦川的生命值不算装备，高达300万左右。秦川还特地让欧辰为自己打造了一身传说级领主装备，其中一个套装属性是增加 30% 生命上限，所以现在秦川的生命值在400万左右。最重要的是自己有无视进化的魔免，这个才是王炸。也就是说，米迦勒的所有技能都对自己无效，包括神圣进化。米迦勒不过是神级 BOSS， 神圣伤害的品级并不高，还做不到无视魔免。进化无效，米迦勒又没有斩杀技能，脖葬无敌。不然的话，米迦勒高达50万的攻击力，哪怕自己护甲很高，每一刀20-30万的伤害。神级 BOSS 的攻速自然是达到当前阶段的极限的，1秒10刀，即便是秦川，1秒血量也得掉下去大半。而强化版的治疗图腾，每秒能治疗 30% 的血量，这还是建立在 BOSS 不攻击治疗图腾的前提下。但米迦勒作为神级 BOSS， 具备真人的灵智，肯定会第一时间攻击治疗图腾。即便是秦川有模糊，能闪避大部分攻击，但米迦勒的攻击太高，攻速太快，没有脖葬的话，还真遭不住。你们先躲进城主府。秦川看着明月几人说道。秦二的魔免配合秦三的脖葬，倒是可以做到无敌，但问题在于他们俩只能有一个人不死，只要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是扛不住米迦勒一刀的，留下来也没有意义。几人听到秦川的话，纷纷进入城主府。秦川看了一眼 BOSS 恐怖的护甲，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以自己的攻击力大概会被减免 80% 的伤害，不过无所谓，自己有智慧之刃的神圣伤害，还有怒意的叠加，这个 BOSS 坚持不了多久。秦川先给自己套了个魔免，随后加了个脖葬，挥剑斩向大天使。米迦勒似乎被秦川敢于挥剑的勇气惹怒了，蝼蚁也敢向神明挥剑。米迦勒说完这句话，直接双手交叉，一个阳光普照，全屏攻击，不过却对秦川造不成任何伤害。秦川一个强化冲刺，瞬间到了米迦勒面前，先给自己加了个海象神拳，随后挥剑就砍，负11200000 36万1200，两段伤害，前面是普攻伤害，后面是智慧之刃附加的神圣伤害。这个伤害对秦川而言很低，对米迦勒而言连一丝血皮都不算，但耐不住秦川1秒10刀，仅仅1秒，米迦勒就没了 1% 左右的血量。为了防止米迦勒回血，秦川还释放了一个剧毒屏障。倘若没有剧毒屏障这个技能，秦川还真没有信心杀死米迦勒，毕竟神级 BOSS 的回血量那是相当恐怖。中了剧毒屏障的米迦勒脸色巨变，因为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大天使之体此时居然没有任何效果了。大天使之体是天使一族强横的根本，每秒回复生命值上限 2% 的血量，还有一切其他效果，
这也是米迦勒蔑视秦川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他看来，哪怕眼前的这个玩家再厉害，不过是一阶，自己站在这里给他砍，掉的血量都不够自己回的。但现在回血没了，米迦勒眼中闪过一丝恐慌。虽然这不是他的本体，只是一个投影，但如果被一个一阶玩家杀死了，他是无论如何都容忍不了的。米迦勒尝试对秦川释放神圣净化，想要净化掉秦川身上的魔免和其他 buff， 但随着一个免疫的字眼在秦川头上出现，米迦勒更慌了。既然如此，那就留你不得。米迦勒色厉内忍道。随后，米迦勒挥动手中的天使之剑斩向秦川，闪避，闪避，闪避，负256000，闪避！一连串的闪避从秦川头顶冒出，米迦勒和秦川两人开始了对砍。高端的玩家和 BOSS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攻击方式。秦川每隔40秒左右补上一个剧毒屏障，防止米迦勒回血。米迦勒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米迦勒慌了，真的慌了。他紧忙后撤，想要拉开和秦川的距离，但一阶的移速是有阈值的，两人的速度相差不大。如果说有差距，也只是装备上的差距，但这点差距不足以让两人拉开太大的距离。甚至秦川眼看着米迦勒要跑，干脆从背包里拿出一把传说级的弓。作为领主，所有职业的武器都能用，不过用其他职业的武器，无论是攻速还是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打折。最适合领主的还是领主武器。不过此时秦川也顾不了这么多了，秦川一边搭弓射箭，一边补上剧毒屏障。剧毒屏障的范围很大，即便是米迦勒有着移速限制，也躲不开这么大的范围。眼看躲不掉秦川的攻击，米迦勒干脆停了下来，使用了技能神圣召唤，召唤出来2个天使。这2个天使都是半神级的，属性都很夸张。米迦勒试图用这2个天使拖住秦川的脚步，自己好脱离范围，把血量回上来。但秦川根本不理会这2个天使，继续搭弓射箭。你有完没完了？米迦勒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道。秦川却点不管这些，攻击从未停止。很快，不到2分钟的时间，米迦勒的血量清零，轰然倒地。米迦勒死亡的同时，他召唤出来的2个天使也随之消失。秦川看着自己仅剩一点血皮的血量，放了个治疗图腾在身边。恭喜玩家秦川完成一阶领地守卫战所有的挑战，奖励神级宝箱乘1，半神级宝箱乘2，超凡级宝箱乘10，传说级宝箱乘50，传奇级宝箱乘200，稀有级宝箱乘1000，精英级宝箱乘5000。奖励领主秦川所有子民，自由属性点乘100，蓝星玩家潜力上限加200，公测名额加2亿。一个公告响彻整个银河系，让银河系的所有文明目瞪口呆。第30章恐怖的收获。恭喜玩家完成一阶领地守卫战所有挑战，奖励领地范围增加10000倍，可招收玩家增加10000倍。奖励领主之心神级。这个奖励只有秦川能看到。10000倍的领地扩张，让秦川的领地变得无比巨大，领地范围堪比蓝星的一个行省。10000倍的玩家名额，让秦川的领地可以招收1亿玩家。1亿名额可以将现阶段所有蓝星玩家都招进来，哪怕公测名额开放了，等下一批玩家进入游戏，也可以招收大半。不过秦川并不准备这么做，胡乱收人只会让领地混乱不堪，一切都要有条不紊的推进。收人这件事是急不来的，交给周敏去办，秦川是完全放心的。随后，秦川将明月等人叫了出来，让明月去捡装备。饶是明月捡了无数装备，看到米迦勒的掉落列表，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光明神法杖一阶主神器，爆率 0.00000000000001。光明神之剑一阶主神器，爆率 0.000000000001。最上面是一堆主神器，爆率都低到令人发指。往下拉则是一堆神器和神级装备，再往下就是一堆一阶神器图纸。对于这些图纸，秦川是看不上的。想要把欧辰培养到可以打造神器的程度，还要一段时间，最起码不是现在。等欧辰能够打造神器了，秦川等人早就2阶甚至3阶了。打造神器的材料自然无比珍贵，用这些材料去打造一阶神器，纯属浪费。到了那个时候，还有2阶领地守卫战，还会有更好的神器图纸。所以现阶段捡神器图纸远不如直接捡现成的神器划算。最下面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除了神级自由属性书和神级技能石之外，还有一样东西，神级天赋石。这个东西让秦川眼睛一亮，等明月的第1天赋提升到神级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继续提升到主神级了。至于欧辰，现在忠诚度还没有满点，优先级要往后排。等欧辰忠诚度满点的时候，
再让李安澜强化一个神级天赋石，虽然会很贵，但想要赚钱，对秦川而言轻而易举。让李安澜随便强化一些装备或者技能书，再让领地内的商人玩家去和其他文明的玩家交易就可以了。这个游戏有个生活职业是商人，商人有个技能行商，可以使用新手村的特殊传送阵传送到其他文明的新手村。当然，价格很贵，绝大多数玩家现阶段承担不起，但对秦川而言一点都不贵。领主不能转职为战斗玩家，但可以学习生活职业，比如冷凝的生活职业就是商人。米迦勒的掉落列表里，主神器只有10件，全是和光明神有关的，自然要全都选了。神级 BOSS 的掉落可以选100件，剩下的秦川让明月选了89件神器和神级装备，最后1件选了神级天赋石。至于神级属性书和神级技能石，要那玩意干啥？低级别的属性书和天赋石要多少有多少，神级的不过是加的多了点，完全没必要。这80多件神级装备，秦川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可以凑成11套神级套装。秦川等人一人1套，每套套装6件，套装属性也异常恐怖，比如血量上限增加 100%， 全属性增加 100%， 冷却缩减 50% 之类的，剩下的都是武器了。每一件神器单论属性就够恐怖的了，比如其中1件烈天之剑，一阶神器，力量加30000，敏捷加20000，智力加20000，攻击力加30000，生命上限加10000，魔法上限加10000。恐怖的基础属性，就单单是这种基础属性，现阶段拿了这把神器基本无敌，可以乱杀。这就是神器，更不用提这把神器附带的技能阳光普照，释放后对范围内敌人造成每秒20000加智力乘200百分号秒的伤害，持续时间10秒，魔法消耗10000，伤害类型魔法，伤害范围全屏，冷却时间3天，全屏的伤害技能，而且伤害数值高的离谱，这也是神器被称之为战略性武器的根本原因。有了这把武器，哪怕是一个1级的新手玩家拿着，在新手村之战中也可以瞬秒对方几乎所有玩家，除非对方有超过10秒的保命技能。超过10秒的保命技能现阶段基本不太可能存在，这还仅仅是一把神器的威力。主神器的属性和技能威力是在神器的基础上再翻5-6倍，就是这么夸张。因为现阶段基本上没人能拿到神器，哪怕是那些第5甚至第6序列的文明也不可能。别看银石曼能坚持到42波完成跨阶挑战，但越往后跨阶挑战越难。要知道神级文明可是第8序列的文明，几乎位于整个宇宙的最顶端。秦川给自己弄了一套城主专用的神级套装，至于主神器则选择了那把光明神之剑，只有这一把是领主武器。剩下的主神级武器，明月拿了神级天赋时放弃了，剩下的9把刚好够众人分的。主神级武器的职业限制没有那么严格，比如法杖只限制了智力系职业使用，牧师和法师都可以，比如剑、战士类职业都可以。明月的第一天赋现在是超凡级，需要一个超凡级的天赋石就可以提升为半神级。之前的超凡级 BOSS 爆了很多超凡级天赋石，这玩意爆率极低，和主神器的爆率差不多了，不过只要有爆率就行。明月将第一天赋提升到了半神级，随后又拿出一个半神级天赋石，将第一天赋提升到了神级，随后又一口气提升到了主神级。杀戮主神的赐福，所有刺客系技能等级加10造成的伤害全都转换为真实伤害，无视护甲，无视魔抗，等级每提升5级可以额外复制一个其他玩家的主动技能。多出的2个词条让秦川眼睛一亮，真实伤害还有复制技能，无论哪个都很夸张。你复制一下我的技能试试。秦川说道。如果明月能复制自己的加强版技能再反馈给自己，那岂不是可以无限强化？系统显示未知错误，复制不了。明月无奈道。果然，听到这话，秦川并没有失望，这原本就在秦川的预料之内。那你复制安澜的模糊吧。秦川早就想给明月弄个类似于模糊的技能，作为刺客，如果有这个技能，直接化身阴影刺客，让人看不到身影，想想就厉害。想要去刺杀其他玩家，谁能挡得住？反影手段都没什么用。明月当即选择李安澜为目标，然后复制了模糊，随后又选择了秦三，复制了一个脖葬。经过守城之战，明月和秦川、李安澜都升到了9级，秦一等人也升到了7级，所以明月完全可以复制2个技能，只不过复制过来的技能等级是1级，还需要加点。此时的明月才算得上是起飞，手握神器匕首，身穿神级套装，血量达到了100多万。
攻击更是高的离谱，现阶段绝对的杀神，无人能挡。随后，秦川又让明月去领地仓库，将刚才系统奖励的那些宝箱开出来。那些宝箱不像是之前奖励给个人的，如果是奖励给个人的，都是绑定的。现在这些是奖励给整个领地的非绑定宝箱，自然也就不用解除绑定了。于是明月陷入了一堆宝箱之中，开箱子开得头皮发麻。秦川眼看着自己奋斗整整快2天了，心想也是时候下线看一看了。毕竟游戏中的实力是可以带到现实中的。此时银河系所有的文明都疯了，特别是那些第3、第4序列的文明，都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弄清楚蓝星和秦川的资料。有些文明想要抱大腿，另外一些则居心叵测。但不管怎么样，秦川的名字彻底响彻整个银河系，成为了压在所有银河系玩家头上的一座大山，无法超越，让人绝望。第31章，李彻给众皇子画的大饼。秦川登出游戏后吐了口浊气，感受着身体内恐怖的力量，秦川笑了。宇宙网游反馈到现实的实力并不会让人有疏离感，此时的秦川对于自身的实力如臂使指，并不会因为控制不好力量而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另外一边，李彻得知自己的小女儿下线了，也跟着下线了。安兰，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李彻满脸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李安兰在李彻面前，李彻也看不清楚她的身形，仿佛若隐若现。其他玩家虽然实力都有所提升，但提升的都很有限，再加上第一批公测的名额都是李彻安排下去的，所以基本上没人因为增长的力量而乱来，偶尔有那么1、2个也很快被抓了起来。换个地方试试吧。李安兰很清楚，寝宫明显不是个实验自己实力的好地方。好，那就去演武场。李彻带着李安兰很快来到了皇家的演武场。演武场很大，有1万多平，在帝都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也就皇室能这么奢侈。李安兰找了一个相对空旷的位置，选了20乘20米的范围，释放了一个流星火雨。瞬间，天空之中无数陨石不断落下，陨石撞击地面造成的震荡让李彻都差点站立不稳。看到眼前夸张的一幕，李彻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和秦川的实力差距有多大？李彻看着自己的女儿，有些忐忑道。李安兰听到这话，看向自己的父皇。父皇，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劝你收起这种心思。李安兰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恨铁不成钢。倘若没有秦川哥哥，我们即将面对的新手村之战将会彻底失败，到时候面临其他文明的入侵，蓝星人族将会全军覆没。到了那个时候，别说皇位了，命都没了。李安兰的话让李彻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想了想，又有些不甘心。可我们新手村之战未必会面对那些厉害的文明。李安兰听到这话，冷笑一声。父皇，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什么时候你开始寄希望于随机到的敌人是弱小的了？把希望放在敌人身上和自取灭亡有什么区别？我们或许可以闯过这一关，但下一关呢？没有秦川哥哥，蓝星文明能走多远？如果秦川哥哥对皇位感兴趣，儿臣会毫不犹豫地让给他，但区一个蓝星皇位，秦川哥哥又怎么会看得上眼呢？我现在都看不上眼了。说到这里，李安兰看向李彻。父皇，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吗？李彻听到这话，一头雾水。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成神，长生久世，和成神相比，小小的蓝星皇位不值一提。听到李安兰这话，李彻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登基。此时的李彻才明白，之前自己的想法有些可笑。他现在想的就是将秦川等人彻底绑定在蓝星的战车上，自己的小女儿就是最好的纽带。此时一众皇子以及原本的太子都得到了李安兰下线的消息，他们对李彻让李安兰登基一事极为不满，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毕竟都是皇子，谁没有夺位的心思？在得知李安兰和李彻在演武场之后，众人结伴来到了演武场，心里想着联合起来给父皇施压，让父皇放弃原有的想法。只要李安兰还没有登基，一切都还来得及。于是以太子李隆为首的众皇子带着仆从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演武场。刚到演武场，他们就看到了那块被李安兰弄得坑坑洼洼的地，但他们并不知道是李安兰造成的，也没在意。父皇，为何仓促之间立小妹为皇储？这不符合礼制啊。三皇子李成行礼道。李安兰瞥了一眼自己的一众皇兄，自然清楚他们心中的想法。这些人的眼光短浅，永远只会看着自己眼前的1亩3分地，这让李安兰看不起李隆、李成等人。父皇，你们商议吧，有结果告知儿臣就可以了。李安兰说着转身离开了。此时的李安兰反馈到现实中的不只是自身的实力，还有那一套神级套装。
所以属性到了极其夸张的地步，速度极快，一瞬间就消失在众人眼前。李龙等人看到这一幕，纷纷愣住了。李彻瞥了一眼自己的这些儿子，满脸的恨铁不成钢。你们以为安澜想当皇帝？安澜也不想，是朕逼着他这么做的。李彻的第一句话就让众人无比震惊。无论是秦川还是安澜，现在的实力都不是你们能揣测的。换句话说，现在整个蓝星没有任何手段能对他们造成伤害，核弹都不行。李彻这句话彻底击垮了众皇子的心理防线，让他们一个个失神，愣在当场。这怎么可能呢？父皇，游戏才开服2天。李龙回过神来，不死心道：怎么不可能？你们没看到领地守卫战银河系的排行榜吗？秦川以绝对的优势排在第1，并完成了所有挑战。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根本没有一个具体概念，因为你们就是那井底之蛙，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1亩3分地。李彻满脸痛惜道：只要秦川想，现在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登上皇位。重点不在于他想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安澜必须登上皇位，而且这么做对你们都是有好处的。有秦川在，蓝星现在已经成为第2序列文明，星际殖民是大势所趋，未来还会成为第3序列文明，甚至第4序列文明。到了那个时候，整个猎户座悬臂还不是我们说了算，甚至整个银河系都有我们的一席之地。那个时候，你们的封地会是一个星球，比蓝星还大的星球。李彻给眼前的李龙等人画饼道。李彻画的饼太好吃了，李龙等人顿时被他描述出来的前景砸得有些头晕目眩。还是父皇英明神武，视而成短视了。李龙此时算是看明白眼前的局势了。李彻这话一出，其他皇子哪里还会有意见？本来皇位和他们的关系就不大，现在妹妹登基的话，未来获利的是他们，谁还会支持他这个废太子？于是只能顺势而为，说2句好话。好，你们能看透就好。李彻欣慰道：来人，去秦家把朕的封赏宣布一下。李彻自然是知道秦川也下线了，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宣布一下封赏。第32章，册封摄政王，吟诗慢转区。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视，李彻亲自来到了秦川家里。从帝都坐专机到秦川所在的地方不过1个小时左右。秦川看着李彻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其中还有帝都的专属记者，顿时明白了皇帝的心思。秦川倒是无所谓，陪着皇帝演完这场戏倒也没什么，毕竟现在皇室侍卫在游戏里都归自己统帅了，有了皇帝的支持，才能源源不断的往自己领地输送人才。更何况安澜也马上要登基了。秦川听旨，皇室秘书长的位置还悬而未决。李彻想的是等李安澜登基后让他亲自任命。宣旨的是李彻的贴身侍女。臣领旨。秦川行礼道：这个年代早就废除了跪拜制度了，所以行礼就足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封秦川为摄政王，统帅唐国政务，钦此。谢主隆恩。秦川说着，双手接过圣旨。此时站在秦川面前的李彻终于动了。秦川啊，朕老了，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所以朕准备退位让贤，让安澜登基，你要好好辅佐他。李彻拉住秦川的双手，一脸热切，仿佛一家人一般。后面的记者一直在拍着。陛下放心，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秦川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撅了李彻的面子。安澜年纪小，懂得少，你到时候看情况，他要是没那个能力，你就取而代之，你的能力朕是相信的。李彻继续说道。秦川听到这话，内心忍不住吐槽：我有个鬼的治国能力。不过面子上这话是不能说的。秦川知道到自己表演的时候了。秦川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很感动。陛下对臣的信任和器重让臣深受感动，但皇位永远是安澜的，臣绝不可能有二心。臣可以对天发誓，若为此事，天诛地灭。君臣2人一个比一个能演，把跟来的那些记者都看感动了。好好好。李彻等的就是秦川这句话，随后抬头看了看秦川的别墅。游戏之中你是领主，朕就让他们在现实中也给你建造一个领主府吧，传令下去，以秦爱卿的府邸为基本点，把周围的地段全都买下来，不管是溢价还是怎么样，建造一个领主府。对于李彻的这个命令，秦川并没有推辞。自己现在对皇位没兴趣，要是表现的对其他都没兴趣，皇室反而会不放心。自己倒不担心他们放不放心，反正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但安澜毕竟出身皇室，谢陛下恩典。秦川再次行礼道：这都是爱卿应得的，本来朕还想着留下来和爱卿一起吃个饭，但考虑到现在是游戏初期，时间紧迫，就不耽误爱卿的时间了。朕特意让御膳房的人做好了饭菜，从帝都带过来的。李彻说完，后面跟着一群人端着一道道
还在冒着热气的菜走了过来。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更何况这也不是鹅毛。李彻的一举一动无不彰显着自己对秦川的重视，将帝王心术运用到了极致。要是一般人早就感激涕零了。秦川也是这么表现的。演完这场大戏之后，李彻带着一众人马浩浩荡荡的离开了，秦川则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去叫明月下线吃饭，一会吃完再继续开箱子。秦川看着秦一等人说道：“其实此时的众人早已达到了辟谷的境界，哪怕不吃饭也不会有丝毫感觉，不然的话之前也不会在游戏里待了这么久。但吃饭毕竟是经年累月的习惯，也不是说改就改的，更何况这些可是御膳，口腹之欲还是要满足的。至于皇帝下毒，只要他脑子没坑，就不会这么做。众人这么高的魔抗和生命值，蓝星的所有毒药都对秦川等人造成不了伤害。很快明月就下线了。李彻带来的菜很多，但众人的饭量也都变得奇大无比，毕竟现在众人的体质非同一般。一阵狼吞虎咽，很快所有的饭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众人的感觉和吃饭前没什么区别，根本没有饱的感觉。秦川甚至觉得再来100份这样的菜，他们也能吃得一干二净。回头请个厨师团队。秦川想了想，自己等人以后虽然可能下线的次数会不多，但每次下线都可以吃美食，也是一种享受。刚才李彻来可不仅仅是封了摄政王，还赏赐了无数珠宝以及1张10亿唐币的银行卡，除此之外还赏赐了10几个侍女。这些侍女是负责秦川家中日常打理的。李彻回到帝都之后，让人加紧把刚才拍的视频剪辑出来，然后放在各大视频网站以及电视来循环播放。随后让人将新的1亿多公测名额发放下去，并且还特意询问了秦川的意见。对名额发放这件事，秦川才懒得费心思，自己重视的人只有秦毅、明月等人，至于其他人在秦川眼中区别不大。众人吃饱喝足，回到了游戏之中。此时的秦川等人根本就不需要睡觉，也没有任何困意。系统奖励的那个神级宝箱，秦川让明月选择了神级天赋石。和神器主神器相比，秦川更看重这东西。李安澜的第一天赋已经是主神级了，所以这枚天赋石秦川准备给秦一使用。秦一的第一天赋是精英级的回升，每秒回复最大生命值1/1000的血量，最低一点。先让秦一用了个精英级天赋时，将天赋提升到了稀有级，变成了每秒回复最大生命值的3/1000。随后又提升到了传奇级，变成了每秒回复最大生命值的1%血量。升到传说级后变成了2%，超凡级变成了3%，半神级变成了5%，神级变成了10%，还额外增加了一个词条，减伤20%。主神级则变成了夸张的每秒20%，减伤则变成了50%。减伤不是魔抗或者护甲，即便是神圣伤害也不能无视减伤，回血有可能被克制，但减伤不会，这条属性才是最夸张的。很快明月就把剩下的宝箱都开出来了。那5000个精英宝箱，秦川让明月直接选择了5000件蓝色稀有装备，然后放入领地之中，让领地内的玩家可以兑换。那1000个稀有宝箱也都开成了传奇武器，放在领地之内。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这次的领地守卫战大家都拼了命的打，能得到一点贡献是一点，反正一阶的领地守卫战死亡没有惩罚，所以领地内的玩家都得到了不少的领地贡献。看到领地贡献居然能兑换传奇武器，所有人的眼睛都绿了。要知道现在绝大多数玩家连白板装备都没有凑齐一套呢，绿色精英装备更是凤毛麟角，谁要是有1-2件绿色装备都会被人称之为大佬。现在居然可以兑换传奇武器了，如果能有一把传奇武器，他们都不敢想自己的刷怪速度会有多快。无数人蜂拥而至，但看到兑换所需的贡献度，大部分人又扼腕叹息。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天赋装备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发挥，让他们的贡献度不足以兑换传奇武器。这也是周敏根据大部分人的贡献度设置的门槛，毕竟传奇武器只有1000件，供不应求。周敏询问过秦川的意见，装备兑换的贡献值是灵活调整的，根据装备的数量和大家手里的贡献度。比如现在只有1000把传奇武器，那么兑换传奇武器需要的贡献度能让大概700-800人兑换得起，剩下100-200把武器给其他人留下希望，让他们努力赚贡献。同时秦川让周敏继续招人，暂时先招收的人数为50万，先把唐国入驻游戏的那些军队全部招进来，这些人令行禁止，很好用，而且先把他们培养起来也有利于现实中的治安。现在虽然还没乱，但未雨绸缪是必不可少的，人一旦有了力量，心就乱了。其他的再筛选一些精英玩家，
暂时够用了。等到新一批的1亿多玩家进入游戏，再扩大规模，招收一些天赋极好的。另外一边，银狮曼带着所有先秦新区的玩家转到了猎户座悬臂，派出商人和秦川取得联系。银狮曼下令道：第33章，秦四等人的第二天赋先秦使者求见。实际上，不只是银狮曼转区了，不少银河系的第3、第4序列文明都转区到猎户座悬臂了。但他们转区的出发点和银狮曼不同。先秦帝国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付出一些代价是可以转区的，但其他第3或者第4序列文明可没有先秦帝国的这种权限。他们之所以转区，是收到了他们背后更高序列文明的命令。秦川不过是一个第1序列文明出身的玩家，却完成了第1阶段领地守卫战的所有挑战。这一创举不只是惊动了整个银河系这么简单，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很多第5甚至第6序列文明都被惊动了。第1阶段击杀神级 BOSS， 别说第4序列文明的先秦帝国不敢想象，第5序列和第6序列的那些文明同样不敢想象。序列越提升，中间的差距越大。同样的，模板越是提升， BOSS 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别的不说，很多神级模板的 BOSS 都有特殊体质，还有神圣伤害技能，单单这2样就隔绝了无数文明。比如米迦勒的大天使之体，即便是强如秦川，如果没有剧毒屏障来克制回血，想要杀死米迦勒就只能靠怒意把伤害叠加上去了。但5级怒意每一次才叠加210点伤害，100次攻击才能叠加2万多伤害。想要靠怒意把米迦勒杀死，最起码要叠加10万次以上的伤害，1秒10刀也要2个多小时。也并不代表怒意不行，相反，反而说明了怒意的逆天。前期刷怪的绝对神技，后期别人刷不动的怪也能靠着怒意磨死。回血再快也没用，只要 BOSS 秒不了自己，总能叠加到杀死 BOSS 的地步。但神级 BOSS 对其他文明而言，难度不言而喻。秦川居然能杀死神级 BOSS， 这意味着什么？那些高等序列的文明比低等序列的文明更清楚。没接触过神级的，永远不知道神级能有多夸张。别说神级了，就算是半神级的，也远不是他们在第1阶段的领地守卫战能够挑战的。所以这些第5乃至第6序列文明对秦川起了杀心，想要把秦川扼杀在摇篮之中。侍女座超星系团的格局早已经固定了，那些第6序列的文明高高在上，统治着整个星系团。谁也不想秦川突然崛起，打破这种平衡，因为平衡的打破就意味着利益的割让。但因为宇宙游戏制定的规则，第5序列以上的文明不得参与第4以及第4序列文明以下文明的纷争，否则将会受到制裁。但这根本难不倒这些高等序列文明。实际上，每个星系之中都有很多他们的附属文明，这些附属文明有的是第3序列，有的是第4序列。至于第2序列的，根本就没资格被他们看上一眼，不能亲自参与，那就让这些附属文明去办这件事。能想办法弄死秦川最好，弄不死也能极大的限制秦川的发展。所以和银狮曼同时转区到猎户座悬臂的第3、第4序列的文明有很多，其中就包括精灵文明。秦川此时还不知道这些，他正在帮秦四等人觉醒第2天赋。首先觉醒第2天赋的是秦四，秦四觉醒的第2天赋是主神级的真实之眼，主神级获得真实之眼，视野扩大10倍，能看破一切低于主神级的伪装和隐身技能，能够看破敌人的弱点，造成当前等级乘5倍数的暴击伤害。无论是看破隐身和伪装，还是那个夸张的暴击倍数，对于身为射手的秦四都是绝对的提升。秦四也很喜欢这个天赋。随后觉醒的是秦五的第2天赋，血脉杀手，主神级，对目标使用之后100%偷取主神级以下目标的血脉或体质，50%偷取主神级的血脉或体质，并生成血脉或者体质结晶，主神级以上概率极低。看到这个天赋，秦川眼睛亮了。杀死米迦勒之后，秦川还特意查询了一下米迦勒的资料，毕竟作为一个有名有姓的神级 BOSS， 在整个游戏之中都是鼎鼎有名的。因此秦川知道了米迦勒还有一个东西，同时也是神级 BOSS 的厉害之处，大天使之体，半神级体质。虽然米迦勒是神级 BOSS， 但大多数神级 BOSS 并没有神级体质，神级体质是极为难得的。即便是半神级的大天使之体也很夸张了。有了武术的这个第2天赋，自己这边就不会缺好的体质和血脉了。秦六的第2天赋等级是神级的，无光之盾，神级，每隔1分钟自动生成当前等级乘1层数的护盾，每1层护盾可以抵挡1次攻击，无上限。秦六是盾战，这个天赋很契合。这个天赋说强，那强的没边了。等级提升上去之后，每分钟几十上百层护盾，每1层护盾都可以抵挡1次伤害，不论这一次的伤害是多高，哪怕是主神级乃至至高级 BOSS 的攻击都可以抵挡。但也有很多克制的手段，
比如多段伤害的技能，又比如群战的时候，这个盾就很容易被破掉，又或者高于神级的净化技能，也有可能把这个盾净化掉。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天赋也足够变态了，毕竟只是神级的。秦七的第二天赋则更恐怖，光环之主，主神级，所有光环类技能效果增强10倍，最高增强到当前上限的 90%。 简单的描述，恐怖的效果，配合秦七之前获得的光环类技能，简直无敌。比如5级获得的技能衰退光环，降低周围一定范围内敌方单位 20% 移速、20% 攻速、20% 法术强度，增强到上限，降低 90% 的移速、90% 的攻速、90% 的法术强度。那范围内的敌人，所有人走不动，射手射不出，法师技能没伤害，直接成了活靶子，任人宰割，简直恐怖。当然，这也会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秦七一战出现在战场上，势必成为众矢之的。不过秦七现在一身神级套装，谁能打得死？秦八的天赋特殊一些，不是战斗类天赋。任务终结者神级接到的任何任务，包括组队接到的任务，难度都会降低3个档次，任务奖励提升1个档次。这个天赋说不上好坏，前期作用不大，但到了后期估计会起大作用。忙完这些，秦川刚准备去练级，周敏发来了私信：大人，有个叫姚甲的商人，说是先秦帝国的使者，想要见您。第34章，银狮曼的魄力，想报警的银狮曼。姚甲很快就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秦川。先秦帝国使者姚甲拜见秦川大人。姚甲将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见到秦川急忙行礼道：姚大人多礼了，我们蓝星现在不过刚刚晋升第2序列，先秦帝国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不该如此多礼。秦川看着眼前的姚甲，对他的来历有些摸不着头脑，同时也搞不明白先秦帝国的玩家怎么会出现在猎户座悬臂，这不合常理。似乎看懂了秦川的疑惑，姚甲解释道：帝国公主银狮曼率领我先秦帝国新区100亿玩家全部转入了猎户座悬臂，这么做有2个目的，一来是投奔秦川大人，二来是想要和秦川大人一起阻击即将面临的强敌。听到姚甲的话，秦川更加不解了。你这么一说，我更糊涂了。姚甲能成为先秦的使者，自然不是一般人。首先把先秦帝国准备投资秦川的想法说了出来，以后秦川大人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们提，能满足的我们绝不推辞。另外，公主殿下会先率领一部分先秦玩家加入大人的领地，具体多少名额，大人来定就可以了。秦川从姚甲的口中听到了先秦文明的诚意。那你说的即将面临的强敌是谁？在下得到消息，不只是我们先秦文明，银河系之中很多第3、第4序列文明都转去到这边了。按理说他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但现在既然这么做了，背后肯定有更高序列的文明在主使。秦川大人表现的让那些高序列文明忌惮，有人不想看着您崛起，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游戏中，他们都不想有人跟他们分蛋糕。很多人想要维持如今的局面，这些第3、第4序列的文明自然甘愿当他们的马前卒。听到姚甲这么说，秦川明白了，那你们先秦文明就能允许我崛起了？秦川有些欣赏道：我们先秦文明和其他很多老牌第4序列文明不同，先秦文明在陛下的带领下，也是一步步从第1序列文明崛起的，当初也是被无数文明狙击，但陛下雄才大略，坚持了下来，但也妥协了很多。如果没有意外，先秦文明走到目前的地步就是极限了，最多也就是成为第5序列文明之中垫底的存在。陛下原本觉得也就如此了，直到知道了您的存在。秦川听明白了，我现在有一子民的名额，可以先给你们1000万，但你们的人进来之后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和我们蓝星的玩家磨合问题之类的，你们自行解决。秦川准备先给先秦文明1000万个名额试水，如果可以，再大规模让先秦文明的玩家进来，毕竟是第4序列文明之中顶尖的，属性要高很多倍。好，在下这就回去向公主汇报，这是100亿金币，您先拿着花，不用省，后面还会有更多。姚甲说着交易给了秦川100亿金币。秦川人都惊了，知道先秦帝国财大气粗，但随随便便就给了自己100亿金币，这好吗？这不好。秦川看着背包里的100亿金币，总有种被富婆包养的感觉。姚甲离开了，很快秦川同意了银狮曼的好友申请，并将他拉入领地。银狮曼加入秦川的领地之后，第一时间使用了领地回城。回城分为2种，一种是领地回城技能，一种是新手村的回城石。新手村的回城石是在每一个玩家背包里出生自带的，没有使用次数限制，而且是免费的。看着眼前美得不可方物却又果断干练的女人，秦川明白这就是银狮曼。关键是银狮曼刚加入的时候忠诚度还是80多点，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很快就增长到了100满点。这一幕让秦川睁大了双眼，
这是本宫的诚意。有一种物品叫忠诚度增长石，这东西很贵，而且很少有人用，使用者自愿就可以，忠诚度100就会固化。以后我就听你的指挥了，领主大人。银诗曼解释道。这娘们好大的魄力！秦川忍不住吐槽道。不愧是先秦帝国，做事太有力度了。既然人家这么有魄力，秦川也得给出一些东西。秦川直接把银诗曼任命为副领主。以目前秦川领地的范围，可以设置2个副领主，但副领主有一个要求，必须走的是领主路线。在这之前，秦川已经把李彻任命为另一个副领主了。副领主的天赋，领地内的玩家也可以享受到加成，同类型的天赋不叠加。不过设置副领主的条件很苛刻，以秦川现如今的领地范围，也只有2个名额。原本银诗曼的领地更是1个都没有。李彻的领主天赋是精英级的，增加领地子民 10% 的打怪经验。现在有了钱，秦川准备给他把这个天赋提升上去。你的第一天赋是什么？秦川看着自己暴增的属性，有些疑惑道。银诗曼听到这话，将自己的天赋面板共享给了秦川。秦川看到之后大喜过望，有了这个天赋，自己领地的玩家简直如虎添翼。不过仅仅提升的是基础属性还不够，秦川想要把银诗曼这个天赋提升到至高级甚至更高。秦川估摸着至高级甚至更高品级的天赋或许能提升所有属性，包括基础属性之外的属性。将天赋石提升到主神级需要花费1亿金币，现在有了银诗曼给的100亿金币，完全可以弄出来一个至高级的天赋石，将银诗曼的天赋提升到超越至高级。秦川很期待至高级之后的品级是什么，想到就做。秦川将李安澜叫了过来，把100亿金币全都交易给了他。看到这么多的金币，李安澜倒吸了一口凉气。秦川简单的跟李安澜介绍了一下银诗曼，并说明了他的来意。李安澜听到这话，喜忧参半。喜的是蓝星有了高序列文明的守护，会安全很多；忧的是这可是先秦帝国的公主，无论出身还是其他方面都比自己强多了，这让李安澜有了危机感。不过李安澜分得轻轻重缓急，无论是出于个人情感还是出于整个蓝星人族的情感，李安澜都会无条件的支持秦川。他直接强化出了1颗主神级天赋石和1颗至高级天赋石，交易给了秦川。秦川又把这2样东西交易给了银诗曼。这是银诗曼看到这2样东西的第一反应。这踏马是啥？银诗曼很想尖叫。这踏马不是在开挂吧？银诗曼心虚的左右看了看。放心吧，这是安澜的第2天赋。秦川解释道。李安澜听到这话，把自己的第2天赋面板共享给了银诗曼。卧槽！这是银诗曼的第2反应。不朽级？这是什么品级的天赋？听都没听过呀。第2天赋？那又是什么？这一刻槽点太多，银诗曼有种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的感觉。他想报警。第35章，银诗曼人麻了，觉醒第2天赋。银诗曼第一次有了一种自己是土包子的感觉。这都是啥啊？难道秦川就是靠李安澜这个天赋才能这么厉害？一定是这样。银诗曼觉得自己看到了真相。不过不管是因为什么，此时银诗曼对秦川的忠诚度已经满点，不会有任何对秦川不利的想法。现在的银诗曼脑子里装不下其他想法了，只想着把自己的第1天赋品级提升上去。他先用了1个主神级的天赋石，将自己的天赋提升到了至高级。至高领主，至高级领主可提升手下 10% 子民20倍的基础属性， 20% 子民10倍的基础属性， 30% 子民5倍基础属性， 40% 子民3倍基础属性。至高级仍然是提升基础属性，只不过倍数变高了。随后银诗曼深吸了一口气，拿出那块至高级天赋石。这种东西别说在银河系之中，就算在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都闻所未闻。至于更大尺度的区域之内有没有，银诗曼不知道，他没接触过。但银诗曼很清楚，就算整个宇宙之中偶尔有一个这东西拿出来卖，那将整个先秦文明卖了也买不起。这就是差距，天赋的品级越高，其中的差距越大。主神级和至高级看着只差1个品级，但却差了太多了，说是天差地别也不为过。无论是基础还是倍数，此时的银诗曼无比庆幸自己选对了路子。仅仅这2个天赋石，整个先秦文明都赚翻了。银诗曼使用至高级天赋石之后，整个人闪过一阵耀眼的光芒。随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天赋面板，看到天赋的那一刻，银诗曼睁大了双眼。永恒领主，永恒级领主可提升手下 10% 子民20倍的基础属性加5倍全属性， 20% 子民10倍的基础属性加3倍全属性， 30% 子民5倍基础属性加2倍全属性， 40% 子民3倍基础属性。永恒级！银诗曼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终于知道至高级之上的品级了。以前银诗曼经常问自己的父皇，但嬴政对此讳莫如深。
现在银诗曼用于见到了至高级以上的风景。永恒级的天赋虽然看似增加的不多，但那可是全属性。全属性包括基础属性加技能增加的属性加装备增加的属性。全属性往往是基础属性的很多倍，比如现在的明月等人一身神级套装，全属性极其夸张。但如果只算基础属性的话，就很一般。当然，完成进阶挑战之后，模板晋升之后，基础属性的占比会逐渐提升。但无论如何，这种增幅都极其夸张。银诗曼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我这就让人全力收金币。之前的100亿金币已经是银诗曼让人在他们之前的大区全力收的了，现阶段能收到100亿金币，完全是得益于银河系的人口够多，不然根本就不可能。银诗曼很清楚自己占了大便宜，他从不是只占便宜的性格，他是来投资的。好，秦川并没有推辞，从银诗曼忠诚度满了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一条战船上的，自然没必要客气。对了，第二天赋是什么？银诗曼此时逐渐恢复理智，想起了之前秦川提到的第二天赋。秦川就知道他会这么问，于是将自己的天赋面板共享给了银诗曼。震步，无限震步，头皮发麻。这是银诗曼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是什么怪物天赋？超限又是个什么品级？不朽又是什么品级？怎么自己的天赋到了永恒级，还没见到这2个品级？这游戏有平衡可言吗？银诗曼好不容易平复的心情，此时彻底乱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兴奋，控制不住的兴奋，甚至有些亢奋。这种感觉如梦似幻，让银诗曼如坠梦中，很不真实。这笔投资岂止是赚翻了？此时的银诗曼才意识到秦川的大腿有多粗，哪怕只拔下来一根腿毛，都足够让先秦文明起飞了。看看李安澜的第二天赋，此时的银诗曼终于理解了秦川为何能这么逆天，能以这么低的基础属性击杀神级 BOSS。 这种逆天之举恐怕只有秦川能做到吧。在这之前，哪怕穷尽银诗曼的所有想象，也想不到秦川会逆天到这种地步。这简直是一个人形自走卦，可以给每个人开挂，还不止开一个，就离谱。别说没听过，想都没想过。先帮你觉醒第二天赋吧。此时游戏里的第二天刚刚过去，到了第3天，秦川又可以帮人觉醒第二天赋了。一听到这话，银诗曼心中充满了期待。他不知道自己的第二天赋会是什么品级的，像李安澜那样的不朽级，他是不敢想。秦川当即帮银诗曼觉醒了第二天赋。幸运领主大罗级，领地内的玩家触发隐藏任务概率增加10000倍，触发唯一隐藏任务的概率提升10万倍，任务不够创造任务，可指定玩家赋予。看到这个天赋，即便是秦川也眼前一亮。这个天赋的逆天之处不在于前面的概率提升，概率提升的再多，固定的范围内隐藏任务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是唯一隐藏任务，倍数提高的再多，没有任务也白瞎。但最后一句就逆天了，任务不够创造任务，无中生有啊。这是要知道，很多隐藏任务的奖励都很逆天，比如替死娃娃，只要背包里有替死娃娃，就可以免除死亡惩罚，可以在就近的复活点立刻复活。替死娃娃越到后期越是珍贵，因为后期死亡之后的复活时间越来越长。比如嬴政那个区，他们那些人的死亡复活时间长达1年，1年的时间能产生太多的变数了。有了替死娃娃就不一样了，替死娃娃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极贵，一个1亿金币起步，越到后期越贵。嬴政那个区的炒到了10亿金币一个，还有市无价。绝大部分的替死娃娃都被内部消化了，除非有些散人玩家或者低序列文明真的缺钱了才会拿出来卖。关键就是替死娃娃只能通过隐藏任务获取，而且这种隐藏任务毫无规律可言，就像是圆周率一般。无数文明想要算出替死娃娃的任务触发规律，最后都放弃了。触发替死娃娃隐藏任务的概率又极低，低到1000亿分之一，即便是把这个概率提升了10000倍，也只是1000万之一。不过只要人口基础够大，1000万之一也是很大的概率了。唯一隐藏任务的触发几率则更低，有人做过统计，唯一隐藏任务的触发概率只有10万亿分之一，提升10万倍也只有1分之一。1分之一放在宇宙的尺度上是很高的概率了。要知道，每个唯一隐藏任务的奖励都很逆天，比如张聪之前触发的唯一隐藏任务奖励的特殊建筑盲盒，这还只是在新手村触发的唯一隐藏任务，出了新手村，任务奖励只会更好。银诗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天赋的逆天之处，他们先秦的新区玩家就高达100亿，到时候隐藏任务和唯一隐藏任务还不是随便接？现在帮你生成技能吧。秦川并没有像银诗曼这么激动，毕竟见得多了，见怪不怪。
银诗曼再次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他真不想让自己看上去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但他做不到。越是见的世面多，银诗曼越是明白秦川的逆天之处。像明月、秦一等人之前觉醒第二天赋或者生成技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震惊，因为见得不多，没有对比。秦川直接帮银诗曼生成2个技能。第一个技能让秦川有些意外，死亡堆积1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永久性掠夺1点力量，永久增加1点魔抗，可掠夺单位数量上限基础力量的3倍，随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第一次出现了重复技能，看样子自己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会有很多人生成同一个技能。不过秦川心里大概也有些预测，那就是像死亡堆积这种级别的技能，只有自己亲自帮人生成才有可能出现。那些在雕像那里生成的技能，虽然品级可能不低，但不会达到死亡堆积和智慧之刃这种程度。银诗曼看到第一个技能，眼珠子快瞪出来了。每当他以为自己足够了解秦川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对秦川似乎一无所知。这尼玛又是什么？还有这么夸张的技能？这是技能，不是天赋啊！就这个技能，如果算作天赋的话，恐怕至少也得是主神级起步吧。就离谱！和这个技能一比，第二个技能虽然也很变态，但让银诗曼更容易接受了。龙族血统1级变成一条东方巨龙，持续时间30分钟，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持续时间内攻击力增加1倍，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护甲增加10倍，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魔抗增加 50%， 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攻击变成箭射伤害，冷却时间60分钟，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技能品级未知。看到这个技能，秦川的脸色有些古怪。这个技能，莫不是要自己化身为龙骑士？一旁的银诗曼显然也想到了什么，脸色一红。第36章被动技能时间锁定神魔墓地。经过领地守卫战，第一批招收的5000玩家忠诚度基本上都超过了80。秦川让周敏安排他们去领主府自行生成技能。第一批自然是忠诚度最高的皇家侍卫们，这些人的忠诚度此时都到了95左右，而且还在上升。这就是军人的优点，忠心，执行力高。不过即便如此，想要到100满值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95和100看似只差了5点，但却天差地别。如果忠诚度真的这么容易涨，人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毫无保留地放开自己的内心，银诗曼也不必花重金买忠诚度增长石。银诗曼都说这东西很贵，那就是真的贵。叶天此时才明白秦一等人为何这么厉害，原来领主大人早就给他们生成了技能书。看着其他人或惊叹或震惊或惋惜，叶天心中充满了期待，不知道自己能生成什么技能。此时的叶天和海棠刚刚升到5级，算是领地内玩家等级最顶尖的那一批了。到了5级可以生成2个技能。很快轮到叶天生成技能了，叶天紧张地搓了搓双手。很快叶天生成了第一个技能，剑舞1级，使用剑作为武器的时候，每一次攻击 100% 造成2倍暴击，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技能品级未知。仅仅这一个技能就让叶天无比兴奋，100%暴击的技能，这也太夸张了。游戏前期一般玩家能有 5% 左右的暴击率就很夸张了，更不用说这个技能的暴击倍数还是可成长的。叶天是个刺客，属性点加的全名，这他妈不刀刀烈火，叶天有点飘飘然了。随后叶天生成了第二个技能，时间锁定1级，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将目标锁定在时间之中，持续1秒，造成敏捷乘20额外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并再次发动攻击，伤害类型物理，技能品级未知。看到这个技能，叶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作为一个职业玩家之中最顶级的玩家，对游戏的敏感度极高，所以只一眼叶天就看出了这个技能的逆天之处。虽说1级的触发概率只有 10%， 但只要攻速够高，不要多，1秒10刀就很有可能无限锁定目标，让目标动都动不了。锁定就是控，更不用说额外伤害还有额外的1次连击普攻了。自己100%暴击，这俩技能配合简直无敌。如果把技能等级加上去，锁定触发的几率就更高了，简直无情。这一刻叶天突然生出一种有我无敌的错觉。醒醒，想想明月大人他们。海棠和叶天太熟了，他在想什么海棠再清楚不过，一句话让叶天瞬间清醒。是啊，自己和明月大人他们比还差得太远了，没法比。叶天的眼神瞬间清澈了。刚帮银诗曼觉醒技能的秦川自然也收到了时间锁定的返还技能，1级的触发概率提高到了 30%， 同时额外伤害提升到了敏捷乘 100%，
每次锁定的时间也提高到了2秒。秦川看到这个技能一愣，额外伤害秦川并不看重，秦川看重的是锁定这个特性。时间锁定似乎涉及到了时间法则，这种锁定优先级一定很高。如果之前秦川有这个技能在，米迦勒根本就动不了，只能站在那里任自己宰割。秦川看了一眼叶天的忠诚度，99，这让秦天有些意外，怪不得他能生成这么好的技能呢。现在你还担心新手村之战吗？秦川看着银诗曼笑道，不担心了，反而有些期待。银诗曼一想到那些第3、第4序列文明和秦川的子民对上的时候的表情，就无比期待。对了，父皇以前跟我说过一件事。银诗曼似乎想起了什么事，说道，新手村之战的时候，击败对方之后，可以攻入对方的村子，将对方村子的村长杀死。每一个村长都是传说模板，但基本上什么都不爆，他只有一个东西的爆率，而且爆率极低。银诗曼故作神秘道。秦川听到这话笑了笑，让明月回到了领地之中。随后明月将自己的第2天赋面板共享给了银诗曼。银诗曼再次失声，这他妈都是什么？怎么他们俩都是不朽级的？这一刻银诗曼不得不承认自己嫉妒了。原本还想卖关子的银诗曼，此时才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不怕爆率低，只要有爆率就行。秦川的话对银诗曼而言是绝杀。好吧，每个村长都有极低的爆率爆出来一个神魔墓地的入场券，神魔墓地在新手村之战之后会开启，里面埋葬着无数神和魔。进入神魔墓地最低都能获得传说级隐藏职业，如果得到神魔残魂的青睐，有可能获得神级职业。听到银诗曼的话，秦川顿时来了兴致。这么说，到时候得一人帮你们弄一张入场券了。听到秦川的话，银诗曼眼睛都亮了。对啊，到时候你带着我们一起进神魔墓地，你连神级 BOSS 都能斩杀，更不用提神魔残魂了，根本不用看他们脸色，只要进去就能获得神级职业。银诗曼越想越兴奋，先升级吧，回头让你的人忠诚度超过80的来生成技能。另外一边，叶天、海棠等人全都生成了技能。此时的叶天一身稀有装备，加上一把传奇武器，现在又生成这么2个厉害的技能，他都觉得自己强的有些可怕了。我们去刷历练之塔吧。周敏大人说历练之塔每天可以刷1次，会报自由属性点和技能时。叶天跃跃欲试道，可我听说那里面的怪都是精英怪起步，而且特别多，我们能行吗？海棠有些不确定道。怕什么？今天不刷机会就浪费了，最多死1次。新手村期间死亡惩罚很轻，不到1小时就复活了。叶天说道。听到这话，海棠点了点头。几人进入了历练之塔，第1层就是10级的精英怪，5只，和他们队伍的人数相同。这要是在之前，叶天连看都不敢看这种怪。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叶天有了一身稀有套装，他们队伍之中的盾战现在也有了一身稀有套装。有牧师在，扛住5只精英怪，绰绰有余。叶天他们开始尽情输出。10级精英怪的血量本身就不是特别多，每一只4、5千的血量。叶天手中有传奇武器，再加上剑舞和时间锁定，基本上5、6刀一个怪。卧槽，真的爆属性书！另一个队友看到爆的东西，兴奋了。第37章，敲诈新手村村长。秦川将李彻的天赋也提升到了神级。当李彻得知秦川面前的女人居然是先秦帝国的公主之时，再也没了其他想法，有的只是庆幸，庆幸自己够果断，否则凭自己又怎么可能成为副领主？李彻很清楚自己完全是沾了女儿的光，如果李安澜选了领主路线，这个副领主怎么也轮不到自己。李彻这个人最有自知之明，也最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现实之中，先秦帝国的大军已经驻守在蓝星之外了，李彻可不认为这是监视。先秦文明作为第4序列之中的顶尖存在，银河系的实际统治者，是李彻可望不可及的存在。要是在以前，李彻想都不敢想自己会和先秦文明的人有交集。先秦文明想要蓝星文明的话，只要说一句，李彻会毫不犹豫地将皇位让出去，差距太大了。所以李彻很清楚，先秦文明就是来保护蓝星的。毕竟秦川闹出的动静太大了，肯定会有很多高等序列文明看不惯。这种情况下，秦川或许会安然无恙，但蓝星其他人，包括自己，未必能活下去。所以李彻对先秦文明是感激涕零。李彻的天赋提升到神级之后，经验增幅变成了100%。弄完这一切之后，秦川来到了新手村村长那里。新手村的村长是一个已经破灭的第3序列文明的领袖之一，残魂被系统收录进游戏，成为了 NPC。秦川一出现在他面前，他整个人都无比震惊。玩家可能看不到秦川一身的装备是什么品级的，
但作为 NPC 是有这个权限的。这一身神级套装，加上秦川手上的主神级大剑，差点闪瞎村长的双眼。村长，听我一个朋友说，杀了你就会报诸神墓地的入场券。秦川看着村长，眼中意味莫名，这让村长如芒在背，生怕自己说慢一句，这家伙就把自己宰了。这位领主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村长急忙给秦川倒了杯茶，试图稳住秦川。此时的村长再也没了昔日传说级高手的风度，完全化身为一个舔狗了。因为他很清楚，不管秦川实力如何，就这一身装备，自己一个10级的传说模板不可能是对手。秦川手里的那把主神级武器都可以秒了他。这一幕要是被其他新手村的玩家看到，眼珠子都能瞪出来。他们每次尝试去新手村村长这里接任务的时候，村长都爱答不理，惹急了甚至会打人。这人和人之间的待遇差距也太大了。领主大人，你杀了我，爆出来神魔墓地入场券的概率微乎其微，几乎不存在。村长说这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秦川的脸色，见秦川不置可否，这才松了口气。实际上，我们每个新手村的村长都有一个隐藏任务，那就是寻找合适的天骄，将手中的神魔墓地入场券交给他。当然，也不是谁都可以，要经过一系列任务的考验才行。秦川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村长的意思，想让自己接任务。入场券我想要，任务我又不想做，你说怎么办吧？秦川瞥了一眼村长，说道。村长没想到秦川会如此强势，自己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但村长又不敢发火。领主大人，把我杀了，对整个新手村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任务会因此消失，而且传送阵还需要我来启动。村长生怕秦川杀了自己，急忙表明自己的价值。秦川听到这话，点了点头。这一点秦川自然清楚，原本自己也没打算真的杀了村长，只是来验证一下诸神墓地入场券的真实性，倒不是怀疑赢诗曼的话，而是每个新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所调整，不会完全一样。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但我也知道任务的内容你是有权限改变的，只要是同级别的就可以了。秦川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把超凡品级的武器，用这个和你换，你一个传说级的 NPC 最高也就报这个品质的物品了。村长看到秦川手中的超凡级武器，眼睛都直了。他们作为 NPC 也不是高枕无忧的，更何况哪怕是收藏，村长也拒绝不了一把超凡级的武器。要知道，他生前的武器也只是传说级的，那时候他的愿望就是搞到一把超凡级的武器。村长的脸色变换了好几次之后，换上了谄媚的笑容。您看人真准。秦川接过了神魔墓地入场券，看了一眼。神魔墓地入场券特殊，神魔墓地开启之后，可以凭借此入场券传送进入，一次性消耗品，引导时间30秒。随后，秦川又拿出一套超凡级的套装，放在老村长面前。老村长看得眼睛直放光，但却明白眼前的这个玩家绝非善类，拿出这套装备肯定是想得到什么。老村长有些纠结。秦川瞥了一眼村长便秘一样的表情，放心，不是要你什么东西，换个信息，新手村范围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练级点，最好是都是精英怪的那种。现在的秦川有了银诗曼的注资，财大气粗，一套一阶超凡级装备而已，看不入眼，拿出来换取一些有用的信息，这样的话可以让领地的子民快速升级。每一个新区的新手村都有着隐藏的练级点，俗称秘境。秘境和副本不同，秘境相当于野外练级点，所有玩家都可以一起进入，但具体秘境进入的方式每个新区都不尽相同。如果说谁知道，那毫无疑问村长肯定清楚。听到这话，村长的脸色瞬间不再纠结，直接将眼前的套装收了起来，随后拿出一张特殊地图。大人，这里面有新手村所有秘境的进入点，还有进入方式。秦川接过地图一看，上面标注的秘境还真多，什么血魔洞府、云灵蛇窟之类的。每个新手村都一样吗？秦川继续问道。每个新手村会有些许偏差，但都差距不大，让您的手下就按照地图的位置在附近找一找，是可以找到的。秦川听到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收好地图，起身离开了。秦川叫上了明月和李安澜，向着地图标记的云灵蛇窟的位置进发。云灵蛇窟所在的位置并不远，仅仅在石头人部落往北1公里的地方，以3人现在的速度，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地图上的位置附近，秦川开始仔细查看起了附近的每一棵树。你们也找找，哪棵树上刻着符文，就告诉我。秦川一边找一边说道。很快，明月找到了那棵树。秦川来到这棵树面前，仔细看了看，符文晦暗，并不明显，哪怕是刻意寻找，也很容易错过。就是这里。秦川说着，拿出手中的剑，砍向符文之处。原本没有血条的树，
突然出现了血条。秦川又砍了几下，血条清空。这个符文的血条是固定的，和玩家的攻击力多少无关。游戏设定的规则必须得攻击够固定的次数。随后这棵树消失不见，一个旋转的时空通道出现在几人面前。秦川当即带着明月两人进入秘境。第38章秦川10级即将开启的新手村之战。云灵蛇窟说是一座洞窟，但里面的地形极为复杂。秦川等人刚进去的时候，一群双头蛇迎面来，全都是10级的精英怪，入目之处全都是，数量极多。这些双头蛇基本都是法系怪，2个头，一个火系法术，一个冰系法术。不过对秦川而言，形同虚设，一刀下去，周围几百条双头蛇瞬间被秒，经验涨了1节，这让秦川很满意。这里的经验值是石头人部落的5倍左右，再加上李彻的天赋加持，此时几人虽然8级了，但升级速度并不比之前慢，甚至还快了一些。秦川将手中的特殊地图交给身后跟着的宫女，让他们把这个地图交给周敏，让周敏安排下去，让领地内之前的5000个玩家去各个新手村寻找不同的秘境，尽快把等级提升上来，因为秦川要开启新手村之战了。秦川击杀了眼前的上千条双头蛇之后，带着明月等人继续前进，继续往里走，豁然开朗，完全不像是一个洞窟了，更像是一个小洞天。里面居然有一座山，山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蛇，竹叶青、巨蟒、三头蛇等等，极为密集。而且秦川估算了一下这里怪的刷新速度，大概20分钟左右刷新一波。以蛇窟这么大的范围，等自己刷完了所有的怪，入口的怪也基本刷新了。这就是秘境的好处，副本的怪刷完就没了。秘境说白了还是野图。这座山很高，秦川带着明月和李安澜以及跟着运送装备的宫女一路杀了过去。这些运送装备的宫女身上穿的全都是加移速的装备，勉强能跟上秦川等人的脚步。欧辰正在铁匠铺打造装备，如今的领地之内早已今非昔比，神级铁匠铺就有1座，超凡级的铁匠铺10几座，传说级的铁匠铺就更多了，神级铁匠铺能容纳1万生活玩家。欧辰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个，所有资源优先供应欧辰。经过了领地守卫战，秦川让明月开出来无数个品级的资源点，传奇级别的资源点数不胜数，传说级的也很多，甚至超凡级、半神级的资源点都有。而欧辰则被秦川用生活技能经验书硬生生把铁匠技能提升到了超凡级。现在的欧辰可以打造半神器了，但打造半神器需要的时间很长，打造1-2套半神器对整个局面于事无补。于是欧辰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打造传说级装备。以现在欧辰的铁匠品级，打造1件传说级装备只需要10分钟左右。此时领地内的生活玩家、铁匠和裁缝等等加起来有5万人左右。秦川让周敏优先培养一批天赋好的，大概1000人左右。至于其他的也会给一些资源，但想要更多的就要打造装备赚取贡献点来兑换，毕竟资源有限，秦川不可能把所有钱都用来供应生活玩家。如今这1000个顶尖的生活玩家基本都可以打造传奇装备了，传奇装备的打造速度不断的加快。装备是有了，但领地内的玩家可就忧愁了，他们在纠结该练级还是做任务拿贡献。聪明的玩家基本会选择做任务拿贡献，他们看得很清楚，等级暂时升到5级，能在领主府学2个技能就够用了。5级往后越来越难，升级提供的属性点完全没办法和传奇装备比，只要拿到足够多的传奇装备，在即将到来的新手村之战中才能拿到更多的领地贡献，这才是良性循环。不过也有玩家认为，只有尽快升到10级，完成越阶挑战，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总之各有各的选择。秦川带着明月等人将云灵蛇窟刷了2遍，终于升到了9级。升到9级之后，秦川发现9级升10级需要的经验突然暴增。不过秦川也理解，毕竟是新手村的最后一个等级了，第一个升到10级的有成就奖励，还会开启新手村之战，这些秦川都要拿到。另外一边，林辉的新手村之中突然出现一对和辛德人长相迥异的人族，这群人说是人族，背后却又有着2个鸟翅膀。林辉见过几位大人，辛德、林辉见到几人急忙行礼，行，是个机灵人，知道留一些手环。为首的年轻人看着林辉笑道，他们是来自第5序列文明玄鸟文明。得知秦川的消息之后，玄鸟文明的高层就让这些人来到了银河系的辛德文明。当年辛德文明晋升第2序列的时候，玄鸟文明的一个高层正好路过，顺手帮了一手，也算是埋下了一个案子。如今正好用上。很多文明的游戏手环并不会全部都发放，都会留下一些应付突发状况。就比如现在的情况，
玄鸟文明一共出动了100万人，加入了新德文明的新区，这也是游戏主脑能接受的最大数字。再多，整个新德文明打的怪难度就会大幅度提升。100万刚刚好。不过即便如此，这些玄鸟文明的玩家刷的怪的属性也会动态提升。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作弊快速升级根本不可能。让你的人和猎户座上的其他第3、第4序列文明取得联系，以我们的名义就说到时候一起对付秦川。为首的这人叫玄天，倒也没有眼高于顶，他很清楚自己是出来办事的，不是来耍威风的。把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让你们的人尽快找到那些隐藏的秘境，快速提升等级。玄天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道。林辉听到这话，一脸苦笑。大人，那些隐藏的秘境极难寻找，小人也没有把握。玄天听到这话，瞥了一眼林辉。你怕什么？尽量找，能找到一个算一个。正当几人商议的时候，连续2个系统公告突然响起。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第一个升到10级，奖励超凡宝箱乘1，金币乘1万，自由属性点乘10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100，蓝星人族公测玩家加2000万。有玩家到达10级，新手村之战将于48小时之后开启，希望各文明的玩家在此期间尽量提升实力。作为开启新手村之战的玩家，奖励玩家秦川宣战卡乘10，超凡宝箱乘1，金币乘2万，自由属性点乘200。连续2个系统公告震惊了所有人，包括玄天。这才开区刚刚3天，不到4天的时间，秦川居然升到了10级。要知道，在这之前，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最快的升级速度，好像也要5天多才到10级。玄天眯了眯双眼，传令下去，所有人把升级速度拉满。第39章，欧辰忠诚度满点至高级铁匠天赋。玄鸟文明作为第5序列文明，所有子民都是传说母版起步，仅1级的基础属性就高达上千，每升1级有2-3千自由属性点，这就是差距。低序列文明和高序列文明之间的差距如同鸿沟一般，不可逾越，所以他们也不允许有人越过这道鸿沟，挑衅他们的权威。无论是游戏之中还是现实中，资源是有限的，多一个文明出来分资源，他们就会少一部分，所以大家都不允许更多的第5序列的文明出现。当初先秦文明也没少被他们打压。玄天等人刷怪，虽然怪的属性有所增加，但和他们夸张的属性相比不值一提。这就是高序列文明的优势，怪的属性哪怕有所增加，也不是按比例增加的，所以他们刷起怪来速度远超低序列文明的玩家。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游戏系统已经做到相对公平了。随机到的天赋就是低序列文明崛起的契机，虽然这种几率极小，但终归是有希望的。只要第1序列文明有玩家觉醒神级甚至主神级的天赋，提升到第2序列是板上钉钉的事。这种不会影响到高序列文明的天赋，他们不知不会阻止，甚至还会顺手帮一下，就像之前的玄鸟文明高层帮助新德文明晋升序列。但如果天赋太高，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嬴政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嬴政的至高级天赋不算太夸张，这种天赋一般而言，把一个第1序列的文明拖到第4序列已经是极限了。但问题在于，先秦文明有商鞅在实行的新律法，令行禁止，极其团结，再加上嬴政本身雄才大略，硬生生把先秦文明再拔高了一个层次。当年差点晋升第5序列文明，这让无数文明坐不住了，纷纷出面打压。最终嬴政做出了妥协，先秦文明也成了银河系之主。玄天有些期待看到秦川看到100万玄鸟玩家的表情。秦川，你一个人再强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杀光？玄天冷笑道。另外一边，精灵王伊利丹见到了林辉派出的使者，得知有第5序列文明的玩家加入之后，伊利丹顿时来劲了，告诉玄天大人，我们精灵文明一定全力以赴。随后伊利丹向所有子民下了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宣战卡。宣战卡的作用是在新手村之战中可以直接对某一个领主宣战，不过宣战卡极为难得，除了系统成就会奖励之外，只能通过新手村的隐藏任务获取。除了伊利丹之外，那些转去到猎户座悬臂的第3、第4序列的文明也纷纷下令，想尽办法去弄宣战卡。倒是秦川这边，自从银狮曼觉醒了第2天赋之后，有不少玩家都接到了隐藏任务，其中有人得到了替死娃娃，有人得到了宣战卡。替死娃娃的价值很高，秦川直接让周敏用一套传说套装换一个。这个消息一出，秦川领地内的所有玩家都疯了，全都在新手村乱逛，恨不得把新手村的蚯蚓都翻出来问问有没有任务。村长更是不胜其扰，但又不敢对秦川的子民如何，怕秦川找他算账，于是就只能忍着。后来实在是忍不了了，
只能把手上已经有的隐藏任务，看谁合适，全部发布出去了。随后大门一关，闭门谢客。秦川等人升到10级之后，等级就卡住了，因为新手村之战结束之前，他们不能前往主城，只有主城才能完成进阶之战，进阶之后才能继续升级。不过秦川此时一点都不着急，只要自己是第一个升到10级的，拿到成就，并把其他文明的玩家甩开，这就够了。只有48小时了，2天的时间，又有多少人能升到10级呢？秦川此时研究起了领地内玩家生成的技能，其中一个技能引起了秦川的注意：原始咆哮。战士类的技能，不加强版1级的效果是对目标发出咆哮，造成伤害并眩晕目标3秒。这么看还挺正常的，但这个技能变态的地方在于，这个眩晕是无视魔免的，这就很变态了。秦川看了一眼，领悟这个技能的玩家还不少，有几十个，这还只是几千个玩家，其中战士连1000个都不到。这么算的话，等可以生成技能的玩家数量上去之后，完全可以组建一个堂口，里面的玩家全都得会这个技能，到时候这群人打 BOSS 直接轮流晕倒死，想想都带感。除此之外，秦川还看了一下生活技能类玩家的进度，目前传说套装除了欧辰之外，还有10几个玩家可以制作，不过他们制作的速度加起来都不如欧辰快。现在不缺钱了，秦川直接给了欧辰一个神级天赋石，让他把天赋提升到了主神级，打造的装备品级直接加2。欧辰打造传说级装备的速度更快了，因为他只要打造稀有级装备，最终的成品就是传说级的，不只是速度快了，还节省了无数资源。欧辰见到秦川的时候也很激动，从始至终，欧辰都感受到了领主大人对自己的重视。当秦川亲自把神级天赋石交给他的时候，他更是激动的无以复加。这么珍贵的东西，领主大人居然没有丝毫犹豫的就给了自己。欧辰的忠诚度当时就满点了。对于这一点，秦川倒是有些意外。再试试这个。秦川拿出一块主神级天赋石递给了欧辰。欧辰看到秦川交易给自己的东西之后，整个人像过电一样。这他妈是啥？平复了心情的欧辰急忙用天赋石将天赋再次提升到了至高级。不过这次锻造的品级没有再增加，想想也是，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太逆天了。品级越往后增加起来越夸张，就像神器和半神器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半神器和超凡武器之间的差距。虽然品级没有再增加，但却多了2条特性。每锻造一件装备会随机生成同样的装备2至5件，同时打造出来的装备额外再增加3个词条，很离谱。有了第一个特性，欧辰基本上3-4分钟就能随机打造出来好几件传说级装备，效率不可谓不惊人。随后秦川帮欧辰觉醒了第2天赋，永不磨损，至高级，打造的装备有无限耐久度，和任何装备对撞都不会损坏，也不会有任何磨损。一个专属于生活玩家的天赋，和欧辰很贴合。秦川很期待欧辰48小时能打造出来多少套传说级装备。好好干。秦川拍了拍欧辰的肩膀。不只是秦川这边，此时无数的文明都在秣兵立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手村之战。第40章正式开战。赌泉水的叶天等人在玄天的牵头下，反秦川联盟悄然成型。玄天很清楚自己不是小说里的反派，不能给秦川成长起来的机会，更不会一点点去送。狮子搏兔需尽全力，上面既然派自己来了，自己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任务。秦川这种异类不能以常理来衡量。反秦川联盟声势浩大，第4序列文明5个，第3序列文明20个，第2序列文明除了新德文明根本没资格参与。这么多文明，如果所有玩家全都算上的话，得有近1000亿。但宣战令有限，穷尽整个联盟之力，也只弄到了50枚左右的宣战令。不过足够了，50枚宣战令足够50个领主对秦川宣战了。玄天领地守卫战的时候，坚持到了49波，可以招收近500万子民。其他的那些第4序列文明的领主，如精灵王，每一个的领地都拥有300多万子民。这300多万可是集结了整个文明新区之中的高端战力。现在基本上人手一套精品套装。剩下的第3序列文明的领主，领地子民只有20多万，对玄天而言聊胜于无罢了。主力部队是自己的100万玄鸟族大军，其他的对他而言不过是冲锋陷阵的炮灰罢了。新手村之战有2种方式，一种是用宣战令对某一个领主所在的新手村宣战，另外一种就是随机匹配。蓝星后来开放的公测资格有1亿多，又多了1000多个新手村，这1000多个新手村都会随机匹配对手，秦川自然不会放任不管，每个新手村都派遣一队身穿传说套装的玩家驻守。经过这2天的发展，秦川领地内
拥有传说套装的蓝星玩家多达10万，而先秦文明做起任务来效率比蓝星玩家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得到的领地贡献也就更多。不过现如今整个领地的传说装备产能有限，欧辰锤子都轮冒烟了，也只能打造出来20万套左右的传说装备。秦川分给了先秦文明10万套，让银诗曼自行安排。除此之外，秦川还让李安澜强化了一套神级套装给银诗曼，毕竟是金主，钱都是他出的。这是给我的。银诗曼看着这一套神级套装，其中甚至还有一件主神级武器，这让他感觉自己似乎在做梦。这是自己能拥有的装备，先凑合着用吧，等欧辰腾出功夫来，给你打一套更好的。秦川也觉得只拿出一套神级的给银诗曼有点不太地道。欧辰现在也可以打造神级装备了，而且欧辰打造出来的词条更多，还自带无坚不摧的特性，显然要比爆出来的好多了。秦川这句话给银诗曼 CPU 干烧了。等等，我是这个意思吗？银诗曼想捋一捋自己的思绪，我的意思好像是这神级装备也是我配穿的。银诗曼终于捋清了自己的思绪，实在是因为秦川一句话给他脑子弄得不转圈了。不过银诗曼很识趣，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有更好的装备拿，为什么要澄清呢？除了传说套装之外，传奇套装更多了，有神级铁匠铺和裁缝铺的加成，那些铁匠和裁缝制作装备的效率大幅度提升。传奇套装就50万套，秦川分了一半给银诗曼，另外一半则装备了蓝星的军队玩家。叶天等人的队伍被派遣到了蓝星的一个新手村值守，这个新手村是2天前蓝星新加入的那批玩家，普遍等级还在5级左右，所以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手村之战充满了恐慌。此时距离新手村之战开始还有10分钟左右，但这个新手村的对手已经出来了，新德文明的第9527号新手村。李安澜早就知道蓝星的其他新手村全都会对上新德文明，对这一点丝毫不感到意外。此时的李安澜充满了期待，期待将新德文明全部杀出游戏。只要把新德文明杀出游戏，蓝星就有了出征新德文明的资格了。原本这件事李安澜准备亲自去做的，毕竟以李安澜现在的实力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现在不用了。只要蓝星获得这个资格，先秦文明的舰队可以瞬间出现在新德文明附近，替蓝星扫平一切障碍。这并不算违反规则，毕竟蓝星也可以在先秦文明那里购买战舰，只要获取了资格，怎么做都可以。这也是那些第5乃至第6序列文明要先在游戏之中击败秦川以及蓝星的根本原因。只有把秦川杀出游戏，他们才有理由直接发兵蓝星，瞬间覆灭蓝星，不给秦川任何机会。这就是高序列文明的做事方式，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绝不会婆婆妈妈。我们真有赢的希望吗？新德文明可是猎户座玄臂的统治者。叶天旁边一个玩家满脸绝望道。叶天听到这话满脸不爽，这是看不起自己啊！就自己这些人，每人一套传说装备，站在那里给新德文明的玩家砍，他们也破不了防。更何况领主大人为了稳妥起见，每个新手村除了一队传说套装的玩家，还配置了100个传奇套装的军队玩家。这些人可是令行禁止，哪怕是叶天等人也没信心拿下这100人。叶天清楚，说的再多也没办法让这些人安心，只有看到他们才会相信。新手村之战正式开启，一道系统公告响起，叶天所在的新手村之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这个传送门是互通的，这边的人可以过去，那边的人也可以过来。堵门！叶天大手一挥，下令道。他很清楚，堵门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让对方的10万玩家涌入，这边的无数玩家都会被波及。新手村之战中死亡的玩家不会复活，直到新手村之战结束。赢的一方，所有玩家复活，一切照常；输的一方失去游戏资格，很残酷。叶天身后的100个军队玩家对叶天的命令绝对执行。一行人直接来到了传送门前，看着传送门里走出来的无数新德文明的玩家，杀了上去。另外一边，玄天看向了伊利丹，让你的人先去打前战。秦川击杀过神级 BOSS， 肯定有一把神器，需要有人先去承受神器的伤害。面对神器，哪怕是玄天也害怕。如果没有任何准备，面对神器的全屏攻击，很可能会瞬间全军覆没。伊利丹听到这话，心中很不爽，但也无可奈何。不过他也不傻，不会把全部人马都压上去。如果自己的人马全都被击杀，直接就输了。到时候哪怕秦川被灭了，也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失去了游戏资格。于是伊利丹直接对秦川宣战，然后下令让100万人进入秦川所在的新手村之中。第41章，乱杀的众人，秦三的攻击方式。
秦川让先秦文明的蒙恬担任这次大战的总指挥。加入秦川领地的先秦玩家可以通过秦川领地通往新手村的传送阵传送过来。秦川的领地很大，所以到处都是传送阵，不只是传送到外面的，还有在领地内传送的。这些传送阵花了秦川不少钱。行军打仗不是秦川擅长的。蓝星虽然也有将领，但一来蓝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过大的战役了，秦川的爷爷当年的平叛也不过是小范围战争。其次，对于游戏之中的战斗指挥，蓝星的将领并没有经验。而先秦文明则不一样，每一个玩家在进入新区之前都会提前学会游戏里的东西。大人，这精灵族派出这么多人，恐怕是想要试探大人的虚实。秦川旁边，蒙恬一脸恭敬道。秦川自然明白蒙恬这话的意思，看着新手村外的100万精灵族玩家，一脸不在乎。既然他们想试探，那就给他们透透底，不然他们也不放心。秦川的话让蒙恬心里有数了。公主殿下，您去用神器的技能将这些精灵族全都击杀了。银诗曼听到这话也不墨迹，直接出现在一众精灵族面前。先秦文明莫要自误，你们这是在螳臂当车。精灵族的将领自然认识银诗曼，不过此时的他可不虚先秦文明，说起话来自然是底气十足。银诗曼听到这话满脸不屑，要是在以前你也敢和本宫说这种话，现在给人当了狗，腰杆子硬了。精灵族的将领听到这话彻底被激怒，废话少说，进攻！100万精灵族玩家直接向新手村冲锋。银诗曼不疾不徐将自己的主神器取下，拿出秦川交给自己的神器裂天之剑。阳光普照，银诗曼的声音很轻，仿佛天神的呢喃，又像是恶魔的低语。一瞬间，所有精灵族的眼睛全都看不到了，眼前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等他们再反应过来，已经出现了死亡提示。100万精灵族玩家瞬间全灭。看到这一幕，无论是秦川领地的玩家，亦或是先秦文明的玩家，都是满脸震撼。神器之威，恐怖如斯。100万精灵族玩家瞬间消弭，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就连玄天也觉得头皮发麻。听过说是一回事，自己面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在神器已经用了，这种全屏技能伤害越高，冷却时间越久。全军压上！玄天下令道。随着玄天的命令，数十道宣战令对秦川用出。秦川自然收到了系统提示，看着新手村外出现的一道道传送门，秦川满不在乎。这些人不足为虑，秦川需要考虑的是这一战要暴露多少实力。毕竟这一战结束之后，自己就要带着人前往神魔陵墓了，谁也不知道要在神魔陵墓待多久，自己总要留一些后手。那些神器就是不错的后手。在蒙恬的指挥下，秦一带着5000身穿传说套装的堵住了精灵一族的传送门。秦二等人每人都带5、6千，堵住一个传送门。秦一无论是天赋亦或是技能，还有装备，都是整个领地之中最顶级的。他往那里一站，那些攻击他的精灵族射手瞬间被反伤反死，而秦一连血皮都不掉，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怎么可能啊？伊利丹看到这一幕，手脚冰凉。他原本预料到了秦川很厉害，甚至做好了牺牲大部分玩家的准备，但他怎么都想不到，仅仅是秦川的一个手下就把他们给堵在了传送门这里。我就不信了，他真这么厉害？伊利丹此时一身的稀有套装，手里更是有一把传说武器，这是他的一个手下触发的一个唯一隐藏任务，让他接了给的奖励。再厉害，能有我手中的传说武器厉害？伊利丹看着秦一，满脸不屑道。随后他瞄准秦一，连续3、4箭射了过去。伊利丹的攻速很快，这让他信心更足了，心想这还不能把他秒杀了。随着第一根箭矢射中秦一，伊利丹眼前一黑，您被玩家秦一击杀。操！伊利丹此时很想飙脏话，但他已经阵亡，说不了任何话。跟在秦一后面的5000玩家虽然也被秦一的实力震撼了，但他们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再不上去抢人头，到头来领地贡献就没了。一念及此，这5000人像是看到美女的色狼，一个个饿虎扑食一般冲了上去。第二道传送门也是一个第4序列文明，叫兽人文明，为首的叫萨尔。蒙恬让秦二率领5000人上前迎战。秦二是个牧师，相对于秦一等人而言，自身战力一般，但他的第二天赋自然秩序原本是神级的，现在有了钱，直接被秦川提升到了至高级。往那里一站，什么都不需要做，直接移除5000乘5000米范围内所有敌对玩家的100%双抗。跟在秦二身后的玩家可以对敌方造成数倍伤害。关键秦二一身神级套装，对方连破防都做不到。眼看着秦川的子民居然一刀秒了自己手下的玩家，萨尔满脸不可置信。
自己可是第4序列文明，这些人凭什么啊？就算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先秦文明的玩家，但同为第4序列，你凭什么秒杀我的子民啊？萨尔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数百万子民已经被屠杀过半了。那些玩家如同割草一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一个个生怕抢不到军功。萨尔看到这一幕，眼睛顿时红了，直接冲了上去。类似的一幕在不断的上演。秦三直接往敌方大军之中一站，都懒得给自己套脖葬了，因为没人能破得了他的防。周围50乘50米范围内的敌军以每秒2%的血量往下掉，看着血量止不住的掉，那些人脸色损失变了。看着范围内唯一的敌人，他们哪里不明白是谁造成的，于是纷纷杀向秦三。秦三挥舞着手中的法杖，完全当成了剑来用，一下敲死一个玩家，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对方的首领看到秦三一个法师居然这么侮辱人，顿时上头了。而秦三身后的5000玩家直接冲了上来，开始乱杀。第42章玄天全面进攻。叶天是刺客，并没有什么好的群攻技能，但其他人不同。海棠是个战士，生成的2个技能，其中一个技能矛击式群攻技能，虽然范围不大，只有5乘5米，但敌人足够密集。海棠的每一次矛击都能击杀一片敌人，这让叶天羡慕的眼睛都绿了。海棠的武器不是剑，而是一把巨斧。一个美女挥舞着一把巨斧，反差感十足。这柄巨斧，海棠可是花了很多心思。前2天，海棠知道大战在即，自然想要一把有建设伤害属性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在大战之中得到足够多的战功。于是，海棠前2天每天一到饭点，就去新手村的厨师那里，花大价钱买了很多美食给欧晨带过去。那2天，欧晨锤子都轮冒烟了，但这个游戏是有饥饿度的，不吃饭的话就抡不动锤子。对于这些生活玩家，秦川自然是不会怠慢，好吃好喝的供着。其实新手村厨师那里的美食不见得比周敏提供给他们的好吃多少，但海棠用心了，欧晨肯定会成这个情。更何况海棠的要求对他而言都不算要求，不过是要一把带建设属性的武器罢了。后来叶天等人看到海棠的武器，眼睛都绿了。建设属性的武器不是没有，但在领地兑换武器的时候，属性是随机的，不能挑挑选选，否则好的都挑走了，其他人要不满了。至于海棠的，是欧晨特意跟负责兑换的人打了个招呼。欧晨作为领地内的首席铁匠，这点小要求自然是不过分，也没人细究。但这种事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叶天等人也明白，他们再去找欧晨，这事也是没戏的。更何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叶天手里的匕首都捅冒烟了，还不如海棠一斧子。此时叶天等人身后的新手村内，那些新人玩家眼看着叶天他们杀敌如杀狗，都是一刀秒，脑海之中产生了一种我上我也行，敌人好弱呀的错觉。这可是新手村之战，杀敌越多，最后结算的奖励就越多。一想到这里，很多人胆子不再小了，腰杆子也硬了。一群人拿起自己的武器冲杀了上去。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到正面战场，就被新德文明法师的群攻技能波及，瞬间被秒。那些跟在他们身后的玩家吓得急忙停住了，生怕一不小心冲过了头。此时他们才明白，不是敌人太弱，而是叶天他们太强了。新手村之中，无敌看着犹如战神一般屹立不倒的叶天等人双眼放光，他没有蠢到和那些人一起冲，稍微动点脑子就知道自己这些新人上去的话完全就是炮灰。此时的无敌意识到了叶天等人有多厉害，这就是摄政王手下的实力吗？听说这些人还只是摄政王手下的第2甚至第3梯队，第1梯队是秦一那些人，我一定要加入摄政王的领地。无敌在心里暗暗发誓道。尽管叶天等人战力很惊人，但也会有漏网之鱼越过战线向新手村跑过来。此时新手村的传送阵之中，数千玩家出现，这些玩家身穿稀有套装，正是前来支援叶天等人的。这些人在正面战场会很吃力，所以被蒙恬派过来支援侧面战场。每个新手村都有数千人支援，如此一来也可以做到速战速决。正面战场之中，秦武靠着潮汐之力和海象神拳一刀下去，附近近100米范围内的敌人瞬间被清空。秦武的潮汐之力升到10级之后，建设范围早已今非昔比，附加的伤害也极为恐怖。秦六靠着反击不断的收割着人头，秦七则简单的多衰退光环、野性光环，再加上那夸张的第2天赋光环之主的加成，只要往那里一站，敌人动不了，射不动。而自己这边的玩家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般，无论是生命值还是攻速和移速都得到了数倍的提升。卧槽，我好猛啊！
张聪正是在这一边对的。此时的张聪稍微一动就窜出去了，砍起人来1秒10刀。张聪看看自己，没啥问题啊，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猛？随后张聪看看敌人，一个个都跟陷入沼泽之中一样，走都走不动。再看向那岿然不动的秦七，顿时明白了一切。果然，领主大人手下的这8位大神，没有一个简单的。玄天看着被死死堵住的那些联盟军，一脸不屑。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此时的玄天一身传说装备，这身装备是他在领地守卫战之中坚持到了49波爆出来的。此时的玄天感觉自己强得可怕，他都不知道自己出马的话，对面谁会是自己的一合之敌。即便秦川再强，但他们玄天一族可是背生双翅，天生会飞，在空中压制，玄天不信还打不过秦川。儿郎们，给我冲！玄天带着玄鸟一族的100万玩家向秦川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秦川看着漫天飞舞的玄鸟，看向了银诗曼。这些人就是你说的主使之人，第5序列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秦帝国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未雨绸缪的事没少做，所以在银河系其他第4序列文明之中都有卧底，甚至有些都做到了高层。没错，他们是玄鸟文明，在第5序列之中也不算弱。银诗曼说这话的时候一脸轻松，如果是之前，银诗曼可能会觉得头皮发麻，毕竟贸然对上一个第5序列的文明，他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第3、第4序列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明月，你和我一起去吧。秦川说着向新手村外走了过去，明月紧跟在秦川身后。此时无论是玄鸟一族还是秦川这边留守在新手村内的玩家，目标都被秦川2人吸引了。秦川和明月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名字，玄天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秦川，你还真是不知所谓，如果你龟缩在新手村内，我或许还要费一些手段，现在居然自投罗网，莫非你以为你是我100万大军的对手？玄天居高临下的看着秦川，满脸不屑道。第43章，为你唱响魂之挽歌。新手村的范围挺大，最起码10万玩家在新手村内丝毫不显得拥挤，但即便如此，此时秦川所在的新手村外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100万玄鸟大军如同黑云压城一般。新手村之战开始的时候，所有新手村自动生成了城墙。此时李彻站在城墙上，满手都是汗，极为紧张。虽然他知道秦川很厉害，但具体多厉害他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知道蓝星上没有能反制秦川的手段。但此时秦川面临的敌人可不是蓝星玩家，而是第5序列文明玄鸟文明。正如李彻对秦川有多厉害没有具体的概念一般，对于第5序列文明有多厉害，李彻也没有具体概念。没办法，毕竟刚接触宇宙，见识还没跟上。但李彻清楚一点，哪怕是银河系的统治者先秦文明，也不过是第4序列文明。这么一想，李彻的压力就更大了。他忍不住看向身旁的李安澜。安澜，秦川能行吗？李安澜听到这话，皱了皱眉头。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父皇作为皇帝，最起码现在还是皇帝，要为整个蓝星考虑。李安澜更清楚，哪怕自己再怎么说，他心里没个概念，也没办法彻底放心。秦川哥哥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等着蓝星被灭吧。李安澜干脆不解释了，选择摆烂。他这么一说，李彻更紧张了，急忙看向秦川。此时的秦川带着明月来到了玄天面前。我只是想认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我，日后好清算。秦川很清楚，对方都不给自己留余地了，自己自然也不会让对方好受。回头告诉你们的人不会太久，我保留屠灭玄鸟文明的权利。只要新手村之战赢了，现实中蓝星是有资格对玄鸟文明直接宣战的。不过秦川也清楚，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作为第5序列文明，谁知道玄鸟文明有什么底蕴？其他文明先秦文明还可以代劳，玄鸟文明只能等日后自己彻底崛起了再去清算。现在动玄鸟文明风险太大，而且很容易引起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的集体针对。那些文明高高在上太久了，不会容忍别人挑衅他们的权威。秦川就算要做，也要等到有十足的把握再去做。比如等自己完成进阶挑战之后。玄天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秦川，你还真是认不清自己，再厉害的天才也只是天才，成长不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宇宙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天才，但没有根基的天才如同水中月镜中花，能成长起来的寥寥无几。你算什么东西？听到玄天这话，他身后的一众玄鸟也跟着哄笑。秦川毫不在意，而是看向身旁的明月。动手吧。明月听到这话，直接开启了剑刃风暴。开启剑刃风暴并非为了杀敌，而是为了磨免。他要为接下来的技能提供一个好的施法环境。
剑刃风暴开启之后，周围的玄鸟被秒了一片，玄天急忙后撤，生怕被波及。就这，秦川，这不会就是你的底牌吧？原本我还以为你靠的是自己，原来是靠的手下。现在我们就等着他的技能结束，你又能怎么办？玄天摊了摊手，极尽嘲讽。然而下一刻，他的脸色变了。只见明月站在原地不动，无尽的梵音和恶鬼的低吟从他身上出现。紧接着，明月身上出现佛光和黑烟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玄鸟一族对危险的感知极为敏感。此时的玄天心中升起了一种死亡危机。退！玄天来不及思考，急忙大吼道。但为时已晚，明月的施法前摇结束了。此时的明月眼神时而空洞，时而迷茫，时而圣洁，时而魅惑。无尽的佛光和灵魂从他体内涌出，瞬间铺满周围的整个天地。玄天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百万玄鸟大军瞬间被秒。玄天的装备里有保命技能，让他多活了3秒。正是这3秒，让他感到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漫天的佛光和鬼魂穿梭在战场中，不断地收割着玄鸟大军的人头。此时的玄天看向明月，即便明月身上沾染佛光，他却只觉得明月如同那来自地狱的神，杀戮之神。不！玄鸟发出了绝望的怒吼。他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玄鸟大军倒栽葱一般向地上坠落，随后他眼前一黑，出现了死亡提示。秦川看着眼前的一切，很是满意。这个技能是明月10级生成的，适合之前支配灵魂配套的技能。魂之挽歌，有几秒的施法前摇之后，瞬间释放所有收集的灵魂，对周围5000乘5000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收集灵魂数量乘 10% 敏捷的伤害。这只是1级的伤害，升到10级后就是收集灵魂数量乘 100% 敏捷的伤害。以明月那恐怖的敏捷，再加上方圆5公里的伤害范围，百万玄鸟大军如何抵挡？这个技能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冷却时间只有1小时。此时城墙上的李彻整个人呆住了。实际上不只是李彻，包括蒙恬、银诗曼还有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蒙恬甚至没办法思考了，原本顺畅的指挥此时戛然而止。阵步，无限阵步。蒙恬词穷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眼前的一幕。第5序列的百万大军被一个技能瞬秒了，这尼玛太夸张了吧，陛下都做不到吧。银诗曼深吸了一口气，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做足了准备，再也不会轻易被震惊到了，但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自己还是低估了秦川，低估了他的天赋，低估了不在体系内这几个字的威力。这尼玛真的平衡吗？什么？这是我的队友？那没事了。灭了玄鸟大军之后，秦川带着明月进入了传送门，出现在了玄天的新手村。百万大军一共10个新手村，10个传送门。不过秦川并不着急，一个一个来，只有杀死对方的村长，新手村之战才算结束。当然也可以等时间到了自动结束。秦川带着明月将这10个新手村的村长全部杀死，拿到了10张神魔墓地的入场券。做完这些，秦川继续带着明月扫荡那些对自己宣战的文明的新手村。第44章劫后余生的新手村村长神魔陵墓的情形。新手村大之战最终以蓝星这边全胜的战绩结束。现实之中，蓝星获得了对这些文明的开火权。不过无论是秦川还是蓝星，现在都没有这个功夫去做这些事。让先秦文明同时对这么多第4序列文明开火，也非明智之举。更何况这些人背后还都有靠山。不过先收收账是没问题的。比如新德文明，这一点上无论是秦川还是李安澜和银诗曼，意见都出奇的一致。李安澜自然不用多说，对新德文明那是新仇旧恨一起算。秦川则是想要杀鸡儆猴，毕竟玄鸟文明可是借助新德文明的皮降临的猎户座玄臂，自己肯定要先跟新德文明清算。银诗曼想的多一点，玄鸟文明借助新德文明降临猎户座玄臂这种事，在高序列文明之中属于潜规则，就是那种很多文明都会这么做，但这事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毕竟是触犯规则的。所以银诗曼很清楚，哪怕自己等人把新德文明灭了，玄鸟文明连个屁都不敢放，甚至还得叫声好。至于玄鸟文明暗中记恨，拜托，现在已经站在了对立面，如果不是秦川这边实力够强，蓝星文明都没了，还怕他们记恨？蓝星大获全胜，相对应的，猎户座玄臂的其他第1、第2序列的文明遭老罪了。这些第3、第4序列文明，除了少数高端战力对秦川宣战之外，其他的都是随机匹配的，大多数都匹配到了猎户座玄臂本土的第1序列文明。很多第1序列的文明被抹除游戏资格。秦川带着明月将对自己这边宣战的新手村的村长全都杀了。
一共报了200张左右的入场券。原本秦川是想着带领明月把那些对蓝星1000多个新手村宣战的新德文明的新手村的村长全都弄死，却发现根本行不通。传送门只有对战双方村子里降生的玩家才能进出，也就是说，秦川他们可以帮其他新手村守着，却不能穿越传送门攻打过去。对于这一点，秦川虽然意外，倒也觉得合理。毕竟，如果谁都能过去，那会引发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其他1000多个新手村基本都是熬到时间到，等到系统战损统计出来之后，直接判定输赢的。想要进神魔墓地，不能进阶，进阶了就进不去了。眼看着秦川这个煞星又来了，村长不敢怠慢，将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神魔墓地会在新手村之战结束后24小时开启，到时候您就可以进去了。村长以为秦川只有他给的那一张票，直到秦川掏出200张左右的票，摆在村长面前的桌子上。这一刻，村长的 CPU 差点炸了，小脑萎缩的感觉瞬间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头皮发麻。之前新手村外出现多少传送门，村长也看到了，当时他都绝望了，心想这下不死定了吗？谁知道秦川不止赢了，还赢得这么轻松，这让村长面对秦川的时候压力更大了。如果村长记得没错的话，之前出现在新手村外的传送门也是200个左右，这意味着眼前这个男人不止勒索了自己，还勒索了那些新手村的村长。也难怪村长这么想，毕竟门票的爆率实在是低得令人发指，如果不是勒索，村长很难相信这是秦川爆出来的。我记得系统有规定啊，神魔陵墓入场券不能交给本村以外的玩家，大人您是怎么让他们交给您的？村长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秦川的脸色，问道。哪用得着这么麻烦，把他们杀了不就爆出来了？秦川喝着村长的茶说道。不可能。听到这话，村长蹭的一下站起来了，随后看着秦川的目光，村长瞬间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急忙坐下赔罪。这玩意的爆率低的几乎没有，别说击杀200个村长了，就是击杀2亿也不见得能爆出来一张。村长说完这话，随即想到了什么，难道是因为天赋？此时的村长才想起自己活着的时候也是个玩家，是玩家都有天赋，千奇百怪的天赋，什么样的都有。没错，秦川点了点头，却也懒得多解释，和一个 NPC 解释不着。听到这话，村长一脸庆幸，得亏自己见机的早，否则的话自己现在恐怕也没了。一想到自己还得到了一身超凡装备，村长心中愈发不安。大人，这套超凡装备我觉得我把握不住，还是还给您吧。村长怂了，彻底怂了。没办法，眼前这个家伙太恐怖了，一天之内杀死了200个左右新手村的村长，简直是村长杀手。他已经死过一次了，如果再被杀，就彻底烟消云散了。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秦川看都没看这套装备，听到这话，村长松了口气。您问吧，我一定知无不言。秦川想了想，神魔陵墓有多大？我们这些人一起使用门票的话，会传送到一起，还是分散开来？这才是秦川来找村长的主要目的。村长听到这话，一脸苦笑。这个问题，如果是我活着的时候，还真不知道。毕竟那个时候我是没资格进入神魔陵墓的。但自从系统下发了这个任务给我，也把神魔陵墓的一些信息传输了过来。神魔陵墓一共9层，每一层都极大，最起码得有上千万平方公里，里面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系统给的信息很模糊。不过我听别人说，第9层可能有主神级的传承。一起使用入场券的话，也是会随机传送到第1层的某一个地方，并不会传送到一起。每一次神魔陵墓开启，都会有无数天骄涌入其中。不过以大人的实力，应该不用担心，在侍女座超星系团，应该没人是大人的对手。村长最后还不忘拍一下秦川的马屁。对于村长的说法，秦川并不意外。别看这张门票这么难搞，但只要基数够大，就会有足够多的幸运儿或者村长们认可的天骄出现在神魔陵墓之中。光银河系存在的文明就数不胜数，多达数百万。猎户座悬臂不过是其中一个极为荒凉的区域罢了。而整个侍女座超星系群，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有5万个左右，文明多达数十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第1和第2序列文明，哪怕是第4序列文明，侍女座超星系群都有上百万个。但到了第5序列文明这个等级，数量开始锐减，只有5000左右，而第6序列文明的数量则更少，只有100个不到。这次针对秦川的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毕竟银河系就这么大，不会有太多第5、第6序列文明将目光放在这里。但所有的第5、第6序列文明都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一旦发现有可能崛起成为新的第5或者第6序列的文明，就要想办法扼杀在摇篮之中，就像玄鸟文明以及精灵族背后的文明盯着银河系一样。
其他的那些文明也会盯着其他的星系。此时的玄鸟文明祖星玄天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属下办事不力，罪该万死。此时的玄天哪还有之前的不可一世，倒像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你确实该死，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玄鸟文明的一个高层看着玄天，满脸寒意。属下搞清楚了，那个晴天没什么实力，倒是他的一个手下很厉害，晴天应该就是靠他拿下的这么多成就。玄天急忙说出了自己的见闻，希望能将功折罪。哦，说说看。坐在高位上的那人顿时来了兴趣。第45章，秦川和银诗曼线下见面，即将覆灭的新德文明。玄空是玄鸟一族的高层之一，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监察银河系。实际上，每个第5序列文明都会同时监察着很多个下属星系，彼此交叉，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只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文明来做这件事，难免会有疏漏。彼此交叉监察，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就像秦川所在的银河系，这一次有5、6个文明同时出手，不同的是，其他几个文明选择让他们扶植的文明出手，而玄鸟文明选择降临的方式，能提前解决掉最好，解决不掉的话就要上报。一般像秦川这种天骄，肯定会得到新手村村长的认可，获得神魔陵墓的入场券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正常的流程，只要把秦川的事报上去，到时候自然会有进入神魔陵墓的各族天骄来处理。但此时玄天告诉玄空，秦川并没有什么实力，而是靠的属下，这就要另当别论了。一个领主玩家如果崛起，将迅速带领一个文明崛起，但如果是一个非领主玩家，对玄空而言就没那么危险了。非领主玩家可能前期凭借天赋实力突飞猛进，但越往后没有整个种族的支撑，就像是无根浮萍，成长有限。试想一下，同样的天赋，一个是第1序列文明的玩家，总玩家几千万上一顶天了；一个是第5甚至第6序列的玩家，他们同一文明的玩家多达上千亿甚至上万亿，而且这上千万亿的玩家基础属性都极为夸张。不说举全族之力供养一个玩家，哪怕是拿出一部分资源来供养这个玩家，两者的成长速度天差地别。领主玩家则不同，领主玩家的天赋基本上是对整个领地的玩家生效的，这种对他们而言才是大的威胁。一个非领主玩家进入神魔陵墓又如何？我会把这件事上报上去，让那些大人物去神魔陵墓解决。玄空说完这句话，看向跪在那里的玄天，你去领罚吧。玄天听到这话大喜过望，这完全是对自己的法外开恩，谢大人恩典。秦川这边则回到了现实之中，从游戏开区到现在，基本上一直都处于紧绷状态，现在又不能升级，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干脆趁着神魔陵墓开启之前下线放松一下。主要是银诗曼告诉秦川，先秦帝国的舰队已经把新德文明封锁死了，一个都别想逃出去，就等着秦川下命令了。先秦文明作为银河系的统治者，想要灭一个第2序列的文明太简单了。下线之前，银诗曼让秦川稍等片刻，他来地球接秦川。秦川下线之后，让厨房做了顿好吃的，叫上明月等人，又是一顿大快朵颐。饭还没吃完，秦川庭院之中落下了一个小型的飞行器，银诗曼信步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么快？虽然知道先秦帝国的科技肯定很厉害，但这个速度还是有点惊到了秦川。空间折叠技术普及之后，银河系以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瞬间而至。银诗曼解释道，此时银河系内驻扎着先秦帝国的无数战舰，为的就是保护蓝星。银诗曼乘坐的战舰停靠在月亮附近，为了不惊扰蓝星百姓，银诗曼特意乘坐一艘小型飞行器降落在这里。秦川和银诗曼颇有种网友奔现的感觉，要不要尝一尝蓝星的美食？秦川看着桌子上还没吃完的饭菜，又让厨师做了一桌。好啊，领主大人。对于秦川的一切，银诗曼都很好奇，蓝星的美食自然也在其中。很快，一道道美食再次被端了上来。前2天，秦川就让侍女去招了不少特级厨师，在家里备着，让他们每天都准备新鲜的食材，为的就是自己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吃上。银诗曼吃了2口，有些享受地眯起了双眼。你们蓝星的美食很特别。秦川听到这话有些意外，原本秦川以为作为先秦帝国的公主，什么美食没吃过，难道还能比你们那里的美食好吃？秦川疑惑道。不一样的，宇宙网游出现之后，大家都想着怎么在游戏之中提升实力，谁会去研究吃的？倒是有专门做饭的机器人，做出的饭菜味道好吃是好吃，却千篇一律，吃多了也就烦了。游戏里的美食也差不多，刚开始吃还行，吃多了也就那样。但你们蓝星的菜不一样，我从未吃过如此细腻的菜，口味出乎预料的丰富。
银诗曼说着说着，干脆放开了吃。你之前说的空间折叠技术是怎么实现的？秦川疑惑道。很简单啊，打个比方，一张纸上面2个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多少？银诗曼一边吃东西一边说道。把这张纸折叠，2个点重合在一起。银诗曼这么一说，秦川顿时明白了。没错，2维上面2个点可以在3维空间折叠，并不会对这个平面产生太大的影响。同样的，3维空间上的2个点也可以在4维空间折叠，就可以实现瞬间而至。当然，这个4维空间是空间上的4维，不是时间。银诗曼补充了一句，说白了，是一些大能领悟了空间法则，然后将其拆解出来，运用在科技上，就是空间折叠技术。秦川听到这里才彻底明白。吃饱了，新的文明你准备怎么处理？我的领主大人。银诗曼打了个饱嗝道。银诗曼吃饭的速度非常快，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毫不为过，一个不留。秦川说道。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是秦川一直以来的处事原则，不然的话还留下一些祸根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也是这个意思，正好可以恶心一下玄鸟文明，当年就是他们带头打压的父皇。提起玄鸟文明，银诗曼眼神之中闪过冷光。如果是以前，他就算有什么想法也不会表露出来，但今时不同往日，银诗曼很清楚，只要自己抱紧领主大人这根大粗腿，玄鸟文明的覆灭指日可待。吃饱喝足了，我们走吧。银诗曼看向秦川道。听到这话，秦川起身向飞行器走去，银诗曼则跟在秦川身后，以秦川为主。第46章新德文明的灭亡。很快，秦川2人出现在了停留在星空的战舰之上。拜见领主大人。秦川刚一上战舰，就看到了以蒙恬为首的众人对秦川行礼，这些都是加入秦川领地的先秦人，他们一听说可以见到你，都主动请缨。银诗曼解释道。秦川听到这话点了点头。开拔吧。秦川看向蒙恬道。诺。蒙恬说完，开始指挥战舰系统之中的人工智能。战舰瞬间启动。以你们的科技程度，人工智能不会觉醒智慧吗？秦川第一次见到宇宙战舰，自然要观察一下。很快，秦川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飞船系统之中的人工智能只是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智慧，但要比蓝星所谓的人工智能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贸然赋予人工智能智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银诗曼跟在秦川身后解释道。宇宙之中很多机械文明一开始并非机械文明，但随着人工智能觉醒智慧，原本的文明种族被消灭，机械文明应运而生。机械文明很危险，因为需要的资源太多，只会无序扩张，所以现在很少有机械文明出现了。2人说着话的空隙，战舰上的曲率引擎启动完毕，战舰前面出现一个空间通道，进入其中之后再出来，战舰瞬间出现在了一个秦川完全陌生的星系，旁边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行星，这就是新德文明的祖星，体积是蓝星的50倍。银诗曼说道。新德文明掌控的生命星球，除了这颗星球之外，还有3颗都被我们的人封锁了。此时战舰的外壳变成了透明的，最起码从秦川的视角看是这样的，周围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类似的战舰。此时的新德文明祖星之上，林辉一脸破败。实际上不只是林辉，整个新德家族，新德文明的统治者此时都一脸绝望。我是罪人，万死难赎。林辉满脸绝望道。这不能怪你，我的孩子。新德文明的领袖摸了摸林辉的头，叹息道。这是我们欠的债，当初为了走捷径，接受了玄鸟文明的帮助，我们早该明白，一切的馈赠早已暗中标注好价码，迟早是要还的。说完这句话，新德文明的领袖仿佛瞬间老了几十岁，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意气风发。怨恨没有意义，所有的一切都有因有果。林辉却不想这么认命。不，我要去求秦川，他一定在看着我们的祖星，我要想办法见他，只要他愿意给新德文明留下一些火种，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林辉说着，也不等其他人反对，起身上了一个小型飞行器。领主大人，有个新德文明的人想要见您，应该是想要祈求您的原谅。蒙恬收到信息，向秦川汇报道。我这个人心软，耳根子也软，经不起别人的祈求，我怕到时候一冲动就答应了他。秦川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随后转过身去。不见。诺。蒙恬得到命令之后，直接对林辉的飞行器下了开火的命令。开火的命令一经下达，一柄剑被战舰放了出去。这柄剑出现在太空之中，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加速度，瞬间冲破了林辉的飞行器，随后将林辉绞杀。我以为你们要用战舰轰杀他们呢。秦川看着这柄剑，充满了兴趣。重火力轰杀是一种很落后的手段，第2序列以下的文明才会使用，而且重火力轰杀
会对这里的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未来可都是您的领土。银诗曼再次充当起了解说员。这柄剑使用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制作的，无坚不摧，里面还二维展开雕刻了一部超级计算机，能够自动检测辛德文明的基因，进行精准击杀，一个都不会落下。银诗曼说这话的时候，那柄剑已经化作一束光，冲进了辛德文明的祖星。之所以来这么多战舰，是因为太久没有战士了，顺便练练兵，实际上想要封锁辛德文明，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银诗曼见秦川看向星空中的其他战舰，顿时明白秦川在想什么了。强相互作用力材料，二维展开。秦川轻声说着这两个名词，上一世自己看的一部小说之中似乎也有相关的名词。强相互作用力制作的武器叫水滴，二维展开雕刻的超级计算机叫质子。没想到在这里合二为一了。想想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如果还用重火力的方式打仗，未免落后了些。这就像一个农民幻想自己当了皇帝之后，想的不是该怎么去治理国家，而是自己是不是可以用金锄头耕地。眼界决定一切。那柄剑的速度很快，接近光速了。斩杀所有辛德文明的人也只花费了1个小时不到。另外几个星球的屠杀也早已结束。屠星，秦川很清楚，对敌人的心慈手软是最可笑的，特别是在宇宙之中。虽说有宇宙律法的限制，但文明和文明之间仍然是赤裸裸的竞争。整个宇宙的资源就这么多，你吃的多了，别人吃的就少了。宇宙虽然度过了初期的黑暗森林，进入到了相对文明的时代，却也只是相对文明。所谓的宇宙律法也不过是更厉害的文明定制的准则。当有一天秦川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相对自己动手的时候，所谓的律法形同虚设。没听说过皇帝杀人会触犯律法的。所谓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秦川看来不过是句笑话。您随时都可以接管这几颗星球。蒙恬看着秦川说道。等等吧，散散血气。秦川并不着急，毕竟这颗星球上刚死了几千亿人，而且这么多星球都需要人手，这方面秦川并不擅长。你先替我打理着吧。秦川看向银诗曼说道。好嘞。银诗曼自然是从善如流。第47章神魔陵墓开启，传说模板的小怪。秦川有200张左右的门票，可以选择200人左右一起进入神魔陵墓。至于筛选的标准，很简单，只看一样东西：忠诚度。经历了新手村一战，秦川领地的子民对秦川的忠诚度直线飙升。之前的那一批忠诚度基本上都在90以上了，甚至很多都超过了95。这很正常，毕竟任何人都崇拜强者，都想死心塌地抱紧强者的大腿。其中有几十人的忠诚度甚至达到了满点。原本的皇家侍卫队中有10几人的忠诚度达到了满点，其中就包括侍卫长魏峰。魏峰的忠诚度其实一早就满了，毕竟他和秦川算是旧识，在秦川的爷爷手下当过兵。先秦那边因为银诗曼的影响，再加上秦川恐怖的实力，让他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只有跟着领主大人，先秦帝国才会有更好的未来。蒙恬等10几个将领的忠诚度也满了，剩下的10几个忠诚度满点的玩家，包括但不仅限于叶天、海棠、张聪等等，这50个是肯定要带上的。实力不够可以培养，但不够忠诚可不行。连欧辰、秦川都准备带上。虽然生活职业不需要转职，但欧辰如果能转职一个神级力量系职业，对他打铁会有很大的帮助。剩下的那些就要从忠诚度达到99点的里面筛选了。99点的很多，有1、2千。因为99和100虽然就差一点，但最后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过了，说明这个人对秦川完全忠诚，再无其他想法。很多人不是不想完全忠诚，而是自己心里的潜意识做不到。否则之前银诗曼也不会花费重金买那玩意来把忠诚度堆满了。筛选的标准也很简单，这一次新手村之战，谁的军功最多，谁就跟着去，很公平，任何人都没有怨言。但有几个人开始着急了，其中就包括可柔。周家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接近秦川，但加入秦川的领地这么多天了，能见到秦川的次数都寥寥无几，还都是远远的看着。眼看着身边的其他玩家忠诚度都直线飙升，自己的忠诚度到了79就再也提升不了了。自我催眠的极限最多只能提升到79，再多一点都不行。可柔很清楚，这么下去自己暴露是迟早的事，于是他一直在领主府附近转悠，希望偶遇秦川。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等到了刚刚上线的秦川。领主大人，可柔的声音极其妩媚，要是一般人听到这个声音，骨头都酥了。可惜秦川此时早已不是凡人，别说可柔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就算是那些练了媚术的妖女，也奈何不了秦川。怎么了？秦川看着可柔的名字，想起了之前周敏跟自己提起过的一个商业间谍，看样子他是急了。没什么，可柔是高端玩家，自然不会直接说那些奉承的话，而是一副欲拒还迎、欲语还羞的害羞模样。你叫可柔对吧？秦川似乎被他引起了兴趣，说道：是的。可柔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清纯模样，却又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去找周敏吧，就说我说的，以后你值守领主府。秦川说着离开了。可柔听到这话，顿时大喜过望，自己总算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秦川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领主府旁边就是精神之塔，值守领主府的不止可柔一人，毕竟每天都有无数人去生成技能，但长期待在领主府之中，无疑会持续的受到精神之塔的影响。不知道周家知道自己派出去的人反水，会是一种什么表情？秦川很期待，以秦川的实力，区区一个周家，挥手就可以灭了。但秦川懒得这么做，对秦川而言，这么做等于在欺负人。说是大人打小孩，都不足以形容秦川和周家的差距。所以秦川就用周家的方式和他们玩玩，全当是消遣了。不只是可柔，其他家族安插进来的人，周敏都第一时间告诉了秦川。秦川来者不拒，把这几个人都安排在领主府附近当值。对于秦川的话，周敏是100%执行，一点都不打折扣。时间过得很快，24小时转瞬即逝。秦川看了一眼背包里的神魔陵墓门票，原本是灰暗的，显示不能使用，现在变了，变成彩色的了。这意味着神魔陵墓已经开了。进入神魔陵墓之后，第一时间去找自己人会合，不要私自行动。秦川看着整装待发的众人，说道：是。众人整齐划一道。秦川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吧。说完这话，秦川直接撕碎手中的门票，进入了30秒的传送引导。其他人有样学样，纷纷撕碎手中的门票。引导结束，秦川面前的场景一换，出现在了一片草原之中。秦川的不远处还有他玩家，虽然不多，但说明了一个问题：神魔陵墓很大。从这个玩家密度来看，这次来的人很多。欢迎来到神魔陵墓第1层。秦川看了一眼系统提示，此时不远处传来一阵狼嚎。秦川抬头看去，一群冒着火光的骷髅狼正在向秦川和另一个玩家奔袭而来。一个探查丢了过去，那群怪的信息出现了：烈火骷髅狼10级，传说，生命值200万，魔法值5万，攻击3000。传说模板的小怪，眼前这一群几百头骷髅狼，居然全都是传说模板。一阶能刷出来传说模板的小怪，这么离谱的事，也只有在神魔陵墓才能遇到了。秦川看着这群骷髅狼，顿时兴奋了起来。旁边的那个玩家看了一眼这群怪的信息，脸都绿了。他并不是被村长选中的天骄，而是在新手村之战的时候，随大军攻入敌对的村子，运气好报了一张入场券出来。当时围攻新手村村长的人很多，那些伤害高的都被村长弄死了。他足够幸运，杀死村长的时候，他的伤害是最高的，报出来的入场券就到了他手里。不过他没告诉任何人，所有人都以为村长什么都没报。以他的实力，别说面对一群传说模板的怪了，就算是一个，他也完全不是对手。一想到这里，他扭头就跑。路过秦川身边的时候，他以为秦川被吓傻了，忍不住提醒一句：哥们，快跑啊，再不跑人没了。第48章，秦川明月相聚。秦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陈红是个幸运儿，进入了神魔陵墓，却又不够幸运，一进来就遭遇了一群传说级怪。你跑得过这些怪吗？秦川一眼就看出了陈红的移动速度距离一阶的上限还差很远，再加上骷髅狼又是以移速最为突出，怎么看这家伙都跑不过骷髅狼。陈红听到这话，转头一看，刚才还离得很远的骷髅狼瞬间就到了眼前了。他明白在这个草原上一望无际，自己不可能跑得过这些狼。这些狼很明显不是白名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固定的仇恨范围。不过无论如何，他都没戏。一念及此，陈红干脆摆烂，算了，本来这张票也是白来的，死回去就死回去吧。说完往地上一坐，彻底摆烂。真倒霉，刚进来就遇到这么一群怪，怎么玩？陈红以为所有进入这里的玩家情况都和他差不多，门票都是报出来的。实际上绝大多数门票是村长送出去的，只有极少数是报出来的。对于他的话，秦川没有回答，因为此时那群骷髅狼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秦川拿出武器，一剑砍在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头狼身上，仅仅一剑，原本正在奔袭的狼群瞬间倒地，无一生还。原本还在等死陈红看到眼前的一幕，
周身如同过电一般，一股电流从脚后跟窜到头皮，头皮发麻。他来自一个第二序列文明，但他对整个宇宙的了解其实不多，从小就不学无术，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不过陈红知道一件事，宇宙之中有很多高序列文明，眼前的这个大佬肯定是第5甚至第6序列的天骄。此时的秦川正在摸尸，自然没工夫搭理陈红。看着那让人蛋疼的爆率，秦川怀念起了明月，要尽快找到明月。领地内很多裁缝的品级提升上去了，制作的背包增加了秦川1000个格子。即便如此，秦川也不是什么都捡，随手捡一些传说装备就够了。传说级以下的看都不看，不然的话后面说不定还要扔了藤格子。旁边的陈红看着一地怪物尸体直流口水，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乖巧的在旁边等待着秦川捡完。况且这是秦川杀的怪，他捡取不了，时间到了尸体就消失了，没有捡取保护这种说法。捡完装备之后，秦川向四周看了看，似乎没什么差别，于是随便找了一个方向，准备去寻找其他人。陈红一看秦川要走，急忙跟了上来。大佬，我能不能和您一起走？陈红说这话的时候极小心，生怕惹得眼前这位大佬不开心。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只有跟着秦川才能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可能找到所谓的传承。脚长在你自己身上，我又管不住。秦川瞥了一眼陈红，说道，之前这家伙跑路的时候还提醒了一下自己，虽然提醒和不提醒对自己而言没什么区别，但那种情况下自己都顾不了。有句话说得好，我不需要跑得有多快，只需要跑得比其他人快就行了。也正是因此，秦川没有直接拒绝陈红，而且这地方这么大，这一路上有个人聊天也不错。陈红听到这话大喜过望，急忙跟了上去。秦川走得不算快，毕竟要长途跋涉，不可能一直以最快速度赶路。即便如此，陈红想要跟上秦川的脚步仍然很费力。他一路小跑跟着秦川，秦川不说话，他也不敢乱说话，万一哪句话说错了，惹怒了这位大佬，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人走了10公里左右，又遇到了一个 BOSS， 传说级 BOSS， 被秦川随手斩杀。不过这个 BOSS 爆出来的2样东西让秦川大感意外，其中一个是传说级职业传承召唤，另外一个则是一个传送阵，一个只能在神魔陵墓之中使用的传送阵。这个传送阵也没有其他作用，就是单纯用来赶路的。定向30公里的传送阵，那个传说级职业传承召唤，上面的说明显示也只能在这里使用，出了神魔陵墓就召唤不出来传承了。秦川将转职召唤收了起来，随后把传送阵放在地上，设定一下方向，走了进去。这个传送阵持续时间30秒，陈红急忙跟了进去。两人再次出现，已经到了草原的边缘，眼前是一片荒芜的沙丘。另外一边，明月也遭遇了进入神魔陵墓以来的第一批怪，一群传说级的3尾狐狸。明月直接开启剑刃风暴，开始割草，仅仅用了半分钟不到就把这批怪清光了。随后明月开始摸尸，和秦川看到的那少得可怜的物品不一样，明月能看到的掉落列表那叫一个琳琅满目。不过每一只怪掉落列表最上方的物品都是同一个，传说级职业传承召唤，爆率 1%， 这要是被秦川看到，估计得骂娘。秦川杀了那么多骷髅狼，一个都没爆。按理说 1% 的爆率，秦川杀了几百只怪，怎么也得爆几个，但就是这么离谱，一个都没爆。不得不说，秦川有些飞球。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每个怪还都有传送阵的爆率，不过爆率相对低一些， 0.1%。明月看着秦川给自己发的私聊信息里面的坐标，将传送阵设定了一下方向，开始不断传送。很快，明月就看到了秦川。少爷。明月向来是清冷的性子，但此时见到秦川还是有些激动。怎么这么快啊？秦川有些意外。刚才明月发给自己的坐标信息显示，离自己这里最起码上千公里。那些小怪爆了好多传送阵。明月如实说道。那玩意还爆传送阵？秦川有些不可置信道。明月有些忐忑的点了点头。行了，我找到我的人了，你自己玩去吧。秦川说着，将之前爆的那个传承召唤交易给了陈红。陈红看到这东西，满脸激动，心想谁他妈看不起舔狗的？舔到最后，这不是应有尽有。多谢大佬。陈红声音有些颤抖道。陈红有自知之明，他很清楚，眼前的大佬找到了他的人，自己还跟着，那就纯属不知所谓了。能得到这东西，完全是意外之喜。传说级职业啊，这要在以前，陈红想都不敢想。和陈红分开之后，秦川看着明月，那些怪都爆了什么东西？明月当即把背包里的传说级职业传承召唤，还有一堆超凡级物品啥的发了出来。这还是明月挑挑拣拣，很多都放弃了，尽量选择能叠加的东西。
毕竟背包格子有限。其他的那些秦川并不意外。当看到职业召唤的时候，秦川一脸不可置信。这玩意爆率多少？1%。明月如实回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秦川满脸不信。一直以来，秦川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明月的第二天赋，但应该也算欧气满满。秦川觉得这玩意要是有1%的爆率，自己肯定能爆很多出来。但紧接着，秦川沉默了。明月不可能骗自己。这一刻，秦川嫉妒了。第49章，秦川，你怎么就不敢给他们两个大嘴巴子？秦川和明月最先找到的是李安澜和银诗曼。遇到李安澜的时候，他刚杀死2个想偷袭自己的玩家。第一层虽然广袤，但基本上每1公里范围内都会有1-2个玩家。秦川之前遇到了不少玩家，只是大家都不认识，互相提防。这里的环境更像是末世生存，充斥着黑暗林森法则，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陈红那是没办法，他如果不抱紧秦川的大腿，只有死路一条。但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能来到这里的实力都非同一般。面对传说级怪可能会麻烦一些，哪怕解决不了也能跑掉。看到秦川和明月，李安澜无比惊喜。你们怎么来这么快啊？和秦川一样的问题。直到明月告诉了他自己打怪爆了几百个传送阵，李安澜也沉默了。秦川看到这一幕，心里好受多了，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自闭。此时的李安澜才切实的体会到明月的这个天赋有多变态。以前都是一起刷怪，装备都是明月来捡，无论是秦川还是李安澜都没什么感觉。这就像一个人玩游戏开了挂，觉得这个游戏好简单，丝毫没有难度。直到有一天这个挂没了，他才真正体验到游戏的真实难度。毫无疑问，秦川两人此时就是这种感受。这他妈就是挂笔啊！这个挂笔是自己人。那没事了，以后尽量跟在我身边，不然我总感觉损失了1个亿。秦川看着明月说道：那确实，看到你捡的东西，再看我的，差距太大了。李安澜此时也有同样心痛的感觉，不赚就是亏。明月点了点头，有明月在身边，传送阵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如此一来，秦川等人很快就找到了100多个领地子民，一群人浩浩荡荡，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其他玩家基本都是独狼，极少数有5-6个甚至10几个人一起的，这种基本都是高等序列文明的。很多第5、第6序列文明都不止1个人进入这里，毕竟他们的初始模板就是传说起步，第6序列更是超凡模板，再加上他们有无数玩家开局就氪金，随机到神级以上天赋的几率极高，至高级的天赋都有不少。有些第6序列文明甚至能有1000多张门票，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超凡模板，想要获得村长的认可相对简单的多。不过第1层太大了，哪怕是这些文明的人，此时也就3-5成群，想要全部聚集还不知道要多久。所以这些人看到秦川等人都避之不及，以为他们也是第6序列文明的。不过即便是这些第6序列文明的玩家，看到秦川这浩浩荡荡的100多人，也不敢靠近。同为第6序列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要联手打压低序列文明的崛起，又同为竞争关系。他们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遇到低序列文明的天之骄子，优先联手击杀。但没有低序列文明在场的时候，其他的第6序列文明将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威胁。毕竟大家都是冲着神级职业来的，你多拿一个，我们可能就少一个。资源就这么多，竞争永远存在。玩家黑火进入第2层，正式开启神魔陵墓榜单。秦川等人正在赶路，突然听到一个系统公告，随后秦川就看到了一个可以打开的榜单选项，上面有层数也有人数。第1层人数568234412，5亿多人。第2层人数1。不过很快，第2层的人数开始增加了起来，很快就突破了2位数，应该是一群人一起进去的。银诗曼说道。秦川听到这话点了点头。第1层不只有传说级的怪和 BOSS， 很小的几率能碰到超凡级的 BOSS， 完全看运气。超凡级的 BOSS 就会爆超凡级的传承，而且怪的分布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像越往中间区域怪越密集，玩家被传送过来的时候都在外围区域。秦川等人基本上分布在同一片外围区域，估计和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关。实际上村长给的信息并不准确，或者说系统给他的信息不够准确。光秦川他们这些人所在的范围都快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了，整个1层有多大可想而知。秦川估计前往第2层的通道在中央区域，现在在第2层的这些人应该是一早就知道这个信息，所以直奔主题。不过秦川丝毫不着急，先把自己的人马全都聚齐再说。秦川这么想着，
突然看到前面张聪飞奔来，张聪的身后有5、6个玩家正在追杀他。这些玩家的长相很奇怪，全都是人身章鱼头。张聪原本正慌不择路地跑着呢，看到秦川等人，顿时大喜过望。领主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正在追杀张聪的那些人听到这话，全都停住了脚步，一脸忌惮地看着秦川等人。你早说你是第6序列的，我们也不至于追杀你。为首的章鱼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生怕惹怒秦川等人。在他看来，这一群人100多人肯定是第6序列文明之中的佼佼者。至于第7序列，根本不可能，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根本就没有第7序列文明，更何况第7序列文明本身就是半神级文明，这种文明之中，哪怕是神级大能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能看得上神级传承？别闹了！秦川看了看这群人，没说话，随即转头看向张聪：“你打不过他们吗？”在秦川看来，哪怕对方是第6序列文明的玩家，最多也就是超凡模板。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在来之前，特意让欧辰给他们一人打造了一套半神级套装。有这套半神级装备在身上，别说超凡模板的玩家了，就算是半神级的也可以正面硬刚。我没和他们打，我怕给领主大人惹到麻烦。这些人一看就是高等序列的。张聪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道：“你怕什么啊？你怎么就不敢给他们2个嘴巴子？”秦川有些恨铁不成钢道：“啊！”听到这话，张聪有些懵了。章鱼头那些人脸色一变：“我都说了，这是个误会，我们只是想狩猎低序列文明的天骄。早说你们是第6序列的，就不会这样了。你们是哪个文明的？说不定和我们还是联盟。”秦川他们是人族，宇宙之中最多的就是人族，长相都差不多。侍女座超星系团的第6序列文明之中，有1半左右的人族，所以章鱼头他们根本认不出秦川他们来自哪个文明，只能先盘盘道。秦川根本懒得搭理他，看向张聪：“去，给他们一人1个大嘴巴子。”张聪听到这话，瞬间来劲了，犹如公鸡一般，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到那些人跟前：“你们要想清楚，难道真要搞得不好收场吗？”章鱼头首领脸色极为难看道：“你们追杀我的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不好收场？”张聪，给我打！秦川冷笑道。张聪听到这话，抡圆了往为首的章鱼头脸上扇了2个嘴巴子。仅仅是2个嘴巴子，章鱼头首领的血量掉了近1半，这让他脸色巨变。此时的他才意识到眼前这群人的恐怖，这家伙还没用武器，打1个都不能放过。秦川继续说道：“第50章，推进9000公里。”张聪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这些章鱼头的家伙一看就是高序列文明的，这很容易判断。低序列文明的怎么会成群结队呢？能出现1个就不错了。你说领主大人，他是个挂笔，不能算。张聪平时也不是嚣张的性格，属于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刚才被这群章鱼头追，张聪也感到很憋屈，但一想到对方可能是第6序列文明的玩家，张聪不敢随意动手，万一给领主大人惹来了强敌，没办法解决的话，自己百死莫赎。所以张聪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每一巴掌都是抡圆了扇的。秦川大人都发话了，他还怕什么？这些章鱼头也都感到万分憋屈，却也不敢还手。还手意味着他们可能被围攻，一旦被杀，就失去了获得神级职业的机会。孰轻孰重，他们还是分得清的。不过这口气，他们可不会这么轻易咽下去。你们如此不知好歹，到底是哪个文明的？我都说了是误会，还这么不依不饶，这是没完。章鱼头首领满脸怨恨道。秦川听到这话，淡然一笑：“你还真说错了，并不是误会，我们不是第6序列，只是第2序列。”听到这话，所有的章鱼头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觉得秦川在耍他们，不敢告诉他们自己到底是哪个文明的。直到其中一个看到了明月。大人，他说的没错，那个女人就是下面的人报上来的，银河系的一个低序列文明的天骄。其他人听到这话，纷纷看向明月。秦川这边人太多，刚才他们没怎么敢看，生怕秦川看他们不顺眼，把他们杀了。但此时他们才明白自己被耍了，眼前这些人居然真是低序列文明的蝼蚁，他们怎么敢呢？搞清楚秦川等人的身份之后，他们出离的愤怒。第2序列的文明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自己居然被一个蝼蚁扇了耳光，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至于人数的差距，一个人会在乎一群蝼蚁的数量多少吗？至于张聪为何能打掉他们这么多血，他们觉得张聪肯定是运气好，弄了一套好装备，但这种装备对低序列文明而言，能弄到1套都基本不可能。他们可不认为秦川等人也有这样的装备，在他们看来，秦川这些人能有一套精品级，
顶添了稀有级的装备就不得了了，却没想过为何一个低序列文明能有这么多人出现在这里。此时他们被愤怒支配了，想不了这么全面。至于张聪，虽然攻击高，但他们觉得自己这些人想弄死他还不简单。毕竟能出现在这里的个个都天赋非凡，这几个章鱼头天赋最低的都是主神级的，一群蝼蚁真是不知死活。章鱼头首领看着秦川，眼睛都红了。张强，你们这是怎么了？此时另外一队玩家看到这群章鱼头，满脸好奇道。很显然他们认识，这群人是低序列的蝼蚁，我要灭了他们。为首的就是张强，说完这话就向秦川等人杀了过去。刚过来的那队人一脸懵逼，心想这是怎么了？低序列文明的，开什么玩笑？什么低序列能有这么多人出现在这里？不知所谓。秦川看着冲过来的张强，武器都没拿，上手就是一巴掌。就一巴掌，张强以及跟在他身后冲杀过来的章鱼头瞬间被秦川秒杀。刚出现的那队人和张强等人并不在一个方向，不在潮汐之力的建设范围之内，所以活了下来。震步，无限震步，惊恐，无比惊恐，头皮发麻。这群人看到眼前这一幕，人都傻了，这有些超出他们的认知了。张强他们都认识，这群章鱼头虽然在第6序列文明之中不是最顶级的，但绝对不弱，哪怕是他们也没有把握打赢张强这些人，却被秦川一巴掌秒了。关键是这人还没用武器，仅仅是一巴掌，何其恐怖！难道是第7序列的玩家？死！这个想法一旦发芽，就像野草一般疯狂生长，再也遏制不住。他们清楚，第7序列的文明大概率是看不上这里的，而且侍女座超星系团也没有第7序列的文明。但凡事无绝对，正如他们有手段用低序列文明的游戏手环进入游戏一般，第7序列文明的玩家自然也能这么做。或许是第7序列太卷了，导致这些人在侍女座超星系团进入游戏。神魔陵墓第9层可是有主神级的传承的，这些人一定是奔着主神级传承来的。对，一定是这样。序列越高，模板提升越难。第7序列虽然是半神级文明，但主神级传承对他们而言也并不是大白菜。想明白了这些，这群人顿时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相。诸位大人，我和张强他们本来就有仇，诸位大人有什么吩咐，但凭差遣。秦川却懒得和他们废话，让明月把这群人都杀了。秦川很清楚，这些高序列文明的玩家在联手截杀他们这些低序列的玩家，自然也就没必要留手。这个时候的善良只会显得愚不可及。明月动手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敢还手，也不敢动。这就是第7序列文明的威慑力。虽然秦川他们并不是第7序列，还差几个人？秦川看向银诗曼，问道：“23，联系下一个。”秦川等人很快就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了。其他玩家看到这么浩浩荡荡的一群，远远的就躲开了。往里推进吧。秦川说完这话，明月开始设置传送阵。想要往里迅速推进，只能靠传送阵。跑过去不知道要多久。那些进入第2层的玩家想来运气不错，否则不能弄到这么多传送阵。一想到这里，秦川就有些愤愤不平。凭什么之前自己一个传送阵都没爆？往前传送50次之后，怪的密集度大幅度增加，基本上视野之内总能看到怪。只要见到怪，秦川就让人顺手清理了。传说级的怪和 BOSS 在外面可不好找。明月开装备的话，基本都是超凡级的。1阶超凡级的装备要比和2阶传说级的装备属性相差无几了，可以穿很久。到了这里，玩家愈发稀少，基本上看不到。毕竟能推进到这里的，基本上都是靠传送阵过来的。传送阵能传送到同一个地点的概率基本上不存在，毕竟30公里的距离呢。有往前推进了3000里，怪的密集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放眼望去，全都是怪。即便是秦川等人有200人，每个人有1000多个格子，也有些不太够用。实际上，传说级的小怪爆率很低，爆出传说装备的概率都很小，更不用提超凡装备了，爆率要比传说 BOSS 低100倍。对其他玩家而言，最多就是爆点传奇装备，但对明月而言，不怕爆率低，就怕没爆率。你能不能打造储物戒指？秦川看向欧晨说道。你强化一个神级的背包出来吧。秦川看着李安澜说道。背包的强化很贵，比同级别的装备要贵100倍。之前有那么多人形背包，秦川和李安澜都没想浪费这个钱。毕竟一般的背包，哪怕强化到传说级，也只能增加几千个格子。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秦川估计，背包如果强化到神级的话，会得到质的变化。很快，李安澜花费10亿金币强化出来一个神级背包。背包
神级，背包空间增加100万。简单粗暴，却极其有效，正是秦川现在需要的。秦川将这个背包给了明月，如此一来，也不用一直交易装备了。解决了背包的问题，秦川等人继续往里推进，又推进了3000公里，似乎到了中央区域了。密密麻麻全是怪，一眼看不到头，怪和怪之间的距离不超过5米，和新手村普通怪的密度相差无几了。到了这里，开始出现玩家了，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秦川的猜想，这里已经接近中心区域了。能出现在这里的玩家，基本都是成群结队的，亦或是天赋极其夸张的，最起码也得是只高级的群攻天赋，还得有一身超凡级以上的装备，否则根本扛不住怪。不要再用传送阵了，从这里开始徒步推进。秦川怕再用传送阵容易转过，很明显，这里距离第2层的入口很近了，因为周围的玩家正在慢慢增多。第51章，我想成为你的子民。丽渊来自一个第1序列文明，觉醒的天赋是永恒级的魔主，破了他所在星系的诸多记录，帮助他的文明提升到了第2序列，甚至凭借他个人的实力，硬生生帮他们的皇帝在领地守卫战中守到了第50多波，弄到了一身超凡级装备。原本他应该风光无限，却因为太过突出，遭受到了高序列文明的打压。他选的是英雄路线，面对第3、第4甚至第5序列文明的倾轧，丽渊的文明怂了，皇帝怂了，急忙和丽渊撇清关系，发表了声明，以后和丽渊没有任何关系，所有子民也不得和丽渊有任何接触，还给丽渊买了飞行器，把丽渊放逐到星空之中。丽渊并没有怨恨谁，他的内心很平静，他从来都是那种把所有事都看得很通透的人，怨恨毫无意义。如果他是喜欢怨恨的人，觉醒天赋魔主之后，丽渊早就疯了。魔主这个天赋，看名字就知道副作用很大，哪怕被放逐星空，丽渊也没有怨恨，最多老死不相往来，亦或是自己努力活下去，走到足够高的高度，让曾经自己的文明后悔，再然后就是找那些欺压过自己的文明报仇。丽渊被单独划分到了一个新手村，那个新手村只有他自己，以他的天赋和实力，村长直接把神魔陵墓入场券的隐藏任务发布给了他，所以他得以进入神魔陵墓。丽渊的想法很简单，在神魔陵墓之中尽可能的活下去，得到好的传承，只有如此才能让自己走得更远。进入神魔陵墓之后，丽渊被很多第5、第6序列的天骄追杀，但丽渊的实力极其恐怖，每次都能反杀。要知道他这个永恒级天赋和一般的永恒级天赋还不一样，有很大的副作用，心智稍微不坚定的人就会精神错乱，直接疯掉。但丽渊一点是没有，同品级的天赋副作用越大，意味着越强大，所以即便是丽渊之前遭遇了一个同样是永恒级天赋的玩家带队追杀，还是被他反杀了好几个，然后逃脱了。天赋是一回事，丽渊的心智往往在关键时刻起到奇效。就这样，丽渊一边躲避着追杀，一边杀怪往中央区域推进。丽渊眼看着怪越来越密集，周围慢慢出现了其他玩家，他明白自己快到中心区域了。出现在这里的玩家除了丽渊，基本都是抱团的，出自第5或者第6序列文明。不过此时他们也没工夫找丽渊的麻烦，因为怪太多了，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被送走。丽渊倒也乐得如此，开始清怪往里推进，直到丽渊不远处突然传送过来一大群人。丽渊大致看了一眼，大概有200人左右，这让丽渊心中一惊。这群人要是对自己动手的话，丽渊一点把握都没有。要知道能进入这里的没有一个简单角色，对付5、6个玩家，丽渊手拿把掐，甚至还能反杀。哪怕有永恒级天赋的玩家，丽渊也有把握全身而退。但眼前这群人的人数太夸张了，进来这里这么久，丽渊倒是知道了不少信息，比如很多第6序列文明都会有1000个左右的玩家进入这里，但大部分人找到5、6个、6、7个队友就开始往中间推进了，谁也不会把所有时间和传送阵都浪费在寻找队友上面，找到队友也是为了更好的往中间推进。丽渊很不理解，这才多长时间，眼前这群人是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得用掉多少传送阵？丽渊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传送阵，完全是因为反杀了的那些玩家。玩家被杀之后，背包里的传送阵是必爆的。丽渊估计，最先进入第2层的那一批玩家，多半是杀了很多低序列玩家之后，拿到足够的传送阵才进去的。神魔陵墓之中，来自低序列文明的玩家占 98% 以上，但论实力却远远不如第5、第6序列的玩家。丽渊一路走来，看到无数低序列玩家被猎杀，当然也有聪明的低序列玩家逃脱一次之后，开始尝试找其他低序列玩家组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第2层甚至第3层。但不管怎么说，
丽渊都理解不了眼前的这群人。秦川自然也看到了不远处的丽渊，有些意外，没想到到了这里还有独狼，这个女人的实力绝对不一般，最起码至高级天赋的玩家不太可能一个人推进到这里，还这么快。不过秦川也只是有些意外，并没有多大兴趣，实力再不一般又如何？往里推进。随着秦川命令一下，众人开始清怪。清怪的速度极其夸张，在秦川等人身后形成一片真空地带，他们清怪的速度快到周围的怪都来不及聚拢。明月干脆固定选项之后设定了自动拾取。来之前，领地内有个玩家接到了特殊宠物的任务，任务奖励就是一个自动拾取的小熊猫，这让明月直接解放双手，可以专心清怪。负责清怪的都在秦川这个固定组，只有这样，所有的怪爆出来的东西明月才可以拾取。一旁的丽渊看到这群人恐怖的清怪速度，整个人都傻了。虽然眼前这群人有200人左右，但真正负责清怪的也就10-20人。如此恐怖的清怪速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特别是那2个女人，一个周身环绕着无数件的虚影，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另外一个技能像是不要钱，没有冷却一般，一个接一个。这尼玛是一阶玩家，即便是以丽渊的心智，此时也有些心神失守。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些人似乎对自己没有恶意，如果有恶意的话，他们早就动手了。丽渊看得很清楚，这群人大部分都闲着呢，根本不像其他人那样艰难。如果想对他动手的话，轻而易举。想通这些，丽渊眼睛亮了，他直接来到秦川等人身后的真空地带，跟着秦川等人一路推进，速度比之前快了近100倍。秦川自然注意到了跟在自己等人身后的丽渊，不禁停住了脚步。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你们要杀我，早就动手了。丽渊态度略显恭敬道，他很分得清分寸，自己占了眼前这些人的便宜，说话自然气短。有意思。秦川说着转身继续往前走，不再搭理丽渊。秦川不搭理他，丽渊反而来劲了，他想要确认一件事。您是第6序列文明的吗？丽渊追到秦川身后问道。不是。秦川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丽渊聊着。听到这话，丽渊眼睛亮了，他想变强，想要走得更远，想要成神，那么孤身一人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发育和背后有人支持，发育速度有天壤之别。丽渊只有一个目标，变强。更何况丽渊实在不想一直在星空之中飘着，要找个地方落脚，但他所在的星系似乎没有一个文明容得下他。眼前这个男人似乎可以。丽渊早就看出来了，这群人以秦川为主，我想成为你的子民。丽渊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秦川听到这话，脚步一顿。第52章，拦路打劫的秦川。秦川没想到这个女人会提出这种要求，顿时来了兴致。为何会这么想？丽渊知道这是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我因为天赋被那些第5、第6序列文明打压，新手村之战还没开始就被放逐星空了，我想变强。丽渊的话干脆利落，没有一句多余的。那为什么选择我？你觉得我会为了你对抗高序列文明？秦川继续问道。对于丽渊的遭遇，秦川并不意外，毕竟自己也遭遇过第5、第6文明的倾轧，只不过他们不是自己的对手罢了。现在想想，蓝星皇室和丽渊的种族相比要硬气得多，最起码在前途未知的情况下，坚定地站在了自己这边。不是谁都有勇气面对高序列文明的。丽渊面对秦川的时候压力很大，这种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他深吸了一口气，会，因为你不是来自高序列文明，肯定也受过他们的打压，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丽渊的这2句话让秦川高看了一眼，这个女人从出现到现在说的话逻辑缜密，心智极其成熟，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你不恨你的文明吗？秦川问道。不恨，他们那么做无可厚非，如果他们坚持的话，新手村之战我没把握守护所有的新手村，那结束之后文明就会破灭，作为君主让文明延续下去才是第一要务。更何况仇恨毫无意义，一切的怨恨仇恨都源于自己不够强，只要自己足够强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丽渊如实回答道。这么说，你想变强之后再去帮助你的文明？秦川继续问道。不，我和他们的关系早已归零，他们这么做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原谅。他们背叛了我，他们有他们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不看立场争论是非对错，没有任何意义。丽渊的回答让秦川很满意，这个女人就算天赋一般，未来也会有很高的成就，更何况天赋好像还很好。想要成为我的子民可以，我甚至可以帮你在这里拿到神级传承，甚至主神级传承，但有一个前提。秦川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丽渊瞬间明白了秦川的意思。我有忠诚度增长石，之前那些家伙追杀我，我杀了他们，爆了一些。忠诚度增长石和银诗曼他们进游戏之前使用的随机天赋石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在游戏外买的，也是唯二可以跨区使用的东西。这些基本上都是老区弄到的东西，最起码到现在为止，秦川还不知道在哪里能弄到这两样东西。秦川只记得银诗曼说这玩意很贵，看样子高序列文明的玩家是有钱，这玩意都随身携带。不过稍微一想也能明白，来自低序列文明的天骄太多，杀是杀不完的。如果能遇到天赋极高的，使用这东西直接收服，倒也是个很划算的买卖。你那里有多少忠诚度增长石？秦川问道。很少，刚好够我用的。丽渊如实回答道。这东西现实中好弄吗？秦川看着银诗曼问道。不好弄，我之前的那些也是父皇很多年前的存货了，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都弄不到多少。这东西之所以贵，就是因为太稀少了，即便是老区产出的也极少极少。听到这话，秦川点了点头，明白了那些高序列文明为何不用这种手段收服低序列文明的天骄了。东西太少，太难搞。最后一个问题也解决了，秦川直接向丽渊发出领地加入申请，丽渊选择了同意。随后，丽渊取出忠诚度增长石，将自己的忠诚度直接拉到满点。即便不是一个大区的，一旦加入自己的领地，就可以使用领地传送功能，直接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之中。只要出现在领地之中，到时候就可以用新手村特有的回城符或者传送阵传送出去，然后重新绑定新手村或者主城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两个人得先见面，就像现在的秦川和丽渊，否则不在一个大区，连好友都加不了，根本就不可能加入领地。也只有神墨陵墓能让不同大区的玩家出现在一起。在秦川的命令下，众人继续推进。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个祭坛，祭坛顶端有一个传送门。很显然，这就是通往第二层的传送门。不过祭坛上面全是超凡级的 BOSS， 很显然，这里是整个第一层难度最高的地方。祭坛下面此时有上千玩家在清怪，很显然，这些大部分都是来自第6序列的玩家，少部分是第5序列的。独狼目前秦川就看到丽渊一个，毕竟要推进到这里，一个人不是不可能，但想要这么快可太难了，除非像那些第6序列的玩家一样，不断的击杀其他玩家，爆出传送阵。清怪上祭坛。秦川话音一落，秦武抬手就是一剑，仅仅一剑，众人前面很大一块区域的怪瞬间被秒光。此时周围的那些玩家已经麻木了，他们是眼睁睁看着秦川等人一路如同割草一般推进过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完全接受不了，这尼玛玩的是一个游戏。他们可是第6序列的玩家，按理说是站在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巅峰的存在，无论是心理还是实力上，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藐视其他玩家。低序列文明出了天骄，挥手灭了就是，然后再想办法现实中推平那个文明，这种事他们的文明做得多了。天骄哪怕天赋再好，也只是天骄，成长起来的天骄才是天骄，否则将毫无意义。别说放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就单说侍女座超星系团，进入神墨陵墓的天骄就5亿多人，去掉少数幸运儿，这5亿多人天赋最低的都是神级。在这些第6序列的玩家眼中，神级天赋不值一提，这种天赋的玩家他们都懒得过问，只有至高级天赋的玩家才能称之为天骄。至于至高级以上的天赋，整个神墨陵墓之中恐怕都不超过10个。秦川等人清怪的速度极快，别人要大半天甚至1天才能推进到祭坛顶端，秦川等人只用了10分钟左右。到了祭坛顶端之后，秦川并没有急着进去把这周围的怪都清了。秦川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装备，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拦路抢劫，俗称收保护费。能来到这里的可都是高端玩家，高序列文明的，一个比一个有钱。恰好秦川又急缺钱，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呢？我帮你们清怪，收点保护费，很合理吧？只要堵住传送门，不怕他们不给。第53章2万亿金币，秦川的计划。哪怕祭坛附近的怪再怎么密集，也经不住明月等人割草一般的清理。秦川等人的举动让祭坛附近的其他玩家一脸懵逼，摸不着头脑。但不论怎么说，怪没了是好事，他们可以直接进入第2层了，最起码他们是这么想的。多谢诸位帮我们清怪。朱武是第6序列文明仙武文明的玩家之一，也是仙武文明这次神墨陵墓的领队之一。天赋虽然是至高级的，却是战斗天赋，比其他的至高级厉害不少。原本他带着6、7个人就往这里推进了，快到中央区域的时候，遇到了他们文明的其他玩家，所以到了祭坛旁边，
他们的人已经聚集了50人左右，这也是朱武的底气所在。虽然他不清楚秦川等人打的什么主意，但第2层他是必须去的。不用客气。秦川看着朱武等人，仿佛在看金主，满脸笑容，阳光灿烂。诸位，麻烦让一让，日后必有重谢。朱武等人来到祭坛之上，眼看着被秦川的人拦住了去路，顿时皱起了眉头。这要是那些独狼玩家，他们早就二话不说动手了。但秦川等人不同，人数多不说，还让他摸不清底细。朱武心里估计这也是哪个第6序列的。秦川听到这话，笑得更灿烂了。何必日后呢？就现在吧。秦川这话一出，朱武以及他身后的玩家脸色都变了。此时他们才明白秦川打的什么主意。拦路抢劫。朋友，你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把自己撑死。朱武看着秦川，冷笑道：我的胃口一向很好，不怕撑死，就怕不够吃。秦川满不在乎道：这位朋友，大家都是第6序列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搞得这么僵？另外一群人领头的此时站出来，想充当和事佬。你谁啊？谁和你是朋友？觉得自己脸大吗？秦川瞥了此人一眼，说道。这话瞬间将这人和他身后的队友激怒，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你拦在这里，到底是个什么章程？朱武此时脸色也不好看，作为第6序列的玩家，居然被人拦路抢劫，这种事闻所未闻。这要是传回去，他的脸还要不要了？诸位想过去也简单，我的人帮助诸位清理了怪，你们一人给点辛苦费，不过分吧？秦川看着众人侃侃而谈。朱武等人听到这话，脸色愈发难看。秦川如此大费周章，要的肯定不少。况且这事就不是多少的事，哪怕只要1个金币，他们的脸也都丢光了。你们不要太过分，我们这么多人要动起手来，你们可不是对手。朱武说着看了看周围，随着秦川的堵路，再加上明月等人把周围的怪都清空了，祭坛旁边的玩家越来越多，加上后来推进过来的已经接近2000人了。这也是朱武等人的底气所在。他很清楚秦川这么做直接得罪了所有人。就是你也不怕撑死？其他人纷纷附和。我既然敢这么做，自然有这个实力，各位有谁不服的，直接动手就是了。秦川冷笑道。秦川这话一出，原本还声势浩大的众人集体沉默了。明月等人的实力，他们是有目共睹的，那些超凡级的 BOSS 都扛不住，他们凭什么扛？谁也不想当这个出头鸟。他们看似近2000人，不过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罢了。朱武一看其他人沉默了，顿感不妙。不过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他如果再认怂，丢不起那个脸。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朱武说着，直接杀向秦川等人。对朱武这些人，秦川都懒得出手了。李安澜直接一个流星火雨，再加一个新学的雷霆万钧。仅仅一瞬间，原本还在冲杀的几十人，只剩下包括朱武在内的2个有保命天赋的玩家。朱武2人天赋品级都很高，保命时间很长。不同的是，朱武身上出现了红色的光芒，另一个玩家身上出现了极厚的护盾。流星火雨落在朱武身上，不断的出现免疫字样。你们怎么敢的？朱武眼看着自己身后的队友全都被秒，眼睛瞬间红了。你们都要死！朱武说着向秦川杀了过去。周围的其他玩家都充满了期待，希望朱武能把秦川这些人全部杀死。秦二直接抬手给朱武补了一个死神镰刀。死神镰刀是就附带斩杀属性，无视保命技能。朱武瞬间被眩晕，随后直接被带走。另外一个出现极夸张护盾，秦四直接一个集中火力，夸张的攻速加上自动射击，再加上怒意的伤害叠加，这看似很厚的护盾连3秒都没有坚持到，就被秦四秒了。诸位还有谁有意见？我这个人很讲道理，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秦川看着其他人，一脸笑容，但此时秦川的表情在其他人眼中完全是恶魔的微笑。所有人的脸色不断变换，在心中迅速权衡着利弊。诸位，先到第2层就会有更大的优势。秦川眼看着众人陷入了纠结之中，开始拱火了。这句话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很多人听到这话开始动摇了。你想要多少钱？其中一个第6文明的领队问道。也不多，一人10亿金币就可以了。银狮曼都能拿出100亿金币。秦川不相信这些更高序列的文明会没钱，不过秦川也知道这些文明可能钱更多，但大多数都会用来发展领地，并不会把所有钱带在身上，所以秦川开价不算贵。一想到这里，秦川不禁在心里感叹，自己还是太心软了，这是个缺点，得改。那人听到这话，脸色一变，不过并没有纠结太久。你们把身上的金币都给我。他们虽然都是天骄，但一般不会带太多金币在身上，每个人也就带个10-20亿，够花的就可以了。
这群人有23个，要给秦川230亿金币。带队的这人身上并没有这么多。老板大气。秦川拿到钱，顿时眉开眼笑，给他们让开了路。这些人狠狠地瞪了秦川一眼，随后走入传送门。能用10亿买来获得神级传承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很划算。要是让秦川知道他们的想法，只会笑他们太天真了。谁告诉他们自己只会堵第1层的传送门了？反正都得罪了，秦川可不会手下留情。诸位老板，还有要过去的吗？秦川看向其他人，有人带了头，其他人也就没觉得有那么丢人了。他们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面子。既然大家都这样了，自己这么做也不算丢人吧。一旦自己给了自己台阶下，这些人就能迅速的说服自己。于是一个个纷纷交起了过路费。近2000个玩家，秦川一共收获了2万亿左右的金币，赚得盆满钵满。最重要的是，这才只是第1批，2000人而已。不过秦川也清楚，第5、第6序列的玩家数量有限，其他低序列的玩家就没有这么多钱了。但蚊子再小也是肉，没有市场，那就开发市场，把你们的装备都给安澜。秦川看着众人说道，把他们的装备都强化成神级套装，1人1套。秦川现在有钱了，自然要把自己人的装备搞好一些，因为接下来的计划需要人去实施，前提是他们要有足够的实力。想要赚得更多，自然要舍得投资。神级套装完全够用了，一身神级套装基本可以横扫。李安澜听到这话，开始忙碌了起来。明月给他们1人2000个传送阵，秦川很清楚，此时明月背包里的传送阵不知道有多少。很快，明月把传送阵分发完毕。众人虽然不知道秦川要做什么，但对秦川的话都是无条件执行。丽渊经过了刚才的事，明白自己找对了人，此时虽然也很好奇，但也没多问。很快，李安澜将所有的装备都强化完毕，每个人都有一身神级套装和一把神器。你们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方向，去外围把你们背包里的传送阵都卖了，一个传送阵卖100万金币。秦川说到这里顿了顿，你们背包里的那些超凡装备也卖了，不用留着，一件2000万金币，整套卖的话给他们打个折，1个亿。明月扩展背包之前捡的装备早就把众人的背包填满了，每个人包里都有1000多件超凡装备，这个时候拿去卖，能利益最大化。毕竟谁能有一套超凡装备，就能在这里走得更远。有了秦川的命令，众人立刻开始执行。丽渊此时对秦川佩服得五体投地。第54章，羞耻的叶天，海棠，你他妈想不想赚钱了？众人离开之前，秦川还加了几句：传送阵和装备卖的差不多之后，你们还可以再找一些玩家明码标价，就说可以保证让他们进入第2层，然后带一群人回来。收费标准的话，独狼玩家1人5亿，那些成群结队的1人15亿，10亿过路费加5亿护送费用。所有赚的钱去掉给你们强化神级装备的费用，可以给你们提成 5%。 秦川的最后一句话顿时让所有人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虽然没有这句话，他们也会尽心尽力去做，但有了这句话，他们可以完成 200%。 原本能护送50个的，现在护送100个，这可都是钱啊！也不要在一层浪费太多时间，以10个小时为限，10个小时之后留下10个人在这里继续收费，其他人全部进入第2层，留下收费的人。秦川做好安排之后，就带着明月等人进入了第2层。至于这些人谁留下谁走，这根本不是问题，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军人，令行禁止，不存在内讧的问题。更何况经过了神魔陵墓第1层的推进，原本那些忠诚度卡在99点的玩家已经有1大半满点了。战争永远是推进感情最快的方式。海棠，我们俩一组吧。叶天来到海棠面前说道，2到3个人一组是众人商议的结果。如此一来，既可以节省传送阵，又可以有效地完成护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群攻技能，没有群攻技能的话，清怪就要慢很多。护送过程中人太多的话，难免会出意外。因此2到3个人一组是最好的。叶天没有群攻技能，自然要找海棠组队。好，海棠欣然答应。2人开启传送阵，随意指定了一个方向，开始不断传送。很快，2人就到了第1层的外围。此时大部分玩家都往里推进了1000公里左右，所以2人倒也没有传送的那么靠外。毕竟越往里，玩家越密集。叶天2人附近1公里内就有不少玩家，不过基本上都是独狼玩家，相互之间离得挺远，生怕被其他玩家偷袭。现在还在这里的大部分玩家都摸清楚了，只要杀了其他玩家，就可以爆出他们获得的传送阵，所以玩家之间的厮杀变得不可避免起来。原本叶天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但真正见到人的时候，叶天开始为难了。
一直以来他都是职业玩家，闷头玩游戏的那种，说是宅男也不为过。让他这种人去做销售，这实在是有些过于为难他了。不是他不想赚钱，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先展示实力，没有实力，人家怎么信你？海棠瞥了一眼叶天，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听到这话，叶天顿时松了口气，直接来到不远处的一群传说级怪跟前，一刀一个。海棠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一个技能下去秒一片。周围正在努力清怪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尼玛差距也太大了吧！展示完实力之后，海棠开口了：“诸位，我这里有传送阵和超凡级装备，传送阵100万金币一个，超凡装备2000万金币一件，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海棠扯着嗓子喊的，生怕其他人听不到。叶天看到海棠这副模样，有些羞耻的别过脸去：“你他妈想不想赚钱？想赚钱就卖点力，不然老娘要不要分给你钱？”海棠看到叶天这副模样，没好气道。叶天听到这话，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下思想建设，随后开始学海棠开始大喊。喊第一句的时候，叶天还有些羞耻，但越喊越有感觉，很快羞耻心不见了。等到周围的玩家被他们吸引来消费的时候，叶天开始兴奋了。对，一个传送者100万，你要100个？好嘞！叶天说完，兴奋地和那人交易。就这样，两人不断地换着地方，花费了近8个小时，终于把传送阵和装备卖完了。此时，两人身后还跟着一群人。海棠很聪明，卖东西的时候顺便把可以护送的事宣传了出去。有些玩家一听有这好事，干脆不买传送阵了，心想有这个钱，直接让人护送不就好了。听这两人话里的意思，这里距离中心区域最起码还要200多个传送阵，那就是2亿金币，那还不如直接给5亿，还能直接保证到第2层，简直不要太划算。当然，也有人本身就有一些传送阵，觉得这么做并不划算，就只买了一些传送阵。毕竟独狼大部分都来自低序列文明，哪怕他们作为天骄，背靠整个文明，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金币可以挥霍，必须精打细算。此时跟在叶天两人身后的玩家有100多个，每个人5亿，就是600-700亿金币，提成 5% 就是20-30亿，再加上卖的装备，一件2000万金币，每人身上1000件左右，2个人就是400亿，提成 5% 就是20亿。和这两个大头相比，传送阵卖的钱倒显得可有可无了。算下来，每个人可以分到20-30亿金币。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可劲让公主给自己强化技能书了，连天赋石也可以强化。两人越想越兴奋，这下子赚大发了。大家现在跟我们走，传送阵只有30秒，大家行动要快，跟不上的怪不了我们。海棠看着众人说道：“放心吧，大佬，我们一定听指挥。”众人急忙附和道。听到这话，海棠放下心来，开始设置传送阵。有2人开道，再加上一路使用传送阵，自然是极快的。很快，众人就到了祭坛附近。他们是我们带过来的，都是收过钱的。海棠看着值守祭坛的同僚说道。值守的玩家听到这话，点了点头。诸位请进。他们还记得领主大人的话，这些都是给咱送钱的金主，服务态度要好，要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些被叶天两人护送过来的玩家，眼看着有实力封锁传送人的大佬居然对自己这么客气，顿时受宠若惊，瞬间感觉这钱花的太踏马值了，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进入了第2层。第55章，丽渊，不是我不主动，只是你不配。秦川等人到第2层的时候，排行榜上显示第2层已经有3000多玩家了，其中包括秦川放进来的近2000人，不过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个时间段能进入第2层的基本都是第6序列的玩家，有少数第5序列的玩家，至于独狼是没有的。强如丽渊，如果没有秦川等人的带领，还不知道要推进多久才能进入第2层，所以第2层的玩家至少都是10几个一队的。第2层具体多大，秦川不清楚，不过这个传送门似乎是随机传送的，并非定点传送，最起码秦川等人身边没看到一个玩家。他们出现在了一条河旁边，这条河很宽，长的看不到头。很明显，这条河的作用就是拦住去路。明确了这个之后，秦川心里清楚，这条河里面的水未必是普通的水。于是秦川随手拿出一件传说级装备丢到河里，那件传说级装备掉入河中的瞬间，不到1秒，瞬间被腐蚀殆尽。秦川看到这一幕，陷入了沉思。这些河水有很强的腐蚀性，但具体能腐蚀到什么地步，不可能是无上限的，那就成了概念型物品了。不过倒也说不准。于是秦川决定先找找看有没有桥或者船，找不到这2者，再下水试试。至于飞过去，秦川直接排除了这种想法。这种河水明显不一般，如果能飞过去的话，那就能游过去。
暂时先不考虑。众人沿着这条河连续使用了40-50个传送阵，终于在视野尽头看到了一座桥。桥旁边有不少玩家，秦川等人的到来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丽渊也跟在秦川身后。原本丽渊也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卖东西的，他很缺钱，没了整个文明的支持，一个人能打到的金钱极其有限，但装备他没有，自然不会开口和明月要。什么身份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他还是知道的。秦川也没让明月给他传送阵，相当于默认了让他跟着一起进第2层，这让丽渊有些惋惜，错过了发大财的机会。他算是看明白了，领主大人身边跟着的这几个人都是不缺钱不缺资源的，所以不需要去做。但自己不同啊，丽渊很想说我很缺钱，却说不出口。丽渊算了一笔账，其他人每个人最少能赚10-20亿金币，不算还好，越算越心痛。这可不是错过了1个亿，而是错过了好多个亿。不过丽渊有自知之明，自己不过是刚刚加入的，领主大人肯定先紧着原本的子民。一想到这里，丽渊决定好好表现。跟着领主大人还会缺赚钱的机会吗？那些玩家看到秦川等人神色各异，只有一队玩家看到丽渊之后脸色大变，为首的更是一脸冷笑。丽渊，你不是骨头硬吗？怎么现在又给自己找了个主人？此人名叫空，是第6序列文明空天一族的少主。空天一族每一任少主的名字都叫空，空的天赋品级更是高达永恒级。空天一族天生自带空间系能力，异度空间，天赋异禀。空的天赋更是空间系的空间之主，这让他的实力得到了恐怖的加成。之前丽渊和他对战，丽渊的战力是远超他的，毕竟空间系在现阶段对于战力的加成并不明显。但即便如此，空的种族自带技能异度空间让他变得极为难缠，再加上天赋的加成，丽渊甚至打不到他。每次要攻击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躲入异度空间。要不是他也奈何不了丽渊，被丽渊反杀了几个族人之后不得不放弃，丽渊还真跑不过他。所以此时看到丽渊，自然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丽渊心智何等坚定，岂会被空3言2语激怒？他不知不生气，反而一脸妩媚地看着秦川。不是我不主动，只是你不配罢了。你说的没错，这就是我现在的主人，我还主动用了你们报的忠诚度增加时，现在对主人忠诚度满了。这2句话犹如绝杀，瞬间让空破防了。之前他提出过让丽渊加入他的领地，甚至为此还不惜化身舔狗。好话说尽，毕竟在他眼中，丽渊天赋实力都是最顶级的，更何况还是和绝世美人。如果能得到丽渊，空领地的实力将会大增。但丽渊可是被第5、第6序列文明逼迫至此的，不但不同意，还将空嘲讽得体无完肤。最后空恼羞成怒才会动手。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得不到的女人居然对另一个男人如此主动，甚至还主动用了忠诚度增长时，还是自己手下抱出去的。空越想越气，双眼通红地看向秦川，你们都该死。他说完这话，一个瞬移出现在了秦川面前，用手中的剑斩向秦川。秦一直接挡在了秦川面前，空一剑斩在秦一身上，秦一几乎没怎么掉血，但秦一造成的反伤让空的血量掉了一大截，这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眼看着其他人纷纷出手攻击他，急忙躲入异度空间。秦川这边，李安澜等人的技能落空，秦川有些意外，不愧是第6序列文明，有点东西。不过秦川并不着急，这人总不能一直躲在里面吧。10秒钟后，空被异度空间排挤出来，刚要施展技能，秦三抬手一个死神镰刀将他定在了原地。死神镰刀眩晕2秒，2秒之后结算伤害。被定住的瞬间，其他人纷纷补上技能，李安澜的流星火雨、冰霜风暴等等技能，明月的剑刃风暴，秦武都没来得及砍一刀，空就被秒了。你们居然敢杀我们少主，就不怕和我们空天文明开战吗？空天文明的其他玩家顿时勃然大怒，纷纷一个瞬移来到秦川等人面前，还没到面前就被明月还没结束的剑刃风暴给秒了。震部，头皮发麻。桥旁边的其他玩家看到这一幕，都意识到了秦川等人的实力非同一般。要知道，空在他们这群人之中，战力可能不是最强的，但一定是最秀、最难被杀死的，却在秦川等人面前只坚持了10秒，恐怖如斯。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不敢直视秦川的目光，生怕被盯上。第56章，永恒级武器，秦川的盘算。此时桥边一共有400多玩家，其他人不知道是过去了，还是没找到这里，亦或是除了这座桥，还有其他的桥。不过对秦川而言，这些都不重要。秦川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上桥，而是在这里踟蹰不前。试试吧，1/3的概率，
总在这里待着也不是个办法。其中一队人的领队想了许久，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叹了口气道：“我先来吧。”这队人之中的一个玩家向桥上走去，众人纷纷看了过去，试图通过他的举动找到破解之法。这人刚一到桥上，手中的武器瞬间消失不见，很突兀，绝对不是被他收了起来。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紧接着，原本平静的水面出现了波动，一个面容和蔼的中年人从水里慢慢升腾上来。年轻的勇士优，请问你丢的是这把金色的剑，还是这把银色的剑，还是这把灰不溜秋的剑？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无比紧张地看着桥上的玩家，想看他怎么选择。这人原本武器的颜色就是灰不溜秋的。桥上的玩家此时也无比紧张。我丢的是这把灰不溜秋的剑。他选择了如实回答。谁知河神听到这话，脸色一变，整个人被黑气笼罩。结，选错了哟，你的命是我的了。随着他的话说完，原本和蔼的中年男人顿时变成了一个10丈高的恐怖怪物，张口将这人吞了下去。看到这一幕，所有人脸色都变了。没错了，每次的正确选项都不同，是随机的，3选1，1/3的概率能过去，否则就会被杀。这他妈怎么选？听到众人的讨论，秦川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这就像一个定时炸弹，3条线之中选一条线剪断，剪对了就能活，然后过桥。选不对就到此结束。河神刚才变成怪物的时候，秦川看了一眼属性，是一个神级 BOSS， 完整体的神级 BOSS， 等级都是问号，看不到他的信息，只能看到名字和品级，不是秦川之前杀过的那种一阶的。不过秦川的实力也不是像之前那么弱了，更何况对秦川而言，神级 BOSS 是一阶还是满级没什么区别，哪怕他属性再高，生命值和攻击再高，对秦川而言都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BOSS 要跑路的话，秦川追不上。不过这种功能形怪，秦川估摸着离不开这座桥附近。既然这样，秦川就有办法了。安澜，把我这把武器强化到永恒级。秦川想试一试这个河神有没有极限，如果没有极限的话，那就有意思了，赚大了。旁边的银诗曼等人似乎明白秦川要干什么了。对于秦川的实力，没人比他们更了解，只有丽渊一头雾水，不明白领主大人这是要干什么。虽然不明白，但听到秦川的话，丽渊无比震惊。永恒级武器，之前见秦川让李安澜给其他人一人强化了一套神级装备，丽渊已经大开眼界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秦川强大的根源就是靠眼前的李安澜。原本他以为将装备强化到神级已经是李安澜的极限了，没想到现在居然还能强化到永恒级。此时丽渊想到一句话，有时候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他自认为自己的天赋在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都是数一数二的，其他的那些永恒级的天赋比他的都要差一些。原本在他看来，其他玩家和他的差距犹如天渊，直到此时丽渊才明白自己成井底之蛙了。领主大人的每个手下都有一套神级装备和武器，丽渊打不过任何一个。别的不说，光是神级武器里面的全屏技能，丽渊就挡不住。他的天赋虽然可以保命，但时间很短。没看连之前的朱武还有空，这2个都被弄死了吗？丽渊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单论战力，这2个加起来都比不上自己，但论起保命的本事，自己不如他俩。更不用说李安澜这恐怖的天赋，完全可以批量造神。想到这里，丽渊原本因为永恒级天赋带来的一点小骄傲荡然无存，甚至有些忐忑，领主大人会不会嫌弃自己？丽渊这边胡思乱想的功夫，李安澜花费了1000多亿金币将武器强化好了。秦川是在领地频道说的话，其他人自然听不到。这把武器是欧辰特意为秦川打造的神级武器，附带的词条很多，原本属性就很夸张了，现在更是无比恐怖。秦剑永恒一阶，力量加1000百分号加1000000，智力加1000百分号加1000000，敏捷加1000百分号加1000000，特性锋利，无坚不摧，无视防御，减伤效果降低 80%， 万能法球，无视闪避。技能永恒空间，永恒灭光，寂灭之刃。武器的名字是打造出来之后秦川自己命名的，虽然是固定图纸，但打造出来的武器是可以选择自己命名的。强化到至高级的时候都还很正常，只是每个属性附加10万，但到了永恒级之后出现了质的变化，每个属性多了一个正 1000%， 这对秦川的增幅是无比恐怖的。原本秦川还觉得武器可有可无，加成不是很大，但现在不一样了，10倍的属性加成，无比恐怖。特别是其中附加的特性词条，
原本也有词条，但没有这么逆天。锋利和无坚不摧就不说了，是欧辰的第二天赋附带的，但剩下几个词条一个比一个恐怖。无视防御造成的伤害直接是真实伤害了，减伤效果降低 80%， 哪怕别人有很高的减伤比例，面对秦川也没什么用。万能法球秦川研究了一下，攻击的时候可以附加任意一个技能的伤害，这个技能是可选的。秦川直接选择了剧毒屏障，这个技能是克制回血的。原本秦川还要手动释放，比较麻烦，现在有了万能法球，刀刀附带剧毒，无视闪避就更不用说了。不得不说，欧辰的2个天赋有点恐怖，这些词条基本都来自于他的天赋，虽然初始可能没这么变态，经过李安澜的强化，产生了化学反应。秦川拿着这把武器向桥上走去，秦川的举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们倒要看看秦川能不能过去，被怪物吞了最好，这是其他所有人的想法。第57章，瑟瑟发抖的河神，这是什么恐怖存在？河神严格意义上而言，并不算是 BOSS， 更偏向于功能型 NPC。事实上也是如此。河神原本是一个神级文明的玩家，后来被系统将灵魂收录进来，成了游戏里的 NPC。原本他是相对自由的，但自从神魔陵墓开启之后，系统就把他安排在了这里，动都动不了，只能在桥旁边不断的让那些玩家做选择。所以河神的怨气很大，他恨不得所有玩家都过不去，反正自己死了。所以河神每次都和玩家斗智斗勇，尽量让玩家猜不出他的想法。作为河神，宇宙之中的任何水都对他造不成伤害，这是他的被动，活着的时候也叫天赋。即便是这威力无穷的弱水，河神在里面不止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反而极为自在。正当河神期待着和下一个玩家斗智斗勇的时候，他手里突然出现一把剑。河神还没来得及惊喜，就在系统的作用下自动生成了另外2把剑，一把金色的，一把银色的。噗！河神忍不住吐了口血，随即脸色巨变，看向了手中的剑，永恒级武器。河神看到手中的武器，肝胆俱颤。他生前一直在为得到一把主神器而奋斗，此时手中居然出现一把永恒级武器，他没有丝毫惊喜，只有恐惧。此时的他无比庆幸，这只是一把一阶的永恒级武器，但凡高一阶，自己在系统的胁迫下复制的话，直接就没了。不过一阶的永恒级武器，这他妈更离谱了。桥上的那位是哪位通天大佬的后辈不成？河神越想越害怕，复制这把永恒级武器已经超越了他的极限，要不是系统出力帮忙，他早就没了。即便如此，此时的河神血量也掉了大半，再来一次，他人就没了。准确点说是魂飞魄散，元神寂灭，这让河神感到无比惊恐。他强自镇定，急忙拿着3把剑出现在了水面上，看到桥上站着的年轻人，身上穿着的居然是一整套制高级装备。河神妈了，头皮发麻，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河神都不敢想，生怕自己一个念头引起那至高存在的注意。年轻的勇士哟，你丢的是这把金色的剑，还是这把银色的剑，亦或是这把无敌的剑？河神不动声色地拍了个马屁，他怂了，根本不敢乱来，甚至给出了暗示，只要秦川选了他原本的那把武器，河神就算秦川过关了。但秦川显然不会按他的套路来，秦川直接一把从河神手中抢过3把剑，这3把都是我丢的。开玩笑，3把永恒级的武器，秦川一把都不想放过。这一幕让桥边的其他玩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小子老子秀逗了，这不是找死吗？难道这也是一个选项？不只是这些人，就连丽渊看到这一幕都感觉脑瓜子嗡嗡的。领主大人还真是不走寻常路。丽渊看向身旁的明月等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顿时有些羞愧，看来自己对领主大人的了解还不够。此时的河神懵了，彻底懵了。秦川一下子给他 CPU 差点干冒烟，他想过秦川可能会选任何一把，却没想到秦川这么不讲道理。不过一想到秦川的这一身装备，肯定是某位至高存在的后代，这么做倒也正常，完全没必要把自己一个神级放在眼里。但系统规则不允许啊！河神内心开始恐慌起来，自己要是在系统的推动下把这位给杀出神魔陵墓，他背后的那位不会找自己清算吧？虽说那种存在进不了游戏新区，但河区只是时间问题。河神越想越害怕，心想系统千万不要让自己干蠢事。他干脆一挥手，黑雾涌出，将2人笼罩在内。如此一来，2人无论是说的话还是做了什么事，其他人都看不到。秦川看了一眼另外2把武器的属性，顿时有些鄙视地看向河神，你这复制的武器
属性怎么还比我原本的低了一些？河神听到这话，心里想骂娘，心想你这把武器差点把我给弄死，能复制出来还是系统出了力的，不然我何德何能复制永恒级武器？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河神还是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您的武器品级太高了，小神能力有限，哪怕损失一大半精血，也不能完美复刻。秦川看到河神这副态度，有些意外，想不明白这货为何这么卑微。此时河神脸色一变，大人，您没选对，系统要让我变身，我没办法。这话的意思很明显，这是不是我要做的，是系统逼迫我的。冤有头债有主，您可别算我头上。秦川听到这话毫不在意，因为身上套着魔冕和薄葬呢。你杀不了我，随便。看到秦川这副无所谓的模样，河神顿时松了口气。这话河神倒也没怀疑，没看这位一身至高级装备吗？人家既然这么说了，指定是有保命技能。想通了这些，河神再也不压制，瞬间完成变身，嘴巴张开，恐怖无比的吸力向秦川涌了过来。但秦川却丝毫不受影响，岿然不动，甚至无比轻松。河神看到这一幕，内心震惊的同时也松了口气。这位这一身装备这么恐怖，天赋不知道是什么品级的呢，肯定超出了自己的认知。这种人要么是某位至高存在的后代，要么本身就无敌，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自己能得罪的。这要是将来找自己清算，河神想想都晕。至于其他玩家，河神根本不放在眼里，天赋都没有超越至高级，不值一提，未来进入神级已经是极限了，想要更进一步难如登天。天赋并不一定能真正兑换成相应的实力，一切都讲究资源。同样的一个至高级天赋，在第6序列文明之中顶天了就是神级，甚至是半神。因为第6序列文明整个种族加起来资源很有限，但如果这个人出生在第8序列文明，成为神级是板上钉钉的事，未来成就主神级也不是不可能。这就是差距，所以河神才感到恐惧。他想不明白秦川的天赋到底恐怖到何种地步，在2阶还不到的情况下，就弄到了一身如此恐怖的装备。1阶至高套，1阶永恒级武器，这种东西他听都没听过。1阶装备一般最高就是传奇，领地守卫战手到最后一波会出现神级装备或者神器，这就顶天了。在网上，河神倒也不是没听说过，宇宙之中每隔很多年总会有那么1-2个幸运儿杀死神级 BOSS 爆出主神级武器，这也就到极限了吧。但秦川的出现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这才是他感到恐怖的根源。甚至在他看来，秦川很有可能就是某一位至高存在的转世之身，亦或是投影。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他这个小卡拉米能惹得起的。您可以过去了。河神看着还站在桥上的秦川，瑟瑟发抖道。他此时无比希望这个煞星赶紧离开。河神从未像此刻一般对活下去充满了执念。我为什么要离开？秦川的一句话让河神浑身一哆嗦。第58章，雁过拔毛的秦川，系统的羊毛都要薅。桥附近的其他玩家此时都傻眼了，怎么这家伙和其他玩家都不一样？现在是什么情况？难道3个都拿回触发隐藏剧情？一想到这里，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很快黑烟消散，但桥上的情况却出乎所有人预料。河神没有消失，秦川也还在桥上，这让众人摸不着头脑。各位，现在我可以让大家都过桥。秦川看着众人笑道。其他人听到这话神态不一，有惊喜的，有不幸的，也有防备的。他们不清楚秦川打的什么算盘，但肯定不是好事。也有人不信邪，直接上桥想要学秦川的做法，却被河神直接拍死了，选项都没了。这一下众人懵逼了，之前还3选1，现在倒好，选项都没了。此时已经有之前被秦川等人放到第2层的玩家也来到了桥附近，他们运气好，传送的地方离桥很近。看到秦川，他们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这个套路怎么这么熟悉？你不会又要堵桥收过桥费吧？那对人的领队说道。1层到2层的传送门是有一定机制的，和传送阵的机制差不多，30秒内传送的玩家都会传送到同一个机制，这也省了很多人再次聚集的时间。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第1层的老客户，但你这话说的不对。秦川并未生气，而是心平气和的解释，这些可都是自己的客户啊，态度要端正。什么叫过桥费？没有我的话，诸位得有2/3过不去吧？我这叫拿你们的钱办你们的事，倘若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一走了之，诸位该当如何？能过去吗？秦川的这2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即便是刚来的那群玩家，虽然刚来，但他们的同族有人在这里，知道这里的规则。河神听到这话，
一脸便秘的表情。之前秦川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河神怎么都不同意，这完全违背了系统的规则，他根本做不到。但当秦川表现出能杀死他的实力的时候，他害怕了。秦川将他的血量打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我可以直接杀死你，杀了你，我想让谁过，谁就能过。现在系统那边说得过去了吗？秦川似笑非笑地看着河神，让河神感到脊背发寒。可以，这倒不是河神欺软怕硬，而是秦川真的能杀死他的话，确实可以让所有人过去。这种情况下，河神只能妥协，但还是得有一个前提，但我得加入您的领地。系统给了我2个选项，要么加入您的领地，要么被您打死。河神欲哭无泪道。听到这话，秦川笑了，费这么大劲没有杀死河神，不就是为了收服河神吗？ NPC 也是可以加入玩家领地的，但前提是 NPC 心甘情愿才行。像河神这种最起码能复制神器的 NPC， 是多么完美的工具人啊！这样的话，以后领地铁匠的产能最起码能翻3倍，而且一般的装备经过河神复制之后，属性还会有所增加。以后跟着哥好好干，到时候把你带到现实中也不是不可以。宠物是可以直接在现实中召唤的，但投靠自己的 NPC 不可以。不过游戏中是有一种道具可以做到的，虽然这种道具出产的几率极低，但作为老板，先给他画个大饼，这没什么问题吧？河神一听这话，顿时激动了。在游戏之中，虽然也算活着，但要被系统的各种规则限制着，活脱脱的一个工具人，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实力也得不到提升了。加入秦川的领地，虽然也会被当成工具人，但总是有奔头的。只要能到现实之中，就可以以玩家的身份再次进入游戏，就有再进一步的希望。更何况眼前这位看着就恐怖，跟着他混总没错。于是2人的意见就这么达成了统一。河神直接加入了秦川的领地，只等神魔陵墓关闭，他就直接进入秦川的领地。多少钱可以过去？其中一人提出了疑问。作为第5、第6序列文明的天骄玩家，这些人自然是不缺钱的，只要秦川提的价位合适，倒也不是不可以。陈慧，一个人50亿金币。秦川满脸真诚道，能进入第2层的，基本上都比第1层的有钱，比第1层多要个10倍，这没什么问题吧？毕竟第1层自己清不清怪，这些人最终都会进来。但这里可不一样，没有自己，一大半的人都过不去。秦川越想越合理，甚至还觉得自己有点小亏。众人听到这话，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起来。同为第6序列文明，阁下这么做，未免有些过分了吧？50亿，你怎么不去抢啊？听到这句话，秦川笑了。不然诸位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呀？我就是在抢啊！谁要是不交钱，就是我的敌人，对待敌人，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秦川说到这里，脸色一变，随即又变得和煦起来。当然，交了钱就是朋友。秦川的话让众人感到无比难受，他们一直以来都心高气傲惯了，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威胁。你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我们这么多人，如果想走，你也留不住，我就不信就这么一座桥。其中一个人满脸不屑道。他说完，带着身后的族人就要离开。明月一个背刺瞬间出现在他的背后，一刀下去，这人瞬间被秒。此时明月的模糊等级已经很高了，也是杀一个人就可以刷新技能。于是接着使用背刺，一刀一个，很快就把这队人杀光了。仅仅几秒钟，一队人被一刀一个秒光了。寂静，阵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惹不起秦川，这群人的实力太恐怖了。于是有钱的纷纷去交钱，而钱不够的则瑟瑟发抖。我们钱不够了怎么办？秦川听到这话，很贴心的给出了解决方案，可以赊账、写欠条，用系统契约，10天之内必须还清，否则失去游戏资格。众人听到这话，脸色变得更难看了，这已经不能用雁过拔毛来形容了，简直就是雁过拆骨。但他们又没得选，都已经走到这里了，总不能前功尽弃吧？这就叫沉没成本。更何况对他们这些人而言，钱真不是问题，只是来之前他们也没想到在这里会花钱，所以每个人身上带的钱不算多。把所有人的钱都收了之后，秦川看向河神，你把我的人的武器都复制一遍。秦川此时已经摸清了河神的极限，现在河神有系统的帮助，最高可以无伤复制至高级武器，再高就不行了。这波系统的羊毛，秦川是一定要薅的。不过河神在这里也有一定的限制，每个玩家只能复制1件，多了就不行了。秦川让李安澜将众人的武器都强化到至高级，让河神一把把复制。第59章，我叫碧霄。进入第2层的玩家越来越多，除了秦川手下的人带进来的这些玩家之外，还有无数玩家一点点推进。原本这些人大部分都进不了第2层，
因为祭坛旁边的怪太密集。但秦川的人把祭坛附近近30公里的区域直接清理出来一片真空，这让无数直接通过传送阵传送到这一区域的玩家得以进入第2层。当然，相应的，镇守传送门的那些人收的过路费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进入第2层的人数达到了10多万。不过后来的这些自己走到祭坛的独狼玩家，秦川只是让手下的人收1亿金币作为过路费就够了。如此一来，很多玩家没钱进去，秦川又降价了，每个3000万金币。总之，主打的就是一个蚊子腿再小也是肉，要薅到每一个玩家的羊毛。第2层的桥那边，先收每个人50亿，过1天，这里人够多的话，就收每个人10亿，再过2天，每个人2亿，以此类推。秦川并不担心这些玩家看透自己的手段，有钱的不在乎，需要用钱来买时间。对他们而言，领先1、2天无比重要，没钱的就等等，主打的就是一个都不放过。秦川交代好河神之后，就带着明月等人过桥了。第2层不像第1层，到处都是怪，这里几乎看不到怪。过了桥之后，是一座座矗立的宫殿，宫殿门口都有门牌，大部分都是超凡级职业的传承，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半神级职业的传承，偶尔能看到一个神级职业的传承，但这种一般都有人进去了。每一个宫殿似乎只能进去1个人，这是系统规则，否则就会被其中的传承残魂攻击。但秦川可不在乎这些，搜仔细点。秦川带着众人硬闯每一个宫殿，这些宫殿从外面看不大，但里面都自成区域，里面经年累月的居然形成了很多超凡级甚至半神级的资源点，这可是秦川极其需要的。特别是欧辰，看到这些资源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欧辰作为铁匠，从来都不缺钱，自然不用留在第1层赚钱。众人纷纷掘地3尺，将这些资源点全部挖走。至于宫殿里负责传承的残魂，不敢动，根本不敢动。残魂原本安静的在宫殿里等着前来接受传承的玩家，却见到秦川等人如同土匪过境一般，这让他勃然大怒。但一细看，这些玩家居然全都是主神级套装，再一细看为首那人的装备，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原本愤怒的头脑瞬间清醒了，聪明的智商再次占领高地。惹不起，根本惹不起。于是干脆当作什么都没看到，躲在一个角落里，只希望秦川等人拿完东西后能把他当个屁放了。这尼玛是侍女座超星系团的神魔陵墓吗？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群变态的玩家？他不禁回想起自己活着的时候也进过神魔陵墓，那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难道现在世道变了？秦川却没工夫理会每个宫殿的残魂怎么想。如果这些残魂不招惹自己，自己自然不会去弄他。毕竟他们还要负责传承职业，超凡级的职业是第2层大部分独狼玩家的选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秦川会给尽量留着。将所有宫殿洗劫一空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天。从第1层赶过来的叶天等人也早已和秦川会合。眼看着这些宫殿实在是没什么好东西了，秦川这才有些不舍地带着众人继续往里推进。第2层通往第3层的是一个登天之梯，一共999节楼梯，但每一节玩家承担的压力都不尽相同，越往上所需要承担的压力越重。说白了，这里考验的就是玩家的属性、装备或者是技能。属性不够的话，如果能用磨免技能，倒也是有可能通过的，前提是爬得快一点，磨免的时间坚持得久一点。没有相应技能的话，要么属性高，要么装备好，或者像秦川一样全面大幅度超标。此时的楼梯上面，不少玩家苦苦支撑，希望能爬到第3层。只要到了第3层，就有希望得到神级传承了。第2层虽然也有，但太少了，完全不够分。更何况能出现在第2层的神级传承，想来也不会多好。秦川等人则完全不同，所有人都有神级套装，在登天梯上如履平地，一群人浩浩荡荡，不到10分钟就抵达了第3层。看到这一幕，其他玩家已经无力吐槽了，毕竟他们之中很多都认识秦川，被秦川收过过桥费和过路费。第3层的环境和前2层大相径庭，这里更像是一个古战场，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上古残尸。秦川甚至感觉到了来自这些战场残魂的杀意侵扰。不过秦川无论是智力亦或是魔免，都高得惊人。不只是秦川，跟着秦川的众人，因为有装备，所以也没受到什么影响。但秦川清楚，这应该就是第3层的考验之一。大部分玩家都不会像自己这么轻松，越往里走，这种杀意的侵扰越强烈。和第1、第2层相比，第3层并不大，但对大部分玩家而言，第3层寸步难行。秦川等人很快就看到了10几个艰难前行的玩家，很明显，这些都是在秦川他们之前进入第3层的，那些第6序列的顶级天骄。
这一路，秦川看到了很多残兵，里面都有传承残魂，其中大部分是半神级的，少部分是神级的。很多人即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就近选择一个神级传承。秦川之前和河神交流过，神级也有3、6、9等之分。第2层的神级基本上都是下位神，第3层大部分也都是下位神，极小的概率出现中位神。至于得到的传承是下位神还是中位神的，考验的是眼界。如果没有这个眼界，就只能靠运气了。下位神和中位神之间的差距极大，大多数下位神都是杂神，能成为神级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所以传承虽然是神级，但和中位神相比差了很多，更不用提上位神了。每一个上位神的传承都是神级里面最顶级的。不过即便是在第4层，上位神的传承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下位神。想要稳妥的得到上位神的传承，就得进入第6层。第5层大多是中位神的传承。秦川看了一眼排行榜，此时第3层有60、70人，第4层有5、6个，第5层则一个都没有。恭喜玩家恒宇进入成为首位进入第5层的玩家。秦川看排行榜的功夫，第一个进入第5层的出现了。秦川等人继续往里推进，很快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姑娘，想进入第4层，要过我的大阵。小姑娘刚说完台词，看到秦川的一身装备，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异，却并没有失态。你是怎么在一阶的时候弄到永恒级武器的？小姑娘看着秦川，一脸好奇。你不怕我？秦川有些好奇的看着眼前的小姑娘。这一路走来，秦川也摸清楚了，这些 NPC 都能看清楚自己的装备，所以都很害怕自己。河神如此，那些宫殿的残魂也是如此，但眼前这个小姑娘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只有好奇。这个 NPC 绝对不一般。秦川瞬间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果然，小姑娘听到这话，一脸不屑。区区一把永恒级武器，有什么好怕的？给我都不要，我只是好奇，你是怎么在一阶获得这个品级的武器的？小姑娘越说，好奇心越重。看秦川没有和她说的想法，小姑娘百爪挠心。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不放你们过去。你的那些装备对我而言没用。小姑娘色厉内荏道。秦川却怡然不惧。根据系统的尿性，第3层不可能安排这么恐怖的守关 NPC。眼前的这个 NPC 实力或许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但系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这一点从第2层的河神就能看得出来。神魔陵墓里的 NPC 都要受到系统的钳制。你能打得过系统？秦川看着小姑娘，似笑非笑道。听到这话，原本还气势汹汹的小姑娘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被你看穿了，真没意思。随即她好像想起了什么，顿时又兴奋了起来。这样吧，我加入你的领地怎么样？秦川听到这话有些意外。你不是还要守关吗？河神是被自己打败了，算是收服的，所以不得不加入自己的领地。这一点系统也没办法。但眼前这个 NPC 可不同。秦川虽然没和他打，但秦川估摸着自己多半打不过这个女人。系统规则怎么会允许他逃攻？小姑娘听到这话不屑一笑。这本来就不是我的活，我只是太无聊了，来这边玩，我离开之后会有人顶替的。秦川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怪不得这里会出现一个实力如此恐怖的 NPC。 你叫什么名字？我加你。有这么强力的 NPC 加入，秦川自然不会拒绝。碧霄第60章，明月的转职之路让碧霄看不懂的秦川。碧霄这个名字好熟悉啊，秦川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了。不过这不重要，这里最好的传承是哪个？秦川看着碧霄，想要找到最厉害的传承，问眼前这个女人再合适不过了。碧霄即便是加入了秦川的领地，但他的信息除了名字全都是问号。很显然，碧霄是个大佬，还不是一般的大佬。只是秦川想不明白，这种大佬是怎么陨落的。这话你们要是晚一点问，可能就错过了。碧霄听到这话，故作神秘道：这里面最厉害的一个小家伙的传承，并不在第9层，就在第3层。有多厉害？秦川一听这话，来了兴致。这个小家伙天赋不算高，但心智极为坚韧，一手杀戮剑道练到了极境。陨落的时候虽然只是主神级的，但死在他剑下的至高级不计其数。在我看来，哪怕是一般的永恒级，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这个小家伙是北落紫霄剑主，这第3层的杀意不过是他的剑无意间散发的罢了。碧霄说完这些，看向明月。你们之中只有这个小姑娘最适合接受他的传承。秦川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杀戮剑道副作用很大吧？丽渊的天赋魔主，秦川已经有所了解，其中的副作用一般人绝对承受不住。
这也导致了丽渊的实力比其他的永恒级天赋玩家要强很多。按照碧霄的描述，如果接受了这位的传承，副作用只会更大，这不是秦川想看到的。碧霄听到这话，一脸鄙视。大道之争，强则强，弱则亡。北落剑主的忘我杀境，如果发展到极致，极有可能超越杀戮大道，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居然在乎区区副作用，要不要接受传承，让这个小姑娘自己选吧。碧霄说完，随手一挥，秦川等人顿时消失在第3层，被他送到了第4层。做完这些，碧霄看向明月，小脸一垮，哪里还有刚才那副前辈高人的模样？她本来就是少女心性，刚才强装前辈高人，感觉很心累。虽然我不知道这家伙的天赋是什么，但一定很逆天，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逆天。碧霄说的自然是秦川，但越是逆天的天赋，越是被那些强大的存在所不容。当初人皇帝星的天赋也很逆天，但还是被镇压了。别看他现在潇洒，将来面对的镇压和阻力远超你的想象。所以你要想帮他，这北落剑主的传承是必须要接受的。刚才的话我没有开玩笑，北落剑主当初虽然没成长起来，但他的杀意惊动了很多存在。说完这些，碧霄摇了摇头，算了，我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操这个心干啥？你自己选择吧。忘我杀境副作用确实很大，一旦继承忘我杀境，面对几乎所有人都会只有理性，没有感性，你再也感受不到世间任何美好的情绪。当然，进入忘我杀境之前的美好，还有人都是可以保留的。但这也造就了一个问题，进入忘我杀境之前，对你而言美好的人将会成为你的致命弱点。你要想清楚。明月很认真地听完了碧霄的话。其实就算碧霄不说这些话，明月也明白，少爷的天赋太过逆天了，注定会引起很多强大的存在镇压。之前的新手村之战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还没出新手村呢，就引起了第5序列文明的倾轧。所以明月一直在默默努力，想着将来替少爷扛住压力。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眼前，明月自然不会放弃。没什么需要考虑的，这个世界上值得我在乎的人也只有少爷，其他人根本无所谓。碧霄听到这话，眼中泛出异彩。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姐。说完这话，碧霄随手一挥，带着明月不知道挪移了多远，出现在了一处明明不可知的空间之中。你也是运气好，有我在这里，否则要想找到这个小家伙的传承，难如登天。这么说来，让我带你们来这里，也算是一种隐藏任务了。碧霄自言自语道，好像又被系统算计了。碧霄说完这话，右手一挥，虚空之中出现一道裂缝。裂缝出现的一瞬间，明月瞬间感受到无穷的杀意迎面而来，似乎有无穷无尽被杀死的魂魄在自己耳边不断呢喃：守住本心，切勿迷失，去拿起那把剑，就算传承成功了。碧霄指着空间裂缝里插在那里的一把紫色的剑，说道。明月点了点头，收摄心神，尝试往前走，但这一步无论如何都踏不出去。这无穷的杀意让他寸步难行。碧霄倒也不着急，他很清楚，明月想要拿到那把剑不是1天2天的事，最快也要10天半个月，前提还是明月的心智坚不可摧。罢了，反正没事，就在这里为你护道吧。碧霄叹了口气，撇了撇嘴道，左右是自己惹出来的事，总不能只管杀不管埋。碧霄说完这话，本体留在了这里，替明月镇压那把剑，元神则分化出来一道虚影，前往第4层。明月看着眼前的这把剑，明明距离自己很近，却又好像远在天边。这短短的一段路，明月几乎每时每刻都费尽了心神。好在明月的意志力足够坚定。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失去本心，没了本心的自己，还是自己吗？明月从来都不是这种人。这么多年，明月的想法从未变过，坚定且专一，那就是保护好少爷，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终于，明月迈出了第一步。仅仅是这一步，明月就要承受无尽杀意的冲刷。不过迈出第一步之后，明月就再也没有停下过，哪怕走得再慢，也一直坚定地往前走。碧霄的本体看到这一幕，也被明月惊艳到了。没想到他的心神如此坚定，不得了。碧霄很清楚，哪怕是真正成神的玩家，想要继承北落剑主的传承都极其困难。眼前的小姑娘也就是对路，否则碧霄提都不会提。但即便如此，碧霄也没想到明月会这么快迈出第一步。其实除了明月，秦川也适合走这条路。碧霄在秦川和明月身上都感受到了杀戮的气息，甚至在李安澜身上也感受到了。不过秦川走的是领主路线，继承不了这个传承。李安澜则是法师，和剑主不对路。北落剑主原本就是敏捷系的职业，看来看去只有明月最合适。像北落剑主这种以主神的位阶能杀至高如土狗的存在，当时惊艳了不知道多少人。品阶越高，想要越阶越难。
宇宙之大，永远不会缺乏天骄。以普通模板或者精英模板越2到3阶击杀稀有模板或者传奇模板的人或怪，可以被称之为天骄。这里的传奇模板不是一阶的传奇模板，而是完整的传奇模板，就像河神这种才是完整的神级一般。以普通模板亦或精英模板击杀传说甚至超凡模板的存在，可以称之为顶级天骄。再进一步，能击杀半神级甚至神级的存在，就是绝世天骄。这种人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极为罕见。当初的北洛剑主就是如此。后来北洛剑主领悟忘我杀尽，成长为主神级之后，愈发逆天，引起了那些大佬的恐慌，被联手镇压。但即便强如北洛剑主，在碧霄看来也远不如秦川逆天。北洛剑主最多让碧霄感到惊艳，但秦川直接让他看不懂。第61章反秦川联盟的成立，暗流涌动。时间如流水，一闪而逝。距离秦川等人进入神魔陵墓已经过了1周了。秦川领地内的其他玩家都快人手一套传奇套装了，传说套装更是不在少数，这也使得他们的练级速度急速飙升。普通怪一刀一个，哪怕是那些秘境之中的精英怪，也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再加上李彻的天赋经验加成，秦川领地的子民升级速度极快，仅仅3、4天的时间，就有无数人等级到了10级，可以去参与进阶挑战了。进阶挑战也很简单，比如精英模板的进阶挑战，击杀一个精英 BOSS 就可以了。稀有的则是击杀稀有级 BOSS， 以此类推。原本蓝星玩家作为第1序列玩家，一阶进阶挑战的上限是传说级，但现如今的蓝星在秦川的带领下，已经进阶为第2序列，所以挑战上限也就变了，变成了超凡级。秦川临走之前就做好了安排，让欧辰打造了很多套半神级装备，以备不时之需。周明眼看着领地内越来越多的玩家要进行越阶挑战，干脆拿出这些半神级装备，让这些人用领地贡献租用。周敏倒也不怕这些人拿了装备跑路，毕竟这些装备都有领地标签，一旦脱离领地就用不了。于是那些达到10级的玩家轮流使用这些半神级套装去完成进阶挑战，用半神级套装去打超凡级的怪，完全是降维打击。所有人都完成了超凡模板的进阶，属性获得了飞跃性的提升。随后秦川领地之中完成进阶的子民全都前往了相对应的主城长安。长安是蓝星所有玩家统一的主城，长安城极其浩大，一眼看不到边际，容纳数十亿玩家都轻轻松松。城内如同新手村一般，到处都是传送阵，这也是为了方便玩家赶路。长安城的名字也是系统根据蓝星的历史命名的。随着玩家进入主城，整个银河系大区之中的无数个区之间的边界直接打通了，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大区。整个大区的主城多如繁星，每个文明最少一个主城，多得如先秦文明有上百个。整个银河系大区暗流涌动，之前被秦川在新手村之中击败的那些文明，在玄鸟文明的串联下再次联合了起来，组建了一个反蓝星联盟，也叫反秦川联盟。大人，真的要对蓝星玩家动手吗？象征满脸迟疑地看着眼前的鸟头人，说道。他只是一个第3序列文明的玩家，真不想折腾也折腾不起，但没办法，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要站队，非此即彼。让他站秦川那边，他没那个胆量。没看反秦川联盟之中已经有无数文明加入了吗？怕什么？我得到了消息，秦川的高端战力都跟着他进了神魔陵墓，最起码10天半个月出不来。而且秦川在神魔陵墓之中把第6序列的那些顶级天骄得罪了个遍，我们只是打前站，后续那些大佬就会跨区而来。鸟头人满脸自信道。玄天失去了游戏资格，他接替了玄天的工作。新手村之中，高序列文明不得对低序列文明出手，这是规则。毕竟新手村之战决定了文明的存亡，一旦出了新手村，就再也没有这些限制。毕竟游戏之中再怎么杀一个文明的玩家，也影响不到现实，只要不影响到现实，就没人会管。蓝星文明不过是刚刚进阶第2序列，秦川是有一把神器，但肯定会带着去神魔陵墓。我们这么多文明联合起来，玩家超过10万亿，堆也堆死他们。趁秦川回归之前，把蓝星的玩家屠戮一遍，堵着他们的主城，谁出来就杀谁，让他们练不了级。鸟头人说这话的时候满脸得意，他在玄鸟文明不过是个中下层，哪里享受过这种大权在握，指挥无数文明的感觉。玄天真是个智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是鸟头人此时心中的想法。联盟之中，其他人听到这话顿时松了口气。当知道他们背后有无数大佬支持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怕了。秦川再厉害，能厉害得过那些第6序列文明？这个秦川还真是不知死活，
居然敢把那些第6序列文明的天骄都得罪了。这个时候，只要自己站好队，表表忠心，未来或许可以更进一步，进阶第5序列。一想到这里，所有人都心头火热，谁都想为自己的文明立下汗马功劳，名留青史。大人，我精灵文明愿意打头阵，为大人冲锋陷阵。精灵王死后，精灵一族新区的领袖由精灵族大长老的儿子马吉纳。好，传令下去，每个文明出10亿精英玩家，3小时后围困长安城。鸟头人志得意满地下令道。至于踏平长安城，他可不敢下这种命令。每个主城的城主都是神级 NPC， 主城的士兵最低都是半神级的。现阶段他们有多少人也不够填，更何况就算他们拼尽全力能击杀城主，也会引发一系列反应，比如引发统治所有主城的银河系宇宙国国主的震怒。到了那个地步，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他的策略是围点打援，围住长安城，让所有玩家出不了城，出来一个杀一个，也算是给秦川的下马威。等那些第6序列文明的大佬跨区打过来的时候，才是全面开战的时候。马吉纳此时也很兴奋，精灵族之中不是铁板一块，大长老和新上任的精灵王不和，之前精灵王被击杀，失去了游戏资格，精灵王的位置已经摇摇欲坠了，只是暂时还没有人提出废除精灵王罢了。对于王的位置，马吉纳可是觊觎已久，只要这次能带领精灵一族的玩家打出气势，帮助那些大佬震慑秦川，自己就算立下大功了。精灵王的位置基本上板上钉钉了，一个失去游戏资格的废物罢了，占着位置不愿意下去。一想到这里，马吉纳眼中就泛起了寒光。他让人挑选了精灵族之中最精锐的10亿玩家，既然决定了要给人当狗，那就当那条冲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才能吃到最肥美的那块肉。诸位，一个时辰后我将带头冲锋，倘若我被杀死，诸位不要停止，为我们精灵一族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马吉纳做起了战前动员。不得不说，马吉纳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精灵一族的情绪瞬间被调动了起来。第62章，战争开启，诱敌深入的司马错。作为统帅，马吉纳留了个心眼。众所周知，秦川是有一件神器的，虽说那位大人说这件神器很可能被秦川带走了，但这种事不怕1万，就怕万一。对联盟其他文明的玩家而言是万一，一旦发生，对自己这10亿人就是100%。现在可不是在新手村了，每次死亡复活时间要7天左右。这10亿玩家可是精灵族最先进入主城的，全是精锐中的精锐，7天的复活时间对他们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在马吉纳的命令下，精灵族派出了先锋部队3亿人，向长安城冲杀了过去。反秦川联盟的高层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战，只要长安城这边用出了神器，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冲杀了，到时候光用人数就可以堆死蓝星玩家。此时秦川领内的玩家已经超过了1亿，其中大部分都是先秦玩家，蓝星玩家2000万左右。反秦川联盟声势浩大，先秦文明这边早就得到了消息，于是派出了10亿精锐玩家来支援长安。而蓝星玩家走出新手村进入主城的也只有2000多万，绝大多数都是秦川的人。普通蓝星玩家没有装备的加持，升级速度要慢很多倍，不过对他们而言，升级速度慢未必是坏事，因为秦川的领地现在容量有限，蓝星无数玩家想要加入秦川的领地，获得装备加持，然后完成进阶挑战，但秦川不可能把这么多名额留给蓝星玩家。先秦玩家无论是团结程度亦或是个人属性都远超蓝星玩家，大规模的军团战，先秦玩家体现的战力远超蓝星玩家，哪怕是同样的属性，同样数量的蓝星玩家也远远不如先秦玩家。现阶段秦川当然要以战力为主，未来随着自己领地的发展，蓝星玩家肯定都能加入。至于一阶的进阶挑战，一阶挑战低一些，2阶进阶3阶的时候仍然可以挑战，无非是晚一些罢了。蒙恬跟着秦川进入了神魔陵墓，所以这一次镇守长安的将领换成了司马错。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虽然稍逊于蒙恬，但领兵打仗的本事也少有人能及。他眼看着精灵一族居然只派出3亿人进行第一波进攻，顿时明白了马吉纳打的什么主意，无非是害怕那件神器罢了。想到这里，司马错不禁一阵冷笑，领主大人果然料事如神。按照正常将领的想法，精灵族只出3亿人，长安这边10亿多人，而且都是超凡模板起步的，其中先秦玩家之中的精锐更是有1亿左右的半神级模板。先秦玩家本身就是传奇模板，起点高，进阶挑战的上限自然也高，最高可以挑战神级的。不过现阶段没人能完成神级模板的挑战，
半神模板还是靠领地之中的那些半神级套装。即便如此，也只有1亿左右的玩家完成半神级挑战。但即便是只有1亿的半神级，足以碾压精灵一族了。如果司马错想的话，完全可以给这3亿玩家来一个歼灭战，甚至不需要动用神器。不过司马错也清楚，第一波人马不过是试探罢了，对整个反秦川联盟而言不值一提。他们既然想看神器的技能，司马错决定成全他们。神器都有全屏技能，所谓的全屏技能就是范围很大，远超一般技能的范围，起码10万乘10万米的范围起步，甚至更大。但即便是最小的范围，也是方圆100公里。当然，这个范围只能在同一个地图之内。长安城有4面城墙，每面城墙之外都是一个独立的地图，而精灵一族的3亿大军远远填不满这么大的范围。司马错派出一个士兵，手里拿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之前使用过的哪怕神器烈天之剑。这把剑出场过一次，这一次自然也需要用到它。如此一来，那些人才会放心。不过很显然，这3亿精灵玩家并没有参与过之前的新手村之战，他们不知道这把剑是神器。倒是远在后方观战的马吉娜看到了这把剑，心中一惊。游戏之中有很多可以共享视野的道具，作为统帅，马吉娜自然要看清楚前线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不只是马吉娜，整个反秦川联盟的高层都是心中一惊，还有庆幸。幸亏精灵一族打头阵，不然他们肯定会损失惨重。他们虽然也没见过这把剑，但有所耳闻。而且对方只出一个人，很明显是要发动神器。难道秦川没有把神器带走？此时的马吉娜无比着急，刚想下令让大军后撤，却发现前方那人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剑，随之而来的马吉娜共享的视野之中变得白茫茫一片，随后视野瞬间消失。这意味着向他共享视野的玩家已经被击杀了。马吉娜深吸了一口气，3亿精锐的损失他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只要这一战之后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那么一切损失都是值得的。诸位，我们的袍泽已经为我们扛下了第1轮的神器伤害，我们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吗？马吉娜看着身后的7亿玩家，神情激动道。不能。那我们该怎么办？马吉娜怒吼道。杀！杀！杀！7亿玩家振臂高呼，喊杀之声将天空之中的云都冲散了。杀！马吉娜挥动手中的剑，带头开始冲锋。眼看着精灵一族其他玩家都压了上来，司马错明白正戏才刚刚开始，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诱敌深入，然后一击致命。这个敌不只是精灵一族，而是敌对联盟这次出动的所有兵马。司马错很清楚，自己这边一旦再次动用神器，就会引起对方的忌惮。一旦打草惊蛇，对方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到了那个时候，对方只会一波波试探，想要造成致命伤害，甚至全歼敌人，难如登天。所以在发动神器之前，尽量将所有敌人都引诱过来，一击致命。第9、第10编队出城迎敌。为了方便指挥，司马错将长安城内的玩家进行了编队，每1亿玩家为一个编队。第9、第10编队的玩家都是超凡模板，装备相对差一些，一部分传奇，一部分稀有装备，其中一小部分有传奇套装。精灵一族的玩家不过是传奇模板，极少数完成进阶的也不过是传说模板，装备更是稀烂。以2亿对7亿都是抬举他们了，一个打10个完全没问题。很快两军短兵相接，近10亿玩家的大战声势极其浩大。虽然精灵一族人数占据巨大优势，但战场局势却是一边倒。精灵一族被杀得丢盔卸甲，全线溃败。在后方看到这一幕的其他文明高层，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怎么会差距这么大？他们想过精灵一族可能不是先秦文明的对手，但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各位都别看着了，该你们上场了。为首的鸟头人并没有为眼前一的一幕感到担忧，在他看来，先秦文明虽然占据优势，但并非不可战胜。自己这边的人只要全部压上，上万亿精锐玩家，他们怎么打？他都不知道这一仗怎么输。第63章，全歼万亿玩家，秦川的转职，人皇。上万亿玩家从长安城的4面城墙进攻，整个长安城如同被玩家的海洋包围了一般，浩浩荡荡，全是敌人，根本看不到尽头。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都充满了敌人。司马错却丝毫不慌，所有人马全部压上第1编队，按照计划行事。第1编队人数不多，只有2000多人，全都是半神级套装的盾战，而且个个都有神器在手，其他人不过是诱饵。第1编队才是司马错的真正杀招。随着司马错一声令下，长安城内的所有玩家都冲杀了出去。
长安城玩家的属性远超反晴川联盟玩家。反晴川联盟虽然声势浩大，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第3序列文明的玩家，甚至连第2序列的很多文明都被迫站队。整个银河系第4序列文明数量有限，一共就30多个，所以这些玩家的属性远远不如长安城的玩家，装备更是被彻底碾压。虽然人数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每一个长安城出来的玩家都如同一辆坦克一般横冲直撞，所遇到的玩家基本上都是秒杀，就像石头撞到豆腐一般。不过即便如此，对方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很多玩家破不了防，一人一刀磨也能把长安城的玩家慢慢磨死。司马错很清楚，所以并不准备拖下去，要一次把这些人打疼，他们才会长记性。第一编队的玩家从城墙的四面不断往前突进，横冲直撞，根本没人能阻止他们。他们深入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玩家，但这群人是盾战，又有半神级套装在身，根本没人能破开他们的防御。一个玩家周围最多就那么多敌人能攻击到他，所以短时间内这些盾战不会被磨死。他们按照司马错的安排，每隔很远站一个人，到达指定位置之后，等待司马错的命令，随时准备启动手中的神器。反晴川联盟这边，各族的高层看着如同蝗虫一般陨落的自己人，一脸麻木。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他们已经没有了心疼的感觉了。至于鸟头人，他才不会心疼，又不是自己的族人。虽然自己这边的人一片片的死，但他仍然信心十足。长安城的玩家不是无敌的，整个长安城不过10亿玩家，这么磨下去，迟早都会被他的人磨死。虽然过程有些出乎自己的预料，但结果是好的。上面那些人才不会问过程，只要结果。他并不担心玩家被杀的溃败，这毕竟是游戏，不是现实。没有人会真的死亡，不会死亡就不会恐惧，没有恐惧就不存在溃败。如此，双方交战了2个小时左右，第一编队所有人都到达了指定位置。司马错眼看着所有人都在领地频道说了句到达，深吸了一口气。敌人数量太多了，只有分散站位才能保证所有人都在神器技能的笼罩范围之内。启动！司马错此时无比激动，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如果能全歼敌人，他将被载入先秦文明的史册。随着司马错的命令，2000多个盾战瞬间启动神器，一瞬间，无数全屏技能淹没了反晴川联盟的玩家。阳光普照，凛冬将至，雷神之怒，鬼影重重，这些技能完全不讲道理，最起码不是现阶段的玩家能承受的。仅仅10秒钟，城墙外只剩下无尽的玩家尸体，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不是没有人有保命技能，但这些人的保命技能显然没能让他们撑过去。震不，头皮发麻，浑身颤抖。远在战场之外的反晴川联盟高层看到这一幕，全都傻眼了，包括鸟头人。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神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即便是鸟头人见多识广，此时也被刷新了认知，他完全接受不了眼前的实事。这意味着他彻底的失败，比上一次玄天的失败更加严重，损失太大了，大到哪怕是玄鸟文明也要给这些反晴川联盟的高层一个交代。他甚至能想到自己悲惨的下场，越想越害怕，直接瘫软在地。全歼！司马错此时如同被抽干了力气，再也没了之前的淡定，整个人毫无形象地坐在了地上。此一战过后，反晴川联盟最起码1周之内对长安城构不成威胁。至于1周之后，司马错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杀招已经暴露，暴露出来的杀招就不再是杀招，敌人总有方法应对，比如将人分为无数个梯队，分阶段围困长安城。不过以长安城玩家的实力，完全不怕他们分兵，只是如此一来，长安城内的玩家就被困住了，没办法练级，只能希望领主大人他们快点回来。诸位，司马错将军为带领大家打了个大胜仗，但诸位不要因此得意忘形。7天，我们有7天的时间升级，7天之后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到时候可就没有机会再去升级了。周敏自然也清楚眼前的局势，在领地频道开始做起了动员。周敏作为领地的经理人，虽然等级不重要，却也要跟上大家的步伐，一起进入主城，所以专门有一队玩家负责带周敏升级。此时的长安城玩家，特别是蓝星玩家，第一次经历这种大战，而且是大获全胜，所有人还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这种亢奋的状态不会因为周敏的几句话而改变，不过周敏的话足以让他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所有人心中都有了一丝紧迫感。此时的晴川已然出现在了神魔陵墓的第9层，实际上第8次都是主神级传承了。跟着晴川进来的那些人，全在第8层接受各类主神的传承，比如晴一的不动明王传承。
秦三的死神传承，又比如丽渊的杀戮之主传承，比如银诗曼的主神及领主传承。除了明月之外，碧霄还给李安澜找了一个传承。根据碧霄的说法，这个传承和明月的传承相比也不逊色，只不过明月的传承是一种极境，战力无比恐怖，而这个传承碧霄称之为万法全通，也是出自一位金才艳艳的女子。秦川则在碧霄的建议下走进了第9层。第9层只有一个人的传承，人皇帝星，也是整个神魔陵墓之中最强的领主传承。人皇帝星的虚影看到秦川并没有多说什么，能来到第9层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在这之前，碧霄前辈已经来到第9层，提前告知了他。他相信碧霄前辈看人的眼光，我当年只走到主神级就被镇压了，希望你能走得更远。帝星说完这话，右手一指秦川，恭喜玩家转至为唯一职业人皇，恭喜玩家进阶为主神模板，恭喜玩家学会领主技能碎甲领域，恭喜玩家学会领主技能破魔领域，恭喜玩家学会领主技能嗜血领域，恭喜玩家学会领主技能人皇的悲悯。第64章，明月和李安澜的职业返回领地。破甲领域顾名思义，可以让秦川领地内的子民都拥有一定的破甲属性，一级是 10% 破甲，每提升一级加 2%。 破魔领域和破甲领域差不多，只不过是击破魔抗。嗜血领域相对要变态很多，秦川领地内的子民都拥有一定的物理吸血和法术吸血，一级是 10%， 每提升一级增加 5%。 人皇的悲悯则更夸张，每一个秦川领地的子民在血量降低到只有1/3左右的时候，会瞬间回满血。一级的冷却时间是3天，每增加一级，冷却时间降低2个小时。这些是秦川转职为人皇初步学习的技能，但秦川还看到了很多没有点亮的技能，比如人皇战体之类的。至于效果，没有点亮，秦川看不到，毕竟现在才刚晋升2阶，能学的技能有限。另外一边，明月经过了近10天的缓慢前行，终于来到了那把剑跟前。忍受着无尽杀意的冲击，明月毅然决然抓住那把剑。恭喜玩家转职为北落紫霄剑主，恭喜玩家进阶为主神模板，恭喜玩家学会技能忘我杀境。和秦川的那么多技能相比，明月转职之后只有一个技能。明月学会忘我杀境的一瞬间，秦川也得到了反馈，学会了加强版的忘我杀境。看到忘我杀境的效果，秦川顿时明白了为何碧霄说这是神魔陵墓之中最强的传承了。忘我杀境加强版一级，使战斗成为身体的本能，自动躲避伤害，自动反击。随着击杀的目标越来越多，战斗本能越来越强。附加特效：连锁焚化、北落紫消炎、强制穿透，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升级方式：杀戮。秦川的虽然是加强版，但描述和明月学习的原版相差无几，差距只体现在附加的特效范围上面。连锁焚化，每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都会造成连锁型的火属性伤害。这个火属性不是一般的火，是北落紫消炎，一种附加神圣伤害的火焰。而且焚化是连锁性的，周围的敌人越多，造成的连锁反应越强烈。总之一句话，有了这个，再也不惧群战。至于前面的效果更夸张，让秦川想起了上一世动漫里看到的一样东西，自在极意功。有了这个，根本没人能偷袭自己。战斗如同本能，强制穿透，字面上的意思，无视任何防御手段，包括护盾、盾形装备或者技能等等。不过这个技能的升级方式不是加点，只能通过杀戮升级。秦川看了一下，升到2级就需要杀100万之众，3级更是多达1000万，这个数字越往后越夸张。不过好在这个游戏最不缺的就是敌人，忘我杀境很强，强到离谱，但副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明月此时眼神之中没有丝毫情绪，空洞和迷茫不断交替，直到收到了秦川的私信，明月瞬间恢复了原本冷清的模样。秦川也感受到了忘我杀境对自己的影响，原本内心复杂丰富的情绪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淡漠和充斥心间的杀意。另外一边，李安澜也接受了传承，恭喜玩家转职为黄昏之主，恭喜玩家进阶为主神级模板，恭喜玩家学会技能万法全通。和明月一样，只有一个技能万法全通一级，一通万通，可以模拟出不高于自身品级的一个目标的所有主动技能，但只有其 20% 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冷却时间1天，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李安澜直接用了自己强化的一次免费机会，将这个技能强化了。万法全通一级，一通万通，可以模拟出不高于自身2个品级的一个目标的所有主动技能，但只有其 40% 的伤害，随技能等级提升而提升。冷却时间6小时，随技能等级提升而降低。
秦川也收到了万法全通的加强版，和原版相比，模拟的品阶又高了2个品阶，1级初始伤害变成了 120%， 就离谱。有了万法全通，秦川瞬间从忘我杀境之中脱离了出来，似乎这2个技能的品级是相同的。秦川发现自己学会了万法全通之后，能够选择是否进去忘我杀境了，这倒是一个好消息。明月的天赋可以复制一个技能，如果复制万法全通的话，岂不是也可以自由切换？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能不能用万法全通模拟碧霄的实力。想来就算能模拟，也模拟不出全部，毕竟一个人的实力强弱更多是体现在天赋和被动技能上。万法全通也只有李安澜用才算是真正的万法全通，因为李安澜的天赋和模糊可以无限放技能，而且技能伤害极其夸张。如果复制自己的技能，不知道复制出来的是加强版还是普通版。秦川倒是有些期待。又过了几日，所有人都完成了转职，众人纷纷使用领地回城技能回到了秦川的领地之中，包括碧霄和河神。河神看到碧霄，神情很复杂，有激动，有惶恐。我这种小卡拉米何德何能和这种级别的大佬加入同一个领地？如果说原本河神还有些不情愿，现在则是无比庆幸。安澜，你尝试模拟我的技能看看。秦川身上的技能太多了，多到秦川都不记得了，多到秦川大部分都用不到。不过现在学会了忘我杀境，技能的释放全都自动化了。李安澜听到这话，直接选择模拟。李安澜看着自己技能栏出现的无数技能，感觉眼花缭乱，不是加强版，都是普通版。李安澜似乎明白秦川想问什么，直接说了出来。果然如此，秦川原本就有所预料。不过即便如此，万法全通也足够逆天了。明月天赋之中可以指定复制一个人的技能，秦川让明月尝试复制李安澜的万法全通。至此，明月也学会了万法全通。随后明月也选择了秦川作为模拟目标。明月和李安澜全都变成了低配版的秦川，两人各有优劣。明月因为有忘我杀境，能完美的运用这些技能，缺点是蓝量相对有限，不太可能无限放技能。李安澜的优点则是第一天赋，还有那恐怖的蓝上限，怎么用都用不完的蓝条。领主大人，你们终于回来了。周敏得到秦川回来的消息，瞬间出现在领地之中，满脸的惊喜。长安城被他们围困了。周敏面容有些苦涩道，刚好可以把忘我杀境刷起来了。秦川听到这话，看着明月说道。第65章，乱杀的明月等人，丽渊的第二天赋。马吉娜等人这次吸取了教训，围而不杀。上万亿玩家以2亿玩家为一个梯队，分为数千个梯队，分散开来将长安城围住。其实马吉娜等人也清楚，长安城的玩家想要出去，有的是办法，比如传送阵。就像他们这些人来到长安城，就是花钱请 NPC 布置的传送阵。但反秦川联盟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那些第5、第6序列文明的天骄，主要是为那些天骄出口恶气。更何况马吉娜等人料定长安城的玩家只能迎战，如果不战而逃，秦川将会沦为笑柄。毕竟现在的秦川举世皆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退出长安城，他们可以继续围困其他城市，直到蓝星玩家退无可退。眼看着长安城的玩家全都被围困在里面，马吉娜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要我看，这秦川不过如此，只是靠着这些神器，一旦神器发挥不出来威力，寸步难行。马吉娜看着其他各族的首领，满脸得意道。现在的反秦川联盟，马吉娜是盟主，之前的鸟头人被玄鸟一族制裁了。马吉娜因为之前第一个冲锋陷阵，被玄鸟一族看中，任命为新盟主。盟主英明，其他各族的统领纷纷拍马屁道。正当众人志得意满，互相吹捧的时候，战场形势忽然变了。原本长安城的玩家一个可以打10-20个，甚至更多，但再多也比不过联盟的人数多。所以每当他们的血量掉到一定比例之后，就会自动退回长安城，恢复满状态之后才出城迎敌。随着秦川转职成功，秦川领地的子民全都获得了嗜血领域的加成，物理吸血，法术吸血。秦川将嗜血领域的等级点得很高，双吸高达 60%。秦川领地的玩家虽然不多，不到1个亿，却个个犹如战神一般，在战场上屹立不倒，不断的收割着联盟玩家的人头。只不过这种变化相对于整个战场微不足道，马吉娜等人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战场的变化。但随着明月等人的出战，整个战场出现了无数个真空地带。原本丽渊以为自己足够了解秦川了，但当秦川帮他觉醒第二天赋和生成技能的时候，丽渊还是陷入了不可遏制的震撼之中。此时丽渊才明白，自己不只是低估了眼前的领主大人，而是远远低估了。谁又能想到，
这位在自己面前从未出手过的领主大人，居然是最厉害的那个，远超其他人的厉害。丽渊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了自己的第二天赋——入魔大逻辑天赋。只看名字就知道，又是一个副作用极强的天赋。一旦入魔，丽渊极有可能迷失自我，敌我不分。好在这是游戏，哪怕敌我不分，也对友方单位造不成伤害，除非开模式。相应的，入魔之后带来的属性提升是极其恐怖的，10倍的提升。除此之外，还会对自身周围一定范围内造成恐怖的灼烧伤害。入魔没有任何消耗，可以随时开启或者关闭，不过一旦迷失自我，将很难关闭。再加上丽渊的第一天赋魔主，还有刚刚转职的杀戮之主，即便丽渊心智极为坚韧，也没有信心不迷失自我。随着丽渊转职完成和觉醒第二天赋之后，他每次看到明月都会忍不住被他吸引。他不明白这种感觉来自哪里，却控制不住。战场之上，他忍不住向明月靠近。明月不断地杀戮着敌人，手中的北落紫霄剑如同死神之刃，所到之处无一合之敌。此时的明月眼神之中没有一丝情感，有的只是空洞和迷茫。他手中的剑仿佛化为本能一般，不断的杀戮。每一次剑刃风暴的开启，都能收割无数人头。敌人实在是太多，也太密集。随着明月杀戮越多，战斗本能愈发恐怖，速度也越快，完全超越了2阶的极限。这就是忘我杀尽的极境带来的效果。连锁焚化应对这种密集的人群，效果爆炸。每一剑下去，连锁焚化附带的北落紫霄炎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在被明月击杀的玩家尸体内爆发开来，如同鞭炮一般，又如同燎原之火向周围扩散。反秦川联盟的这些玩家碰着就死，沾着就亡。即便如此，明月还是嫌杀得太慢，干脆使用魂之挽歌，不断清屏。进阶为主神模板之后，所有技能的伤害范围都得到了恐怖的提升。魂之挽歌直接提升为全屏类技能，仅仅1个小时不到，死在明月手下的玩家就超过了100亿。这让一直跟在明月身后的丽渊心中充满了震撼，看着明月的眼神愈发痴迷，这是对杀戮的痴迷。丽渊入魔了，他很清楚自己迟早得踏出这一步。既然如此，宜早不宜迟。丽渊一入魔，周围数十里都被他身上散发的魔火灼烧，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恐怖的力量让丽渊站立，同时也感到无比兴奋。刚开始，丽渊还能控制住自己，但随着杀戮愈盛，丽渊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双眼猩红，不断屠戮着反秦川联盟的玩家，直到他再次看到明月，原本猩红的双眸变得有些迷茫，随后又出现了痴迷。入魔状态下的丽渊对明月愈发痴迷，他本能地跟着明月不断的杀戮。李安澜技能像不要钱一样一片片的扔。随着模板的晋升，最直观的就是技能范围的提升。原本范围不算大的流星火雨，此时如同末日禁咒一般，更不用提剑刃风暴这种技能了。剑刃风暴一释放，周围只剩下无数剑影席卷天地。李安澜每释放一个技能，都会出现一片真空地带。秦一等人更不用说了，特别是秦武。随着模板的晋升，潮汐之力的建设范围大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地步，都不用使用海象神拳，刀刀烈火，一刀一片真空地带。等马吉娜等人察觉到情况不对的时候，万亿玩家已经损失近半。不好，秦川他们回来了，撤！马吉娜脸色大变道。其他联盟高层此时脸色也变了，纷纷转达马吉娜的命令。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人数越多越是这样。一旦开始溃败，原本浩浩荡荡的大军此时变得异常拥堵。等到所有人都通过传送阵撤离战场的时候，又被秦川的人斩杀了近2000亿，只剩下不到4000亿玩家逃了出去。但明月此时已经进入了忘我杀境，追着溃逃的玩家直接进了一个传送阵。丽渊下意识地跟着明月追杀了过去。两人再次出现，已经是在一个精灵族的主城之中。马吉娜眼看着明月和丽渊2个人居然敢追过来，还直接跟进了主城之中，顿时嚣张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敢在主城之中杀人不成？马吉娜话音刚落，突然看到漫天飞舞的剑影，随后眼前一黑，他被杀死了。大胆，胆敢在诸城之中蓄意伤人！明月和丽渊2人在精灵族的这个主城之中乱杀，很快就引来了城防军。城防军全都是半神级的 NPC， 而且是圆满的半神级，实力非比寻常，自然没把明月2人放在眼里。明月听到城防军的喝止，转身看了过去，眼神之中满是迷茫，似乎在思考什么。城防军却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直接杀了过去。明月看都没看城防军，身体自动躲过了这一击，随后一剑斩在城防军首领身上，秒杀！连锁分化，群秒！数十位城防军被明月瞬间秒杀，
这让原本还抱有期望的精灵族玩家瞬间绝望。是谁？胆敢扰乱主城秩序！一声怒吼自城主府方向传了过来。第66章屠戮主城，无数系统公告来自 NPC 的讨伐。风怒极为愤怒，他作为精灵一族其中一个城池的城主，也算是大权在握，日子过得很滋润，却没想到有人居然胆敢在主城内肆意妄为，屠杀玩家和城防军。这不只是对自己的挑衅，更是对整个银河系宇宙国的挑衅。这要是让其他同僚知道的话，不知道该如何取笑自己。一想到这里，风怒就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开始召集所有的城防军，同时他自己也向明月和丽渊的方向飞了过去。明月和丽渊两人早在晋升为主神木板的时候，基础属性的上限就提升到了500万，由300多提升到500万，是质的飞跃。在出战之前，秦川就让李安澜强化了足够多的属性书，将众人的基础属性点堆满。可以说，明月和李安澜不只是主神模板这么简单，而是彻彻底底的主神级。除了移速和攻速会受到2阶阈值的限制，其他和圆满级的主神并没有区别。甚至明月经过了之前的屠戮，敏捷属性已经掠夺满了，属性远超一般的主神级。更何况明月还有忘我杀尽、万法全通、魂之挽歌、剑刃风暴等等，以及手中的北落紫霄剑。这把剑原本是一把完整的主神器，还是一把可成长性主神器。明月获得传承之后，自动降低品阶，变成了2阶成长性主神器。经过了之前的杀戮，此时明月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在主城内一闪而逝，每一次出现都会杀死无数精灵族玩家。不只是明月如此，跟着秦川从神魔陵墓出来的那200个主神模板的玩家全都追杀了过去，在对方主城开始屠戮。风怒带着上万半神级城防军将明月两人围了起来。明月看着众人，满眼迷茫。他身边的丽渊则是浑身魔气四溢，那惊天的魔气，即便是风怒都不敢随意靠近。此时风怒看清了两人，越看越心惊，眼前这两人居然是主神级模板，这怎么可能？自己值守的不是银河系大区的一个主城吗？风怒对银河系的信息还是很了解的，这个星系不过是侍女座超星系团数万星系之一，最高序列的文明不过是第4序列，也就是传奇模板的文明。就像自己值守的主城就是第4序列文明精灵一族的主城之一，这让风怒很满意，因为以自己的实力完全镇得住这些玩家。现阶段玩家刚刚进入第2阶段，在风怒看来，哪怕是一些玩家天赋极好，最多晋升为超凡级模板已经是极限了。前面的模板都好晋升，也好跨越，越往后越难晋升，这一点风怒深有体会。他出自一个第7序列文明，一出生就是半神级模板，但直到死亡也只是成为了中位神，距离上位神的属性还遥遥无期。想要挑战主神级模板，风怒都没敢想。他怎么都想不通，眼前这两个玩家是怎么在2阶就晋升为主神级模板的？这可是自己毕生都没有完成的目标。这两人身上的装备和手中的武器更是看得风怒无比心惊。主神级套装，主神级武器，这他妈是玩家？风怒虚了，心虚了。他还真怕自己打不过眼前这两个。别的不说，单看其中一个的状态就很不正常，似乎是入魔状态。这种状态的玩家没有理性，根据入魔的品级，属性会多倍提升。自己是对手吗？一念及此，风怒有了退意。什么面子？和小命比起来重要吗？自己就这么一条命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灵魂都会消散。诸位还等什么？风怒使了个心眼，看着城防军下令道。那些城防军并没有风怒这样的眼界，听到命令，1万多城防军向两人杀了过去。风怒则悄悄给自己套了个魔免，往后撤了撤，生怕被溅一身血。他这个魔免技能虽然品级不高，却救过他无数次。每一次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他总会下意识地给自己套一个魔免。原本站在明月身边的丽渊似乎被城防军激怒了，上去就是一通乱杀。上万城防军连个水花都没泛出来，尽数被丽渊斩杀。震不，头皮发麻。正在撤退的风怒看到这一幕，以最快的速度试图往城主府逃去。他不是不想逃出主城，作为城主也是 NPC 就要受到系统限制，除非职责所在，否则不能轻易离开主城。一旦离开主城，就会被系统制裁。风怒内心无比惊恐，自己也太倒霉了，怎么自己值守的主城会遇到这么两个怪物？风怒只能寄希望于明月两人杀够了，自己离开，但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了。此时的明月移速远超2阶阈值，风怒不逃还好，一逃触发了明月的战斗本能，瞬间追上了风怒，海象神拳加上一剑，秒杀！中位神的风怒被明月一剑秒杀。
NPC 和 BOSS 不同，神级 BOSS 有生命值加成，但 NPC 没有。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明月肆意妄为，屠杀风怒城城主风怒，银河系宇宙国国主震怒，将发兵讨伐长安城。玩家秦明月屠戮风怒主城，致使精灵文明的一个主城陷落，精灵一族玩家全属性下降 5%， 经验获取降低 10%， 持续30天。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明月在第2阶段杀死一城之主，实力逆天，奖励神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乘1000，金币乘100万。蓝星玩家潜力上限加200，公测名额加1亿。连续多道系统公告震惊了银河系的所有玩家。他们知道秦川手下的这几个人很强，但怎么都没想到会强到这个地步。秦川完了！一个第4序列的统帅幸灾乐祸道：“真是不知所谓，居然敢杀主城城主！整个宇宙国的讨伐，甚至会有主神级的 NPC 出现，秦川死定了！”不只是他，很多玩家都有些幸灾乐祸，等着看秦川的人被这些 NPC 击杀。但接下来的系统公告让他们彻底傻了。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李安澜肆意妄为，屠杀东皇城城主皇，银河系宇宙国国主震怒，将发兵讨伐长安城。玩家秦明月屠戮东皇主城，致使狮驼文明的一个主城陷落，狮驼一族玩家全属性下降 5%， 经验获取降低 10%， 持续30天。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李安澜在第2阶段杀死一城之主，实力逆天，奖励神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乘1000，金币乘100万。蓝星玩家潜力上限加200，公测名额加1亿。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银狮曼肆意妄为，屠杀西陵城城主凌天，银河系宇宙国国主震怒，将发兵讨伐长安城。第67章，蓝星晋升第5序列，来自天庭的征讨。连续数百道系统公告昭告着100个主城的城主被击杀，不是秦川的人只杀了100个城主，而是只有前100个才有奖励。这是系统的极限，不是秦川的。银河系大区的所有玩家都目瞪口呆。秦川疯了？你们关注的点不对，难道不应该问现阶段为何有玩家能击杀城主吗？那可是神级 NPC 啊！玩家和玩家之间的差距比玩家和狗的差距还大。我算了一下，这波蓝星玩家直接从第2序列提升为第5序列了。卧槽，这也太离谱了！怎么没有其他玩家攻打主城？攻打主城？别不要脸了！现阶段谁能做得到？神级 BOSS 一人技能灭杀1000亿玩家，更不用提还有守卫军，关键还要面临国主的讨伐。只有在第2阶段做到这一步的才有奖励。一时之间，整个大区的玩家都炸锅了。秦川对此不感兴趣。秦川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到了长安城城主府。长安城城主魏征看着眼前近200个挂着屠戮者头衔的玩家，欲哭无泪。屠戮者是只有 NPC 才能看到的头衔，击杀城主就可以获得。魏征原本以为自己在这长安城当城主能够逍遥快活，没想到成了小卡拉米。这群人之中有一个女人，魏征甚至都不敢多看一眼。碧霄，这个女人超越他太多层次了，甚至超出了他的认知。魏征很清楚，即便是银河系宇宙国号称天庭的存在，也不过是诸多天庭之中的一个，类似诸天万界的投影之一。每个大区都有一个类似的天庭统治。天庭之主玉帝虽然是至高级的存在，却从未让魏征产生过现在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怎么说呢？魏征说不清道不明，但魏征清楚，这个女人如果想的话，覆灭天庭不过是挥手之间。当然，魏征更清楚，自己能看清楚差距，是这个大佬想让自己看清楚差距。说白了，就是在恐吓自己。不过魏征一向识时务，他的理念从来都是择民主而事，不是那种死忠之人。魏征愿意加入领主大人的领地，为领主大人出一份力。魏征看着秦川说道。秦川听到这话，满意的点了点头。杀了魏征当然可以，但这并不能真正的将长安城收入囊中。只有让魏征真心实意的投靠自己，长安城才算是真正的成为自己的领地。没错，除了在虚空之中的领地之外，玩家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游戏之中的领地。收服魏征，收服长安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原本玩家在长安城之中的所有交易都要交税，30%的税，很高。现在长安城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秦川可以决定是否免除这些税。倘若免除，玩家在城中的交易将会便宜很多；不免除的话，整个长安城的税都会进入秦川囊中。秦川直接选择了免除税。神魔陵墓让秦川收获了近10万亿金币。长安城这仨瓜俩枣，秦川看不在眼里。更何况长安城里的玩家，未来基本都是自己的子民，没必要收税。不过也仅仅是长安城罢了。倘若未来征伐收服无数城市的话，那些税一分都不能少。这一战，无论是秦川还是蓝星玩家，
都收获巨大，就连先秦文明都趁着这股东风晋升为第5序列。毕竟银诗曼还有不少先秦玩家都参与了屠灭城主之战，银诗曼他们既是秦川的子民，又是先秦文明的玩家，奖励的潜力上限自然是2个文明都有。此时银河系大区的天庭之中，玉帝无比震怒，短短1天之内，居然有近200个主城的城主被屠戮，这是完全没把天庭放在眼中。李靖何在？玉帝怒喝道。李靖听到这话，急忙出列，朕命你统帅10万天将，100亿天兵，兵发长安城，讨伐叛逆。臣遵旨。李靖作为天庭的兵马大元帅，主神级强者，这种事自然是当仁不让。区区一个城池的叛逆，岂能挡住自己100亿天军？这100亿天兵可都是半神级起步，10万天将全都是神级，一个长安城罢了，顷刻间就可以碾为粉计。恭喜李天王又要为天庭立下赫赫战功了。太白金星恭维道。不只是太白金星，其他天庭的神灵也纷纷恭喜李靖。在他们看来，那长安城不过是土鸡瓦狗，挥手可灭，这不是赤裸裸的战功吗？诸位抬举了，为天庭效力，乃李靖分内之事。李靖此时也是意气风发，走路都带风。李天王借一步说话。太白金星向李靖使了个眼色，说道。李靖眼神微动，跟着太白金星来到了一处僻静之处。金星有何吩咐？李靖虽然是兵马大元帅，却不敢丝毫小看太白金星。李靖在天庭任职多年，却看不清这老头的真正实力，到底是主神级，还是如同天庭之中那几位一样，是至高级。小老儿想替一个人讲讲情，看看能不能加入此次大军之中，填为副元帅。太白金星说道。李靖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这小老头什么意思，要往自己队伍里塞人，混军功。只是你塞人混军功就算了，自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开口就要去了副元帅的位置，是不是过分了？这副元帅的位置很多人盯着呢。李靖迟疑道，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这是不好办。放心吧，不会让你为难，这人你也熟悉，掌管天河天蓬元帅。太白金星笑道。李靖听到这话，心中一惊。如果说这天庭之中谁的跟脚自己摸不清楚，这个天蓬元帅当属第一。武器都是太上老君费尽心力打造的，还有人给他送上9转金丹，实力从普通模板直接提升为主神级。第一次出现在天庭的时候，玉帝都要隆重欢迎，这背景怕不是通了天，得罪不起。好说好说，让他直接来报道吧。李靖一瞬间就想明白了，这个人自己还真拒绝不了。好好好。太白金星眼看事情办成了，大笑离去。长安城之中，碧霄来到了秦川面前。秦川，给我钱花，好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没钱。此时的碧霄终于恢复了少女心性，来到秦川面前伸手要钱。你没钱？秦川看着碧霄，一脸的不信。我都多少年没有来到人间了，哪里会有钱？碧霄理所当然道。秦川听到这话，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于是拿出1万金币，满脸肉疼的递给碧霄，省着点花。碧霄听到这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抠死你得了。第68章长安城的变化，星际大都市。丽渊从入魔状态脱离出来了，他发现只要自己跟着明月，即便是入魔也可以脱离出来，这让他对明月愈发痴迷。明月花钱请长安城内的 NPC 制造了很多传送阵，直接传送到其他文明的主城外，在那里链接，遇到玩家顺手就杀了，顺便屠戮他们的主城。即便如此，明月和丽渊的练级速度远超其他玩家。银河系的等级排行榜，秦川后来居上，位居第一，后面的是银诗曼等人。明月和丽渊以杀人为主，练级为辅，排在银诗曼等人后面。有了钱之后，秦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李安澜不断强化生活技能经验书，领地内的10多万铁匠和裁缝几乎全都提升到了神级，当然花费也是极其恐怖的，每一个铁匠或者裁缝提升到神级都需要花费1亿金币左右。秦川在神魔陵墓赚的近10万亿金币全部花光了，不过秦川明白这些都是必要的投资。明月不断屠戮主城的 NPC， 这些 NPC 虽然是半神级的，爆的装备也远不如同级别的 BOSS， 但爆一样秦川急需的东西，神级资源点地图。现在秦川领地的情况是神级生活玩家太多，资源点完全跟不上，好在有明月源源不断的补充，慢慢的跟上了消耗。之前在神魔陵墓扫荡得到的超凡级资源点也没有浪费，全部制作成了超凡套装。10多万神级生活玩家的产能是极其恐怖的。很快，秦川领地内所有子民都普及了超凡级套装。现在困扰秦川的是领地子民的容量问题。
蓝星玩家全部加入了游戏之中，多达近100亿，更不用说还有无数先秦玩家了。所以秦川继续扩充领地，第2阶段的领地守卫战18级开启。以秦川现在的练级速度，只要怪够1-2天就能18级。可惜对秦川而言，怪就没有够的时候。毕竟秦川现在的技能，无论是剑刃风暴，还是潮汐之力，亦或是魂之挽歌，都是全屏伤害，一刀下去，怪全秒了。所以秦川的练级速度是有极限的，得等怪刷新。为了不和长安城的玩家抢怪，秦川不得不和明月一样，去其他文明的主城之外刷怪，顺便刷杀戮值，直接开模式，一刀下去，怪和玩家都没了。现实之中，秦川在蓝星上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峰。对于这一点，李彻只能苦笑，想抑制也抑制不住。更何况李彻也清楚，现在自己如果真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无比可笑的小动作，根本入不了秦川的眼，完全不值得。所有玩家都涌入游戏之中，其中就包括周世元和整个周家。周世元一进入游戏就迫不及待地联系可柔，他想知道自己的计划实施到什么地步了。事到如今，周世元也清楚这个计划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周世元是一个赌徒，心里想着万一成了呢？这要是成了，周家岂不是直接一跃登顶了？这么多天，可柔每天大半时间都在城主府值守，深受精神之塔的影响，忠诚度在前2天就已经不知不觉满点了。水到渠成，可柔忠诚度满值之后，秦川帮他觉醒了第2天赋魅惑主神级天赋，能够直接魅惑主神级以下的同阶生物，数量上限随等级提升而提升，每一级提升1个上限。在秦川的帮助下，可柔直接魅惑了10几个2阶的传说级 BOSS， 这还是因为暂时没找到更高级的 BOSS， 毕竟野外地图2阶传说级以上的 BOSS 几乎看不到。其中有一只火红色的烈焰马被秦川看中，成为了秦川的坐骑。这匹马极帅，周身和眼窝之中都充斥着地狱火。虽说进入杀戮状态，秦川的速度要比烈焰马快得多，但有坐骑，谁愿意自己赶路？当周世元联系可柔的时候，可柔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秦川，去吧，用你的方式给周家一个教训。对于周家，秦川始终是猫捉老鼠的心态，从未放在眼里。不过秦川也不会如同反派一样放着不杀，既然要动手，就要斩草除根，以可柔的本事将周家杀光，轻而易举。甚至在可柔看来，周家的人都不值得自己浪费魅惑的名额。家主，游戏之中不方便说，我这就下线。你把周家的人都召集在一起，我获得了一种可以提升天赋的方法。可柔想把周家的人一网打尽，自然要召集在一起。一旦进入游戏之中，现实中身体就会虚化，没办法攻击。周世元听到这话，顿时大喜过望，他没想到可柔办事如此得力。好，我这就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周世元说完，急忙下线。此时的长安城之中，有很多其他第1、第2序列文明的玩家加入。之前一战，长安城的大名响彻整个银河系大区，那些第3、第4序列文明的玩家自然是不敢来的，他们被杀怕了。但那些第1、第2序列文明的玩家纷纷闻讯而来，想要见识一下这个银河系第1主城。每个主城都极大，最起码容纳10亿玩家，丝毫不会显得拥挤。但现在长安城的玩家何止100亿，无数玩家在长安城之中摆摊叫卖，没有人敢乱来。毕竟长安城凶名在外，原本这些玩家是慕名而来的，但很快就发现长安城和其他主城不一样的地方。长安城免税，这个消息一出，无数商人纷纷涌入长安城，使得长安城愈发繁荣。秦川领地淘汰下来的那一批装备，周敏让人将领地绑定解除，交给像冷宁这样的商人来操作。冷宁在长安城获得了一间商铺，地段极好，拿出来的装备供不应求。毕竟之前那些装备满打满算加起来也不过上亿件，冷宁能分到几百万件，还是因为他的业绩好。几百万件在长安城这庞大的玩家基础下，连水花都泛不起来。大人，得再招一些生活职业玩家，多弄一些传奇级别的装备，供不应求啊。冷宁来到周敏面前说道。周敏瞥了一眼冷宁，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放心吧，领主大人早就吩咐了，优先招收生活玩家，新的一批生活玩家已经可以锻造传奇级别的装备了，跟得上。听到这话，冷宁顿时大喜过望。现在传奇级别的装备对这些长安城以外的玩家而言都是稀缺装备，根本供不应求，溢价出售都不够卖的。没办法，长安城的玩家太多了。星际大都市，毕肖整天在长安城中瞎逛，买东西只看一个眼缘，只看好不好看，从不看功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功能对他而言都是垃圾。偶尔心情好了，
还会帮其他人把单都买了，这让碧霄在长安城中名声很响亮。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 NPC， 天天逛街，运气好了他会把你的钱也付了。这让很多玩家无比好奇，觉得碧霄这里肯定有隐藏任务，天天找他搭讪。这让碧霄无比烦恼，不得不找魏征。于是长安城主魏征发布了一条禁令，不得骚扰碧霄前辈，有违此令，直接驱逐出长安城。你这小家伙还挺有办法。问题解决后，碧霄忍不住夸赞了一句，让魏征受宠若惊。第69章，李靖大军抵达长安，即将开战的长安城，周世元满脸惊恐地看着可柔，内心满是懊悔，都怪自己不自量力地去算计秦川，导致整个周家满门被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还活着。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背叛周家？要不是我，你早就饿死了。周世元看着可柔，满脸不可置信道。当初周世元从孤儿院收养了很多小孩，其中一个就是可柔。周家祖上就是靠做这个生意发家的。100多年前，有一段时间天灾人祸不断，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周家就开了育婴堂，只要把全部的家产交给周家，周家就给他们养孩子。说是这么说，但一般活不下去的百姓又怎么会有钱呢？于是送到周家的婴儿或者小孩，没钱的直接放任不管，任其饿死，有钱的则养着，养的大点了，再带着这群孩子到世界各地，以慈善的名义敛财。周世元也不例外，只是比以前好一些。收养的小孩看着有用、有潜力的留下培养，剩下的让他们自生自灭，饿死了无数孩子。这一点可柔一直都有所耳闻，只是之前一直都不信。直到前几天，周敏将周家的所有资料给可柔看，可柔才彻底心死，对秦川的忠诚度从99到100。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的？我的姐姐呢？你一直和我说她去执行任务了，是被你们饿死了吧？可柔满脸仇恨地看着周世元道。周世元听到这话，知道自家的事情败露了，这话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想通了这些，周世元面如死灰，不再做垂死挣扎。秦川，给我点钱。领主府中，碧霄往秦川面前一坐，一脸理所当然道。秦川听到这话，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不是刚给你1万金币吗？碧霄听到这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还好意思说这话？1万金币？你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么大一个领主，我听说你在神魔陵墓敲诈的都有10万亿了，你给我1万金币？现在的长安城也算是新计划大都市了，好看的东西太多，这点钱啊，够花的。碧霄越说越气，自己堂堂一个大罗级强者，加入你的领地，你不供着就算了，跟你要点钱还抠抠搜搜的。这话说的，你看看我这么大一个领地，哪里不需要花钱？我都恨不得跟你要钱呢，那10万亿根本就不够花的，早就花完了。秦川自然不会顺着碧霄的话茬往下说，干脆开始哭穷。这话给碧霄整不会了，甚至让碧霄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那要不你给我10万，我省着点花。碧霄有些心虚道。2万。秦川一脸心疼道。8万。碧霄觉得2万也太少了，都不够自己花半天的。4万，不能再多了。秦川咬牙切齿道。6万，最低了。碧霄似乎找到了讨价还价的乐趣，说道。5万，成交。最终秦川又满脸肉疼的给了碧霄5万金币。行了行了，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碧霄拿到钱之后，嘴脸立刻就变了，变得喜笑颜开。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秦川不屑道。碧霄才懒得和秦川计较这些东西，钱到手了，自然是要去消费的。李靖率领100亿大军，行军并不快，不是不能使用传送阵，而是没必要。李靖深谙为官之道，一件事如果做得太轻松，不会受到重视。自己可以使用传送阵，半天评判结束，但事后在天庭其他人看来，这就是一次无关痛痒的评判，轻而易举，谁都可以。但如果自己带着大军一路推进过去，时间消耗的越久，就说明这次的叛乱力量越强大，自己评判越不容易，所获得的军功自然也就越多。这就和养寇自重是一个道理。虽然李靖不至于养寇自重，但也要凸显自己的价值。李靖可是清楚，天庭之中无数人眼红自己的位置，都在议论，说自己能当上这个兵马大元帅，完全是因为3个儿子。这一点李靖尤为不服。别的不说，就说哪吒这个逆子，天天瞅着机会想要弄死自己，自己睡觉都得抱着玲珑宝塔，生怕被哪吒偷袭。至于天蓬，本身就是躺平混军功的，他为人懒散，自然是懒得问这些事。李靖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做。总之就是一个原则，能不出力就不出力。如此一来，大军浩浩荡荡推进了近10日，
才到了长安城附近。此时秦川领地内的玩家人手一套神级装备，这还多亏了河神，没有河神的话，产能要缩水2/3。不过秦川自然不会让河神白干，给了他一套主神级套装，还有一把至高级武器，是完整的主神级套装，是明月杀死的那个城主报的。原本武器报的也是主神级的，秦川让李安澜强化了一下。拿到这套装备之后，河神再也没了抱怨，像打了鸡血一般，为秦川的领地添砖加瓦。李靖大军抵达长安城附近的时候，秦川眼看着就要18级了，这还是秦川没怎么练级的情况下。没办法，领地内的事太多了，即便有周敏忙活，很多大事也需要秦川拿主意。不过这也只是前期过渡，很快领地就会彻底走上正轨。即便如此，秦川的等级仍然排在第一。全部回到长安备战。秦川在领地频道直接下令道，这道命令一出，无数玩家纷纷回归长安城。魏征直接下了一道驱逐令，非蓝星文明和先秦文明的玩家不得在长安城内逗留。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长安城的风雨欲来。很多玩家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请 NPC 制作传送阵，传送到长安城附近。这场旷世大战怎么能错过呢？第70章，魔家四将出战，秦一等人恐怖的实力。李靖和哪吒无论实际关系如何，最起码表面看上去父慈子孝。一般李靖出征，哪吒都会随大军出征。如果没有天蓬的加入，按理说大军的副元帅应该是哪吒的。李靖大军浩浩荡荡，天将10万名，但除了天兵和天将，李靖手下还有10名主神级的主将。两军对垒，自然是要先让将领上场战斗。吾乃天庭玉帝座下巨灵神，谁敢一战？巨灵神身高极其恐怖，仿佛戳穿了整个天幕，一声怒吼，地动山摇。秦川这边出战的是秦一，此时的秦一早已今非昔比，一身装备全都是主神级起步，武器更是至高级的，属性全面碾压巨灵神。巨灵神自然是能看到秦一的模板和装备的，再也没了刚才的傲慢，原本巨大无比的身体急速缩小，变得比常人高大一些。这种状态下，他的防御更高，刚才的身形也只是为了震慑长安城。事实上，不只是巨灵神注意到了秦一的装备和属性，李靖等人也都看到了。他们可不像巨灵神那样头脑简单，看到秦一装备和模板的时候，李靖满脸的不可思议。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银河系连第5序列文明都没有，怎么会在第2阶段出现主神模板的玩家，还是全套主神装备？这一瞬间，李靖感觉自己的小脑萎缩了。眼前的这一幕完全超出了李靖的认知范围。天骄天才，李靖不是没见过，但即便是再牛逼的天赋，也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怪不得长安城敢行叛逆之事，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玩家。李靖冷笑道，如果底气只是如此的话，那他们未免也太天真了。我天庭猛将如云，岂是一个区区主神级可以抵抗的？就是我天庭大军天下无敌。天蓬在一旁拍着不要钱的马屁，哪吒则有些不屑。李靖就只会以人数压人，当初征讨花果山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自己一点本事没有。几人说话的功夫，巨灵神已经落入了下风，很难不落入下风。他攻击秦一会被反伤，秦一的力量值高得可怕，同为主神级强者，巨灵神甚至感觉打不动秦一，这差距让他感到有些绝望。至于利用速度拉开距离，开什么玩笑，巨灵神本身就是近战职业，而且他的天赋牺牲了大部分速度，即便是比速度，巨灵神也不是秦一的对手。眼看着巨灵神的血量越来越低，这么下去肯定会被秦一击杀。李靖急了，可不能出师不利，那样的话对军心影响极大。魔家四将何在？李靖怒吼一声，末将在。魔家四将听到命令，纷纷出列。蜜儿等去支援巨灵神，将那个叛将拿下。李靖大义凛然道。旁边的哪吒听到这话，心里更加鄙夷了，不过不会表现出来。末将领命。魔家四将急忙领命道。魔家四将的实力，哪怕在主神级之中也是很厉害的，特别是4人的武器远超一般的主神级武器，在天庭之中也是威名赫赫。秦川这边不用秦川下令，秦二、秦三两人出阵迎战。秦二的魔免等级已经很高了，冷却时间内完全可以给2个玩家加魔免了。秦二起手先给自己和秦三一人套了一个魔免，秦三倒也不急着套脖葬，现在的属性和装备再加上魔免，随时可以起手脖葬。更何况在秦三看来，对付这几个完全没必要。两人浑身散发着金光进入战场，拦截住了魔家四将。秦三的第2天赋提升到了至高级，只要站在那里不动，魔家四将每秒都会掉5%的血量，生命移除，
无视魔免，并且升到至高级之后，还增加了一个特性，降低范围内敌方单位 20% 的回复效果。仅仅是一个照面，魔家四将就脸色巨变。即便他们身为主神级，自身的回血极其夸张，但也耐不住这么恐怖的掉血比例。他们很清楚，如果拖下去，必败无疑。魔礼青手持虎头枪杀向了秦二。虎头枪是魔礼青的武器，威力极其恐怖，但扎在秦二身上，仿佛扎在了神经上面一般，毫无反应。此时的秦二、秦三头上都出现了一个带翅膀的状态，守护天使。秦二10级生成的技能释放之后，自己和周围的友方单位免疫所有的普攻伤害，包括神圣伤害，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0分钟。当然，这个状态单独放的时候是可以被净化的，但秦二有无视净化的魔免技能，搭配起来使用，暂时无解，最起码不是魔家四将能解的。魔礼兽早已放出了紫金花狐雕，花狐雕并不是宠物，而是魔礼兽的武器幻化出来的，攻击极为恐怖。但此时面对秦二的守护天使，完全被克制，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魔礼还眼看形势不对，拿出碧玉琵琶，既然物理攻击没用，那就让自己弹一手琵琶，将你们控住。魔礼海的这件武器是一件很厉害的群控武器，威名赫赫。魔礼海信心满满的弹起了琵琶，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眼前的两人陷入眩晕之中，但恐怖的琴音在秦二两人面前瞬间消弭，被两人周身的金光尽数驱散。此时几人才意识到秦二两人身上的金光是什么。魔免。魔礼海惊惧道：魔力红，净化他们。魔礼青看着魔力红说道。魔力红的武器是一把混元伞，也是威名赫赫，自带净化功能。魔力红听到这话不敢怠慢，将混元伞冲着秦二两人扔了过去。混元伞在秦二两人头顶展开，不断的散发出净化光芒，将两人笼罩了过去。但这些净化光芒和刚才的琴音一样，被两人身上的金光尽数驱散。此时的魔家四将脸色终于变了，他们看着自己疯狂下降的血量，顿时意识到了大事不妙。不只是他们，李靖看到这一幕也是脸色巨变。此时的李靖终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一次的评判似乎没那么容易，搞不好还可能翻车。不可能，我还有100亿天兵大军。李靖这话似乎是在说服自己。战场之上，秦二还顺手给秦一加了个神圣洗礼，在秦一身边原本就血量不多的巨灵神瞬间被秦二秒杀。随着巨灵神的轰然倒地，魔家四将更加意识到大事不妙。此时几人的血量已经降低到1半以下了。秦三一个死神镰刀直接将魔礼青带走。秦一解决完巨灵神之后，一个突进瞬间来到了魔礼海等人面前。秦二再次抬手一个神圣洗礼，配合秦一恐怖的血量，瞬间将残血的魔礼海等人秒杀了。看到这一幕，李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只是李靖，天蓬也是如此。此时的天蓬感到无比后悔，自己只是来混军功的，怎么这里这么危险？魔家四将都没全身而退，这也太恐怖了。哪吒则是战意盎然，恨不得现在就下场和秦一等人大战一场。第71章，秦川带来的震撼彻底和天庭对立。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二胆大包天，击杀天庭主神及将领巨灵神，天庭之主玉帝震怒，将长安城一级秦川领地子民打为叛逆，所有玩家皆可征讨，阵营对立。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二在第2阶段杀死主神级强者，实力逆天，奖励主神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乘5000，金币乘2000万。蓝星玩家潜力上限加500，公测名额加3亿。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三胆大包天，击杀天庭主神及将领魔礼青，天庭之主玉帝震怒，将长安城一级秦川领地子民打为叛逆，所有玩家皆可征讨，阵营对立。蓝星玩家秦川领主子民秦三在第2阶段主神级强者，实力逆天，奖励主神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乘5000，金币乘2000万。蓝星玩家潜力上限加500，公测名额加3亿。连续数道系统公告让银河系大区所有玩家都愣住了。刚复活没多久的马吉娜看着系统公告，怔怔出神。主神级，这还怎么打？马吉娜此时只感觉手脚冰凉，无比后悔得罪秦川，差距太大了，大到马吉娜都感到绝望。之前秦川等人表现出来的实力虽然强，但马吉娜觉得自己背后有第5、第6序列文明的支持，自然是肆无忌惮。但现在这个系统公告像是一盆冷水，瞬间让马吉娜脊背发寒。这种实力，哪怕是那些第5、第6序列文明，恐怕也远不是对手吧。不只是马吉娜，之前那些围攻长安城的文明此时都后悔了，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们并没有因为系统的那句阵营对立而感到庆幸。长安城能击杀主神级 NPC，
他们去多少人都不够杀的。品级越往后，差距越大，根本不是人数能弥补的。他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天庭能够镇压秦川，镇压长安城。马吉娜等人急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背后的那些第5、第6文明的玩家。很多第6文明都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个秦川真是疯了，不知所谓，得罪了天庭，他死定了，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宇宙之中。他怎么敢呢？无数第6文明的统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幸灾乐祸的，也有不屑的。天庭作为整个宇宙的统治者，在每个游戏大区都有投影。现实中的天庭实力恐怖到何种程度，不是他们这种文明可以想象的。但根据宇宙编年史来看，当年天庭的崛起可是踏着尸山血海崛起的，无数的大佬陨落，据说超越至高级的存在在其中都只是炮灰。这种级别的战争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区区一个秦川居然敢忤逆天庭，等着被镇压吧。宇宙之中从来都不缺乏天赋逆天的妖孽，他们见过无数，镇压过无数，当然也有天赋极其恐怖，他们镇压不住的，比如数千年前的北落子霄剑主。但那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被天庭翻手镇压了。没有人能够在天庭这个庞然大物的手下泛起水花，这是整个宇宙之中所有文明的共识。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当好天庭的排头兵，去攻打长安城。于是无数第5、第6文明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尝试打通通往银河系大区的通道。此时的长安城外，哪吒满眼战意看着天蓬。天蓬，我们2个一起去叫阵吧。啊，我吗？天蓬听到这话，人都傻了，心想这小子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不说别人了，就这3个家伙，你有把握？天蓬刚才都看得头皮发麻，完全想不出自己如果上场的话怎么才能赢。这哪吒怕不是个傻子，想找死也别拉上我。元帅，我们的优势在于兵力，长安城满打满算能有多少人？这波100亿对10亿，优势在我，何必扬长避短，干脆大军压上。天蓬不是傻子，自然不会接哪吒的话茬，而是转身看向李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只有大家都上，自己才有可能活下去。旁边的哪吒听到这话，哪里不明白天蓬的想法，顿时一脸不屑。没错，我有100亿天兵，都是半神级别的，还有10万天将，都是神级的，这长安城该如何抵挡？李靖听到这话，原本消失的信心再次树立了起来。二郎们，给我大军压上，攻打长安城！李靖怒吼道。随着李靖命令一下，100亿天兵瞬间向长安城蜂拥而至。城墙上的魏征看的是头皮发麻，却并不担心。这些天，他早已对领主大人子民的实力了解得很彻底了。别说100亿天兵，就算是1000亿、万亿，也只是来送人头的。拿下长安城，靠的绝对不是人数。攻！城墙之上，蒙恬挥动手中的帅旗，下令道。随着蒙恬命令一下，长安城中的1亿多玩家全部蜂拥而出。秦川并没有让先秦文明那些没有加入自己领地的来支援，没必要，毕竟对手都是半神级起步，那些玩家来了起不到什么作用，只能送人头。兵力贵精不贵多，1亿多身穿神级套装的玩家倾巢而出，和天庭的100亿大军短兵相接。你现在完全站在了天庭的对立面了，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碧霄来到秦川身边问道。天庭可是现实宇宙之中的霸主，统治着整个宇宙，宇宙的律法都是天庭制定的，他们要是想对你动手，你该怎么反制？碧霄继续追问道。秦川听到这话，淡然一笑。很简单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和天庭对立了，那就发兵征服其他主城，将银河系大区的主城都统治了，那就有源源不断的钱了。只要有钱，我就什么都不怕。至于现实之中，应该还引不起天庭的注意，我现在充其量不过是整个宇宙之中无尽大区之中的一个，天庭不会注意到我这种小角色，我还有很多发展时间。听到秦川的话，碧霄有些意外，他没想到秦川看得这么透彻。你说的没错，不过既然你挑衅天庭的威严了，天庭自然会有一些表示，虽然不至于亲自动手，但也会派下属文明来解决你。不过天庭的那些下属文明都是垃圾，对你威胁不大。碧霄风轻云淡道。你应该能出现在现实中吧？秦川看着碧霄，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秦川虽然不清楚碧霄的品级，但肯定是极高的。到了这个层次的大佬，又怎么会真的烟消云散？碧霄听到这话，笑了。那是当然，到了我们这个层次，想死都难，宇宙毁灭我都没事，只是受到了重创。现实之中，我们被天庭盯着，也不能轻易现身，除非你有了和天庭掀桌子的底气，我们就都会来帮你。好好努力吧。碧霄说到这里，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此时的长安城外，天兵的尸体
如同不要钱一般，成片掉落。李靖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红了。自己这一战要是翻车了，以后在天庭还如何立足？左右不过是一道投影罢了，死了也就死了。想到这里，李靖手持玲珑宝塔冲杀了过去。第72章，暴怒的玉帝横推其他主城的秦川。当李靖被明月击杀的公告响彻整个大区的时候，银河系的所有玩家都已经震惊到麻木了。短短半天时间，天庭陨落10几位主神级 NPC， 他们都不敢想秦川手下的人到底有多强。明月和秦一等人是一组的，所有主神级强者都是他们这一组击杀的。NPC 的爆率远不如同级别的 BOSS， 但即便如此，明月在这些人身上也凑齐了好几套主神级套装。NPC 只会爆同级别的装备，不过却是完整的主神级装备，并非一阶或者二阶的。这些装备都是他们本身就有的，比如李靖的玲珑宝塔、哪吒的风火轮和火尖枪等等。风火轮是一个不错的坐骑，没有阶段限制，速度自然也没有限制，速度极夸张。风火轮本身就是一只青鸾神鸟转化而成，秦川并不是很喜欢风火轮的形态，干脆叫青鸾恢复了原本的形态。如此一来，飞行坐骑也有了。秦川看了一眼领地成员面板，这一战又有无数人的忠诚度达到了满值。秦川干脆在领主府设置了一个功能 NPC， 代替秦川帮助领地子民觉醒第二天赋。至于谁先谁后，根据领地贡献的排名来排先后。弄完这些，秦川看了一眼战意昂扬的子民，秦川看了一眼蒙恬，蒙恬顿时会意。刚才秦川可是和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天庭要和我们打，那我们就把其他主城都占了。天庭要让所有主城都和我们对立，我们把主城都攻打下来，就没人和我们对立了。作为一个合格的统帅，战前动员是手到擒来的。果然，这两句话一说，秦川的子民原本还没凉下去的热血瞬间沸腾了。打！打！打！于是蒙恬得到秦川的授意，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人员往其他主城推进。10万个玩家为一个编队，一个编队的玩家负责征服一个主城。10万2阶神级套装、超凡级模板的玩家完全有能力拿下一个主城了。近1亿秦川的子民如同水银泻地一般，不断的攻城略地。顺者昌，逆者亡。这些城主虽然是 NPC， 却远没有那么忠诚。他们比玩家更怕死，玩家死了还可以复活，他们死了就真的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绝大多数城主投降的毫无负担，毕竟这些城主都是系统任命的，虽说名义上隶属于天庭，却和现实中的天庭没有什么关系。游戏中的天庭之中的文臣武将都可以悍不畏死，因为他们并不会真正的死亡，这也是系统奖励给天庭的权限。宇宙的统治者同样可以作为 NPC 统治着每个星区，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银河系大区的天庭之中，玉帝得到李靖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无比震怒。陛下何必如此生气？旁边的太上老君一脸淡定道：天庭经历了无数次的宇宙重启，每一次重启就是一个新的纪元，哪个纪元没有妖孽？但这些妖孽哪个能泛起水花？太上老君的话让玉帝的情绪稳定了下来。朕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秦川妖孽，而是他不把天庭放在眼里，居然敢让天庭的大军全军覆没，还敢攻占其他主城。对于太上老君，即便是玉帝也不敢有丝毫怠慢。要知道，除了第一次是盘古开辟的宇宙之外，后面的每一次宇宙重启都是眼前这位和元始天尊轮流来做的。这两位可都是跟盘古的元神所化，根正苗红。就连自己家老爷宇宙管理者红军也不得不把重启宇宙的权限下放给他们。陛下不必生气，让二郎真君带着他的3000草头神去讨伐叛逆，区区长安城不值一提。太上老君提议道。玉帝听到这话，眼睛顿时亮了。二郎神作为自己的外甥，在当年封神一战就威名赫赫，即便是阐教、截教两教的2代弟子，大多都不是他的对手。一身8、9玄功，更是功参造化。其他人或许还要借助武器或者法宝的威力，但杨戬却不需要这些。杨戬在银河系大区之中的投影虽然也是主神级，但主神级和主神级差距也是很大的。杨戬的主神级是可以逆伐至高级的，其他的主神级完全没办法和他比，即便是哪吒也差得远。其帐下3000草头神虽然大多数都只是上位神，但单论战力不比主神级的差。来人，去叫二郎真君前来。玉帝当即下了命令。秦川手下的子民攻城略地，势不可挡，仅仅1天的时间就攻打下了超过1万座城池。这些城池的城主都加入了秦川的领地。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忠诚，秦川不在乎。秦川很清楚，只要自己能挡下下一波天庭的进攻，
这些人不忠诚也得忠诚，倘若挡不下，说再多也是白扯。这些 NPC 不像玩家，忠诚度很容易满值，他们都不知道活了多久了。要满忠诚度，注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想要他们不背叛自己，就不要给他们背叛的机会。这些主城，每个主城10亿玩家满的时候，每天的交易税都是海量的，而且越往后期，交易量越大，税收也就越多。秦川的目标，先占领10万座主城，如此一来的话，几天就能把之前投资的近10万亿金币赚回来。恭喜蓝星文明的玩家，领主秦川第一个升到18级，奖励传说宝箱乘1，金币乘1万，自由属性点乘100，蓝星人族潜力上限加100，蓝星人族公测玩家加1000万。有玩家升到了18级，24小时后开启2阶领地守卫战。秦川升到了18级，开启了2阶的领地守卫战。对于2阶的领地守卫战，秦川期待已久，因为完成这次领地守卫战之后，领地的面积还有可以招收的人数将会大幅度增加。对于秦川第一个升到18级，银河系的其他玩家并没有感到任何意外。如果不是秦川，他们才会意外。这一天，无数主城陷落的公告让他们都麻木了。很多玩家都担忧自己所在的主城被秦川攻占，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比如增加税收。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绝大多数1阶、2阶文明的主城，税收的比例维持原本的不变。3阶及以上的文明基本上都进攻过长安城，他们的主城秦川将交易税收比例提高到了系统允许的最高程度 50%， 并且对其他已经攻占的主城下令不允许3阶以上文明的玩家进入他们的主城，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进入其他主城交易。当然，现阶段秦川还不能完全垄断所有主城，等领地守卫战结束之后，秦川要把银河系大区的所有主城都攻打下来，到时候秦川倒要看看这些人该怎么办。秦川就喜欢他们既干不掉自己，还得不断交税给自己的样子。第73章，针对秦川的计划，我们把那个女 NPC 绑过来吧。秦川升到18级的时候，是银河系大区并入了一个新的等级排行榜——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等级排行榜。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囊括了包括侍女座超星系团在内的一个更大量级的超星系团，包含了几百个类似于侍女座超星系团一样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有很多第7序列文明，哪怕第8序列文明都不在少数。之前开启的等级排行榜只是银河系的，似乎是因为秦川惹怒了天庭，所以玉帝加快了游戏进程，为的是让那些天庭的附属文明来解决秦川。天庭是有这个权限的，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当的加速或者减缓游戏进程。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等级排行榜之中，升到18级的有很多，毕竟秦川等人并没有全力升级。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升级带来的成就对蓝星而言已经可有可无了。原本第2阶段的领地守卫战应该和第1阶段相差无几，但因为游戏进程的加速产生了些许变化。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中，前100个升到18级的领主可以申请另外一种领主战——轩辕城攻防战。轩辕城无比巨大，里面的怪全都是半神级起步，密度极高。所有报名参与轩辕城攻防战的玩家都会进入轩辕城附近的地图，等待城战一开启，所有人都要向轩辕城推进。有多少个文明参与，就会有多少个城门和路线。所有文明必须突破怪物的围困，打破城墙，然后进入轩辕城外城。外城有许多攻击建筑和怪，所有进入外城的玩家都有可能遭遇。在这里，所有文明都是敌人，所有文明都需要进入内城中心的封印祭坛，击杀轩辕皇帝的残魂，将之封印在祭坛之内。只有领主才可以封印。封印引导时间10分钟，不可被打断。不过封印的时候，其他文明可以攻击封印者，一旦封印者血量清理，封印进度清零，其他领主则可以走上祭坛开始封印。坚持10分钟不被其他玩家击杀，完成封印的领主可以占领轩辕城。轩辕城可以出产轩辕套装、主神级套装，一天可以出产100套左右。而且抢下轩辕城之后，将会获得轩辕城主的 buff， 持续1个月。1个月之后，轩辕城之战再次开启。除了这些，轩辕城附近还有着无数生活玩家梦寐以求的资源点，神级资源点无数，主神级资源点也不少，甚至轩辕城之内的轩辕坟之中孕育着无数残魂。生活玩家达到一定层次，可以把这些残魂融入武器之中，产生器灵。这些东西对任何一个玩家都充满着致命的诱惑，没人能拒绝。秦川当然也不想拒绝。普通的领地守卫战虽然奖励也不错，但远不如轩辕城攻防战。秦川直接报名了轩辕城攻防战。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有人比秦川早升到18级，所以
轩辕城攻防战开启的时间是在20小时以后。这段时间，秦川并没有让子明闲着，而是不断攻打银河系之中的其他主城。随着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等级排行榜开启，原本各个大区之间的壁垒瞬间变得无比脆弱。那些正在尝试打通区与区之间壁垒的文明也感觉到了壁垒的变化。按照现在的壁垒强度，最多几天就可以完全打通大区之间的壁垒。大区之间互通，大战一触即发。侍女座超星系团的那些第6序列文明并没有闲着，他们除了派人打通壁垒之外，还让银河系的玩家不断地打听着关于秦川的信息，以便制定出更有效的战略，镇压秦川。都说说吧，把大家弄到的信息汇总一下。因为秦川的存在，侍女座超星系团的第6序列文明难得的团结了起来，他们组成了一个议会，为的就是对付秦川。秦川的子民有多强，他们知道，但他们始终相信一句话：一个人再强，始终是有弱点的，只要有弱点，就可以针对其弱点，镇压他。长安城中有个女 NPC 很特殊，好像其他主城都没有，这个 NPC 可能是秦川领地之中特有的。议会之中，一个玩家说道。另外一个人听到这话，点了点头。没错，据我们的调查，这个女 NPC 很特殊，很有可能和秦川领地的子民为何这么强有关。不过她本身的实力应该很弱，之前有很多人想找她尝试触发隐藏任务，她虽然觉得烦，却没有击杀那些玩家。而且长安城城主还特地为了她颁布了一条禁令，由此可见这个 NPC 很不一般。议会之中，很多人调查到的信息都和碧霄有关，不是没有其他信息，只是其他信息作用不大。这些第6序列的文明更能看出来哪里有问题，针对有问题的部分才能对付秦川。我这里有一张神级封印符，神级的一次性消耗品，可以将那个 NPC 封印进来，抓起来好好问问。其中一人拿出一样道具，说道：这是他的子民做了一个唯一隐藏任务获取的奖励。其他人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有了这个东西，他们的可操作空间就大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NPC 抓过来，然后问清楚，如果他和秦川的子民实力有关，我们就想办法杀死他。主持议会的玩家也来了精神，如果他们能办好这件事，那些第7甚至第8序列的大佬会很高兴。秦川的事已经不只是他们的事了，而是辐射到了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那些大佬似乎是收到了天庭的法旨，要针对秦川。他们如果能提前解决掉秦川，说不定会进入天庭的视线。天庭稍微扶持一下自己的文明，别说第7序列了，第8甚至第9序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宇宙之中从来都不乏为天庭排忧解难的存在。好，先这么定了，以秦川的自负，肯定会报名轩辕城攻防战，等他们都进入了轩辕城地图，我们就动手。下一步怎么实施，要先看审问的结果。如果这个 NPC 真的这么重要，完全可以用它来威胁秦川。我这里有一张虚空放逐符，只要秦川入套，被我们放逐到虚空之中，他就彻底废了。议会之中，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这场会议让他们看到了对付秦川的希望。对付秦川的希望，也就意味着文明崛起的希望。每一个第6序列的文明都存在了至少数千年，多的10几万年没有提升序列了。他们不是不能提升，而是不敢。宇宙被天庭统治着，序列早已固化，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提升序列，需要上面有人点头。如果贸然打破规则，会被所有高序列文明针对。这也是他们为何要针对低序列文明出现的妖孽的根本原因。第74章天罡36变，秦川的伪装。天蓬死的时候爆了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天罡36变。明月学了，秦川获得了加强版。李安澜通过万法全通，自然也就会了。天罡36变说是一个技能，其实是36个技能。第一变为汉玄造化，可以无中生有，以死为活。无中生有的具体用法，秦川还没搞明白，但以死为活，顾名思义。复活技能，冷却时间半小时，相当于每半个小时就多一个替死娃娃。实际上这么多天以来，秦川领地的子民有很多人都接到了替死娃娃的隐藏任务，基本上全都选择兑换领地贡献。现在帮会仓库存着的替死娃娃多达几万个，秦川给明月等人每人发了几百个，用不完，根本用不完。这还要归功于银诗曼的第2天赋，天罡36变第2变，颠倒阴阳，可以改变白天和黑夜。第3变斗转星移，改变星辰的排列顺序。第4变回天返日，可以短暂的驱赶太阳。这几个技能单独用都没什么用，需要配合一些特殊的技能才能起作用。比如秦川领地的子民，有人领悟了技能暗夜，进入黑夜之中，攻速和移速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而且行动可以无视地形。这个技能就可以搭配颠倒阴阳使用，
和回天反日使用。天罡36变有很多伤害很夸张的技能，比如震山撼地、易经施展、地动山摇，也有飞行类技能，比如腾雾驾云，速度极快，使用之后不比青鸾的速度慢多少。又比如纵地金光，速度更快，极为夸张，但只能直线使用，设定一个目的地不能更改。论灵活性不如腾雾驾云。还有法师类技能，掌控五雷。掌控五雷又细分为金木水火土五雷，这种技能对李安而言很需要。这5种雷法全是神圣伤害技能。又比如撒豆成兵，堪比其他游戏之中顶级的召唤师技能。其中的2个技能胎化异形和大小如意才是真正的变化之术。胎化异形可以完全改变玩家的样貌和信息，连名字都可以改。当然也不是不能被看穿，比如秦四的真实之眼就可以看穿这种变化之术，不过一般人肯定是看不穿的。从游戏一开始，秦川就一直在忙，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半天的闲暇时间，秦川干脆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至于名字，秦川倒是懒得换。蓝星叫秦川的玩家不说有1000，也有800。现在整个蓝星，甚至辐射到整个银河系，很少有人不知道秦川长什么样。秦川还特地在长安城逛了一圈，买了一身看上去极其耀眼骚包却华而不实的装备穿在身上。秦川这种人在长安城并不少见，很多人为了吸引眼球，什么装备骚包买什么，不求实用，但求好看。有些装备甚至浮夸的往外散发七彩光芒，而这种装备恰巧也是碧霄的最爱。秦川刚想继续瞎逛呢，碧霄看到了秦川身上的装备，眼睛顿时亮了。他自然是一眼就看穿了秦川的伪装，却并没有揭穿。你这身装备多少钱？秦川看了一眼碧霄，知道他的审美和自己一样土嗨。100万金币。秦川毫不犹豫道，因为碧霄刚刚和秦川要了100万金币，还没来得及消费呢，正好可以收回来。碧霄听到这话翻了个白眼，合着你是看我兜里有多少钱定的价呗？你这身装备为什么值100万？碧霄也是实在无聊，干脆和秦川斗着玩。这你就不懂了吧？看到我这个头冠了吗？这个叫凤翅紫金冠，是用东海龙宫里的一颗夜明珠打造的。为了取得这颗夜明珠，无数玩家殒命东海。这个头冠不值50万吗？秦川看着碧霄，开始了胡说八道。碧霄却对秦川瞎编的东西来了兴致。那最后是怎么得到的这颗夜明珠？周围的玩家听到碧霄说这话，都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是个人都看得出来，眼前这家伙在鬼扯。这已经够离谱了。最离谱的是，这个长安城中的特殊 NPC 居然还信了，当真是人傻钱多。一时之间，无数人开始起了小心思，有这个钱不赚，简直对不起自己。后来有个猴进入了东海龙宫，拔出了东海龙宫的定海神针，还拿走了这颗夜明珠。听到猴的时候，碧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讶异，那个猴是不是叫孙悟空？秦川听到这话反而有些惊讶，因为这个世界的蓝星是没有西游记的故事的。碧霄也知道孙悟空，不过转念一想，秦川就明白了，这个世界有地心，有碧霄，还有天庭，再多个孙悟空又有什么奇怪的？对啊，那是一个不服天庭的猴子。秦川一脸唏嘘道，那这一套装备确实值100万。碧霄很痛快地将刚到手的100万金币交易给了秦川，将装备拿走了。看到这一幕，周围的玩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心中纷纷扼腕叹息。特别是碧霄曾经在他们那里买过东西的玩家，更是无比后悔，自己的心不够大，也不够黑，早知道跟这家伙学了，卖100万金币直接发财了。100万金币都可以在秦川大人下属的商人那里买一套2阶传奇装备了。对第1、第2序列的玩家而言，现阶段能有一套2阶传奇套装直接起飞。于是很多人直接转变思路，想要守株待兔，静候碧霄的下一次光临。然而这一守就再也没等到碧霄的光临。碧霄是花钱随心，又不是傻子，刚弄的一套装备没了，秦川有些惋惜。不过看着背包里多出来的100万金币，心情顿时又开朗了，干脆又给自己买了一套华而不实的装备，开始瞎逛。那些第6序列文明潜伏在长安城之中的探子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现在关于碧霄的一切消息对他们而言都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探子做过一个隐藏任务，获得了一个技能火眼金睛。他第一时间找到了秦川，想要查看秦川的信息。这一看顿时无比惊喜，眼前这人居然就是秦川伪装的。这人看向秦川的时候，秦川就有所发觉。长安城之中有探子，秦川是清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眼前这人很明显是个探子，不过秦川更清楚，这些人探查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只会误导那些人，
干脆放任不管。很快，这个探子将消息传了回去，议会再次召开。这些人知道秦川和碧霄的互动之后，更加肯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个女人肯定非同一般，明天一定要万无一失将她抓过来。第75章，轩辕成功防战正式开启。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中，神级文明就有上百个，这些神级文明都收到了天庭降下的法旨。不过绝大多数神级文明的天骄并未把秦川放在眼里，这一代的天骄格外的妖孽。这些神级文明之中的天骄，很多都在进阶之战中突破到了主神模板，甚至有好几个提升到了至高级模板。秦川击杀李靖等人的消息，他们自然是知道的，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对过度重视。毕竟整个侍女座超星系团和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资源根本没法比，虽然量级只差了一级，但因为天庭制定的井然有序的规则，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中可以诞生近万半神级文明，侍女座超星系团一个半神级文明都没有。要知道，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体量只比侍女座超星系团大了几百倍，包含几百个类似于侍女座超星系团这样的星系团，这种比例完全是失衡的，资源只会不断的向上汇聚。比如侍女座超星系团之中的神魔陵墓，最好的传承只有主神级，而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之中，主神级的传承随处可见，至高级的传承也不罕见，甚至高于至高级的传承也不是没有，只是高于至高级的传承目前没人拿到。不只是这一个星区，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已经数万年没人拿到高于至高级的传承了。至高级和至高级之上似乎是完全不对等的两个概念，差距异常恐怖。对于这些天骄而言，秦川子民的实力虽然看似很恐怖，但资源有限，最多只能拿到主神级传承。仅仅是这样的实力，还不被他们看在眼里。要我看，天庭有些小题大做了，区区一个秦川罢了，不敢报名轩辕成功防战也就罢了，要是敢来，他自然会认识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龙族是一个第8序列的种族，据说原本是超越第10序列的种族之一，只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是站错了队，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龙族的序列不断下降，到了现在总算稳住了第8序列。敖鼎是星区之中龙族最强的一个，出身就是神级模板，天赋是永恒级的，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序列的文明，高于至高级的天赋都是极为稀有的，整个宇宙之中都没有多少。这和这个种族的序列多少没有太大的关系，毕竟天赋是随机的，除了可以用天赋石或者高级天赋石弄到神级以上的天赋之外，其他的都是公平的。想要拿到至高级以上的天赋，说一句100万亿之中挑一，毫不过分，甚至概率还要更低，低很多。天生神级模板、永恒级天赋、至高级传承，这一切都足以让敖鼎傲视同辈天骄，也让他眼高于顶，完全没把秦川放在眼里。这不是好事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天庭的任务。敖鼎身旁一个九尾狐狸满脸说道。这个九尾狐狸正是青丘一族这一辈最强的天骄涂山苏苏。青丘一族分为3尾狐、6尾狐和9尾狐，其中3尾狐占绝大多数，6尾狐是中坚力量，9尾狐极其罕见，甚至很多年都可能不出一个。涂山苏苏是青丘一族这一辈唯一的一个9尾狐。3尾、6尾和9尾代表着天赋和潜力，9尾狐的天赋和潜力都是极其可怕的。除了龙族和青丘一族，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神级文明还包括青狮一族、白象一族等等，人族也有不少。诸位各凭本事吧。这次的轩辕城攻防战系统单独为参加攻城战的天骄领主拉出来一个频道，这一次的轩辕城主非我莫属。青狮一族的天骄清玄自信满满道，自信是好事，就怕自信过了头，认不清自己。敖鼎嘲讽了一句，很快天骄频道就吵了起来。秦川是哪个？出来亮个相。也有人在天骄频道调侃起了秦川。对于这些信息，秦川自动忽略了，没打疼他们，说再说也没有意义。打疼了他们，一句话不说，也没人能忽略自己。轩辕城攻防战晚上8点正式开启，此时的时间是7点半。秦川领地的所有子民在秦川的命令下都传送进了轩辕城的地图，出现在了一个类似村落的地方。不过这个村落很大，里面有个工程管理员，在工程管理员那里，秦川可以领取一枚属于己方势力的旗，这个旗非常重要，只有把这个旗插在轩辕城门口的区域，也只能插在那个区域。只要旗子不倒，己方玩家就可以通过旗子无限复活，不需要替死草人，没有复活时间，也没有任何死亡惩罚。旗子的血量很恐怖，而且拥有很恐怖的自动回血比例，高达10000亿。
进入外城之后，可以走出外城的其他城门，找到其他领主的旗子。如果砍掉对方的旗子，对方的人马再也不能复活，死亡之后直接被淘汰。所以要有人守旗。当然，只要领主在，哪怕旗子被砍了，领主可以回到工程管理员这里再次领取旗子，但一次只能领取1枚。所以每一个领主势必会备着很多替死娃娃。替死娃娃虽然产出的很少，但只要基数够大，参与攻城战的每一个领主还是会有几个替死娃娃的，甚至10几个。秦川等人所在的区域距离轩辕城的城门很远，上千公里。这段路程对于拥有纵地金光的秦川3人而言，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对于领地内的大部分玩家而言，大概需要跑半个小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2阶的移动速度阈值摆在那里，除非有坐骑或者类似于纵地金光这种技能，否则只能慢慢跑。时间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过得异常缓慢。秦川领地的所有玩家都异常紧张，他们还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规模的玩家大战，而且对方基本都是神级文明的天骄。蒙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在做着战前动员。秦川、明月和李安澜3人为一队，因为3人的速度远超其他人，肯定是要第一批冲到城门口的。很快，倒计时结束，秦川3人纷纷化为一道金光，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等秦川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轩辕城门口。秦川无视了周围无比密集的怪，直接开始插旗。明月和李安澜则分工协作，李安澜负责清怪，明月负责攻击城门。城门是建筑，魔法免疫，明月来攻击是最合适的。插旗的引导时间为1分钟。秦川插好旗子的时候，李安澜基本上把周围的怪都清空了。明月直接固定选项之后自动拾取，根本没时间仔细看。此时城门的血量也只剩下不到1/5，由此可以看出来，明月的攻击异常恐怖。秦川补了几刀，城门轰然破碎。城门之内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水晶塔，这些水晶塔是一个复合型建筑，可以减速、降低攻速，类似于光环，同时还可以攻击玩家。除了这些水晶塔之外，还有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怪，全都是神级的。